那死鬼刚出门，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你猴急什么啊？一个颇有姿色的女修趴在玉桌上，回头娇嗔，脸颊泛着红晕。萧晨川抓着她的长发，拍了拍她的俏脸，低吼：猴急！柳如烟，你男人那个恶霸坏种，仗着炼气5层的修为，抢了我多少灵石？这些年一直被他欺辱，现在好不容易搞上你，他的漂亮女人。慢点，不可能！柳如烟扭头望来，眼神风情万种。对，就是这样。王虎那混蛋到处欺负人，抢灵石，你是被他踩在脚下的可怜虫，当然该在他女人身上狠狠报复回来。快呀，报复他！他一边说着，一边撅起诱人的红唇，似在求吻。萧晨川心中邪火更盛，低头狠狠吻了上去。报复的爽快，原始的冲动，相互交织，让人迷失。就在即将迷失的刹那，嗡，一道声音在脑海响起。核心规则载入，判定掠夺行为达成，目标柳如烟，归属王虎。宿主被人欺凌多年，忍辱负重，勾搭对方的女人进行报复，尚未成功。宿主终于明白，修仙界弱肉强食，对那些掠夺你的人要加倍的掠夺回去。掠夺系统激活，宿主掠夺别人的财富、宝物、机缘，甚至女人时，可根据价值得到掠夺点，用于抽奖。定，当前柳如烟归心40，获得400掠夺点，可抽奖4次。掠夺系统，萧晨川脑中一片混乱，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人有点懵。胎穿到这个残酷的修仙世界，拜入仙门7年，受尽欺凌，灵石被抢，修为停滞在炼气2层。难道这就是转机？柳如烟感觉稳停了，睁开眼睛，语气带着疑惑：怎么了？你太漂亮了。啪！萧晨川抬手拍了一下翘臀。叮！柳如烟归心度5，获得50掠夺点。咦，他还好这口。萧晨川高高扬起巴掌。忽然，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如烟，我回来了，快开门！柳如烟迷离的眼神瞬间清澈了，慌忙起身拉住萧晨川往床底下塞，语气惊恐道：王虎怎么突然回来了？你快躲起来，被他发现了，我俩都要被打死。萧晨川匆匆藏好，从暗中向外望去，只见柳如烟整理了下头发，裙子，打开房门。来了来了！一个虎背熊腰的壮汉挤了进来，不满道：老婆，大白天的，你锁什么门啊？柳如烟双手叉腰：就锁，怎么了？好好，你愿意锁就锁。王虎求饶。忽然他道：咦，如烟，你脸怎么这么红啊？柳如烟摸了摸脸颊：有吗？哦，我刚刚在练功，气血翻涌，脸红一下很正常吧？正常正常。王虎往屋里走，身形被床挡住。萧晨川看到一双带泥的靴子越来越近，经过玉桌的时候，靴子忽然停住，然后传来王虎用力吸鼻子的声音。咦，空气中什么味？床外瞬间陷入一片死寂短暂的沉默后，响起柳如烟噼里啪啦一连串的责骂声。哪有什么味？神神叨叨的，你不是说出门赚灵石去了吗？怎么前脚刚走，后脚又回来了？灵石赚到了，没赚到你回来干什么？你不努力，我什么时候能买得起养颜丹？王虎似乎被骂懵了。我是去赚灵石了，这不是忘带东西回来取吗？他声音听起来有点发虚。一阵翻找东西的声响，找到了，走了走了。倪薛向门外而去，王虎的身影再次出现。忽然他停了下来，嘿嘿一笑，去搂柳如烟的腰。娘子，你今天看起来好诱人啊，让我搞搞。柳如烟扭腰躲开王虎，啪一下打开他的手。别动手动脚的，还不赶紧去赚灵石？王虎舔舔嘴唇，看起来有些不甘心。好吧，晚上回来再搞，不把你干服了，我就不姓王。柳如烟撇撇嘴，语气不屑：你全身上下也就嘴是硬的了。王虎一边出门一边回头道：等着吧，看我这次做票大的，买他一筐不到碗，让你见识见识厉害。萧晨川见王虎走远，柳如烟重新锁上门，便从床下现身。吓死我了！柳如烟拍拍胸口，水蛇般缠了上来，娇声道：那个死鬼突然回来，把我们的好事打断，弄得人家不上不下的，难受死了。萧晨川抱着他掐了一把臀肉，顺势道：要不我们继续？柳如烟眼波流转，犹豫了一下，摇摇头：算了，万一那混蛋杀个回马枪怎么办？太危险了。晚上吧，今晚老地方见。他抛了个媚眼。萧晨川也挂念着系统的事，立刻点头：好，老地方见。回到杂役峰半山腰的家，萧晨川关紧房门锁上，念头一动，一道发光面板在脑海中展开，从左到右
有3个模块：100点抽奖区、1000点抽奖区、10000点抽奖区。左下角点数余额，右下角系统空间。系统空间是一个方圆3里的海岛，正中央长着一棵椰子树，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萧晨川疑惑着另一件事：3个抽奖区，什么意思？丁，这3个抽奖区抽一次奖，分别花费100、1000、10000掠夺点，点数越高的奖区奖励越丰厚。检测到宿主拥有450掠夺点，只能在100点抽奖区抽奖，是否现在抽取奖励？系统解答了疑问。抽奖，萧晨川毫不犹豫。100点抽奖模块在脑海中放大，化成一个抽奖圆盘，咕噜噜旋转起来。丁，抽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奖励1年修为。恍惚间，萧晨川觉得自己不吃不喝不眠不休，在练功房中苦修了1年，一股热流融入丹田，紧接着修为开始增长。不，体内仿佛有一层无形的屏障被冲破，炼气3层。萧晨川猛地睁开眼，狂喜，7年了，整整7年被王虎之流压榨掠夺，修为卡在炼气2层，寸步难行。如今仅仅一次抽奖就让他突破了。丁，剩余掠夺点350，是否继续抽奖？抽！萧晨川一股脑将剩下的3次抽奖机会全部用光，获得养颜丹1粒，获得隐身符1张，获得法器定身珠1件。养颜丹，柳如烟心心念念的东西，值不少灵石。隐身符，这可是保命偷袭的好东西。萧晨川心中喜悦，但最吸引人的是那颗银白的珠子定身珠。将此珠祭炼认主后，发现珠子激发后会发出10几丈的白光，一旦被白光照射，助机器之下立即定身。定，检测到宿主进行连抽，特别提醒，每个模块首次10连时必定爆出极品奖励，首次10连必出极品。看着只剩50的点数余额，萧晨川欲哭无泪。早说啊，早说点数就攒着了。柳如烟那里归心度100后，刚好有1000掠夺点，够在100点抽奖区来一次10连抽。现在用了400掠夺点，从哪里能补回来？萧晨川把玩着定身珠，苦苦思索，忽然眼前一亮。王虎说是出门赚灵石，其实是打劫同门，这种恶霸何该被定身珠教训？萧晨川出门下了杂役风，为了和柳如烟私会，他将王虎的习惯摸得一清二楚，包括王虎经常打劫的地方：月凤堂、人物殿、通往方氏的山路。快到月底了，月凤已发，月初才是人物殿的人流高峰，王虎最可能蹲守在方氏山路。这么想着，萧晨川果然在山路找到了他的踪迹。只见一处山谷中，2拨人马对峙，各有10几号人，其中一方领头的正是王虎。王虎炼气5层，体修身形壮硕如山，站在最前面，肩抗巨大的狼牙棒，威慑力十足。赵恶，王虎指着对面的头头，粗着嗓门：今天劫的就是你们，乖乖把灵石、宝贝都交出来。赵恶和王虎一样，专干抢劫同门的勾当，萧晨川也曾被他劫过。此人瘦书生模样，眼神如毒蛇般阴洁，是个又阴又狠的人物。王虎，赵恶阴阴一笑：你可知我这趟是在为谁办事？敢劫我，胆子好大，少说废话。王虎把狼牙棒往地上一砸，扬起大片沙石，看得赵恶一伙人心头直跳。你不是很聪明吗？那你猜猜我为啥会知道你的行踪，还敢带人来劫你？赵恶眼睛一眯：外门师兄，百劫门信奉弱肉强食，从不禁止弟子私斗，甚至鼓励。门下弟子分为杂役、外门、内门、真传。赵恶、王虎能在杂役弟子中横行无忌，想抢谁就抢谁，一是实力不弱，二是有外门弟子当靠山。萧晨川看明白了，这是俩外门弟子在通过赵恶、王虎隔空斗法。王虎，你也是位外门师兄，跑的这一趟。赵恶眼睛咕噜噜一转，假笑道：早说啊，早说，一切不都好商量吗？赵恶亲切上前，似乎想拍王虎的肩膀，忽然一条毒灵蛇从他袖口窜出，一口咬在王虎胳膊上。妈的，你搞偷袭，卑鄙小人！王虎一把拽掉毒蛇，拎起狼牙棒就往赵恶头上锤。赵恶匆忙躲开，心中暗骂，换个人瞬间就被毒倒了。可惜王虎是个壮硕体修，皮实耐操。王虎头晕眼花，手往腰间储物袋一抚，取出解毒丹一口服下。该死，今天不把你们胳膊腿锤个稀巴烂，我王字倒过来写。王虎气急，大吼一声，身上亮起护体金光，拎着狼牙棒冲进了人群。苦也，王虎这厮怎么有解毒丹？赵恶算计落空，取出一把法剑，法剑飞出，吐出剑芒砍在王虎身上，被护体金光挡住。双方人马打成一片，鲜血直飙，
法术乱飞。萧晨川看了一眼乱哄哄的战场，悄悄摸进山谷。赵鄂虽然人比王虎聪明点，但生性贪婪小气，愿意跟他混的小弟没王虎多。毒倒王虎还好，没能毒倒，落败是迟早的事情。果然，等萧晨川摸到附近，爬上一棵参天大树后，胜负已分。赵鄂那伙人个个挂彩，甚至有人被王虎锤烂了半边身子，靠止血符吊着命。萧晨川怀疑，要不是宗门允许私斗，但不允许出人命，王虎已经杀红眼了。赵鄂等人的储物袋被收了上来，王虎拎着赵鄂的储物袋得意洋洋地炫耀着。赵老鬼！话刚出口，忽然一颗鸡蛋大小通体银白的宝珠从暗处飞了出来，它停在半空，发出道道白光。双方人马正聚在一起，这下被一网打尽，全部被定在原地，只剩眼珠子，嘴巴还能动。定身珠！王虎、赵鄂大吃一惊，眼珠子翻向珠子所在的方向。正在这时，一个戴着斗笠、面具、身披黑袍、看不到面目、身形的人出现，吸引了二人的注意。王虎脸色阴沉，斜来目光，倒不是他高傲，而是被白光定身，头和脖子动不了。阁下是谁？王虎怒声道：你可知我背后是谁？外门弟子第一人林峰，惹了林师兄，你担待得起吗？什么林师兄、穆师兄、孙师兄，我管你这那的。萧晨川故意哑着嗓子，让人听不出本来音色。在这百劫门，在这修真界，弱肉强食。以前你们仗着人多势众，修为高我一头，劫我张某灵石，断我张某道途，如豺狼分食羔羊，风水轮流转。今天我张某人强过你们一头，把你们劫了，天经地义。说着，萧晨川上前，在王虎吃人的目光中，一把抢走他手中腰间的储物袋。哗啦啦，里面的东西被倒出，转移进系统空间。丁，掠夺72块灵石，获得72掠夺点。丁，掠夺中品法器狼牙棒一根，获得30掠夺点。丁，掠夺女士红色肚兜一个，获得0.1掠夺点。丁，系统的提示响个不停，两个储物袋，一个属于王虎，一个属于赵鄂，共提供了2758掠夺点。比料想中的少，萧晨川猜他俩没把财宝全带在身上。俩人的小弟们，每人的身家在10灵石上下，20多个小弟洗劫出243.6掠夺点。看着空间里的灵石宝物569.4的掠夺点余额，萧晨川心中畅快，头一次感觉百劫门如此美妙。发了，果然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古人诚不欺我。萧晨川大笔财富在身，无心久留，将定身珠收进系统空间，消失在谷口。临走之前，他来到王虎面前，一脚踹在裤裆上，一炷香后，没有了源源不断的白光照耀，王虎、赵鄂一行人渐渐恢复了行动能力，定身效果消失。妈了个巴子的，是谁？王虎一手捂着裤裆，痛苦跪地，一手握拳狠狠砸在树上，哗啦啦掉落一地树叶。这次身上的财物被洗劫干净，连好不容易攒出来的中品法器狼牙棒都被抢走，裤裆还中了一脚。赵鄂更是脸上寒霜密布，他的中品法剑同样被劫走，外门师兄部下的任务也失败，跌了个大跟头。这人说他姓张。赵鄂眼睛一眯，恶狠狠道：查。萧晨川像散个步回来一般，正常回到家中，还和路上碰到的杂役同门打了个招呼，没人知道他刚干了票大的。关上房门，他眼中才露出兴奋之色。500多掠夺点，能抽奖5次，不知能抽出什么好东西。他按捺住立即抽奖的冲动，打算今晚在柳如烟身上将点数攒够1000，来次10连抽奖。首次10连可是必出极品奖励的，萧晨川非常期待极品奖励是什么。眨眼间，天色黑透，约定的时间快到了。萧晨川整了整衣冠，铜镜里倒映出一个俊美人影。今早分别时，柳如烟一副欲求不满的浪荡模样，待会见面时得好好的满足他，掠夺点才能到手啊。百劫门后山，后山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片人迹罕至的山脉，月色如水。萧晨川来到老地方，远远便看到柳如烟站在一个小水潭边，月光倾泻而下，照亮了她的黑丝短裙，诱惑身材。萧晨川放轻脚步，来到柳如烟背后，猛地箍住她的腰身，向后一勒，温软的娇躯陷入怀里。谁？柳如烟身体一僵，吓了一大跳，看清来人后，身躯软了下来。死鬼，没个正经。正经能当饭吃吗？萧晨川捏住柳如烟的下巴，伸指在她光滑的脸蛋上摩挲，另一只手抓住卷发，握拳一拽。你们女人不都喜欢刺激吗？我要是真老实正经了，能搞得上你？要死啊你！柳如烟倒吸一口凉气，缓了一下，柳如烟娇媚地翻了一个白眼。你太会玩了，长得又帅，要不是天资实力太差，
我都想舍了王虎跟着你。萧晨川惦记着掠夺点的事，随口道：那就跟着我，当我的雌奴柳如烟打掉他的手，仰头迷离着眼睛索吻。不，你实力太差了，只适合当地下情人。我在王虎那被保护，在你这快活，不好吗？萧晨川无语，心想不愧是如烟大帝，太会打算盘了。还好自己不是苦主，而是黄毛。萧晨川很有身为黄毛的觉悟，冲着柳如烟主动送上的红唇，毫不犹豫地吻了下去。柳如烟被吻得浑身发软，几乎站立不住。丁，柳如烟归心度5，获得50掠夺点。二人吻着吻着翻滚在地上。柳如烟浪道：早上被打断，憋了一天的火，你得负责灭干净。1个时辰后，丁，柳如烟归心度10，获得100掠夺点。2个时辰后，丁，柳如烟归心度15，达到75，获得150掠夺点。当前掠夺点余额869。4，萧晨川泡在水里，靠在潭边石头上，搂着柳如烟，不满地在她翘臀上拍了一巴掌。这小娘皮真贪欢啊，把她伺候的心满意足，还是差200掠夺点。你干什么呀？柳如烟被打，撅着嘴，在怀里水蛇般扭了一下。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干的是什么。要不请王虎过来看一眼，让他鉴定鉴定。萧晨川坏笑：你好坏。柳如烟媚眼一挑：王虎不行了，被人踢了一脚裤裆，没2天好不了，要不然我今晚还真不好溜出来。这王虎真够倒霉的，人恶自有天收。萧晨川大笑：是啊，我跟你说，他可倒了大霉了。柳如烟撑着萧晨川的胸膛，直起身道：听说宗门将举行一次受邀大比，杂役、外门都可参加。外门受邀前10名可提拔为内门弟子，第1名还有丰厚奖励。杂役前10名提拔为外门弟子，第1名同样有丰厚奖励。受邀大比，前10名晋升，第1名还有丰厚奖励。萧晨川目光一凝，受邀大比好啊，要是夺得了名次，不但能晋升成外门弟子，享受宗里更多的资源，还有机会在里面大肆劫掠。这和王虎有什么关系？萧晨川顺着柳如烟的话问道，想得到更多的信息。别急，听我和你说嘛。柳如烟撒娇似的在他赤膊上拍了一下。据说外门第2人韩立靠着家中长辈在本门的权势预定了第1名。韩立，萧晨川知道这号人，外门弟子中的一霸，同时也是赵鄂的后台依仗。韩立派赵鄂等人在方氏购买丹药、符箓，扩充实力，好助他在兽场上杀妖，多拿积分。柳如烟道：这事不知怎么被外门第1人林峰知道了。林峰似乎也想争夺头名，派王虎把赵鄂劫了。现在王虎反被人劫，你说林峰生不生气？王虎会不会倒大霉？肯定会。那林峰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萧晨川笑了笑，伸手装作在岸上的衣物上一掏，实则从系统空间取出了养颜丹。这是什么？柳如烟惊讶地看着萧晨川手中突然出现的玉瓶。萧晨川把玉瓶递出，拍了拍柳如烟的脸颊：小浪货，自己看看吧。柳如烟疑惑的一瞧，小嘴惊讶地张成了 O 型。养颜丹，这玩意好贵的，我催了王虎好多年，他都舍不得买。王虎打劫同门，腰包富裕，都没余钱买养颜丹，你怎么搞到的？别管。萧晨川霸气道，一把将柳如烟拉进怀里。送你了。丁，柳如烟归心度20，获得200掠夺点。当前点数余额1069。4，终于够了。萧晨川心中畅快，啪拍在柳如烟屁股上。开心吗？开心。柳如烟喜滋滋地捧着养颜丹，爱不释手。萧郎，没想到你有灵时候先想到了我，为我买下养颜丹。柳如烟媚眼如丝，含情脉脉。人家更喜欢你了。又是2个时辰，萧晨川把柳如烟的归心度干到了98，掠夺点余额来到了1099。4，天色将亮，萧晨川扶着腰回到了家，从里面锁上房门。萧晨川眼眸睁亮，真期待10连的极品奖励啊！系统都说是极品，那一定能助自己在受邀大比里所向无敌吧。给我10连。叮，抽奖成功。叮，提示音响个不停。很快10连抽完了，光修为就获得了4年，突破到了炼气4层。萧晨川有些遗憾，这4年修为是按他当前的修炼速度奖励的，可惜自己武灵根天赋又没有特殊体质，修炼速度很慢，4年苦修也就才从炼气3层突破到炼气4层而已。不过萧晨川还是很高兴，毕竟昨天才炼气2层，今天已炼气4层，和王虎同一个境界了。除了修为，还有6样好东西：迷踪阵、暗杀法器阴毒针、防御符箓金刚符、逆息丹。
除此之外，还有一块破禁域，专破阵法，禁制筑基级以下的禁阵根本挡不住他，以及一滴悟道冰露。系统注明，服下冰露后，悟性将提高到天纵奇才级别，持续1个时辰。再晦涩的功法也一看就懂，一学就会。这6样奖励非常好，萧晨川很高兴，但他还是有些贪心不足的想到，要是悟道冰露能永久提升悟性就好了。抽奖物品发放完，系统的声音又响了，叮，100点抽奖区首次10连完成，开始发放极品奖励。恭喜宿主获得顶级神功万化吞天诀。叮，温馨提示，1000点抽奖区10000点抽奖区首次10连仍有极品奖励哦，请宿主再接再厉。系统声音刚落，一股庞大玄奥的信息涌入脑海，萧晨川瞬间明白了关于万化吞天诀的一切。这竟是一种不但能飞升成仙，还能修炼到仙界最强境界仙地境的顶级神功。他以身为混沌熔炉，炼化诸天万界本源，铸就无上混沌道基，走的是万物皆可吞，万力皆可用的掠夺大道。捡到宝了，捡到宝了！仙地境，不愧是极品奖励。萧晨川喜滋滋地想到，查看万化吞天诀的修炼之法。这一看，萧晨川呀捏呆住了。万化吞天诀想要入门，需要一缕混沌气作为种子，在丹田开辟混沌漩涡。而混沌气，系统解释说是世界生成时造化万物的本源之气。这混沌气一看就是牛到没边的东西，我上哪把它搞来入门万化吞天诀？难不成系统给了个只能看不能用的废功？萧晨川怒气冲冲地想到。叮，检测到宿主无法修炼万化吞天诀，配套奖励一并发放。系统声音刚落，一股四气四物包容万色变化万千的气落入了萧晨川的丹田。同时萧晨川脑中出现了无数万化吞天诀的修炼感悟，他福灵心智控制住了这股混沌气。在他的控制下，混沌气收缩凝结，产生玄奥的变化，化成了一个绿豆大小的漩涡。萧晨川的一身法力瞬间被吸扯进漩涡中，漩涡壮大成了黄豆大小。万化吞天诀入门成功了。丹田中混沌漩涡顶替了法力，缓缓的正时针旋转着，吸扯来丝丝缕缕的天地灵气，将之吞噬。要想使用法力，逆时针旋转即可。我的修为调回炼气一层了。萧晨川喃喃道，脸上却不禁反喜。混沌漩涡将法力吞噬，境界掉了，但那些法力并没有消失，而是化为了一种更加高级更加凝练的能量。现在这个炼气1层的自己反而比之前炼气4层的自己更强。啧，万化吞天直指仙地境，好大的口气，让我看看你的本事。萧晨川取出一块掠夺来的灵石，控制混沌漩涡急速旋转起来，一股股肉眼可见的灵气从灵石中抽取出来，没入萧晨川的体内。眨眼间，这颗灵石被吸干了灵气，成了普通石头。好，本事不小，不愧是无上神功。萧晨川手一捏，石头化成了石粉，一夜无话。第二天天色刚亮，掠夺来的那400多灵石统统被吸干了灵气。萧晨川体内混沌漩涡变成樱桃大小，修为重回炼气2层巅峰。不过身怀混沌道基，他比正常的炼气2层法力不知雄厚凝练高级了多少倍。打坐了一夜，身体有些僵硬，萧晨川起身舒展了一下筋骨，听到屋外有叽叽喳喳的动静，他屏息静听。看到宗里刚贴的告示了吗？受邀大比明天开始，今天报名。受邀大比，好，我等被那些师兄劫掠多年，一定要参加这场盛会，搏一个翻身逆袭的机会。是啊，听说王虎那恶霸曾经也是被欺负的抬不起头，直到在受邀大比里无意中获得了炼体功法虎魔经以及一瓶虎妖精血，从此逆袭成为杂役中的一霸，攀附上外门第一人林峰，还搞到了柳如烟这样的漂亮美人，真让人羡慕啊！我等要是也有这种好运，并非不可取而代之。萧晨川不再偷听，溜下了杂役封，报了名。第二天，宗门广场，这里人山人海，聚满了参加大比等着传送进寿场的弟子。几名长老高坐云端出席会场，为首的竟是一名绝美妇人，萧晨川认得她，宗主夫人苏晴。杂役外门分立广场两端，萧晨川来到杂役这边，让一让，老子要第一批传送进去。妈的，还挡道，听不懂人话是吧？人群外响起王虎的大嗓门，萧晨川顺声看去，只见2米多高膀大腰圆的王虎拎鸡仔般拎起挡在他身前的一名杂役，往旁边随手一丢。哎呦，好巧不巧，那名杂役腰着地痛苦惨叫，半天起不了身。王虎和身后10几名跟班看着这杂役的惨状，发出哄笑声。云上的长老们冷眼看着这边的动静，百劫门不禁私斗，
哪怕是公开场合，只要不出人命，没人管。哟哟哟，这不是废川吗？王虎往前插队，看到了萧晨川。你一个炼气2层的废物，也参加受邀大会，想不开了。王虎大声嘲笑，记得留好小命，出来后把收获都交出来。刚好老子被人给劫了，手头正紧，正需要你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给老子补点财。哈哈哈！萧晨川面无表情。王虎小角色一个，不值得暴露实力。待会受邀大比开始，有的是大鱼，至于王虎，顺手的事。不过嘛，先收点利息再说。萧晨川让出位置，在王虎一行人的嘲笑声中离开了人群。看到广场外送行王虎的柳如烟，萧晨川朝他眼神示意。柳如烟脸色一红，悄悄来到僻静处。刚一现身，萧晨川就把他压在了墙上，拍拍俏脸。我现在火气很大。云空，百劫门强者欺辱弱小，常有的事。王虎横向霸道，萧晨川退让，苏晴瞥了一眼，没有在意。可当他看到萧晨川转头搞上柳如烟，把在王虎那受到的欺负再欺负回去，苏晴表情古怪起来，脸颊泛起一丝红晕。呼，他们终于结束了。苏晴夹着腿看完了全程，脸羞红一片。萧晨川从僻静处走出，神清气爽地来到广场。此时广场变得空旷起来，绝大多数人已通过传送阵抵达了受邀大比赛场。萧晨川赶上了最后一批传送，光芒一闪，被传送进一片山脉。下方，柳如烟这时才扶着墙，衣衫不整的出现，一脸艳足。苏晴垂眸，心中点评：身子挺耐用，换做一般女人，恐怕已经腿软的站不住了。囚龙山脉，这里靠近百劫门，被百劫门的高人用阵法圈出大片区域，用于受邀大比。萧晨川被传送而来，出现在一个半山腰，警惕地望了望四周。囚龙山脉人迹罕至，属于蛮荒之地，各种树木肆意生长，个个都有几人合抱那么粗。这种原始林海，视野十分有限。萧晨川竖起耳朵，听到了潺潺的流水声、鸟儿和虫的鸣叫，还有远处隐隐约约的兽吼。一阵微风拂过，送来花香和草木的清新气息，以及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风是从山上吹下来的，萧晨川心中一动，换身装扮，遮住容貌，顺着山腰往上爬。没多久，山顶快到了，树林中隐隐约约出现一个破败的道观。道观倒塌大半，废墟上爬满了青苔，仅存的半堵断墙后传来浓郁的血腥味。萧晨川绕到正面，看到一只大白蛇趴在废墟中，正吞咽着一只成年野猪。白灵蛇，水桶那么粗，10多米长，好家伙，至少有炼气4层修为了吧？这样的妖兽浑身都是宝，值不少灵石。万化吞天诀的混沌道基正需要海量的资源铸就，不能错过。萧晨川随手掐诀，一道冰刃形成。冰刃1丈大小，刃锋在斑驳的阳光下反射着锐利的寒光。嗖，冰刃飞射而出，直斩蛇腰7寸。此刻，要是有人看到萧晨川的冰刃术，非惊掉下巴不可。他一个炼气2层发出的冰刃，大小、锋利程度、飞行速度，几乎达到了炼气5层的程度。这就是混沌道基的恐怖之处。同等境界下，法力远比其他人雄厚精纯。冰刃一出现，灵蛇便有所察觉。待发现发出冰刃的人类，只有区区炼气2层，灵蛇眼中露出人性化的轻蔑。他尾巴一甩，击向冰刃，扑哧！料想中冰刃被击碎的情形没有发生，坚韧的蛇鳞片片碎裂，冰刃瞬间切断了蛇尾，去势不减，切豆腐般划过灵蛇7寸，将它斩成3截。砰！灵蛇砸落在地，熄灭的眼瞳中残留着震惊。这个炼气2层的人类，不对劲！秒杀掉蛇妖，萧晨川上前打算把它肢解，装进储物袋。刚肢解一半，不远处忽然响起了说话声。咦，白灵蛇，师兄，我就说吧，跟着血腥味走，肯定有好东西。师弟，你终于聪明了一回。山下走来一胖一瘦2个人，瘦师兄看到萧晨川，大怒：喂，小子，把我的灵蛇放下！你的灵蛇？萧晨川一愣，没想到有人比自己还无耻。我看到就是我的。妈的，动了我的蛇，你赔得起吗？不把所有财宝留下，今天别想走。瘦师兄吼道：如果我说不呢？萧晨川停下解剖灵蛇的动作。不。瘦师兄狞笑，这里是受邀猎场，不是宗内，没有不许杀人那一套。你觉得你一个炼气2层，在炼气3层、炼气4层面前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吗？既然不想交出财宝，我们就把你杀了，慢慢搜。搜字刚落，师兄弟俩直接朝萧晨川杀去。没想到萧晨川更快，一个火球砸了过来。师兄，这火球有点大啊！胖师弟一愣，瘦师兄没有在意。
他区区炼气2层而已，火球术大点又怎样？威力能强到哪去？轰！火球飞行速度突然加快，瞬间砸中了兽师兄。兽师兄被火焰笼罩，慌忙祭出法力，想隔绝灵焰，不曾想隔绝不了。火球的法力似乎比他的法力更高级。啊！师弟救我！兽师兄哀嚎。胖师弟一发灵水术打来，兽师兄身上的火焰反而燃烧得更旺了。眨眼间，兽师兄成了一捧灰。叮！掠夺炼气4层的智慧生命，获得40掠夺点。掠夺智慧生命也有奖励。萧晨川一愣，随即有些嫌弃。炼气4层才奖励40掠夺点，和40块灵石相当。狗系统，看不起人命是吧？他手一招，通过御物术将骨灰旁掉落的储物袋收入掌中。系统没有响起提示，看来抢活人的东西才叫掠夺，才有奖励。旁边那胖师弟见萧晨川秒杀师兄，然后悠闲地收取战利品，当场吓惨了，扑通一声跪下，冷汗直冒。这位师兄，我有眼不识泰山，招惹了您，饶命啊！胖师弟觉得萧晨川法力如此强横，修为肯定不是表面上的炼气2层，直接把师兄叫上了。想到百劫门的风气，胖师弟一咬牙，把储物袋摆在身前，又取下项链摆在储物袋旁边。师兄，这是我身上所有的财宝了，请您笑纳。萧晨川上前一步，胖师弟吓得一退。啊！别杀我！我是外门师兄韩立的手下，他召集我们有大事要办。韩师兄可是韩长老的私生子，看在他的面子上，饶我一命啊！胖师弟扯着虎皮道。萧晨川没有杀他，倒不是被韩立的名头唬住了，而是活人才有掠夺点进账。萧晨川手一招，胖师弟身前的储物袋项链飞来，被一把抓住。叮！掠夺灵石12颗，获得12掠夺点。叮！系统提示响个不停，共计进账22掠夺点。萧晨川打开储物袋，正在这时，那项链突然碎裂，飞出一只毒灵蜂，往脖颈折来。萧晨川反应很快，身体后仰躲过毒针折刺，同时随手打出一道锋刃，瞬间切断了胖师弟的脖子。一道血珠飙得老高，胖师弟脸上还残留着自以为得逞的阴笑。毒灵蜂失去主人控制，重获自由，眨眼间飞没影了。叮！掠夺炼气3层生命，获得30掠夺点。掠夺点余额181。4，都已经饶你一命了，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萧晨川叹息，清点了一下收获：灵石、丹药、白灵蛇精血，统统用万化吞天诀吞噬干净，杂物统统焚毁。眼前还剩2个玉符，玉符上刻着韩字，正是韩立发给手下的定位符。此符可以感应韩立的位置，方便会合，共办大事。内定第一，让我看看怎么个事。受邀猎场危机4符，出发之前，萧晨川先把奖抽了。叮！获得万化吞天诀，筑基期感悟1份剩余点数81。4，没得到我想要的修为、法器、道具。不过万化吞天诀的感悟也不错，毕竟这功法难度逆天，系统在手，谁还自己悟啊？一股明悟涌上心头，萧晨川掌握了此诀在筑基期的许多要点。到了筑基期，吞噬能力大幅加强，可以在战斗中吞噬敌人的攻击。好，不愧是顶级神功，逆天之处终于要开始显露了。翻过3座山头，杀了2头拦路妖兽，萧晨川根据玉符的指引，远远看到了韩立的所在地。那是一个山头，一股狼烟从山顶冲天而起，在半空凝而不散，形成一个韩字。这便是韩立等候手下汇集的驻地。萧晨川这么想着，服下抽奖得到的逆息丹，悄悄摸向那座山头。此丹能隐藏气味、呼吸、法力波动，效果长达3个时辰。萧晨川轻松越过山脚的岗哨，摸到靠近山顶的地方，藏身在一棵参天大树上。从这个角度能看到山顶的情形，听到山顶的说话声。只见韩立是个相貌平平、皮肤黝黑的青年，穿着锦服，坐在华盖下。2个穿着清凉的女修跪在地上为他轻轻捶腿。赵鄂，人到多少了？韩立右手举杯喝着灵酒，左手探进女修衣襟，捏了好几把。赵鄂势力在华盖外面，同样势力的整整有10几人，他排在靠后的地方。见韩立和自己说话，赵鄂激动道：“韩师兄，到了100多人，我手下只剩几个还没消息，基本到齐了。”很好。韩立道：“没有到的那几个，不等了。赵鄂，我赐你猎场妖兽分布图，此图独此一家，你拿着，带上人，走标注的路线，全力猎杀碰到的妖兽，最后终点汇合，把所有兽手给我。这是一笔庞大的积分，把事情办好，别让我失望，懂吗？”是。赵鄂大声道。赵鄂带着110号人离开，
山头一下空旷不少。韩立望向剩下的人，细碎的小积分已经交给那些杂役了。你们随我前往落石谷，拿下大地熊王。韩师兄，为首的小弟道。大地熊王半步筑基，是这次受邀大比的最强妖类，杀了他能获得海量积分。林峰有意争夺第一，此人不得不防，就怕他趁着师兄和熊王斗法，渔翁得利。你的担心不无道理。韩立点了点头，却道：不过他想渔翁得利，得看有没有那个本事。我韩家内定了大比第一，可不是白说的。除了我，没人杀得了那只熊王。萧晨川听着，心中一动。韩立如此自信，只有他能杀熊王，看来熊王身上必有猫腻。萧晨川不禁暗叹，修仙界弱肉强食，尔虞我诈，韩立有个韩长老当靠山，便能在受邀大比中公然动手脚，内定第一名。哼，什么公平？这世道拳头大便是道理，弱者连提公平二字的资格都没有。萧晨川看着发号施令肆意享受的韩立，想着自己这些年的屈辱，眼中寒光闪烁，天地降生万物，可没写着是谁的。他韩立能取，我凭什么不能取？总有一天我也要筑基结丹，像那韩长老一样高高在上，大权在握，践踏规则，甚至成仙做祖。我看上的天才地宝是我的，我看上的美人是我的，这修仙界我一声令下，莫敢不从。安排完计划，韩立一行人消失在山头。萧晨川约莫他们走远了，才悄悄现身，取出定位玉符，暗中跟了上去。韩立没有直接前往落石谷，而是拐了个弯，找上一只炼气后期的狼妖，不慌不忙地猎杀。萧晨川暗骂，韩立有独家情报在身，哪里有高级妖兽一清二楚，跟开了天眼似的，谁能竞争得过他？狼首被韩立收了起来。大比结束时，宗理会根据兽首的数量、所属妖兽的修为计算个人积分，排出名次。此时天色渐黑，韩立在狼窝外就地安营扎寨。逆息丹3个时辰的药效已经消失，萧晨川不敢太靠近营地，怕被发现。他藏身在远处的树上，融入阴影，看着夜色越来越黑，营地燃起篝火。韩立搂着那2个女修进了最华丽的主帐篷。不多时，里面传出剧烈的交配声。萧晨川静静地听着，脸上毫无波澜，比起来还是柳如烟更润。正在这时，附近的树上忽然传来叶子摩擦的沙沙声，声音极其细微，要不是修仙者耳力远超凡人，还真听不到。沙沙声越来越近，一个黑袍老者悄无声息地落在旁边的树上。萧晨川收敛呼吸，动作藏身阴影，暗中朝着老者望去。老者望向营地，听着营迷的动静，羡慕的哈喇子都要流下来了。妈的，叫得真骚啊！老者低声自语。萧晨川看着他，猜测这人来此窥视的目的。忽然，一只灵蛾从远处现身，将要落在老者肩头的时候，忽然察觉到了什么似的，飞了过来。萧晨川一惊，取出阴毒针，暗中积蓄法力。那灵蛾疏忽间来到眼前，和萧晨川大眼瞪小眼。谁？老者低呼一声，望了过来。被发现了。萧晨川积蓄的法力一动，偷袭出手，阴毒针瞬间贯穿了老者的太阳穴。定，掠夺炼气4层生命，获得40掠夺点。尸身朝树下跌落。萧晨川一把捞住，没让他掉在地上惊起营地里的人。同时他右手往尸体腰身一摸，拿走了2个小巧的袋子，一个是储物袋，一个是玉虫袋。储物袋里有8块灵石，一些杂物，1块玉符。玉虫袋里是10几粒蛾子卵。感应着蛾子卵中浓郁的灵气，萧晨川把它们和灵石放在一起，右掌附上。丹田混沌漩涡飞速旋转，不消片刻，卵干瘪的只剩一层皮，灵石变成了粉末。炼气3层了。混沌漩涡变成了豌豆大小，法力翻了1倍。萧晨川悄悄处理掉尸身，换了远处的树藏身，拿出老者的玉符。这玉符明显也是定位玉符，上面刻着一个灵字，林峰的人。萧晨川激发玉符，发现林峰的位置离这里仅仅10多里。萧晨川换了个能登高望远的位置，果然看到一队人马正在往这逼近。这下有好戏看了。10里的距离对修仙者来说太短了，转瞬间双方人马碰面了。萧晨川远远看到韩立衣衫不整地从主帐篷出来，一脸愤怒。林峰，你带着人半夜找来是什么意思？想动我，给你10个胆子，敢吗？林峰嘻嘻一笑，那不敢。我背后那位千叮咛万嘱咐，争归争，闹归闹，千万别伤了韩大少，不然韩长老发起怒来，连他都不好收场。韩立抬着下巴傲然道，既然知道，那还不快带着你的人滚！滚！为何要滚？林峰道，我们不敢动韩少，那干掉你的手下，让韩少拿不够积分，夺不了第一，如何？韩立眼睛一眯，
你背后的那位看上了第1名的那件奖励，是又如何？林峰道：我还知道兽场诞生了一只半部筑基价值5000积分的熊王，韩少盯上了他。你想和我抢熊王？韩立嗤笑出声。大家各凭本事了。林峰光棍道：你有妖兽分布图，知道熊王位置，我跟定你了。你要是不让跟，大不了今天火拼一场，看你手下还能活着几人。爱跟你就跟吧。韩立大笑，只有他能杀熊王，他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石猴林峰惊愕的样子了。双方隔着10多里安营扎寨，井水不犯河水。萧晨川对于没看到好戏这件事颇为失望，不打起来，自己这种独狼怎么浑水摸鱼，怎么趁机发财？萧晨川有心挑起双方大战，但转念一想，落日谷在哪，自己还不知道，先等等再搞事。第2天，天色刚亮，两方人马就出发了。昨晚夜色太暗，瞅不清楚，现在一看，林峰一方没有妖兽分布图，便没有分散人马，整整200多号人聚在一起，比韩立那边声势更加浩大。其中1半多都是杂役，归王虎领导。王虎扛着一根铁棍法器，一会对身前的外门弟子点头哈腰，一会对身后的杂役大声喝骂。韩立这边虽然人更少，但分出去的都是杂役，实力更强的外门跟班还是团聚在他周围。再加上妖兽分布图这件利器，韩立一伙人总能先一步找到高级妖兽，在林峰等人赶来抢怪之前将之秒杀。林峰看着拿着兽首得意洋洋地收起来的韩立，恨得牙痒痒。不过林峰也没闲着，凭借人数优势到处收割周围的低级妖兽。韩立察觉到他的做法，故意加快了赶路速度。林峰为了不跟丢，放弃了很多积分，对韩立更恨了。就这样，两方一边猎杀妖兽，一边赶路。1天过去了，当夜，萧晨川偷听到，再有1天路程，落石谷就到了。萧晨川知道不能等了，赵鄂等人的路线终点似乎也是落石谷，真让双方人马齐聚落石谷，哪还有浑水摸鱼的机会？萧晨川略一思索，计上心来，蠢货，让你烤个肉，你都能烤糊了。王虎拿着一只野猪腿，怒气冲冲。呸！王虎狠狠吐出黑乎乎的炭肉，真是废物。忽然，一道冰锥冷不丁地从林子中飞出，直插王虎后心。虎哥，小心！有人喊了一句。王虎在他喊之前便反应了过来，脚下一蹬，身体回旋，一铁棍敲在了冰锥上。啪！冰锥碎裂，冰渣四散飞射，划在王虎身上，割出道道血口。谁？王虎看了一眼身上的伤口，又惊又怒。修炼了虎魔功后，他肉身防御力大涨，炼气5层以下修士打出的冰锥落在身上，连白印都不会留下。暗中之人却能伤到他，显然法力的品质远超炼气5层。王虎如临大敌，攥紧手中铁棍，警惕地望向冰锥飞来的方向。谁？嘿嘿，一道沙哑的声音响起。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再让你们收割积分下去了。说着，刷刷又是2根冰锥射来，接连洞穿了几名杂役的胸口。定，掠夺炼气2层的生命，获得20掠夺点。定，王虎揉揉眼睛，只见林中不远处一道黑影闪过，接着一个人黑袍人现身，持剑刺了过来。杀！王虎大吼，我们这么多人，不用怕他。一道道法术夹杂着法器铺天盖地而来，黑袍人手上掐诀，手上法剑飞出，瞬间击中了为首的王虎。王虎引以为傲的防御竟不堪一击，被轻松撕破。王虎急速扭身躲过了要害，肩膀被狠狠刺穿，血流不止。几十道法术倾泻而下，黑袍人狼狈躲闪，连滚带爬，连腰间的储物袋都弄丢了。王虎止住血，脸色阴沉，打开了黑袍人落下的储物袋，一块玉符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王虎大惊，深吸一口气，喊道：来人，速速禀报林师兄。就说韩立动手了。萧晨川望着远处战斗的火光，卸下一身黑袍。栽赃嫁祸，成功了。此时月黑风高，战斗又混乱不堪，正是浑水摸鱼的好时机。哎呦！2个伤员互相搀扶着脱离了战场，躲入密林。刚倚着大树坐下，忽然一把剑抵住了他们的咽喉。不想死的，把财宝全交出来！2人匆忙解下腰间的储物袋，储物袋飞起，抵在喉咙的剑刃缓缓撤去。定，获得灵石52克。定，获得。身后传来远去的声音，2人终于松了口气。操！跟着韩老大劫了别人那么多年，第一次被人劫。萧晨川像个幽灵游走于战场边缘，外门弟子果然富裕得多，没多会便劫到了200多块灵石，8件法器。他瞅了一眼系统面板，点数余额533。萧晨川准备继续努力。行动之前，他习惯性地定位了夏凌风，
韩立，避免和二人碰上，然后发现二人竟脱离了战场。正在这时，远处火光的边缘处爆发出林峰的大笑。韩少，等等我！主动挑起战斗，然后趁机连夜偷溜到落石谷。好算计，幸好我留了个心眼，你别想甩掉我。韩立要连夜前往落石谷，萧晨川拿着定位韩立的玉符，远远跟了上去。萧晨川一边跟着韩立，一边把奖抽了。叮，恭喜获得1年修为。叮，恭喜获得万化吞天诀，助机器感悟1份，悟道冰露1滴，凝元丹1瓶，1年修为。2年的修为灌注下来，萧晨川感觉修为大进，要触碰到炼气4层的门槛了。他打开凝元丹瓶，取出2粒拇指大的蓝色丹药，一口服下。凝元丹是炼气期增进修为的丹药，通常每次服用1粒，以防药力过猛来不及吸收，撑坏经脉。混沌漩涡飞速旋转，别人1粒都得打坐1夜，萧晨川2粒不到1刻钟，药力便被吸纳了个干干净净，吸收的太快了，没尝到位。萧晨川又扔3粒进嘴，同时取出1块灵石，握在掌心，让混沌漩涡敞开了吸收。1个时辰后，10粒凝元丹消耗一空，外加50多枚灵石，混沌漩涡蜕变成樱桃大小，炼气4层成了。炼气4、5、6层，又称炼气中期。炼气中期，万化吞天诀，吞噬能力增强，可以吞噬法器中的灵力，当然无主的法器才行。掠夺来的8件法器，加上王虎的狼牙棒、赵锷的法剑，一共10件。萧晨川随手拿出1件，抹去上面的认主印记，抓在掌中。混沌漩涡转速加快，一缕缕的灵力从法器抽出，没入他的体内。很快，这件法器失去灵力，变成凡物，被随手丢弃。萧晨川重新取出1件。天色大亮，连夜赶路，韩立、林峰进入了2座大山中间的山谷。萧晨川出现在谷口，确认韩立、林峰已深入山谷后，取出1套阵盘，正是抽出的迷踪阵，将迷踪阵埋伏在山谷入口。萧晨川进入谷中，落蛋谷不愧是叫落蛋谷，两侧的山体陡峭无比，悬崖般直立而起，谷底散布着从崖壁上掉落的巨石。山谷很宽很深，一条灵溪从谷中流过，茂密的灵植上有巨物踩踏形成的小径，想必正是那只大地熊王的杰作。定位玉符的感应中，韩立、林峰停在了山谷最深处。萧晨川摸了过去，看到这里寸草不生，山壁上灵溪从一个磨盘大的泉眼中流出，泉眼的旁边是一个5人多高的巨大山洞，浓烈的妖兽腥骚味从山洞中飘出。韩立带着2个人，林峰带着3个人在山洞前不远处对峙。姓林的，你真是贼心不死，阴魂不散啊！韩立道：多谢夸奖，感谢韩少带路。林峰道：这大地熊王就各凭本事了，我是不会相让的。韩立笑得高深莫测。请便。林峰皱眉，感觉韩立似乎有恃无恐，一点都不怕自己抢到熊王。不过事到临头，再多想也是无益。林峰一发火球术，轰到洞中。嗷！洞里响起一声惊天怒吼，腥风猛地浓烈起来。咚咚，沉重的脚步声响起，越来越近，大地震颤起来。一只3人多高、皮毛粗糙、散发着原始腥气的巨熊出现在洞口。动手！熊王刚一现身，林峰便大喝一声，祭出一个绳状法器。这法器由蛇一般飞了过去，变粗变长，眨眼间将熊王捆成了粽子。他身后的3人纷纷掐诀、土牢、藤蔓、沼泽，将熊王困在原地。给我死！林峰取出一把长刀，刀刃发出金色的锐利刀芒，狠狠斩在熊王身上。几根熊毛缓缓飘落，熊王毫发无损。他一用力，轻松扯断了身上的束缚，小山般的身躯向前压迫，一爪挥去。不好！4人逃窜，林峰随手捞了1个人垫在身后。啊！熊爪轻松撕破了那人的防御法衣，将他腰斩。爪上的妖力趁机侵入，瞬间杀死了他。护我而死，你也算死得其所，大功一件。林峰拿人垫背逃脱了出去。熊王不依不饶，怒吼一声，攻击而来。林峰深吸一口气，攻他内府。我不信他5脏6腑像皮毛一样坚硬。林峰取出一个大印，大印飞出，变成几米大小，朝熊王后背砸下。剩余的2个跟班，一个取出一把琴发出音波攻击，一个掐诀凝出巨大的石块。咚！熊王被砸中，身躯踉跄了一下。音波攻击也奏效了，熊王前爪捂着肚子，痛苦跪地。熊王，我笑纳了。林峰朝韩立大笑。忽然，熊王身上黄光一闪，身影消失了。下一秒，他的身影竟跨越了上百米的距离，瞬间出现在3人身下。林峰惊骇，千钧一发之际，
躲了过去。另外2人没躲掉，熊王土遁而出，巨大的冲击力瞬间把2人撞成了一滩肉泥。这带来的跟班全死，林峰深吸一口气，看来不得不用那招了。进入兽场之前，背后那人特意给了特殊手段，说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拿出来对熊王使用。斩灵剑！林峰大喝一声，丹田亮起，飞出一把淡绿色的灵力小剑，小剑瞬间变成3尺清风，锁定了熊王。这是？韩立皱眉，他的剑招，他在你体内封存了一道剑招。林峰大笑，没错，别说熊王半步筑基，就算已经筑基，也不可能在这一剑下存活。那3尺清风悬在空中，还没熊长大。熊王却似乎感受到了致命威胁，畏惧地看了那剑招一眼，转身就逃。剑招已经把他锁定，瞬间跨越长长的距离，斩在熊王身上。砰！一阵刺目的光华闪过，林峰看着毫发无伤的熊王，瞪大了眼睛。怎么可能？韩立笑得前俯后仰。别折腾了，除了我，没人能杀得了熊王金丹级，防御禁止。熊王身上亮起金色纹路，林峰大惊失色。韩长老好手笔，在熊王身上布下这么一个禁制，谁还能和韩少争？韩立嗤笑，哈哈，林峰知道就好。修仙讲的是背景，讲的是势力。你什么背景？什么实力？你跟谁混的？我爹又是谁？还想和我争？不自量力！林峰脸色难看。姓林的。韩立上前一步，看着刚在剑招下逃生，瑟瑟发抖还没反应过来的熊王，道：看好了，看我是怎么一招秒杀熊王的。正在这时，一颗银白的珠子忽然飞到了半空，将所有人连同大地熊王定在原地。定身珠！韩立大惊，然后迅速镇定下来。这位外门同门，你怎么敢在我爹是韩长老的背景下对我出手？你简直无法无天！林峰或许会忌惮韩立，但韩立的威胁对萧晨川不管用。萧晨川连薅带拿，将场上4人的储物袋全截了过来。定！获得427。2掠夺点，掠夺点余额460。2。林峰3人储物袋一到手，系统便提示了起来，而韩立的储物袋没有掠夺成功的提示。萧晨川疑惑一看，发现韩立的储物袋非常精美，自带认主功能，胆大包天。韩立被定住，威胁道：我的东西，从储物袋到阵盘、丹药、法器、玉简，全都有韩家的特殊印记，还有追踪手段，你劫了去，敢自己用吗？出手卖有人敢收吗？本少的东西对你是祸非福，还不快点归还，然后磕头认错，祈求我的原谅。叽里呱啦的说什么呢？萧晨川不耐烦地抓了一把黑泥，塞进了韩立嘴里。林峰3人震惊了，韩少还是第一次吃这么大的瘪吧？韩立怒极，萧晨川没理会他吃人的眼神，将他的储物袋整个收进了系统空间。有特殊印记是吗？有追踪手段是吗？好厉害哦！再厉害，能厉害过系统空间？就在储物袋被收进系统空间的刹那，韩立突然惊觉，他与储物袋的联系被强行斩断了。定！掠夺韩立的财宝成功，包含共计702掠夺点，点数余额1162。2。萧晨川震惊了，韩立好东西太多了，灵石、法器、阵盘、丹药、功法，琳琅满目。萧晨川也不细看，转身面对熊王，倒不是看上了熊王的5000积分，而是韩立反反复复提到，只有他能杀熊王，一副把熊王视作囊中之物的模样。如果把熊王杀了，不知算不算掠夺了韩立的东西？阁下竟是看上了熊王，有点不自量力了。林峰忽然出口道：先不说熊王身上布下了金丹级防御禁制，我等炼气修士根本不可能破防。其次，就算你拿了熊手，夺得第一，敢在积分统计的时候亮出来吗？让韩长老知道了你是谁，10000条命都不够死的。韩立说不了话，只赞许地看着林峰，仿佛林峰当了他的嘴替。萧晨川没理会林峰，取出一块带着血丝的玉牌，正是得自系统抽奖的宝物破禁玉。破禁玉！林峰一惊，阁下到底是谁？竟然连破禁玉这样奇异的宝物都有，想必不是无名之辈。不过我观阁下的破禁玉似乎等级并不高，破除筑基级的阵法禁制都困难，更遑论金丹级了。萧晨川又抓了一把泥，塞住了林峰的嘴。破禁玉滴溜溜一转，化作一道血光，被控制着撞进了熊王的耳洞，耳朵上的毛发瞬间亮起一道道经文，正是那金丹级禁制。血光被拦住，和经文发生剧烈的反应，发出滋吱的声音。萧晨川催动到极致，破禁玉破碎，
化作一股庞大的血光，力量击中于一处。金色的镜纹被破出一个极小的洞口。对整个镜质来说，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伤害，下一秒就要弥合，自动修复。正在这时，一根细如毛发、乌黑笔直的长针顺着洞口瞬间穿了过去。阴毒针！哦！熊王痛苦惨嚎，巨大的熊躯癫痫发作般痉挛起来，扬起大片的灰尘。萧晨川控制着阴毒针在熊脑中转了一圈，熊王跌跌撞撞，轰的一声砸在地上死去。定，掠夺韩立成功，获得500掠夺点。500掠夺点！萧晨川没想到熊王确实算掠夺，还值500。后方被定住的4人全露出不敢置信的神色。黑袍人用手段绕开禁制，真把熊王杀了。韩立脸色阴沉，口中的泥土被鲜血染红，似乎在使什么禁忌手段。萧晨川上前伸掌抵住熊王，念头一动，硕大的雄狮消失了，出现在系统空间。正在这时，身后忽然升起一股恐怖的气息。萧晨川回头一望，看到韩立身上缓缓升起一颗荔枝大、闪烁着电光的雷丸。雷丸脱离了韩立的身体后，速度忽然加快，瞬间击中了上方的定身珠。两株相撞，雷丸化作璀璨的电光，砰的一下，定身珠炸成了粉末。呸！呸呸！定身珠被毁，修为最高的林峰、韩立率先脱离了定身效果。死！韩立怒发冲冠，没了储物袋和雷丸底牌，手掐法术，一条水蟒咆哮着形成，朝萧晨川杀去。林峰凝出一张凌厉长弓，远远放箭。萧晨川掐诀，一道土墙隆隆升起，拦在了身前。砰！水蛇撞在了土墙上，溅起一地水花。凌厉箭矢扎进土墙1寸，缓缓消散。咦，这人明明练气4层的修为，为何法力如此古怪？释放的土墙术，连你我练气8、9层的法术都能挡住。林峰皱眉道，射出无法连珠箭。有什么奇怪的？韩立不屑，很多法术都能伪装境界，我爹给我的小无相诀不但能伪装境界，还能伪装样貌、气息。说着，韩立掐诀，地上的碎石泥土一阵蠕动，组成一个2米多高的石人。石人拿着石棒朝萧晨川当头砸下，萧晨川手捏灵光，往腿上一抹，神行术发动，动作快成了一串残影，躲开了攻击，往谷外逃去。拦住他！韩立大喝一声，3人急忙施法。萧晨川身前轰隆一声升起一道土墙，脚下土石忽然变软，还渗出泥水，快要变成沼泽，周围长出一根根粗壮的藤蔓往身上缠来。萧晨川掐诀，一道灵风卷起，带着他飞越了土墙，逃脱了围困。他立即将神行符催动到极致，身影快得几乎看不清，迅速抵达了山谷口。山谷口，韩立、林峰的手下正忙成一团。妈的，怎么有一个迷踪阵？哪个杂种布下的？练气7层以上的集合，暴力破阵！轰隆一声，山谷口炸起一团火光，迷踪阵被暴力炸毁，露出灰头土脸的2方人马。前有狼群，后有虎。萧晨川沉默了一下，取出抽奖得来的隐身符，符纸半透明，无风自然，化作无形灵光包裹而来。萧晨川隐身，消失在原地。韩立、林峰赶来，碰到了谷口的人马。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什么人？没有，还能人间蒸发了不成？韩立脸色铁青，他一定还在谷里，给我搜！几百号人到处搜寻，萧晨川没有轻举妄动。等到人都散开，谷口只剩10几个人巡逻的时候，萧晨川轻手轻脚，慢慢的往谷外挪去。隐身符所化的无形灵光在不断的消耗，等消耗完了，隐身就破除了，到时候陷入重重包围，十死无生。巡逻的10几名修士眼睛锐利的扫来扫去，看不到近在咫尺的萧晨川。萧晨川走出谷口，就在他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咔嚓，踩中了一根小小枯枝。谁？附近的几名巡逻的守卫警觉地看了过来，虽然看不到有人，还是朝断枝的地方轰来几道法术。萧晨川藏不住了，轻身术、神行术、疾风术，但凡他能想到的能增加跑路速度的法术，统统加了一遍。咻！他在树间跳跃，每一脚下去都能跃出5、6米，眨眼间便深入树林，消失不见。那人跑了，快禀报韩少！囚龙山脉又大又蛮荒，人迹罕至。萧晨川逃出山谷，藏进大山，犹如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气得韩立、林峰牙根痒痒。一座陡山，瀑布飞流直下，砸进水潭。山体与瀑布之间的空隙中，萧晨川藏身于此，念头一动，抽奖！1000点抽奖区的轮盘咕噜噜转了起来。叮！恭喜获得10年修为。恍惚间，萧晨川感觉自己闭关了10年，一股精纯的法力降生在丹田。炼气5层、6层、7层，转瞬间
混沌漩涡变成荔枝大小，修为连破3层，达到炼气后期。点数余额662。谁能想象几天前我还是炼气2层？萧晨川握了握拳头，剩下的点数攒着抽1000点奖区。萧晨川念头一动，韩立的紫金储物袋出现在掌中，这储物袋里装着不少好东西，但都带有韩家印记，会被韩长老追踪。虽说系统空间可以隔绝追踪，只要不拿出来就没事，可若是一直藏着不用，这些东西岂不是白得了？萧晨川决定现在就用，用完就扔，让韩长老查不到自己头上。储物袋一打开，宝光冲天。萧晨川轻点了一下，光法器都有9把，其中2件闪着特殊的灵光。萧晨川从上面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幸好定身珠偷袭缴了韩立的储物袋，要不然被他带到机会使用法器，鹿死水手真不好说。萧晨川把这些法器、阵盘、灵石、丹药统统摆在一起，双手附上，全力运转万化吞天诀，吸收他们的灵力。2个时辰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这堆宝物灵力被吸收一空，成了废品。萧晨川的修为快要炼气8层，满意收工。现在韩立储物袋有价值的东西只剩几枚玉简，萧晨川一一看去。节气诀、五行剑法、小无相诀，玉简很可能也被金丹真人下了追踪手段，带不走。萧晨川匆匆把法诀记下，将玉简毁去。节气诀竟是一门元阴功法，能借修士的力气修炼，看起来似乎非常不凡，但在万化吞天诀面前，狗屁都算不上。五行剑法是一套攻伐之法，在炼气、筑基、金丹阶段各有一套招数。小无相诀是伪装法诀，上面说练好了，比你高一个大境界的人都识不破，高一个大境界都识不破。如果不是在吹牛的话，这法诀价值连城。萧晨川看了看天色，发现不宜出去行动，便盘坐下来，尝试参悟小无相诀。小无相诀，皮相近，骨相近，气相近，万相近，4大境界。炼气期能修炼的是皮相近、骨相近，这2境修成之后，能随意变化肉身，伪装成另一个人，也能收敛气息，隐藏修为境界。气相近需要筑基修为，可模拟别人的气息。小无相诀上还说，此功深奥，悟性高的人也得1个月才能入门。他的经文确实艰深晦涩，萧晨川估计自己要3天才能练成气相近。3天入门，萧晨川皱眉，太慢了。念头一动，空间海岛上一个小巧玉瓶消失，下一秒出现在掌中。悟道冰露，萧晨川仰头倾倒玉瓶，让我看看你的实力。一滴淡蓝冰露滑落口中，瞬间消融在身体里。萧晨川只觉大脑清凉，思维通透，原本晦涩的经文忽然简单起来。哦，原来这里是这个意思。一夜匆匆，第2天，一个和韩立长得7、8分相似的道人站在瀑布和崖壁的空隙内，他伸出食指，指尖嗤的一下亮出3寸剑芒。小无相诀和五行剑法都悟得差不多了，只可惜对韩立的长相、肉身细节不够了解，不然至少能变化出9分相似。道人指尖一动，剑芒切豆腐般没入石壁，切下一大块石头。这五行剑法也颇为神妙，炼气期就能发出五行剑芒，威力不俗。要是有趁手的灵剑，剑芒威力还能更上一层楼。萧晨川满意点头，血肉骨骼一阵蠕动，变回本来模样。大比快要结束了，之前听林峰、韩立说第一的特殊奖励非同小可，连林峰的背后之人都心动了，要和韩长老夺一夺。外门、杂役各有一个第一，不知杂役第一是否也有特殊奖励？萧晨川沉思片刻，决定争夺杂役第1名。猎杀妖兽现在对我而言不难，但只知道猎杀妖兽第1名可不稳。与其提高自己的积分搞内卷，不如把别人的积分打下来，大家分都低，我不就是第1了吗？定，获得掠夺点33，定，点数余额912。7，萧晨川改换容貌，到处劫掠，靠着定位玉符逮着韩立、林峰2伙人使劲薅。韩立憋屈死了，在外面谁不尊称一声韩少？这可好，有人竟然把他当成了送财童子，反复刷。不管你是谁，敢如此羞辱我，出去后你死定了。眨眼间，兽妖大比结束了。围出猎场的大阵发出隆隆的动静，一道威严的声音响彻天空。兽妖大比结束，3个时辰内赶到就近的传送点，传送回宗门广场。过10步后，宗门广场，今天大比结束，广场被围得水泄不通，全是来看热闹的弟子。高空祥云之上，几位长老俯瞰广场，低声交谈。韩真人为私生子谋机缘，
萧圣女也志在必得。龙争虎斗，怕是要见真章了。真章，萧圣女天纵之资不假，然终究年少，根基尚浅，又怎能比得上韩真人老谋深算，在宗里权力大，影响远呢？有人意味深长道，或许从一开始萧圣女便没有机会。这时远处一声大笑响起，哈哈，说的没错。紧随着声音而来的是一朵祥云，祥云之上站着一位面色红润的中年道人。祥云飞来，众人纷纷打起招呼：韩道友、韩长老、韩真人。韩天随意地摆了摆手，萧希月一个小辈也想和本作争。哼，还嫩了100年，且看吧，除了我儿韩立，谁也杀不掉那熊王。传送阵光芒不断闪烁，弟子们陆续回归，几十名执事忙碌地清点兽首，将信息录入玉牌。广场中央的巨大光幕上，排名不断跳动。外门第一名李四752积分，杂役第一名张三121积分。才这点积分，重头戏的韩少和林师兄呢？人群议论纷纷。萧晨川的身影悄然出现在人群中，抬头瞥了一眼光幕，默不作声地退至人群边缘，并未急于上前倾角。云端，苏晴慵懒地倚在云座，宽松的仙裙遮不住那惊心动魄的惹火身段。他眸光流转，先是饶有兴致地看了看低调的萧晨川，随即又瞥见不远处那个叫柳如烟的女修正一眨不眨地盯着萧晨川，眼中的情意几乎要溢出来，则身心俱陷，被彻底干服了呢。苏晴心中暗忖，一丝莫名的燥热悄然升起，丰腴的臀瓣在云座上不自在地挪了挪。要换作自己，呸呸呸，想什么呢？苏晴脸颊微热，暗啐一口，掐断了这荒唐的念头。就在他欲要移开目光时，瞳孔骤然一缩。炼气7层，他记得清清楚楚，萧晨川进入兽场时分明只有炼气2层，短短10日连破5关。苏晴脑中蹦出2个字：奇遇。惊天奇遇。终于传送阵爆发出强烈的光芒，林峰、韩立及其数百名手下同时回归。然而预想中的凯旋气氛没有出现，两方人马聚在一起，韩立脸色铁青，林峰亦是面沉如水。云端之上，韩天看着韩立这副模样，心中猛地一沉，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韩立、林峰阴沉着脸走向执事清点区域，随着他们的兽首被录入，光幕上的排名发生了变化。外门第一名林峰1557积分，外门第2名韩立1488积分。这低得离谱的积分瞬间引爆了全场。1500多，林师兄带着几百号人就这么点积分。熊王呢？那只5000积分的熊王呢？云端长老们面面相觑，他们神识早已探知熊王已死，这意味着有人从韩立、林峰口中夺走了最肥美的猎物。外门弟子中何时出了这等人物？苏晴没由来地看向萧晨川，炼气7层的修为在杂役中格外扎眼。是他？不可能！苏晴闪过这样的念头，旋即否定。炼气7层在那种层次的混战中，自保都难，更遑论虎口夺食。熊王呢？一声压抑着怒火的低吼响起，韩天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广场上空，凌空而立。他仅仅是站在那里，无意中外泄的一丝金丹威压，便让离得近的几百名弟子如遭重击，闷哼一声，口鼻一血，萎靡在地。偌大一个广场瞬间陷入死寂。韩立面皮抽搐，艰难开口。那日，随着韩立的讲述，众人倒吸一口凉气，暗中潜伏，定身夺宝，破镜杀妖，虎口拔牙，最后神秘失踪。这手段胆大包天，狠辣果决。是谁？韩天的声音带着滔天的杀意，冰冷的目光缓缓扫过每一个参赛弟子。敢动本座的东西，敢坏我儿的机缘。好，很好，本座给你一个机会，现在站出来，本座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留你全尸。死寂，无人应答，只有沉重的呼吸声和恐惧的心跳。藏，你以为藏得住？韩天怒极反笑，磅礴的神识轰然爆发。啊！无数弟子发出痛苦的闷哼，只觉一股无法抗衡的力量，粗暴地撕开了他们的储物袋。哗啦啦，里面的物品散落一地，灵石、法器，甚至私密物品，统统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萧晨川习惯把东西都放进海岛空间，储物袋里只存着大量兽首，打算见机行事，别人分高就多缴些，分低就少缴些，总之积分只比第2名略高一点，既拿第1又不扎眼。现在韩天突然这么一弄，大量兽首哗啦啦撒了一地，堆成一个小山。无数目光集中在萧晨川身上，韩天打量了他好几眼，一无所获。韩天收回神识，施展秘法，一道血线直指兽场深处。
韩天冷哼一声，真元大手跨越千里，从瀑布中抓回韩立的紫金储物袋和一些被吸干灵气的残破宝物。好，好得很，心思缜密，手脚干净。韩天的声音平静，听不出喜怒，而平静之下是即将喷发的火山。贼子自己不站出来，你们所有人都要赔罪！韩天怒喝一声，十几道白光一闪而下，其中一道直冲林峰。林峰吓得面如土色，忽然一道紫电清风从高中垂落，护在他的身前，拦住白光后，这把闪着雷光的长剑飞回云端一个绝色少女手里。圣女何时到了？林峰一喜，松了口气。其他炼气9层的人就没那么好运了，左臂被白光齐肩斩断。啊！惨叫声此起彼伏。韩天冷哼一声，那胆大包天之人，想必就在你们这些炼气9层的人之中，先断你们一臂，以示惩戒。韩长老，有人痛昏了头，嘶喊道：“你找不着真凶，就拿我们泄愤，不合规矩，不合规矩！”韩天冷笑，真元大手凌空一抓，将那人射到半空，五指猛然收紧。啊！更惨烈的剧痛让那人瞬间清醒，哀嚎求饶：“韩长老，我错了，我一个下贱之人，不该质疑您的威严啊！饶命！”砰！血雾炸开，一团真火凭空燃起，将那人残骸焚尽，不留一丝痕迹。门规有令，不限私斗，禁止杀戮。韩天随手抛出一个储物袋，杀人者依死者修为缴罚金，此人炼气9层修为，理应缴纳9000罚金。本座金丹修为比他高出2个大境界，罚金翻3倍，此乃27000下品灵石。怎么样，合不合规矩？本座最讲规矩了，还有谁要和本座理论一下规矩？韩天目光扫过，广场静若寒蝉，所有弟子畏惧地低下了头。哼，断一臂只是第一步。韩天取出一个青玉葫芦，葫芦变得比人还大，将所有的断臂修士吸了进去。待本座把你们带回去，拷问得清楚。韩天肆意道。不过韩天在离去之前，忽然抬手遥遥指了过来。你！一股无法抵挡的力量降临，萧晨川感觉被无形之手扼住，身体被凌空提起，扔在了负责清剿兽首计算积分的几名执事面前。啊！柳如烟失声惊呼。云端，苏晴微微直起身子，绝色圣女萧希月投下淡漠中带着探寻的目光。小子，把你的兽首给本座清剿了。韩天命令道。念你为本座杀妖还算勤勉的份上，待你以杂役第一之身拿到那份机缘奖励时，本座可以额外开恩，给你一个机会将它献给乌儿韩立。萧晨川袖袍里的手攥得很紧。力量！韩天生杀予夺，呼来喝去。凭什么？凭他是金丹真人，拥有力量。萧晨川心中充满了不甘和对力量的渴望。对面的执事为了讨好韩天，一把夺过萧晨川的储物袋。很快，兽首清点完成，光幕再次发生变化。杂役第一名萧晨川1723积分，这分是杂役第2名的5倍，比外门第1名的林峰还高。全场哗然。嗨嗨！所有弟子清剿完成，排名已出。主持大比的管事得到韩天的授意后，飞到半空中，高声道：“外门前10名，林峰、韩立晋升成内门弟子；杂役前10名，萧晨川、张三晋升成外门弟子。外门第1名林峰，奖励；杂役第1名萧晨川，奖励灵石100颗，法剑1把，法衣1套，藏经阁任选功法的机会1次。”萧晨川听着宗门奖励，微皱眉头，不知道所谓的机缘奖励在哪。此外，重头戏来了。管事环顾广场一周，高声道：“林峰、萧晨川作为这次大比外门杂役的魁首，将获得特殊机缘奖励——雷崖禁地之行1次。”众人一听，哗然起来。雷崖禁地，就是那个终年雷云不散、电闪雷鸣的悬崖禁地。听说那片雷云覆盖方圆100里，每隔10年会诞生一道人形雷电精怪。这人形雷电精怪拥有一种古老的雷电神通，能从他那悟出什么，全靠个人悟性。是啊，几百年来有悟出雷法的、剑法的、法术的、身法的，千奇百怪。雷崖禁地机缘非同小可，从里面悟出的东西都强到离谱，怪不得韩长老看上了，为韩少铺路。管事宣布完奖励，退下去。韩天于空中前踏一步，恐怖的金丹威压降临到萧晨川身上。萧晨川感觉像被山砸中，骨头快要散架，喘不上气，灵力冻住，灵魂发抖。对方像捏蚂蚁，威压收放自如，随时能压死他，把他碾成渣。萧晨川心中升起一股强烈的不甘。力量，我要力量！韩天冷冷道：“小子，把你的机缘奖励献出来！”萧晨川毫不怀疑，
自己要是敢拒绝，会立马被碾压成渣。正在这时，一道和煦温柔的法力从高空垂落，挡住了寒天的威势。寒天眼睛一眯，萧晨川身躯骤然一轻，感觉自己又活了过来。一仰头，看到了苏晴于云端立，圆润的大白腿从仙裙中露出，他出手拦住寒天，垂眸下来道：萧晨川，我且问你，你进入禁地之前还只是炼气2层修为，5天后出来变成炼气7层，1天1层境界，连丹灵根的仙苗都不如你，惊世骇俗，你作何解释？萧晨川心中奇异，宗主夫人苏晴看似在质问自己，其实打断了寒天向自己索要机缘奖励，他这是在故意帮自己。萧晨川一头雾水，不明白苏晴为何会出手相助，但他现在犹如溺水之人，有人抛下救命稻草，肯定要抓住回宗主夫人的话。我进入兽场后掉进地下暗河，吃了一朵金色灵花，就这样了。苏晴装模作样地点点头，倒是福原身后。寒天感觉到了不对劲，眉头微不可察的一皱，打断了二人的对话。萧晨川，多少人想巴结本座而不得，本座让你进献机缘奖励，是在给你机会。寒天威胁道，是讨好一个金丹真人，还是得罪？小子，选吧。萧晨川望向寒天。正在这时，苏晴又将寒天打断。萧晨川，我那宗主夫君闭关多年，这些年我代理宗主一职，忙来忙去，封上的琐事渐渐顾不住了，你可愿来我封上担任灵药园管事，为我分忧？萧晨川大喜，愿意。寒天脸色阴沉如水。苏晴什么意思？他又不是3岁小孩，自然看得出苏晴是在故意保萧晨川。这小子什么时候入了宗主夫人法眼？眼看到手的鸭子飞了，寒天心中怒极，但一想到宗主的喜怒无常，恐怖实力，对苏晴十分宠爱，寒天生生压住了怒意。哼！寒天重重的怒哼一声，真元大手卷住寒力，化为一道遁光远去。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中暗道真是一场大戏，热闹没白看。柳如烟拍拍颤巍巍的胸脯，松了一口气，心思萌动，回想起了萧晨川慈奴的提议，脸色微红。圣女萧希月看看萧晨川，看看宗主夫人，眼中略有一丝深意。苏晴法力一动，萧晨川飞上祥云，落到他的身前。这还是萧晨川第一次离宗主夫人这么近。只见苏晴坐在云座上，胸大腰细屁股翘，裹在紧身袍子里直晃悠，眼神勾人，嘴角带笑，明明身份高贵，修为强大，却透露着一股子下贱的骚劲儿。萧晨川不敢再多看，低头行礼，见过宗主夫人。苏晴应了一声，看着萧晨川局促的模样，心中好笑，装给谁看呢？之前还把柳如烟拉到偏僻巷子里直接搞，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有多胆大包天。这是灵药园管事令。苏晴随手抛出一枚令牌，凭它，你能自由出入宗主峰大部分区域，命令药园奴仆控制药园大阵，与我传音。萧晨川接住令牌，一拜，多谢夫人厚爱。要不是苏晴相救，自己只能被迫交出机缘奖励，成为笑柄。什么厚爱？你会不会说话？夫人只爱宗主一个。苏晴身后的2名侍女本来好奇地打量着萧晨川，听到萧晨川感谢的客气话，立马不满道：清风、明月，知道你们对宗主忠心耿耿了。萧晨川不是那个意思。苏晴无奈一笑，走吧，回封。苏晴起身，法力一卷，将侍女萧晨川裹住。萧晨川，你的第一奖励待会儿有人会送来，我先带你熟悉下宗主峰，灵药园杂物以后交由你了，日后多为我分忧。宗主峰是百劫门核心仙山亭台楼阁，洞天福地一应俱全，还有灵兽园、灵药园、丹房等产业。萧晨川早就听说百劫门几乎成了宗主私产，精华尽聚于此峰。宗主在门中说一不二，那不经私斗的门规就是他立下的。只是萧晨川入门以来，从未见过这位传奇人物，据说已闭关数十年。宗主闭关逍遥，各种事务落在了苏晴肩上。这些年，他陆续任命管事打理部分产业，减轻负担。唯灵药园等几处仍由他亲自执掌。萧晨川来到灵药园，园中奴仆早早候在了那里。见到萧晨川，齐齐躬身行礼。见过萧管事。为首的奴仆上前一步，正要介绍园中大小事务、各类灵药长势及库存，萧晨川却抬手止住：不用细说了。萧晨川道：你们各司其职，一切照旧。往后把园内情形、灵药的采收和损耗定期汇报给我。散了吧，我自己逛逛。奴仆们微怔，随即躬身应诺，各自散去，心中有了计较。这位新管事似乎不喜繁琐。萧晨川闲逛起来。灵药园开辟在半山腰上，占地几千亩，一道高墙
隔绝了内外。高墙上布置着防御大阵、攻击大阵，谁要是想偷灵药，那可打错了算盘。药园被分割成了几十块区域，每块区域种植着不同的灵药，越往里越珍贵。大部分药草萧晨川都叫不上来名，幸好管事令牌里记录得很详尽。灵书花，金丹级灵植，可调理金丹修士体内金丹的阴阳二气，驳杂灵力。花瓣脉络中的金精灵液能直接提升金丹修士的修为。价值12000石。不知不觉，萧晨川走到了药园最深处，看着脚边不起眼的灵花，瞪大了眼睛。价值12000石。我要是把它偷走，是不是能获得12000掠夺点，直接够在1000点抽奖区10连抽了？萧晨川向周围望去，看着10几朵灵书花，几十种更加珍贵的药草，咕噜一声咽了口唾沫。宝库啊，宗主家比整个百劫门还富啊！不过给萧晨川10个胆子，他也不敢偷。药园里的灵药每一株都记录在册，任何折损都会被调查追责，小命要紧。萧晨川叹息一声，准备离去。忽然一个声音奶声奶气道：小伙子，你就是新来的管事？什么动静？萧晨川循声望去，看到灵药丛中一个30多厘米高的白萝卜站在地上，他长着根须状的手脚，圆溜溜的小眼睛，叉着腰，好奇地望过来。萧晨川一愣，大白萝卜说话了：你才是萝卜，你全家都是萝卜。白萝卜怒气冲冲地冲过来，一头锤撞在萧晨川小腿上。我是灵参，灵参，灵参。萧晨川一看令牌，果然在草药目录的最后面看到了一条记录：灵参娃娃，1000年灵参已成精，价值不可估量。萧晨川吓了一大跳，成精的灵参娃娃，这得价值多少掠夺点啊？萧晨川看向大白萝卜，抹了抹嘴角的口水。咦，你小子不怀好意。大白萝卜伸出根须状的右手，指着萧晨川道：呲溜一下钻进土里，消失得无影无踪。萧晨川无语，刚想高喊一声都是误会，忽然一名奴仆跑了过来：管事大人，有人找你。萧晨川返回药园最东侧的管事府，一名执事等候多时了，递上一个储物袋。萧管事，这是大笔的奖励。萧晨川送走那名执事，打开了储物袋，灵石100，法剑、法衣，3块令牌。1块令牌是晋升外门弟子后发放的新身份令牌，萧晨川对他不甚在意。宗主封药园管事的身份，不知比外门弟子的身份高哪去了。第2块令牌上刻着藏经阁3字，凭他可在藏经阁3层以下任选一门功法。第3块令牌刻有雷崖2字，2日后凭他可与圣女萧希月一同进入雷崖禁地求取机缘。萧晨川收起奖励，摸了摸下巴。如今宗主封药园都熟悉过了，大笔奖励也到手了，是时候回杂役峰一趟，把家搬到药园来。出发之前，萧晨川把法剑祭炼了。萧晨川一脚踏出，法剑飞来横在脚下，载着他歪歪扭扭的朝天上飞去。没飞出多远，法剑飞得越来越顺畅，最后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山间。正是炼气后期才能修炼的御物飞行法术。一路御剑飞行，不到半个时辰，杂役峰到了。萧晨川远远看到柳如烟坐在他的房门外，双手支着脑袋，有点出神，不知在想些什么。其他杂役惊叹飞剑的声音惊醒了柳如烟，他一抬头看到萧晨川御剑而来，锦袍猎猎，眼睛一喜。萧晨川落下开门，柳如烟贴了过来，拉着他进了屋，反手把门锁了。那个柳如烟撇着头不敢看过来，道：你说过想收我当雌奴，还作数吗？萧晨川上前一步，捏着柳如烟的下巴，强迫她看向自己。雌奴？柳如烟，你知道雌奴是什么意思？当了雌奴，你就是主人的泄欲工具，我想用就用一下，不想用就把你忘得一干二净，不可能给你身份地位。王虎虽然不堪，可他好歹会想着你，宠着你，攒着零食买东西讨好你。你确定抛下一个爱你的人，投进一个不爱你的人的怀抱，只为当一个雌奴？柳如烟水润的眼睛坚定起来。主人，带我走吧。很好。萧晨川搂住柳如烟的腰，一把将她带进怀里，抚摸了一下她的俏脸，粗暴地把她脸朝下摁在床上。受场憋了5天，我现在火气很大。1个时辰后，萧晨川走出杂役小屋，带着柳如烟踏上了飞剑。如烟，飞剑刚要冲霄而起，远处出现了王虎累得气喘吁吁的身影。他不敢看萧晨川，昔日这个被他欺负多年的少年，如今已远不是他能招惹的了。如烟，你真的要走吗？王虎看着柳如烟残余着潮红的脸，明白刚刚他又被搞了，眼中闪过一丝心痛。如烟，我不介意，你早就勾搭上了别人，只求你别离开我。我可以跟孩子姓。王虎痛哭流涕。
柳如烟没有看他，依偎进萧晨川怀里，抚上胸膛。主人，走吧。萧晨川望了一眼王虎，这个昔日他恨不得千刀万剐的敌人，如今已不被他放在眼里了。我们走。飞剑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天际。御剑飞行中，系统的声音响起。叮，柳如烟归心值2，获得20掠夺点。当前归心值100，柳如烟将永不背叛。回到宗主峰，萧晨川给苏秦传音，他想给柳如烟办一个宗主峰要员的身份令牌，让宗主峰给自己养雌奴。苏秦一听萧晨川收的女奴是柳如烟，哪还不知道他收柳如烟是干嘛的，暗啐一口，心中升起异样的悸动。当夜，苏秦怎么都睡不着，偷偷放开神识，降临到灵药园管事店。果然，店里响着不堪的声音，苏秦眸子一下迷离起来，下意识收回了神识，又忍不住偷偷探了过去，就当是放松一下吧。苏秦一咬牙，索性放开神识，光明正大的观摩起来。第二天，苏秦慵懒地趴在床上，唤来清风、明月。那2名侍女进入寝殿，盈盈一拜。夫人。苏秦素手支着脑袋。床单换了。清风、明月一愣，这床单是上好的灵蚕丝制成，水火不侵，不染尘埃，1-2个月都不用更换，怎么才1天，夫人就要换掉？不过身为奴仆，没资格质疑主上，他们压下心中疑惑，服侍苏秦起床，按令更换了床单。1天多的时间，在修炼与鞭挞雌奴中匆匆而过。前往雷崖禁地的时间到了。雷崖禁地同样位于宗门核心区域，离宗主峰不算特别远。禁地中耸立着一座特别高的仙山，仙山像是被人削掉了一半，形成了万丈悬崖。机缘就在峰顶的悬崖上，那里抬手就能摸到乌黑厚重的云层，云层中天雷滚滚，终年不散。萧晨川凭借着雷崖令牌，一路通行，踏上了那座仙山，踩上飞剑向山顶进发。刚到半山腰，后方忽然传来了破空声，回头一望，只见一团紫光亮起，圣女萧希月踩着紫电灵剑，转瞬间飞了上来。萧希月一身白衣，肌肤胜雪，腰间1尺素带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胸前的衣襟被撑得异常饱满，微微露出深深的沟壑。萧晨川在萧希月脸上停留2秒，又匆匆在她身上扫了一圈，目光落在微微露出的沟壑上。好大！萧希月脸色微微一红，色呸！他并未恼怒，停了飞剑，道：萧晨川，你来的倒挺早。萧晨川笑了笑，宗主峰离这里近罢了。萧希月点了点头，不再多言，化作一道紫色流光往峰顶而去。萧晨川的飞剑速度比他慢多了，过了好一会儿，终于到了山顶。萧希月背对着他，白裙被微风吹拂，紧紧贴在身上，手里拿着那把灵剑，站在悬崖边，微微出神，一道闪电划过，照亮了萧希月简单挽着长发的玉簪。你来了。萧希月转身，微微一笑，倾国倾城，这里很美吧？萧晨川上前几步，站在他的身边，微风像情人的手般轻柔，带着山花的香气。脚下是陡峭悬崖，晨雾在深谷翻涌，前方空旷，万里无垠。头顶雷云滚动，电光不时刺破云层。风景很好。萧晨川点评了一句，不知萧希月是什么意思。萧希月看向远方，美就多看一会儿吧，往后雷崖可能要消失了。萧晨川一愣，啊！萧希月横过手中灵剑，目光扫过上面的紫色电光，悠悠道：几百年前，此处属于一个强大的修仙家族，那家族覆灭时，家主于此与仇敌同归于尽，雷崖形成。据传，雷崖内藏着那修仙家族的绝学，每隔20年，雷崖云层会诞生人形精怪，可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未有人从精怪那里悟出所谓的绝学。萧圣女是想说，萧晨川道：你有办法得到那绝学？那绝学一旦被人得手，这几百年不散的崖顶雷云便会消散。你倒是挺聪明。萧希月一笑，挽了个剑花，手中灵剑冲天而起，破入云层，爆发出刺目的电光。紫霄，轰隆隆，雷云被搅动，绕着紫霄灵剑缓缓旋转，无数电光汇聚而来。咔嚓，一声突兀的电鸣，远处一团电光从云层中探出，凝而不散，看起来像是一双脚。紧接着，这团电光完全显露出身形，竟是一个近2米高，由雷电组成的人。他望向紫霄剑，眼中露出人性化的迷茫。萧晨川看着他，仿佛在他身上看到夜着雷电的剑招一闪而过，召唤天雷的符箓，雷光闪烁的大阵，甚至一个浑身电光的迅疾人影。引出紫电精怪后，萧希月嘴角轻笑，伸手虚空一抓，紫霄剑飞了下来，落入手中。紫电精怪目光随着紫霄剑转动，望向萧希月。他犹豫了下，朝萧希月而来。萧晨川一看，急了，说好的机缘奖励，你想一个人拐跑？
他念头一动，从海岛空间取出悟道冰露，一口吞服，头脑清明的感觉回来了。萧晨川眼中，紫电精怪身上的剑招、符箓、大阵，统统都是障眼法。真正的好东西是那个浑身电光的人影。从人影身上，萧晨川看到了一个遁法，一个身化雷霆融合了身法的高级遁法。萧晨川似有所悟，盯着紫电精怪体内映照出来的迅疾人影，忽然朝天打出一道法力，咔嚓，一道雷电被接引下来，劈在萧晨川身上。萧晨川当场被电得浑身僵直，体表雷光闪烁，混沌漩涡猛地加速旋转，将大部分雷霆之力吸取，小部分雷霆之力被萧晨川引导着，暗关照人引悟出来的法门，淬炼浑身上下几十处窍穴。萧希月惊讶地望了过来，萧晨川忽然睁开眼睛，脚下生出电光，跨出一步，滋啦一声电弧音，瞬间出现在1丈之外，身后残留着淡淡的蓝色电弧轨迹。那走向紫霄剑的紫电精怪忽然感应到什么似的，停住了脚步，向萧晨川望来。他舍弃了紫霄剑的吸引，砰的一声炸得4分5裂，又猛地收缩成一团闪亮的紫色电光，瞬间飞来，没入萧晨川体内。定，掠夺萧希月的机缘成功，获得3000掠夺点。这一番变故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萧希月措手不及，他收回目光，伸掌拂过紫霄剑身，遗憾道：好物象。紫电精怪所化的雷球入体后，萧晨川发现自己获得了一个传承九霄雷遁，这是一种无敌遁法，能身化雷霆，神出鬼没，宛如鬼魅。萧希月望望天空，那里汇聚了几百年不散的雷云，有朝四面八方飘走的迹象。萧晨川，萧希月转身道：我费尽千辛万苦，得到了那家修仙家族的镇族宝剑紫霄，想凭它吸引紫电精怪主动献出机缘传承，不想棋差一招。萧晨川道：有缘者得之，还是我缘分更深一点。萧希月一笑：实不相瞒，九霄雷遁赫赫有名，我不想就此放弃，不如你我共享传承如何？萧晨川：圣女拿什么好处换呢？萧希月又是一笑：好处？难道不是你有了亲近我的机会了吗？宗里宗外追求我的人数不胜数，我从来不给他们好脸色，接近我的机会，有了共享九霄雷遁的名头，你我常常会面，万一我就日久生情，倾心于你呢？萧晨川撇了撇嘴：哟，原来西月仙子是想白嫖啊。白嫖？萧希月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你说我想白嫖你的九霄雷遁？这白嫖确实不好，青楼女子都很可怜的，嫖完还不给钱。萧希月道：你想要什么好处？你看我漂亮吗？他鼓了鼓胸脯，沟壑露得更深了。萧晨川差点喷出鼻血，暗道一声：表面端庄圣洁，原来是个闷骚。那我就不客气了，漂亮，可惜碰不到的女人再漂亮也没用，把你的身子给我玩玩，我就把传承分享给你。萧希月瞪大了眼睛，他的追求者虽然很多，但无一例外，他们觉得她是不可亵渎的圣洁仙子，在他面前努力表现出一副风度翩翩的正人君子模样。他还是第一次被人说想玩他的身体，要他像青楼的娼妓一般拿身体换好处。萧希月心脏砰砰直跳，不但生不起气来，还感受到了一种异样的刺激。他装模作样的思索了一下：我白嫖你的传承，你白嫖我身子，很公平，我答应了。什么？你答应了？萧晨川震惊了，条件他随口提出的，根本没想过萧希月会答应。萧希月似乎很满意萧晨川的反应，嘴角轻笑，狡黠道：公子看不上奴家，要反悔？反悔？不可能。萧晨川看着萧希月的绝色容颜，妖娆身材，心中一荡，伸爪朝他搂去。萧希月犹豫一般，在萧晨川碰到他的腰带时躲了出去，只在原地留下一缕幽香。公子莫急。萧希月伸指落在朱唇上，指尖下滑，划过下巴，胸前沟壑，肚脐，最后停留在小腹上。他粉嫩的舌尖轻露，舔了舔嘴角。九霄雷遁共有4层：电光步、雷闪、千雷遁、万劫雷狱。给我第一层电光步，我的嘴唇随你玩；第2层雷闪，肚脐以上的上半身有你；第3层千雷遁，除了那件事不能做，别的都可以；第4层万劫雷狱，我就是你的玩具。咕噜一声，萧晨川重重咽了口唾沫，骚，真他妈的骚！这哪是高高在上的圣女，分明是摄魂夺魄的妖孽。他瞬间明白了，萧希月这女人腻味了那些假模假式的追捧，她要的是刺激，是打破禁忌的战力，用圣洁皮囊下的放浪换取绝世遁法。这笔交易在他眼里，恐怕本身就是一场追求刺激的游戏。妈的，玩火是吧？追求刺激是吧？萧晨川舔了舔唇，目光如钩，
仿佛看穿了仙群，看到了他的动体。老子奉陪到底，想要9霄雷遁？好啊，我给你。萧晨川上前一步，几乎贴到了萧希月脸上。这个距离，他肌肤上的细节被看得一清二楚，真个白若凝脂，吹弹可破。一股馥郁的体香扑鼻而来，萧晨川心中一荡，就要把鼻子埋在他的脖梗里闻个痛快。萧希月上半身后仰，伸手撑在萧晨川胸膛，挡住了他。猴急什么？别忘了我们的约定。他娇嗔道：我可是知道紫电精怪所化的传承种子自带禁制，你现在只能读到第1层电光部的法诀，后面的雷闪、千雷遁、万劫雷狱得等上一层大成才能解锁。萧晨川有些惊讶，萧希月对雷遁传承了解得这么深，怎么什么都知道？仙子慧眼。萧晨川道：眼下确实只有电光部，法诀在此，仙子可要听好了。萧希月黛眉微挑，念来听听。萧晨川清了清嗓子，目光毫不避讳地落在萧希月诱人的红唇上，一字一句清晰地念诵起电光部原文。萧希月凝神细听，他清澈的眼眸中电光隐现，仿佛在飞速推演印证。法诀无误。萧希月一笑，主动凑近，近得两人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他微微扬起那张绝美的脸，饱满的唇瓣近在咫尺。交易达成，现在他属于你了，公子。不试试？馥郁的幽香与致命的诱惑扑面而来。萧晨川再无犹豫，猛地低头，狠狠吻上了那抹嫣红。萧希月的身体本能地一僵，随即软化下来。他的唇瓣柔软微凉，带着清甜。萧晨川强势地撬开背齿，预想中的抗拒并未出现。萧希月非但没有推开他，反而生涩地回应着，主动加深了这个吻。萧晨川愕然，动作更加霸道，仿佛要将他整个吞下良久，萧晨川才带着一丝粗重的喘息放开他。萧希月双颊绯红，眼波流转，意犹未尽般舔了舔自己微肿的唇瓣，滋味不错，公子。他指尖轻点胸膛，将萧晨川推开些许距离。望着萧晨川眼中翻腾的欲望，萧希月狡黠一笑，紫霄剑飞出，载住了他。现在只有纯属于你，可以肆意享用哦。紫霄剑化作流光，往山下而去，空中残留着萧希月的声音。想玩弄别的地方，那就快点电光部大成，解锁雷闪吧。萧希月离开了，萧晨川耳中还回荡着系统的声音。叮！萧希月归心度2，当前归心值62。萧晨川人有些猛，把他吻得如痴如醉，只加了2归心度。还有，萧希月初始归心度就有60，这高的有些不正常了吧？他哪来的对自己的好感？莫名其妙。最重要的是，萧希月归心值62，为何没有掠夺点奖励？亏大了。似乎感受到了他的疑惑，系统的声音及时响起。叮！萧希月没有别的男人，无法触发掠夺，无掠夺点奖励，没有别的男人。萧晨川一时分不清亏了还是赚了，摇摇头，踩上法剑往山下而去。回到管事店，柳如烟上前帮忙解衣，顺手在萧晨川身上不轻不重地撩拨了一把。萧晨川惦记着3932，7积分抽奖的事没工夫搞他。主人，柳如烟服侍着萧晨川换上便服。雷牙禁地一行收获如何？萧晨川哈哈一笑，满载而归。柳如烟跟着一喜，那恭喜主人了。啪！萧晨川拍了一下柳如烟的屁股。好了，烟奴，你先下去吧，我要闭关练功了。是。柳如烟盈盈一拜，晃着屁股离开了，一边走一边回头抛媚眼，显然是没勾引到萧晨川，有些不甘心。宗主殿，请功。苏晴看着萧晨川进入密室，圣女可是个绝色尤物，她原以为萧晨川这色胚见了圣女后肯定心痒难耐，回来搞柳如烟代替。她甚至已经想象到了萧晨川让柳如烟扮成圣女的模样，满足她内心幻想的场景。苏晴很期待这场大戏，没想到的是萧晨川竟然没有理会柳如烟的撩拨，直接闭关了。练功密室有隔绝神识窥探的禁制，强行破进去的话会惊动密室里的人，况且苏晴也没有窥探萧晨川练功的想法。满载而归，苏晴收回神识。呸！这色胚肯定是在吹牛。萧希月刚到手不久的紫霄剑和那个家族渊源深厚，再加上他的血脉，9霄雷遁的传承注定会落入萧希月的手中，谁也夺不走。进入密室，开启防御隔绝的阵法禁制。萧晨川盘坐在蒲团上，微闭双目，念头一动，抽奖3900多掠夺点，攒到1万，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了。他决定在1000点抽奖区抽奖3次。定，获得极品灵器虎煞剑。定，获得万化吞天诀，助机器感悟1大份。定，获得10年修为。海岛空间
凭空出现一把灵剑，剑长3尺，剑柄雕刻着虎身，剑格成虎头形，剑身上闪烁着锐利的寒光，剑锋则锐利无匹，光是看一眼就有眼球被割伤的错觉。纯金属性极品灵剑，啧，筑基期修士都会争破头的好东西。萧晨川一喜，随即一叹，可惜炼气期只能使用法器，祭炼不了灵气，这剑只能封存起来，等筑基期再使用了。可下一秒便抽到了修为，熟悉的10年苦修的感觉袭来，荔枝大的混沌漩涡变成了苹果大小。炼气9层后期，萧晨川哈哈一笑，距离炼气9层巅峰有资格冲击筑基境，只有一步之遥了。抽完了奖，萧晨川犹豫起来，是先把电光步修炼到大成，拿到雷闪的法诀，好好玩玩萧希月的上半身，还是先修炼到炼气9层巅峰？想了想，还是修为重要。萧晨川又接连闭关了数天，中间连苏晴交代下来的种植某种灵药的任务都交给了柳如烟负责监督下人完成。抽光了手上所有法器，大部分灵石的灵力，终于炼气9层巅峰到了。混沌漩涡又变大了点，萧晨川丹田有种肿胀重物下坠的感觉。萧晨川回想着万化吞天诀的炼气期感悟，此诀筑基时没有瓶颈，甚至不需要筑基丹，但万事有利有弊。那混沌漩涡内法力凝练浑厚，质量太高，藏在丹田就像凡人在腹中吞了块金子，凡人会被金子坠腹而死。才炼气9层，丹田就已经感受到压力了。如果我不增强肉身，贸然突破筑基，会被急剧变强的混沌漩涡坠破丹田而死。万化吞天诀的感悟中，那些修炼此功的前辈解决办法有很多，天生特殊体质，炼体功法，天才地宝。总之，只要能将肉身淬炼到堪比大部分法器的坚硬程度即可。天生特殊体质，没有天才地宝，这灵药园到处都是，可我既买不起，也不敢抢，只有炼体功法了。萧晨川拿出那块刻着藏经阁3字的令牌，正是大比第一的奖励之一，凭它能任选一门功法，当然只限藏经阁前3层。藏经阁位于一座防御森严、易守难攻的仙山上，上面阵法一道套着一道。萧晨川拿着令牌通过了层层关卡，终于站在了藏经阁楼下。藏经阁共有9层，占地面积广阔，里面的书籍玉简浩如烟海，堆满了一个又一个书架。第一层是修炼界常识、修仙百艺的入门基础、地理人文介绍，甚至凡俗武功都有。第二层是炼气7典籍、功法、符箓、阵法、炼气、法术，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第三层是筑基期，要练就要练最好的。萧晨川直接来到第3层，找到炼体功法，翻看起来，滚石断体诀、龟息蜕皮法、铁齿吞金经。萧晨川甚至看到了虎魔功，但无一例外，修炼到筑基期才有肉身硬度堪比大部分法器的效果。问题来了，我想筑基需要肉身堪比法器，可这些功法练出堪比法器的肉身又需要筑基修为，死循环了。萧晨川不信邪，把整个3楼甚至2楼的炼体典籍都翻了一个遍，还是没找到适合的功法。萧晨川无奈来到1楼前台，打算问问。一个白胡子老道正懒洋洋地窝在前台后的椅子里。据传藏经阁是卧虎藏龙之地，连扫地的都可能是绝世高手，再加上有求于人，萧晨川不敢怠慢，客气道：前辈，晚辈有一事相求。哪知白胡子老道翻了个白眼：什么前辈？我一个内门弟子，今年刚满18岁。18，长得有点着急哈，我还以为80呢。萧晨川道：嗨，练功走火入魔，寿元大损，不提也罢。白胡子老道叹息一声，摆了摆手：刚刚你说有事，什么事？说来听听。萧晨川道来：炼气期，肉身就能堪比法器。老道瞪大眼睛：有这种强大的效果，岂是凡俗功法？哪个宗门不珍藏起来？你在前3楼找，难怪找不到。萧晨川皱眉：3楼以上有，我上不去啊。那就不关我的事喽。老道躺回躺椅，吱呀吱呀地摇晃起来。萧晨川大皱眉头，十分无奈。就在他准备离去的时候，一个和老道一模一样的声音钻入耳朵：师弟，你就是那个大比杂役第一，被宗主夫人当场收为灵药园管事的萧晨川吧？萧晨川看向老道，老道正晃着摇椅，一副闭目养神的模样。别看了，是我在传音。接下来我说的事不适合让别人听到。萧晨川移开目光，离开前台，随意找了个书架，翻开一块玉简，装模作样的看了起来。对，就是这样，别引起别人注意。老道道：实不相瞒，我有一本早年探险所得的上古炼体神功，符合你的要求，但需要引天雷淬体。我年老体衰怕，
承受不住，一直没敢修炼。现在不是不能送给你。萧晨川法力传音，白送？不可能吧？条件呢？好，和聪明人打交道就是省力。老道道，萧师弟，你打理宗主风灵药园，应该知道里面有一只千年参王成精的灵参娃娃。然后呢？萧晨川眉头微不可察的一皱，这老道不会打上人参娃娃的主意了吧？果然，我走火入魔后，精元寿命大损，急需固本培元的天才地宝，人参娃娃的精血可是大补啊！一滴就够了。我不但给你神功，还把得到神功的地方一并告诉你。那地方一到雨天就天雷滚滚，很不寻常，非常适合去引雷淬体修炼此功。萧晨川果断拒绝。人参娃娃的精血？开什么玩笑！先不说我不是人参娃娃的对手，该怎么得到精血的问题，就算成功得到，宗主夫人也会扒了我的皮。嘿嘿，别急嘛。老道嘿嘿一笑，我既然敢如此提议，自然有安全的法子，不会让师弟你惹到麻烦。老道没有藏着掖着，那人参娃娃喜欢听故事，只要师弟的故事有趣，给他听爽了，他会给你精血的。萧晨川皱眉，你怎么知道？你可知道，在几年前，宗主夫人曾任命过一个灵药园管事。老道道，那管事有一次说漏了嘴，说他经常给人参娃娃讲故事，人参娃娃一开心便赏他大量精血，他靠倒卖精血给个大长老赚了不少零食。只可惜他后来东窗事发，被宗主夫人处死。宗主夫人亲自管理灵药园，防止监守自盗，断了人参娃娃精血的来路。萧晨川直皱眉，听着怪怪的。人参娃娃一开心就赏人大量精血，不是他精血这么丰沛的吗？无论是人还是妖，每损一滴精血就得好久才能补回来。难道人参比较特殊？老道看萧晨川半天不回应，加了一把火。师弟犹豫什么呢？上个管事前后倒卖了好几桶才被发现处死，我不要那么多，一滴就够了。只要师弟别贪，人参娃娃只损失一滴精血，谁能看得出来呢？萧晨川默然不语。老道言尽于此，师弟若是精血到手，可随时来藏经阁找我交易。回去后用令牌联系上苏晴。萧晨川有意无意地提到了上个管事。你说那个人啊？苏晴慵懒而带着成熟磁性的声音从令牌中传说，那人喝醉了酒，踩毁了一株珍贵的天灵花，被处死了。咦，上个管事身死，不关倒卖灵参娃娃精血的事。萧晨川不觉得苏晴在骗自己，当然了，那位老道师兄也不像是在骗人，两方都没骗人，为何说辞差别这么大？萧晨川起身，决定往灵药园最深处走一趟。第二天清晨，太阳从天际露出一半，萧晨川踩着露珠来到灵药园最深处，一眼看到跳起来都打不到他膝盖的人参娃娃。大白萝卜蹦跳着，头顶的参叶像呆毛般跃动，奶声奶气道：快，昨天讲到赛博坦上起狼烟，林黛玉七情威震天。萧晨川盘腿坐下，今天我们讲貂蝉七净光之国，力斩敌家秦泰罗，李白巧失连环计，西施活抓荒天地。日上三竿，大白萝卜的根须右手握成拳，重重砸在左掌上，出神道：灰太狼敢爱敢恨，为了妻子喜羊羊，大闹玉帝的凌霄宝殿，不愧是我等鬼妖精怪的楷模啊！噗！萧晨川没绷住，润喉的水一口喷了出去。人参娃娃背负双手，一双小短腿踱来踱去，奶声奶气道：嗨，小贝，我不白听你的故事，且取个盆来。萧晨川一喜，大白萝卜这是故事听爽了，要给精血。不过为啥是拿个盆？人参娃娃还没盆大，他可别吐精血吐死了啊！疑惑间，萧晨川取出一个玉盒，这个行不？盆没有，掠夺来的装灵药的玉盒倒有不少。这个也行。人参娃娃老气横秋的点点头，挥手间，旁边的灵溪中飞来一道灵水，把玉盒装满。人参娃娃跃起，落入玉盒，又一个鲤鱼出水，跳了出来，优雅地落在地上，抖了抖身上的水珠。萧晨川张大了嘴巴，目瞪口呆。人参娃娃狡黠一笑：你真以为外面所谓的精血是真的啊？我有那么傻？全是我的洗澡水。藏经阁附近僻静处，萧晨川指尖悬浮着一滴发出淡淡绿色荧光的液滴。白胡子老道师兄深吸一口空气，吸入液滴散发出来的浓郁生命力，激动道：是他，就是他，人参娃娃精血。他眼中露出渴望，说着就往液滴抓去。萧晨川指尖一动，液滴消失，不满道：师兄说好了市场交易，你想抢不成？嘿，白胡子老道嘿嘿一笑，一时有点激动，让师弟见笑了。
他鬼鬼祟祟地朝四周望了望，确定四下无人，取出一块玉简。玉简焦黑残破，上面不时有雷光闪过。师弟，这便是那炼体神功了。萧晨川一看他残破的样子，皱眉道：“我要先验验货。”行。白胡子师兄干脆道。萧晨川接过玉简，上面的电弧让手上一麻，展开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5个苍劲的字：雷玉柱身法。粗略一看，此功利用天雷之力淬炼肉身，第一层引雷入体，修炼成功后，皮肤浅层肌肉坚韧，对普通法器、低阶法术有较强抗性。只是引天雷入体非同小可，凶险异常，需要用上面的化雷诀将狂暴入体的天雷之力驯服，引导至需要淬炼的部位，避免雷电在体内乱窜，造成毁灭性破坏。萧晨川默然道：“师兄，玉简太残破了，只有前3层功法是完整的，连最重要的化雷诀都缺失了。你是真想我被雷劈死啊？”白胡子师兄不屑：“兄弟，炼气期就肉身堪比法器，这么逆天的功法，要是没点毛病，我会不自己练，随意交易出去。”萧晨川不语。白胡子师兄沉默了一会：“好了好了，我吃点亏，补偿你100灵石如何？”萧晨川还是不语。200灵石。萧晨川眼皮微动，白胡子师兄咬咬牙：“300，不能再多了，我亏大了。”萧晨川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好吧，他心里却已经乐开了花。九霄雷遁中也有引导天雷的法门，完全可以代替引雷诀。完成交易后，白胡子师兄迫不及待吞服了灵参娃娃精血，舒坦地长出一口气，竟有少许白发缓缓变回了灰色。萧晨川心中惊讶，人参娃娃这么厉害，光是洗澡水就有如此功效。师弟，我叫陆明，这是我得到雷玉柱身法的地方。白胡子师兄递来一幅地图，上面圈着一处地点。陆师兄，合作愉快。萧晨川告辞离去。陆明忍不住在身后道：“萧师弟，要是日后又得了人参娃娃精血，记得优先交易给我啊。”就在萧晨川和陆明分别后不久，百劫门某处，啪！韩立收起折扇，冲对面的林峰道：“有人向我出售了萧晨川的行踪，这2天他会前往一个叫雷鸣镇的地方。我父拷打了那10几名炼气9层外门弟子，都不成人形了，最后确认他们都不是劫掠你我的神秘修士。萧晨川这小子不对劲，我怀疑是他。如果真是他，那他可就让我俩蒙受了奇耻大辱。怎么样，和我一起在雷鸣镇埋伏？”林峰皱眉：“炼气7层，没这个本事吧？如果不是他呢？”“我不去。”林峰想起了圣女，往后不准针对萧晨川的命令。“不是他。”韩立眼神阴结：“不是他，也把他杀了。敢拒绝向我献出雷牙机缘，该死！在宗主峰不敢动他，出了宗，他就是路边一条狗，说杀就杀了。苏秦那娘们还能为了一个管事找我长老之子的麻烦不成？”林峰看着恶狠狠的韩立，一边苦思圣女和萧晨川到底什么关系，一边犹豫要不要把萧晨川即将身陷险境的消息告诉圣女。从陆明那回来后，萧晨川进入密室。雷玉柱身法法诀并不高深，难的是修炼过程中的风险。不到1日，引雷入体，淬炼肉身的注意事项，他已经熟于心了。接下来便是寻到那天雷汇聚之地，炼体突破筑基。不过，身为宗主峰管事，贸然外出是需要向宗主夫人申请的。萧晨川倒也没有隐瞒，把雷玉柱身法的事，连同和陆明的交易都说了出来。一是苏秦口中上尉灵药园管事的死和倒卖人参娃娃的精血无关，说明他不在乎管事捞人参娃娃洗澡水的好处，也算灵药园管事的隐形福利了。二是萧晨川觉得灵参娃娃给自己洗澡水的事，苏秦应该知道。果然，人参娃娃主动给你的好处，你就留着。苏秦似乎懒觉刚睡醒，衣服都没来得及换，薄纱裹着晃悠悠的身子，雪白的胴体在纱衣下若隐若现。他懒懒地往宝座上一靠，领口低的晃眼，大白美腿交叠在一块，媚眼一飞，看得人浑身燥热。但你不能诓骗，强迫人参娃娃，不然我重重罚你。是。萧晨川应了一声，弯着腰退了出去，不敢直起身子。呵呵。苏秦看着萧晨川的窘态，笑得前俯后仰，非常满意。他飞入寝宫，落到大床上，卧室的门砰的一下关上，紧紧锁住。神识却偷偷探出，看着萧晨川折返回灵药园，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把柳如烟按在了地板上。呵呵呵。苏秦露出奸计得逞的笑声，要不是勾引你一下，又跑去修炼了。哈，好几天没放松了。2个时辰后，苏秦像只偷腥成功的猫，在柔软的被褥间难耐地扭来扭去。怎么越放松越空虚了呀？萧晨川神清气爽地离开百劫门，
拿出地图辨认了一下方向，踩上飞剑消失在天际。陆明给的地图上圈出来的目的地叫雷鸣镇。雷鸣镇坐落在一个巨大盆地的高处缓坡上，据说盆地下有一座灵磁矿脉，天然吸引雷电，再加上盆地周围群山环绕，地势低洼，水汽汇聚之下，10天有9天阴雨，雷鸣不断，故而得名雷鸣镇。早些年灵磁矿脉没有采尽的时候，这里往来修士特别多，十分繁华热闹。如今衰落下来，不复盛景，但盆地里的雷击木、雷光台、雷符、天雷精粹等资源还是吸引了小部分修士前来采集，故而雷鸣镇每天都有旧面孔离开，新面孔出现，萧沉川融入进来，如水滴进了大海，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不，还是有人注意的。镇上最高的建筑是一家酒楼，韩立就坐在酒楼顶层临窗的地方，将不大的小镇尽收眼底。只不过萧沉川用小无相诀改换面容、身高、气息、修为，没被认出来罢了。陆明，你不是说2日内那个姓萧的就会来雷鸣镇吗？怎么还不见他的踪影？你不会消息有误吧？韩立冲着坐在他对面的老道怒声道。陆明是内门弟子，师从金丹真人，论身份地位比不上金丹长老私生子，但也没弱乃去，丝毫不怂韩立道。韩少，别急嘛，这不才过了1天。韩立忍下躁动，忽然道：你说韩立会不会已经偷偷溜进雷鸣镇了？陆明一笑，雷鸣镇不大，你我在此蹲守，进来只苍蝇都能看到，别说一个大活人了。不过陆明犹豫了下，道：若是他身怀伪装之法，也有可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混了进来。韩立皱眉，你不是筑基修士有神识吗？练气期的伪装之法能瞒过你？我的大少啊！陆明无奈道，神识外放是很耗心神的，我不可能一直外放出去筛查每一个进来的人啊。再说了，万一神识扫别人的时候对方也是筑基，那不是冒犯了对方，平白招惹强敌吗？更何况神识并非万能，韩长老的小无相诀能骗过高一个大境界的修士，神识也容易看走眼。那我们就这么干等？韩立不甘心。不等了，陆明斩钉截铁道。不等了。韩立错愕，韩少，那萧沉川是来修炼雷狱助身法的。陆明胸有成竹，只要他一引天雷修炼，那动静能遮掩得了吗？明天就是个阴雨天，必定天雷滚滚，说不定到时候他就出现了。那好，就让他再多活几日。韩立起身和陆明一起回房，2个侍卫跟在他的后面。2人的背影渐渐消失在下楼的楼梯上，只有说话声传来。韩少，说好了，萧沉川一死，遗体归我，我要把他炼成延寿人丹。那记载着雷狱助身法的玉简，我也要收回来。好说好说，陆兄，他死之前一定得交给我，狠狠折磨折磨。还有雷狱助身法，别忘了借我参悟参悟。哈哈，自然。哈哈。早上被苏秦那浪妇撩拨了一下，没忍住，拐回灵药园，在柳如烟身上耽误了2个时辰，以至于赶到雷鸣镇所在的山谷时，天色不早了。反正今天是个晴天，早到了也无法引天雷修炼。萧沉川乐得在雷鸣镇休息一晚，身上还有陆明那得来的300灵石，在这种小镇勉强算得上财大气粗。萧沉川直接来最豪华的酒楼，要了上好的客房，2灵石一晚，餐费另付。若是放在以前，砸锅卖铁也住不起。今时不同往日，萧沉川直接排开30枚灵石，先订半个月的房，不知道接下来半个月雷雨天有多少，再加上引雷入体风险比较大，要慢慢来，不是1天2天能完成的，所以直接预定了半个月。掌柜一看是大客户，喜滋滋地收下灵石，推开小二亲自招待，一边引萧沉川上楼，一边介绍这的风土人情、雷系资源，猛猛一阵夸。萧沉川刚随着掌柜上楼，没多会儿，韩立、陆明的身影出现，下楼来了。双方就这么错过。当晚，萧沉川尝过此地的特产，吃起来酥酥麻麻的雷符肉，便出了酒楼，在镇中闲逛。镇里既有凡间烟火，也有散修摆摊卖采集而来的雷系资源，仙、凡融合的道挺融洽。小镇不大，萧沉川很快逛完，买了一些小物件：雷鸟的漂亮尾羽，能夜间照明的雷晶石，口味独特的英灵雷道，能吸法器的灵磁矿石。第2天一大早，天色昏沉，炸雷一道接着一道。萧沉川被炸醒，看着窗外几乎能凝出水的天色，心中一喜。好，运气不错，才来第2天就是雷雨天气。萧沉川走出小镇，乌云横压在空，又厚又重，盆地正上空，雷电密集得可怕，无数电光巨蟒在云海翻腾，每隔1、2个呼吸就有巨型闪电贯穿天地，劈落在盆地中央底部的矿脉遗迹上。
萧晨川看着这宛如世界末日般的场景，来到盆地边缘的一座高山上。开玩笑，天雷都汇聚在盆地上空，太狂暴，太可怕。在那引雷入体，就算筑基修士也无法抵挡天威，被瞬间劈死。还是盆地周围雷电弱一点，就像这座山头，不时才有筷子粗细的闪电划过，哪像盆地上空时时都有巨型闪电贯穿天地那么恐怖。萧晨川调息片刻，将身心调整到最佳状态，法力一动，向正上方的云层飞去。山很高，云很近，萧晨川飞了几十丈，来到了云层之下。轰！一声炸响，不远处电光闪烁。萧晨川撤去护体法力，整个人瞬间变成了吸引雷电的导体。咔嚓！雷电撕开空气，狠狠劈在了他的身上。痛！剧痛！全身筋肉瞬间紧绷抽搐，像要撕裂。狂暴的力量蛮横地冲进经脉，横冲直撞，所过之处如烈火灼烧，剧痛钻心。萧晨川闷哼一声，牙关紧咬，忍住非人痛楚，同时运转九霄雷遁，引导天雷的法门，把天雷的力量导向体表浅层肌肉，皮肉瞬间焦黑爆裂，细密的血雾混合着焦糊味炸开。萧晨川低吼一声，双目赤红，全力运转雷狱助身法的法诀，体内气血如岩浆般沸腾奔涌，疯狂涌向被雷电撕裂的部位。新生的血肉顶开胶皮，疯狂地生长、连接、重组。重组后，新生的皮膜更坚韧一分，肌肉纤维更粗壮、更虬结。雷电残余的力量被强行锁在新生组织之中，化作细微的银芒在皮下窜动。轰！又一道闪电劈下，刚刚重组的部位再次被无情撕裂，焦黑、碳化，更深的剧痛袭来。但萧晨川感觉到，这一次撕裂需要更强的力量。新生的组织对雷电的破坏有了一丝抵抗，肉身在变强。他毫不犹豫地饮下一口人参娃娃的精血，一股磅礴而精纯的生命能量瞬间涌入四肢百骸，如甘霖般滋养着受损的躯壳。消耗的气血与元气被迅速补充，惊人的生机刺激着焦黑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新生。天雷不断落下，撕开，焦糊，再生，更韧，再撕开，再焦糊，再生，更强韧，循环往复，如同酷刑。雷电成了最狂暴的断锤。萧晨川的身体是那被反复淬炼的钢铁。雷鸣镇最高的那栋楼，顶级客房，韩立和陆明在窗边对坐，一边欣赏雷暴，一边下捉棋。陆明食指、中指夹着一枚黑子，向棋盘某处落去。哈哈，韩少，看我屠你大龙！就在棋子即将落盘的时候，陆明脸色忽然一变，执棋的手顿住了。怎么了？韩立疑惑道。啪嗒一声，陆明扔下黑子，大笑。果然不出我所料，远处出现了异常的天雷波动、法力波动，应是萧晨川那小子在引雷淬体。韩立豁得起身，走，人呢？韩立带着2个侍卫和陆明赶到的时候，山头不见人影，异常的天雷波动、法力波动也消失了。陆明皱眉，抬手捏起一块树上挂着的焦黑死皮，仔细看了看，又轻轻扯了扯，人皮有些坚韧，脱落不超过半个时辰。哼！韩立恼怒道，就差一点就抓住这小子了。陆明回身不及，我记得雷狱助身法有说引雷淬体至少需要5次才能入门，那小子只淬炼了1次，我们还有4次机会抓住他，而且这次也并非一无所获，起码确定了那小子已经到了。下个雷雨天我们早做准备，不信堵不住他。好，听你的。陆明料事如神，韩立渐渐非常信任他。韩立带着侍卫下山，见陆明还待在原地，看着黑皮若有所思，疑惑道：陆兄，怎么了？陆明扔掉手中黑皮，道：雷狱助身法中化雷诀缺失，我原以为这小子会被天雷重伤，可观他所蜕之皮，并非如此啊。莫非？韩立撇撇嘴，可能他肉身天赋好，或者所引的天雷不强吧。一个杂役出身的底层垃圾，运气好才在宗主峰当了奴仆。陆兄都找不到类似化雷诀之类的法门，他能有？我不信。陆明一笑，扔掉死皮，可能是我多想了吧。萧晨川飞向雷鸣镇，对这次淬体非常满意。人参娃娃那蕴含磅礴生机的洗澡水，其强大的治愈与滋养能力远超预期。它不仅迅速修复了雷击造成的恐怖创伤，更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生命本源，支撑着血肉在毁灭与新生间高速蜕变。正因如此，淬炼肉身的速度与进度竟远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才淬体1次，便能一拳打碎坚硬的岩石，皮肤上白印都没有。凡铁不能伤，硬抗低级法术，比如最简单的火球术。
雷狱助身法上说，这是引雷淬体3次才能达到的效果，自己1次顶别人3次，别人引雷5次入门，自己2次就能入门。看这天气，雷雨要持续好几天。九霄雷遁在炼气期的电光部也需要借助雷电之力修炼，说不定这2-3天能一举将电光部和引雷入体全部修炼完成。第二天，天气和昨天一样，天雷滚滚。萧晨川早早便出了门。酒楼中住着很多采集雷属性资源的修士，天天一大早便人来人往。萧晨川的外出非常的普通。就在他出发后不久，韩立和陆明也走出了客栈。二人连同2名侍卫，暗中来到昨天那座山上。山顶上空果然有一道人影，正沐浴在电光下，一大片一大片的焦黑死皮从他身上飘落，露出黑皮之下如婴儿般白嫩的新生肌肤。不是那小子。韩立眯着眼睛看清了刺目的电光后的人影，和萧晨川判若两人。陆明也皱起眉头，他没能识破小无相功。正在这时，那人忽然取出一个玉瓶，喝了一口，一滴淡绿色荧光的液体从他嘴角滑落，磅礴的生机溢散出来，被陆明感知到。人参娃娃精血。陆明眼睛一亮，就是那小子。陆明是筑基修士，他帮忙遮掩之下，萧晨川并未发现下方韩立等人的行踪，全力淬炼着肉身。我理个乖乖，这小子不对劲。陆明看着空中的萧晨川，震惊道。他的新生皮肤表面光滑紧致如玉石，隐现银色雷纹，仿佛将闪电封印其中。这是引雷入体快要练成的征兆。韩立大惊，你不是说雷狱助身法至少要淬炼5次才能入门第1层引雷入体吗？陆明眼睛亮了起来，这小子肯定有我不知道的法门，才把雷狱助身法修炼得这么快。好一个萧晨川，先送我灵参精血，助我恢复元气寿命，再送来雷狱助身法的特殊修炼办法，助我解决缺失化雷诀的难题。送财童子啊！眼看萧晨川引雷入体就要修炼完成了，韩立飞身而出，狂吼道：萧晨川，今日你死定了，仙人下凡也救不了你。当日你拒绝为本少献出雷牙机缘，可有想过今天？萧晨川望去，看到了韩立和他的2个侍卫，3人全是炼气9层。一旁陆明凌空而立。陆明，萧晨川看向他，眼中没有被出卖的愤怒、错愕，有的只是深沉如水。陆师兄，你路走窄了，我路走窄了。陆明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差点从天上掉下来。萧晨川，你真看得起你自己。也是，你这种底层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一朝得势便得意忘形，不知天高地厚。我告诉你，我和韩少背后可是金丹真人，门中长老，地位之高不是你这个井底之蛙能想象的。你自觉变成了参天大树，其实在我们眼里只是从一只小蚂蚁变成了大蚂蚁。宗主封管事，随手碾死，裴竹天才地保给宗主夫人，不让他丢面子。你的命就是这么廉价。陆兄，这人嘴硬得很，和他废话那么多干什么？韩立道，他已经浪费掉我最后的怜悯了，动手。侍卫得令，飞身上前朝萧晨川杀去。韩立、陆明没有动，在他们看来，一个小小的萧晨川出动一个炼气9层就够了，出动2个已经是给了他天大的颜面，根本不需要自己2人出手。萧晨川电光步一动，瞬间出现在1丈之外，躲开了攻来的法术。下一秒，2道一白一黑的剑光从他指尖飞射而出，白的是金属性5行剑芒，黑的是水属性5行剑芒。5行剑法。那2名侍卫一愣，5行剑法是比较高级的剑法，这杂役小子是怎么得到的？难道是宗主夫人所赐？来不及细思，2人急忙出手抵挡。毕竟5行剑法威力不俗，不能怠慢。发着不一样颜色的光的透明护罩各自出现在他们身上。下一秒，剑芒刺了上去，光照剧烈的抖动闪烁，终于将剑芒挡下，但也灵光暗淡，显然消耗不小。就在他们松一口气的时候，咔嚓一声巨响，2道天雷劈落而下，摧枯拉朽般击碎了残破的光罩，击中了2人。2人猝不及防之下被电得外焦里嫩，眼看出气多进气少了，这才惊觉水金属性会吸引天雷。萧晨川是故意的，一把法剑紧随天雷而来，在重伤麻痹的2人脖颈间一划而过，2道高高的血柱喷涌而出，尸体像破麻袋一样坠落。说来话长，其实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在韩立、陆明眼里，2道剑芒刚出现，便引着天雷将那2人瞬间秒杀，连救的机会都没有。对于2个侍卫的死，韩立看也不看，仿佛死的是2条路边野狗。利用天雷之威去对付强敌，萧晨川，
你有点小聪明，可惜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拒绝献出雷牙机缘，将是你一生做过的最后悔的事。陆明法力鼓动，一头灰白夹杂的长发无风自飘。雷玉柱身法果然很强，竟让你这个小人物有了利用天雷对敌的资本。萧师弟，能逼我出手，被筑基修士杀死，你足以自傲了。陆明没有取出灵气，他的大部分灵气都蕴含金属，祭出去会吸引天雷，不但威力受到影响，运气不好的话还会损坏。虽然还有1-2件能避雷的灵气，但陆明觉得一个小小的炼器不配他如此兴师动众。狂风从陆明身边涌起，转眼间一道10几层楼高的龙卷形成。这龙卷像蛇一样灵活，飞到空中，分成一大一小2道。小的那道卷住了法剑，法剑被束缚在风眼，任凭如何左冲右突都逃脱不掉。下一秒，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瞬间涌入法剑内，陆明用神识强行抹除了萧晨川的认主印记，和法剑的联系被强行斩除。萧晨川脑中一痛，嘴角溢出鲜血。趁这个空档，大的那道龙卷向这边卷来，还有几10米远，煽动起来的狂风就刮得萧晨川在空中摇摇晃晃，身形不稳。萧晨川深吸一口气，炼气筑基之间差距太大了，犹如天堑。幸好自己离筑基也仅有1线之隔，顷刻可破。雷来！萧晨川脚下电光一闪，身影立即消失在原地，往接近盆地正上空的雷电密急处而去。2道龙卷紧追不舍，下一秒被天雷瞬间荡平。比之前更多更猛更强的雷霆劈在了萧晨川身上，仿佛老天要碾碎这个不知死活前来挑衅的人。韩立看得眼皮直跳，疯子，一个炼气期敢引这么多天雷，不要命了？他的位置天雷太多，我很难出手了。陆明遗憾道。萧晨川皮开肉绽，但他眼神却愈发明亮，将剩余的人参娃娃的精血一股脑灌入口中。磅礴的生机与雷霆的毁灭之力在体内疯狂拉扯，本就只差临门一脚的引雷入体之境瞬间达成。新生的皮肤隐现雷纹，雷霆劈在身上竟轻轻划开了去。萧晨川狂笑，再度一步跨出，在韩立、陆明不敢置信的目光中，又向雷霆更密集的地方跨越了数米距离。几百块灵石从萧晨川身上飞出，散布在身周下1秒，全被天雷劈成灵石粉末。浓郁的灵气溢散出来，韩立、陆明对视一眼，皱起眉头。他在干什么？丹田中混沌漩涡急速旋转，这些灵气混杂着天雷，疯狂涌向萧晨川体内，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灵力漩涡。韩立、陆明的耳边响起萧晨川的声音：今日筑基，筑基。韩立、陆明对视一眼，从彼此的眼睛里看到了震惊。萧晨川不是炼气7层吗？怎么就要筑基了？二人仔细看去，发现萧晨川的气息显露而出，炼气9层巅峰。这么快？刚出兽场时明明还炼气7层，这才几天功夫，我之前竟然没看穿他的修为。他有类似小无相诀的逆袭法诀。小无相诀，他之前用过5行剑法吧？韩立呆愣当场。我被劫的储物袋中有3门功法，劫气诀、5行剑法、小无相诀，3个法诀对应上了2个，天下哪有这妖巧的事？那日打劫我和林峰的真是他。此时混沌漩涡吞噬了大量的灵力，天雷似乎达到了炼气期的极限，开始一长一缩起来。每次长大的时候，丹田都会出现一股不堪重负的痛楚，要不是肉身强度已经堪比普通法器，萧晨川已经炸裂成碎片。好在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混沌漩涡又发生了一变，它忽地剧烈膨胀，瞬间占据了整个丹田，不再是单纯的气旋，更像是一个缓缓转动的混沌星云。星云核心是一个极其微小却又无比凝实，仿佛拥有无限重量的混沌起点。一股力量从起点涌出，迅速流转全身，肉身、法力开始蜕变，识海也受到了滋养，神识诞生。韩立、陆明看到萧晨川身上渐渐出现了筑基期独有的气息，惊道：他没有吃筑基丹，不用筑基丹筑基，这是传说中的逆天功法才有的效果，整个百劫门打包卖掉都不及这种功法的1000万分之一。这小子究竟在兽场得了什么逆天机缘，出来后变了个人似的。陆明、韩立对视一眼，从彼此的眼睛里看到了贪婪，他不可能一直待在雷暴里，今日必杀他。萧晨川气息节节攀升，最终稳定下来，筑基进城了。萧晨川踏雷而行，一把虎头护手的灵剑滴溜溜飞出，被一把抓住，顷刻炼化，正是抽奖所得的极品金属性灵剑虎煞。虎煞剑冲天而起，变成1丈大小，冒着金属性的白色剑芒，气贯长虹，乌云都被戳个大洞。10几道雷霆像是长长的电蛇链条，一端捆在剑柄上，
一端扎根在云里，被拖曳着，朝陆明、韩立一斩而下。韩立仰头，虎煞剑急速飞来，刺目的白光吞噬了视野，恐怖的筑基威压让他浑身战栗，法力冻结。韩立额头沁出一丝冷汗。筑基之威，恐怖如斯。这卑贱的杂役，明明10日前还只是炼气2层，随手便可捏死，怎么就筑基了呢？韩立压住心头的嫉妒、不甘，一丝恐惧、骄傲被戳破的恼怒猛咬舌尖，剧痛让他有那么一瞬间脱离了筑基威压的压制，祭出一个力之大的明珠。萧沉川，明珠发出淡金色的光芒，将韩立牢牢护在里面，隔绝了外界的风雨。你就是个卑贱的杂役，筑基了又怎样？杀得了我吗？我手中可是金丹真人亲手祭炼过的金细珠，连金丹初期的一击都能抵挡。你永远都要被我踩在脚下。高空，萧沉川身姿挺拔，凭空虚立于雷霆之下，目光淡淡的朝韩立瞥了一眼。戏真多，陆明才是攻击目标，一点余威泄露过去，就让这姓韩的激动成这样。虎煞剑威势骇人，眨眼间便到了近前，急速破空带起的狂风让陆明道袍猎猎作响。剑未到，剑芒先至，陆明眉心沁出一滴鲜血，被锐利之意所伤。我堂堂筑基中期，金丹门下，岂能不如你这杂役？陆明咆哮一声，一个洁白的鳞甲小盾滴溜溜飞出，变成草席大小，挡在身前。同时他手往腰间一拍，3张符箓飞出，无风自燃，套起3层各色光盾。轰！虎煞剑携着雷霆之威劈在了鳞甲盾上，鳞甲盾灵光爆闪，雷光涌动，咔嚓一声裂出蜿蜒的大裂缝，有惊无险，没有碎裂开来，似乎挡住了虎煞。回我中品灵气恶甲盾，你足以自傲了。陆明仰天狂笑，一对尖刺灵气从他储物袋飞出。看好了，筑基中期和初期差距有多大？大字话音未落，忽然铮一声清脆剑鸣，虎煞剑仿佛睡醒一般轻轻颤动，上面的5行剑芒猛然灿烂起来，威能陡然大了10几倍。在这强大的力量下，所谓的恶甲盾瞬间变成漫天碎片，虎煞剑如天降陨石，势不可挡地劈落下去。陆明大骇，卑鄙！极品灵气，你这把剑竟是极品灵气！饶命！砰砰砰，那3层光盾如被尖刺戳中的气球，瞬间爆裂，不堪一击。剑尖抵在了陆明的咽喉，随时能要了他的命。给我一个理由！萧沉川虚空一踏，来到陆明的身前半空，俯视着陆明。萧兄，不，萧爷。陆明脖颈上血珠滴落，缩着脖子道：您说的没错，是我路走窄了，选择了韩少而不是您。我有眼无珠，我赔罪。陆明将储物袋解下，丢在身前。这是我身上的全部财宝，进献给萧爷。宗里洞府还有更多宝物，只要萧爷留我一命，他们全是您的。萧沉川法力一动，陆明的储物袋飞起，落入掌中，被收进系统空间。定，掠夺灵石、灵气，获得2301。5掠夺点，掠夺点余额3234。2。陆明看着萧沉川收下储物袋，眼底狠色一闪。大丈夫忍一时之辱，等逃得升天，定将1000倍、万倍奉还。下一秒，虎煞剑冲天而起，陆晨的脑袋高高扬起，滚落山涧。定，掠夺筑基中期生命，获得110掠夺点。这点财宝就想买命？不够。萧沉川冷哼一声，望向韩立。虎煞白色剑芒大盛，在空中回旋蓄力，尾部拽着几10道雷霆轰了过去。砰！虎煞剑撞进淡金光芒，像是撞进了一片泥沼，速度瞬间慢了下来，被生生逼停。几10道雷霆轰落，将韩立的身影包裹成一个硕大的电球，噼里啪啦一阵乱响，电光消散，金光依旧。韩立毫发无伤，张狂大笑。萧沉川，你奈我何？我告诉你，卑贱杂役就是卑贱杂役，就算你筑基了，依旧还是卑贱杂役。今天我就要当着你的面，把发生的一切全告诉我爹。你就等着金丹长老的怒火吧！你完了！一块玉牌滴溜溜飞出，悬浮在韩立身前，发出灵光。寒天威严的声音从里面传来：“我儿，何事？”韩立急吼吼道：“爹，寿场里劫我之人，清楚了，是杂役第一萧沉川。刚刚他不用筑基丹成功筑基，还杀了陆明，现在要杀我，被金细珠挡住了。爹，快来救我！”玉牌里传出豁的起身声：“竟有此事！我儿，烧！”寒天还没说完，声音忽然没了，仿佛被人斩断了传音。下一秒，一道璀璨无比的雷电光柱从云层中急速倾泻而下，将韩立连同整个山头掩埋。紫霄剑于电柱之中，
瞬间破开金锡珠发出的光芒，将韩立一斩为二。高空传来萧希月淡淡的声音：“跳梁小丑。”紫霄剑飞回云空，萧晨川目光紧随，看到了伫立云端的萧希月，衣袂飘飘，风姿绰约，似乎感受到了下方的目光。萧希月望来，温柔一笑。萧晨川一阵错愕，他怎会在此？忽然，远空亮起一道长虹，这道长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撕开云层，飞速接近。萧希月垂下一道法力，卷来萧晨川护至身后。那长虹遁光，转瞬间到达近前，露出寒天风尘仆仆的身影。无二，寒天哀叹一声，飞落而下，phủ上韩立被树劈成两半的脸。萧希月，寒天仰天怒吼：“你这贱人，给我陪葬！”顿时飞沙走石，天地色变。寒天凌空飞起，须发皆张，狂暴的金丹威压再无保留，轰然炸开。死！寒天一声暴喝，震得云层崩散。他没有动用任何花里胡哨的法术，仅仅是含恨一掌拍出，一只赤红巨掌凝聚出来，负压方圆5里，遮天蔽日。萧希月和萧晨川在掌下宛如蚂蚁，他燃烧着金丹真言，狠狠拍落。庞大的力量让下方的山体寸寸皲裂，崩碎塌陷。眨眼间，整座大山崩碎了一半。萧希月上前一步，紫霄剑斩下，剑光炽烈的宛如紫色的太阳，瞬息间从指尖斩到掌根，赤焰巨掌轰然破灭。几道比人还粗的巨型闪电从云层深处被引动，轰向寒天。咔嚓，轰隆隆。萧晨川看着光是余波就能灭杀筑基无数次的天威，眼皮子直跳。寒天身上亮起赤红光罩，光罩薄得透明，看似不堪一击，却在天威之下岿然不动，连闪动都不闪动一下，仿佛视雷霆如无物。寒天引着雷霆飞身而来，怒目圆睁，朝萧希月一掌狠狠应下。萧希月隔空对了一掌，寒天噔噔噔倒退1丈，萧希月护着萧晨川倒退了2丈。寒天瞳孔一缩，不愧是我百劫门1000年难得一遇的天才，才筑基后期巅峰就有如此战力，真让你结丹了，后果不堪设想。寒天再无保留，取出一个钩状法宝。萧晨川打量一眼，发现它似蛟龙之爪，这蛟爪炼成的法宝锐利无比，还在飞来的途中，萧晨川竟有种身体被他切开的错觉。萧希月绝美的脸上罕见的露出慎重之色，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巧雷印滴溜溜飞出，雷印变成2掌大小，悬停在身前不远处，发出柔和的紫光。滋，一阵令人牙酸的摩擦声，法宝切在了紫光形成的光罩上，剧烈摩擦。震雷印。寒天皱起眉头，你不只寻到了那个家族的紫霄剑，震雷印也在你手中。他手上掐诀，爪形法宝发出强烈的乌光，乌光狠狠划下，震雷印的紫色光罩被压得向内凹陷，随即像光滑的肥皂泡一滑而过。乌光于是未消，猛然轰落下方山峰。轰隆，山体瞬间被撕裂，出现3道深不见底的巨大沟壑，巨石崩飞如雨，沟壑边缘岩石融化，腾起滚滚烟尘。韩长老，萧希月淡淡道，你当知道，我本就不弱于你，有震雷印在身，更是立于不败之地。你退下吧，今天你谁都杀不了。寒天沉默了。萧希月，他怒声质问，你为何要杀我韩立？萧希月道，萧晨川是我罩着的，韩立，陆明要杀他，被我杀掉，不是很正常吗？你，寒天气急，我儿韩立什么身份？他萧晨川什么身份？1万万个萧晨川也比不上我儿一根汗毛。你为了他要把金丹真人往死里得罪。萧希月，你以前可没有这么愚蠢。韩长老，你老糊涂了。萧希月不屑道，韩立是什么东西？在我这里，别说是他，就算是你，金丹长老1万万个也不比不上萧晨川一根汗毛。萧希月的话语如同9天惊雷，狠狠劈在寒天暴怒的心湖之上。1万万个金丹也比不上他一根汗毛。哈哈哈！寒天感觉荒谬无比，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就凭他一个刚筑基的废物，老子在百劫门一掌拍下去，能拍死一大片。萧希月，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修炼邪功走火入魔，神魂颠倒，彻底疯了？多说无益。萧希月横过紫霄。寒天脸色阴沉似水。萧希月，今日之辱，老夫铭记在心。他猛地一指萧晨川，怒喝道，你们这对贱人最好祈祷永远不要落在老夫手中，否则天涯海角，老夫必让你们尝尽世间极刑，抽魂炼魄，永世不得超生。言罢，他死死剜了2人一眼，卷起韩立的尸身，一物化作一道长虹，撕裂长空，以比来时更快的速度瞬息远去，只留几座破碎不堪的山峰。震雷印化为拇指大小，消失在萧希月身上，
萧晨川和他一起降落在下方山头。萧晨川有些沉默。萧希月为了自己不惜得罪死了寒天，寒天可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着百劫门里一派十全长老。萧希月等于得罪了一个派系，代价可真大啊！他为什么这么做？一见钟情。萧晨川不信，觉得其中必有隐情。萧希月手持紫箫，环抱双臂，嘴角情笑道：“想问就问吧，别憋着。”萧晨川看着他绝美的脸，还是问出了口：“为什么帮我？”萧希月理所当然道：“九霄遁法的传承在你身上，你不能死。九霄遁法的价值可远远不够他得罪一派长老，这理由太拙劣了。”萧晨川不信。萧希月被盯得有些不好意思了，拿剑柄对着脑袋敲了过来：“我们都姓萧，这个理由够吗？不帮你，难道帮那俩姓韩的？笨蛋，都姓萧，这是什么奇怪的理由？天下人姓萧的多了去了，太扯淡了。”萧晨川忍不住道：“你这么敷衍。”萧希月扬怒，收起紫箫，上前掐住萧晨川的胳膊肉，拧了半圈：“不信算了。”疼，疼。萧晨川嘀咕一声：“你想让我信，好歹编个靠谱点的理由啊。”萧希月松开手，妩媚一笑，不着痕迹地拉低了胸口：“喂，色胚，电光步修炼到哪一步了？别忘了解锁雷闪，我的上半身就是你的了，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哦。”萧晨川的眼睛差点溺死在沟壑里，艰难地收回目光。萧晨川定了定神，道：“电光步这诀窍，我已了熟于心。只是各大窍穴永久转换成可诞生、容纳、运转雷霆之力的雷窍，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哪知萧希月一步迈出，身化电光，身影闪动，诡计不可琢磨。电光步大成，萧晨川十分吃惊。电光一闪，下一秒，原本在几十丈外的萧希月竟瞬间回到身边，嘴巴还凑到了耳朵上。“我只是体质适合雷属性功法罢了，所以修炼得快。你也不差嘛，悟性那么强，把人家的传承都抢走了。”热气往耳朵里面钻，萧晨川心中一荡，想起他双唇的软糯香甜，咕咚一声咽了口唾沫。萧晨川头一偏，吻在了萧希月嘴唇上，把萧希月抵在树上，吻得他浑身发软，好好行使了一番身为他嘴唇主人的权利。寒天带来的压力在萧希月唇间倾泻后，二人返回了百劫门。临别之际，萧希月送出了百年雷击木星、运雷草、雷牛犄角这些天才地宝，可助雷窍早日修成，甚至留下了如何使用它们的预检。回到灵药园，还未坐稳，柳如烟便前来拜见，交代这几天灵药园的事务。萧晨川大马金刀地坐在主位上，看着柳如烟刻意拉低的胸口，拍了拍大腿：“烟奴，过来，老爷我这趟出去有些疲惫，好好给爷放松放松。”柳如烟眉目含春，嘴角带笑，伸出一双柔手，在萧晨川身上不轻不重地按着，一边继续交代药园之事。萧晨川心不在焉地听着，柳如烟见他对药园事务不感兴趣，便专心按摩起来，手渐渐抚到了胸膛上。看着柳如烟在胸膛上流连，不舍得放开手，萧晨川斜斜一笑，挑起他的下巴，指腹在脸颊上摩擦：“浪妇，我才出门几天，就又忍不住了。”柳如烟和萧晨川对视着，眼波含春带水，微微偏头，舔了一下挑着他下巴的手掌：“奴家一刻也不想与主人分开呢。”真是乖狗。萧晨川摸了一下柳如烟的脑袋，把她拉进怀里。柳如烟顺势紧紧贴着萧晨川的胸膛，抱住他的脖子，扬起脑袋，嘟起嘴巴：“主人，哈哈，看在你这么乖的份上，主人就赏你。”萧晨川轻轻低头，含住柳如烟双唇。柳如烟激烈回吻，呼吸沉重起来，一双柔手亢奋的胡乱扒着。萧晨川的道袍被扒去一半，露出健壮的胸膛。这浪货一刻都等不及了。萧晨川不客气地掐住了他的腰，把他抵在了桌子上。正在这时，一个极其轻微的神识波动被萧晨川捕捉到。这神识上那熟悉的感觉瞬间让萧晨川知道了是谁。宗主殿，请功。苏晴一双白玉般的大长美腿，夹着灵丝残背，睁开迷蒙的美眸。马上就进入正题了，怎么停了？苏晴，没想到她端庄高贵，私底下却是个喜欢偷窥的骚货。要不是自己进入筑基境，混沌道基非同小可，神识远比同阶强大。他又似乎看激动了，心绪激荡，神识波动起来，还真发现不了他。不知道他偷窥多久了，不会打自己进入灵药园第一天起，他就开始偷窥了吧？苏晴招自己做灵药园管事，别有深意啊。听闻宗主已经闭关很多年，宗主夫人不会寂寞难耐了吧？说来话长，但这些念头在他脑海中也就一瞬间。柳如烟见萧晨川忽然愣住，回头道：“怎么了？”萧晨川俯身
把他紧紧压在桌面上，嘴巴凑近他的耳朵。没事，烟奴，主人忽然想和你玩个不一样的。柳如烟身下是冰冷的桌面，被萧晨川紧紧压制，有些喘不过气来，但他的眸子却愈发迷离，十分喜欢离萧晨川如此之近，被他的气息紧紧包裹的感觉。主人，你想玩什么？萧晨川忽然起身，把柳如烟拉了起来，环住他的腰，低声道：换身衣服，化个妆，和苏晴那婊子越像越好。宗主殿，请功。苏晴身体一僵，苏晴那婊子5个字狠狠撞进他的大脑，把他大脑撞成了浆糊。不知为何，明明是在侮辱他，亵渎他，他却生不起气，心中反而悸动期待起来。柳如烟一听，微微愣住。好啊，主人原来对夫人有那种想法。萧晨川知道苏晴还在偷听，毫不避讳道：对，我就是对苏夫人有那种想法，我恨不得她是青楼里的婊子，天天去光顾她。烟奴。萧晨川拍了拍柳如烟的脸颊，待会儿你扮成苏晴后要自称情婊，知道了吗？请功。苏晴的心脏狠狠跳动起来。知道了。听到萧晨川不但让他扮成苏晴，还要他自称情婊，柳如烟舔了舔嘴角。主人，要是被苏夫人知道我们这么玩，100条命都不够死的呢。虽然这么说着，柳如烟眼中却没有丝毫恐惧，有的只是激动和期待。萧晨川心中好笑，要是被知道，不用钥匙，他已经知道了，还在看得津津有味。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萧晨川道：别废话了，快扮成他，我等不及了。3个时辰后，整个灵药园管事店到处是撕碎的仙裙，二人疯狂的痕迹。一开始萧晨川只是想刺激一下苏晴，后来柳如烟扮得太像了，甚至用上了幻术，那声音，那身段，那眉眼，和真的苏晴似的，搞得萧晨川直呼妖精，眼睛都红了。3个时辰他还意犹未尽，要不是人参娃娃那忽然有异动，指定的和柳如烟大战1天1夜。他却不知道宗主殿寝宫中，苏晴瘫软如泥，手指头都抬不动了。就在萧晨川走出灵药园的时候，系统的声音响起：叮，苏晴归心度10，当前归心值27，获得2700掠夺点，掠夺点余额6044。2，苏晴的归心值出现了。萧晨川暗骂一声骚货，如果没猜错的话，从进入宗主峰起，苏晴就开始偷窥。他偷窥了这么久，系统都没提示归心值的动静，直到现在扮演他，羞辱他，幻想着称他情婊，他才真正动了心。看来他还真是寂寞了，有想法了。萧晨川露出一缕微笑，既然如此，那就不能放过他了。27的归心度奖励了2700掠夺点，如果把他拿下，归心值达到100，能获得1万掠夺点，直接够在1000点抽奖区进行一次10连了。1000点抽奖区首次10连是有额外的极品奖励的，上次的100点抽奖区首次10连奖励了万化吞天诀这样的逆天功法。1000点抽奖区的极品奖励总不可能比万化吞天诀差吧。有了苏晴这么一个掠夺点宝库，萧晨川看着面板上6044 2的掠夺点余额，打算先抽几次奖。寒天一脉在宗里势力庞大，他已经把自己和萧希月当作生死仇敌，必须提升实力。叮，抽奖成功，获得极品灵器青竹剑，一把青玉一般半透明的灵剑凭空出现在海岛空间。萧晨川把它取出，此剑通体由天材地宝青玉竹打造而成，木属性能极大增强木属性剑招的威力，还带有青玉竹的辟邪镇魔效果。好，我5行剑法需要的5把灵剑又齐了一把。萧晨川把它祭炼完成，满意的收入体内窍穴。叮，抽奖成功，获得香粉玉琴香。玉琴香，一种蛟龙香线制成的香叶，能勾起元婴以下的生灵内心中潜藏的情欲，常被一些难以诞生子嗣的生灵，如魔蝎族、金丹境以上的人族修士用来催情促欲。使用方法：撒在身上，对你有交配欲望的异性自然会被勾起欲情，效果持续时间3个月，只要对我有情，欲之一就会被放大勾起。萧晨川眼前一亮，或许把苏晴搞到手的速度可以大大加快了。既然如此，萧晨川也不再继续抽奖了，开始期待撞进苏晴的身心，早日拿到1000点抽奖区首次10连的极品奖励。抽完了奖，萧晨川一路来到药园最深处。之前和烟奴角色扮演的时候，管事令收到了药园奴仆的汇报，说人参娃娃不肯吃喝，吵着闹着要见他。刚进入守护药园深处的最强禁制，大白萝卜就一头撞在了萧晨川的小腿上，老气横秋的怒道：小子，
你外出归来，竟敢不第一时间给老祖我讲故事。萧晨川服了，这小祖宗可不敢惹，他要是不吃不喝坏了灵气，自己的受罚。萧晨川道：好好，大白萝卜，今天我们讲林黛玉倒拔垂杨柳，背脊塔拳打镇关西。人参娃娃一听大白萝卜，嘴巴一瘪，头顶的叶子不满地晃动起来，但又听到萧晨川要讲新故事，不满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讲完故事，人参娃娃非常高兴，又赏了洗澡水。这可是修炼雷狱助身法的最佳灵药，萧晨川得了一大盆。他厚着脸皮朝人参娃娃讨要真正的精血。人参娃娃老气横秋道：你把老祖伺候爽了，老祖我说不定心情不错，真赐你真正的精血。不过你也要有胆子要才是，我损失一滴精血得大量的资源时间才能恢复，抓我过来的宗主一伙岂能饶你？胆子，我最不缺的就是胆子。萧晨川口上道，心里想的却是，等我把宗主夫人搞到手，别说你的精血，我就是把你根须拔了，宗主夫人也不会说个不字。从人参娃娃那离开后，萧晨川回到管事店，看到柳如烟跪在地上，正收拾着四处狼藉的寝殿。之前的角色扮演还没爽够，萧晨川心中一动，悄然上前摁住了柳如烟的腰。柳如烟本能的一僵，闻到萧晨川身上熟悉的气息，身子又软了下来。察觉到那熟悉的神识悄悄降临，萧晨川坏笑，把柳如烟压在了地上，鼻子在他脖颈间嗅着情表。你好香，情表。宗主殿，请功。苏秦眼睛瞬间迷离起来，喃喃道：萧郎，你好壮。萧郎。定。苏秦归心度5，获得500掠夺点。定。苏秦归心度10，获得1000掠夺点。当前归心值42，当前掠夺点数5544。第二天，折腾了一夜，柳如烟疲惫睡去，装扮和幻术都还没去，顶着一副苏秦的模样。萧晨川神清气爽，刚起床伸了个懒腰，忽然收到了苏秦的传音，说是要他前往宗主殿有事相商。出发之前，萧晨川把玉琴香喷在了身上。宗主殿，苏秦端坐在宝座上，露着大白腿，懒洋洋地靠上椅背，手指绕着发丝儿，嘴角带笑。萧晨川，你可知我唤你来何事？萧晨川咕咚咽了声唾沫。苏秦看着他的反应，笑出了声。不知。萧晨川答道，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苏秦的身体。现在知道了苏秦的寂寞小心思，萧晨川胆子也放开了。苏秦指尖放在唇角，鼻尖嗅到一种如香四射的香气，这香气非常好闻，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萧晨川威猛的画面，双腿抬起，飞速交叠了一下。萧晨川目不转睛，呵呵。苏秦强行从不堪的画面中收回心神，道：萧晨川，宗里都传遍了，你伙同圣女杀了陆明、韩立，一个是金丹长老的儿子，一个是金丹长老的弟子，你好大的胆子。说到胆子大，苏秦莫名想到了昨天他看到的柳如烟扮演成自己的事，脸颊微不可察的一红。萧晨川一委屈道：陆明、韩立要杀我，难道我只能引颈就戮，不能反抗吗？要是夫人嫌属下给您惹了麻烦，要杀要剐，还是把我绑了送给韩天，悉听尊便。苏秦心中腹诽，哟，这会儿您的看着怪恭敬，心里是不是偷偷叫人家请表呢？他懒洋洋道：说的什么话？韩天在宗里势力不小，但百劫门归根到底是属于我这一脉的，我把你杀了绑了，岂不是显得我宗主一脉怕了他韩天？笑话。放心吧。苏秦伸了个懒腰，纱裙裙摆上提，露出白花花的大腿。有我在，给韩天1万个胆子也不敢在宗里对你出手。不过苏秦支着脑袋，嘴角含笑地看了过来，圣女竟然会为了你杀了韩立，这里面究竟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故事？我很好奇。好，知道了，你很好奇。萧晨川腹诽道：我也问过圣女这个问题，圣女随便编了个嫁的不能再嫁的理由，说因为我和她都姓萧。萧晨川原本以为苏秦听到这个理由后会和他一样不信，没想到苏秦竟然皱着眉头深思起来。都姓萧，原来是这样吗？我好像明白了。萧晨川错愕，你明白什么了你？苏秦的反应让人有些莫名其妙，难道萧希月都姓萧的理由不是他随口瞎扯的，而是认真的？难道我和圣女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妹？萧晨川喃喃道：你失散多年的亲兄妹？苏秦扑哧一下笑出了声，这一点绝无可能。苏秦只说不可能，别的又不多说，萧晨川更加一头雾水了。不过想到和萧希月之间的香艳约定，萧晨川莫名松了口气。不可能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妹就好，要真是，
那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萧希月了，太狗血了。苏秦看着萧晨川，眉眼带笑。文中规定，25岁之前成功筑基者，直接晋升为内门弟子，享内门弟子待遇，可拥有自己的洞府、道场等。既然你已经筑基，不如去术士殿跑一趟，更换身份令牌。萧晨川正有此意。虽说内门弟子所谓的洞府、道场比不上灵药园，但每月的俸禄、宗里的地位，不拿白不拿。萧晨川告辞离去，苏秦摸了摸发烧的脸颊，怎么办？好难受，好想和他交尾。萧晨川飞在山间，赶往术士殿，有些郁闷。怎么感觉郁情香没什么效果啊？是苏秦修为太高了，不受影响，还是自己猜错了？苏秦对自己没有情欲，不行，得创造个二人亲近的机会，再试试。术士殿是办理宗门弟子事务的大殿，一缕青色剑光闪过，萧晨川踩着新得的青竹落在了殿前。殿中这会儿没什么人，几位负责办事的执事正凑在一起闲聊。看到萧晨川，这几人对视一眼，眸中金光一闪。这位师弟，你有什么事？萧晨川拿出身份令牌，气息显露而出。按照门规，我当为内门弟子。那几名执事中，领头的那个上前一步。萧晨川注意到此人有6根指头。6指执事面色不善的上下打量了过来。你的修为保真吗？萧晨川心中生疑，眉头大皱。我能用假修为诓你啊！6指执事环抱双臂，冷哼一声。那可不好说。萧晨川眼睛一眯。你故意找茬？这位师兄，我奉劝你，寒天他自己都没有对我出手，你们一个小小的执事，可要掂量清楚了。6指执事大笑，左右回顾着其他执事，嘲讽道：哈哈，他一个筑基初期，要我们8位筑基中期掂量清楚，哈哈哈哈。他身后的7位执事也跟着大笑，不知天高地厚。小子！6指执事伸指一弹，萧晨川的身份令牌被弹飞出去，叮叮咣咣摔在殿外。今天你跪着去把令牌捡回来，我就承认你的修为达到了筑基，不然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你也是个区区练气。萧晨川脸色顿时阴沉，给你个机会，把令牌给我叼回来。我什么修为？你什么修为？小子，记住，没有实力就别学人放狂话。6指执事不屑大笑，伸指点了点萧晨川胸口。下一秒，一道白光闪过，他的6根手指凭空断了5指虎煞，悠悠落入萧晨川掌中。哈哈，我的手指！6指执事痛叫，敢在术士殿动手伤人，你完了！大哥，道友！其他7位执事一看6指受伤，剑拔弩张地逼了过来。这不正是你们想要的吗？萧晨川上前一步，仗剑而行，故意羞辱我，为难我，想逼我含怒出手。你们好，名正言顺地把我拿下，送个寒天。可惜你们打错了算盘，我根本不在乎，你们是不是故意在激怒我？因为你们加在一起也不是我的对手。狂妄！这8位只是齐齐踏出一步，攻杀而来。枪！一声清越剑鸣，虎煞、青竹飞出，分别发出白色、青色的剑芒。剑芒在极品灵剑的加持下，威能无可抵挡。8人只见眼前一缕剑芒划过，还没来得及抵挡，胳膊便齐根断下。剑光余威不减，落在术士殿内，被亮起的防御阵法消灭。萧晨川身上电光一闪，像闪电一样迅疾，躲开了大部分攻击。看着剩下的几道甩不掉的法术，他身上飞出白、青、黑、红、黄5色剑芒。剑芒在身外飞旋，形成一个剑罡护罩，将剩下的攻击尽数挡下。5行剑法在筑基期的剑招，剑罡护体，效果不错。萧晨川默默点评道。忽然一团黑光从6指执事那飞出，笼罩向萧晨川。萧晨川猛地回身，伸掌混沌漩涡将黑光吞噬大半。6指执事一愣，没想到自己的偷袭竟被以看不懂的方式化解。下一秒，萧晨川手掌一抬，黑光又从掌中飞了出来，似乎经过了他的法力加持，比之前更强了。6指只是错愕了一下，瞬间被黑光笼罩。啊！6指惨叫，脸上、身上的血肉被黑光腐蚀，露出深深白骨。哎，够了！一声苍老的叹息，一个身穿长老道袍的老者凭空出现，他伸掌虚抓，6指执事身上的黑光被瞬间抓散。萧晨川一眼认出来人是术士殿的殿主赵长老。赵长老背负双手，没有理会哀嚎的6指，看向萧晨川道：你就是萧晨川，在我术士殿出手伤人，闹事，无法无天。萧晨川眼睛微眯，老东西，刚刚你下人对付我，不见你出来，他们偷鸡不成蚀把米，你倒跳得欢。赵长老明察。萧晨川道：是他们要对我出手，
我自卫反击罢了。赵长老冷哼一声，这话你对执法殿说去吧。说着，他一身金丹威压四溢涌出，就要拿下萧晨川。萧晨川像被一座山撞了一般，嘴角溢出鲜血。等等，我可是宗主封的管事，就算犯了事，也是宗主夫人来管，轮不到你和执法殿。赵长老沉默片刻，冷哼一声，巧舌如簧。那一声威压倒是收了回去。萧晨川松了一口气，苏晴真是金字招牌。我且问你，赵长老忽然道，听说你不用筑基丹便轻松筑基，而且刚筑基成功便斩杀了筑基中期的陆明。萧晨川一听，皱眉道，这是哪来的离谱传闻？我的筑基丹是圣女给的，我也是在她的帮助下成功筑基，这是他和萧希月在回宗途中商议好的说辞。赵长老眯起眼睛，萧圣女凭什么如此帮你？萧晨川不假思索道，我在雷崖禁地助他获得了雷崖机缘，他欠我的。最终萧晨川换上内门弟子的身份令牌，安然离开了术士殿。宗里出现了2个流言，一是他身怀上古神功，不用筑基丹便成功筑基；二是他和萧希月关系匪浅，早就是萧希月的人了，替萧希月夺得机缘，萧希月助他筑基。流言传得到处都是，几乎全宗都知道了。那些金丹真人都是人精，能猜得出第一个流言是寒天故意放出来引有新人出手，恐怕第2个流言才是真的。可万一呢？万一那个叫萧晨川的真有不是神功呢？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很多人心中起了别样的心思，这正是寒天的阳谋。一连多天，萧晨川在修炼之余变着花样弄柳如烟。苏秦的神识次次在场，被撩拨的神识波动不已。萧晨川雷窍已经练得七七八八了，电光步即将大成，苏秦还是没能迈出那一步。女人啊，你想吃肉又不想主动，好吧，我这块肥肉主动送你口中好了。萧晨川只好主动约她出来。理由嘛，倒很简单，人参娃娃出问题了，他可是灵药园里成了金的最珍贵的天才地宝，苏秦绝不可能让他出事的。灵药园，药园奴仆早已被萧晨川支开，只留柳如烟陪同。苏秦一身雍容华贵的仙裙，裙摆曳地，更衬得他高挑曼妙。他进入灵药园，视线扫过柳如烟，目光微不可察的一顿，径直走向萧晨川正在看顾的那片区域。清风、明月2名侍女跟在苏秦身后。柳如烟从背后望去，苏秦前凸后撅的身段绷在灵绸里，一走到颤颤巍巍，从身后都能看到身前的惊人规模。柳如烟不由得伸掌托了托自己的，懊恼地跟了上去。扮演的终究比不上正主。苏秦来到灵药园最深处，一眼看到萧晨川蹲在地上面露幽色，他的身前人参娃娃眼睛以下埋在土里，头顶的那片叶子病殃殃地耷拉着。苏秦目光落在人参娃娃上，黛眉微蹙，俯身仔细查看。萧晨川凑近，一缕幽香袭来，他手指一伸，不经意间碰到了苏秦的胳膊，指着人参娃娃道：“夫人请看，他似乎不舒服。”清风、明月看到萧晨川几乎贴在了苏秦身上，目光一寒：“大胆！你！”清风、明月，闭嘴！苏秦一声娇喝，打断了2位侍女。人参娃娃不得有失，我和萧管事正在查看缘由，你俩不得聒噪。是。清风、明月应了一声，目光还是锁定在萧晨川身上，俏脸带寒。他们确实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主母刚刚说话的时候语气有些颤抖。苏秦又闻到了那股香味，那香味沁人心脾，惹得他的心蠢蠢欲动。从看到柳如烟起，一直到现在，他的脑中全是柳如烟扮成他的娇媚模样，以及萧晨川红着眼睛低吼情表的威猛姿态。此刻在香味的勾诱下，他脑子全被萧晨川占据了，几乎思考不动别的东西。不过他还是一眼看出人参娃娃什么问题都没有，他是装的。苏秦沉吟片刻，煞有其事道：“根系灵力流转似有阻滞，但并非不可挽回，须得以玉露调和滋养。”清风、明月。苏秦道：“速去我的修炼净室，取那瓶置于寒玉匣中的玄华碧凝露来，此宝能解人参娃娃郁结。”是。清风、明月应了一声，消失在原地。燕奴。萧晨川道：“去我房间取来碧血桃，招待苏夫人。”柳如烟一愣，身为雌奴，她很清楚碧血桃根本没有放在主人的房间，而是净室。主人不该不知道这件事才对。难道主人故意说错，是暗示我不要太着急取完灵桃回来？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啪！萧晨川拍在他的屁股上：“还不快去！”柳如烟揉了揉翘臀，脸色一红，心脏砰砰直跳。完了完了，
主人要对宗主夫人下手了。是，主人。柳如烟娇声道。莹莹一拜，晃着屁股离开了。柳如烟的身影消失在镜之外，萧晨川脸上恭敬之色褪去，目光灼热地来到苏晴身后，俯身下去，几乎贴到了苏晴的身上。香气混杂着强烈的男性气息，如同实质般缠上来。苏晴脑中欲情沸腾狂乱，几乎站立不住。在他腿软跌倒的一瞬间，他做的不是扶住什么东西，而是立即出手封印了人参娃娃的五感。萧晨川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微微一笑，及时伸手扶住了苏晴。苏晴纤细却柔韧的腰肢入手，隔着那层华贵的布料，依然能感受到那腰肢惊人的弹性和温度。苏晴迷离着眸子，强自镇定。放肆！声音软糯，带着成熟女人诱人的磁性，不像是在责骂，倒是像在向情人撒娇。再加上鼻尖引人犯罪的瓷香味，萧晨川一时分辨不出，到底是自己在勾引他，还是他在勾引自己。萧晨川再也无法忍耐，猛地将苏晴拉进怀里，狠狠抱住那柔弱无骨的身子，低头吻住了她的唇。苏晴舌头都快被吞掉了，娇躯燥热难耐地扭动着。萧晨川一只手沿着她优美的曲线缓缓移动，隔着仙裙的繁复刺绣，感受着那份惊心动魄的起伏。忽然，苏晴抓住了他的手，不让他乱碰，收回舌头，脱离了如痴如醉的深吻，喘息道：你好大的胆子！此地是灵药园，那便换一个地方。萧晨川沙哑道，搂紧她柔软的腰肢，电光步催动。两人如同一团模糊的流光，悄无声息地掠出灵药园，往宗主峰人迹罕至、古木参天荒僻之地疾驰而去。啧，吱喳，飞着，二人激烈地吻了起来。宗主峰，寝殿旁，尽是清风、明月两位侍女翻箱倒柜了半天，愁眉不展。咦，找不到玄华碧凝露，夫人是不是记错了？此路不在净室。夫人日理万机，记错宝物的位置太正常不过了。我们去别处找找。宗主峰，一处巨大的背风岩石，这里幽深隐秘，只有虫鸣和远处隐隐的瀑布声。一个时辰后，不成了。苏晴凤声因娇弱无力，眸水光潋滟，强撑身体推开萧晨川。再继续下去。清风、明月取了玉露回来，若不见人。萧晨川低头吻住了他的嘴，把他的话堵了回去。良久，萧晨川松开唇，不甘道：才半个时辰。苏晴也意犹未尽，他环住萧晨川的脖子，痴痴道：宗主峰这么大，往后时间这么多，还愁没有机会吗？萧晨川看着他的娇媚模样，转身把他按在了冰冷粗糙的岩石上。再给我1刻钟。啊！苏晴声音一颤，真拿你没办法。2刻钟后，萧晨川、苏晴回到了灵药园。柳如烟、清风、明月早已等候多时，看到苏晴、清风、明月，叽叽喳喳道：夫人，玄华碧凝露在哪？您记错了，她在密室外的货架上呢。苏晴一笑：哦，是吗？俗物太多，忘了。柳如烟恭立在一旁，暗中仔细打量着苏晴。只见这位主母还是那般的雍容华贵，风采照人，但细看之下，便能发现她华贵的仙裙上遗留着手掌大力搓弄形成的皱褶，嘴角残存着细微的吻痕，身上还有股淡淡的主人的味道。柳如烟把目光投向萧晨川，眼底闪过一丝敬佩。夫人，我和清风回来，怎么不见您？您去哪里了？明月好奇地随口问道。他和清风虽是苏晴的奴仆，但平日里的相处颇为随意，更像是姐妹。我想来，光有玄华碧凝露可能不够。苏晴眼不红，心不跳，任谁从他脸上也看不出刚刚是干了什么，便和萧管事前去取了玄牝沃壤来。说着，他伸出手掌，把玄华碧凝露给我。清风法力一动，一个玉瓶从储物袋飞出，落在苏晴掌上。苏晴蹲下，取出一捧黑壤，手在人参娃娃上空不经意地拂过，解除了他的五感封印。接着，玄牝沃壤飞出，和化作一缕涓流的玄华碧凝露混合成一体，钻入半埋着人参娃娃的土里。人参娃娃缓缓睁开眼睛，眼神瞬间从有气无力变得神采奕奕，脑袋上顶着的那片叶子也迅速从病殃殃、软趴趴变得水润润、支棱起来。人参娃娃从土里跳了出来，蹦跳了2下，奶声奶气道：我好了。萧晨川扶额，灵壤才拨下去，人参娃娃就恢复如初了。这大白萝卜演技也太浮夸了。好在柳如烟、清风、明月不懂灵旨里面的道道，没看出大白萝卜在演戏，只当苏晴妙手回春，自己和苏晴知道他在演戏，但不可能说出来。好了，人参娃娃既然恢复了，我们回吧。苏晴起身冲清风、明月道。送别苏晴，
刚回到管事店，柳如烟便眼睛放光道：“主人，你好厉害！苏夫人她真背你。”话还没说完，嘴巴便被萧晨川捂住。萧晨川伸出右手食指放在唇前，做出一个噤声的动作。烟奴，这事我没避开你，是对你的信任，把它烂在心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死也要不透露一个字，懂吗？柳如烟用力点点头。萧晨川笑了笑，随即放开了他。柳如烟归心度100，永世不会背叛。第二天，苏秦支着脑袋在殿中愣愣出神，清风、明月汇报的宗门事务一个字儿都没听进去。夫人，此消息一出，附近几大宗门必然蠢蠢欲动，我宗要不要掺一脚？苏秦忽然起身，清风、明月吓了一跳。夫人，苏秦身上遁光一闪，消失在原地。店里回响着他的声音：此事交由长老会商议，我去看看灵参娃娃。清风、明月面面相觑。宗主峰，傅龙崖侧面的风石石窟。苏秦探出悬崖半个身子，剩下半个被萧晨川紧紧嵌住。啊！柔媚的女声吹散在亘古不息的罡风中。定，苏秦归心值55，累计获得掠夺点5500，当前掠夺点数6858。3天后，宗主峰，晨星古坛下的溶洞，滋，接吻声响个不停。3个时辰后，苏秦汗湿了鬓发，浑身失去力气，枕在萧晨川的胳膊上，指头在他胸膛上画着圈。定，苏秦归心度8，获得800掠夺点，当前掠夺点数7658。10日后，观星台基座内的暗室，这里有阵法隔绝，苏秦放声大叫，嗓子都快喊哑了。定，苏秦归心度10，获得1000掠夺点数。后面苏秦不满足于白天相会，甚至日日夜夜都要相会。整个宗主峰所有的僻静、人迹罕至处都留下了二人的痕迹。苏秦愈发的容光焕发，美艳动人。清风、明月把他的变化看在眼里，十分好奇。苏秦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道：自从甩手抛下许多事物后，心情什么的都变好了。苏秦倒也不算撒谎，他日夜与萧晨川厮混，确实放手了大量宗门峰内的事物。清风、明月不疑有他。在萧晨川的努力下，不到1个月，苏秦的归心度被干到了80。刚到80的第2天，苏秦在宗主峰宣布了一件事，他要提拔萧晨川做宗主峰主管，统辖峰内各大管事，以后宗主峰的峰内事务都要向他汇报处理，而萧晨川只向他一人负责。清风、明月毫不意外。近来萧晨川越来越受器重，俨然成了夫人的心腹夫人，要放权歇息，把峰里事务交给他处理，非常理所当然。他们却不知道，苏秦心里想的完全是另一码事。总管相当于宗主峰的管家，是要搬来总管殿居住的。总管殿距离他的寝殿非常非常近。萧晨川出任总管的事传遍了宗主峰。宗主峰议事殿，苏秦召集了一众管事便离开了，留萧晨川和他们互相认识。萧晨川大马金刀地坐在主座上，看着下方的几十号人。这些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是宗主峰上的实权人物。其中最有威望的是一个叫黎叔的驼背老人。此刻黎叔坐在大殿右侧，拄着拐杖，微闭着眼睛，似在假寐。其他管事隐隐围聚在他身边。哼！黎叔右手边的人是个中年胖子，他隐隐看了一眼黎叔，冷哼一声，怒道：多少年了，我们宗主峰从来没有立过什么总管，都是向夫人直接汇报的，要我听命一个不知从来冒出来的毛头小子，我不答应。萧晨川把玩着总管令，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就是。黎叔左手旁是一个半老徐娘，她翘起兰花指，脸上不知搽了多厚的粉。就算真要立总管，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我呀，除了黎叔谁都不服。黎叔100年前就跟着宗主了，为宗主鞍前马后，很得宗主信任。这小子算什么东西？萧晨川眼眸微沉。苏秦刚刚在这里时，这些人一个屁不敢放。现在苏秦离开了，他们跳出来了，阴阳怪气，争权夺利，抱团搞些小心思。但其实他们羡慕嫉妒的总管之位，在萧晨川眼中屁都不算。萧晨川没有耐心在这和他们玩过家家。你们还有谁不服？都站出来！下方顿时炸开了锅。狂妄小子，论年龄论资历，你给我提鞋都不配，还想当总管？竟是几十人没有一个服的，全都站了出来。除了黎叔，黎叔还是拄着拐杖假寐，动也不动，仿佛对外界的动静全然不知。但萧晨川知道，就属这黎叔最不服。萧晨川右手虚抓，一只真元大手
出现在殿中，悬在半空，几乎占据了整个大殿。萧晨川虚暗，真元大手向下横压而去。姓萧的，你对我们出手，无法无天，你简直无法无天。黎叔被无形之风吹得须发向后飞舞，再也假寐不下去了。年轻人就是气盛，争强好胜，稳不住气。黎叔老神在在道，抬起拐杖往上一戳，一道龙形法力咆哮着涌出，朝真元大手飞去。老东西，装什么大尾巴狼？萧晨川冷笑一声，混沌漩涡飞速逆转，法力疯狂涌出。我是总管，你们是奴仆。奴仆做错了事被教训，天经地义。那真元大手受到庞大法力加持，更加凝实起来，一掌轰破了管事们的合力反抗，把他们死死镇压。噗噗，吐血声响成一片。黎叔筑基中期，攻击冲破了真元大手，往萧晨川面门冲去。身为下人，蓄意谋杀主管，死！萧晨川一把把龙形法力抓灭，虎煞轻吟一声，瞬间跨越10几丈的距离，直抵黎叔面门。这是打算杀鸡儆猴，把威望最高的黎叔杀了几天立威。黎叔大骇，没想到自己修为虽然更高，却完全不是萧晨川的对手。正在这时，一只纤纤玉手拦在了虎煞剑前，抓住了剑光。是苏晴。黎叔以为自己要死了，一看是苏晴，喜极而泣。苏夫人啊，这新总管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刚上任第一天就要打杀我等。其他人纷纷附和，请夫人收回成命，另立总管。苏晴脸色阴沉，给我闭嘴！殿中瞬间鸦雀无声。苏晴看向萧晨川，微微一笑。萧总管，黎叔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留他一命。说完，他看也不看殿中众人，消失不见。殿中众人一愣，留黎叔一命什么意思？我们这些其他人可以随便打杀，不用留一命。众人惶恐起来，纷纷倒戈。拜见萧总管。萧晨川看向黎叔，眼神玩味。黎叔脸色变幻。论背景，苏晴站在了这小子那边；论实力，自己不是他的对手。终于，他低下了头。拜见萧总管。早这样不就行了吗？何必把场面闹得这么难看？萧晨川淡淡道：我对你们手里的权力根本没有兴趣，一切照旧。以前你们有什么事都是向夫人禀报，往后向我禀报。一番立威，立稳了总管之位，以防这些管事阳奉阴违。萧晨川晚上暗中顺着苏晴留下的通道溜进了寝殿。你这主人怎么当的？下人竟敢质疑你的任命，为难我！啪！萧晨川狠狠拍打了一下。啊，都是秦表的错，惩罚我吧。第二天，天色未亮，萧晨川溜回了总管殿。至于柳如烟，则被留在了灵药园，代为打理灵药园。这是苏晴的命令。为此，柳如烟很是不服气，反复嘀咕着苏晴吃独食。可再怎么不服气，他地位和苏晴也是云泥之别，柳如烟不得不听令。日上三竿，处理完几件杂事后，萧晨川下了一道命令，令宗主峰的管事们留意宗里的事，特别是和圣女萧希月相关的事。管事们已经服服帖帖了，认真执行着他的命令。渐渐的，一条条消息被送到萧晨川这里，宗里大小事都有，关于萧希月的大多不是什么好消息。萧希月手下镇守灵矿时被人出卖，遭到敌对宗门暗杀，出卖者得到了寒天长老的大量奖赏。宗里出现大量圣女的谣言，说她品行不好，能力不足，对宗门不忠，勾结外敌。更有甚者，说她是其他宗门的卧底。圣女峰的资源受到了几名长老的恶意审查克扣。萧晨川看着这些情报，沉默无语。这些都是萧希月为了自己付出的代价。百劫门一小半的势力都开始与他为敌。萧晨川捏紧了拳头，只恨自己实力不够。他看了一眼面板，掠夺点数余额8963。苏晴归心值82，还是得努力啊。萧晨川揉了揉腰。7日后，苏晴的归心值又有进步，管事们呈上来一个重磅消息：圣女结丹的资源被寒天伙同其他长老恶意克扣，萧希月结丹的机会没了。萧晨川捏着情报，指节发白，脸色阴沉。萧晨川联系上萧希月，问他怎么回事。萧希月道：他宗门贡献点够了，修为也到了，兑换了几样结丹要用的关键的天材地宝。寒天不知从哪得知了这个消息，暗中截胡了这几样天材地宝，还以萧希月的宗门贡献点来源有问题为理由，封了他的贡献点不得使用。等一笔一笔审查完贡献点，不知道猴年马月去了。萧希月叹息一声，寒天毕竟是老牌金丹，在百劫门经营多年，树大根深，论在宗里的影响力，我比不过他，想在他眼皮子底下结丹有些难了。萧晨川皱眉，有别的办法吗？
哪知萧希月肯定道：“有。”他没有明说，卖了一个关子。不过，这个结丹机缘暂时还不明朗，得等更具体的消息。结束传音之际，萧晨川给了萧希月九霄雷遁第2层雷闪的法诀。几日前，电光部便大成了，传承电球自动解封了雷闪法诀。萧希月媚笑道：“想我了，等我忙完就找你，上身都是你的哦。”萧晨川心中一荡，却压下旖旎念头，强迫自己拒绝道：“莫要分心，你如今被寒天一脉针对，正是焦头烂额之际。这些事，等你度过眼前难关，安稳下来再说吧。”萧希月笑得更开心了，这么关心我，你不但想得到我的人，还想得到我的心，野心不小哦。半个月后，这些天，萧晨川通过手下管事陆陆续续呈上来的情报，似乎明白了萧希月所说的结丹机缘是什么。几千年前，2个化神老怪在一处山脉生死斗法，他们一个玩毒的，一个玩木的，2人同归于尽，元神自爆，本命法宝破碎，滔天毒功和精纯的木灵之气污染了方圆万里的山脉，形成终年不散的毒障。毒障深处，因为木灵之气的中和，反而孕育出一些稀世珍药，成了筑基修士搏命以求结丹机缘的险地。有时候48年，有时候51年，总之每50年左右，外围毒障会周期性的减弱几个月，是进入的唯一窗口期。距离上一次减弱已经过去51年了，毒障终于又出现了减弱的迹象。不过，据几家宗门联合透露的消息说，能否进入还需要进一步探查确认。归心值达到80后，身体上的满足很难再提升苏晴的归心度了。萧晨川使尽浑身解数，把记忆中前世的各种姿势、玩法都弄了个遍。苏晴被玩得十分兴奋、开心，可归心度死死卡在85，升不上去了。萧晨川心思一转，换了策略。他用上好的冰蚕丝，按照记忆中的样子做出了丝袜，还有几十套贞洁烈女看了就能羞愤而死的情趣内衣。这些东西，苏晴看着这些大胆的衣服，心头狂跳，伸手解下了自己的衣裙。都是你为我特制的。没错，2人都当了无数次床上夫妻了，对彼此的身体熟悉无比。苏晴甚至为了方便情事，10几天前开始，仙裙之下就不穿衣服了。萧晨川欣赏着苏晴褪去旧衣，换上新装。我总觉得寻常衣物配不上你的美，便日夜苦思，终于灵光乍现，设计出了这种在外界绝无仅有的衣裳，唯有它们才堪配你的角色。啪！苏晴松开手指，丝袜弹回，柔滑的冰蚕丝袜紧裹住玉腿，袜口轻轻陷入大腿丰腴的软肉，丝料泛着朦胧的光泽，半遮半掩间将腿部玲珑起伏的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比赤裸更添了几分勾魂摄魄的魅惑。更不要说她还穿着那种衣服，太漂亮了。萧晨川咕咚咽了一口唾沫，上前一步，猛地抱紧苏晴柔弱无骨的身子，在她脖颈间迷醉的深吸几口，将她抵在了镜子上。秦表，我要你把这些衣服全都穿一遍给我看。寝殿足足封闭了1天1夜，才趁着夜色偷偷打开。店里乱得不成样子，到处都是撕破的丝袜，薄得透明的丝衣。苏晴瘫软在暖床上，已沉沉睡去，嘴角还噙着微笑，满脸艳足。回到总管店，萧晨川进入密室。苏晴归心度95，当前掠夺点数10163。萧晨川心中一动，1000点抽奖区10连，定，抽奖成功，定。系统的声音响个不停，眨眼间10件奖品抽完了，您获得40年修为，万化吞天诀筑基期感悟2份，极品火属性灵剑赤龙，金煞阵阵盘1套，极品灵器禅影缚龙锁，特殊灵器万魁犀偶，40年修为贯体。萧晨川身体噼里啪啦，境界来到了筑基中期。我的灵根天赋太差了。萧希月从初入筑基到筑基后期巅峰只用了8年。萧晨川摇摇头，除了修为、万化吞天诀、感悟，他还获得了4样东西。还没来得及细看，系统的提示音又响了起来。定，1000点抽奖区首次10连达成，恭喜获得极品奖励混沌塔。系统声音落下，一个巴掌大、残破不堪的青铜小塔出现在海岛空间。它通体呈现一种难以言喻的，仿佛沉淀了亿万载时光的暗沉青铜色。塔身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裂纹，如同蛛网般蔓延，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明显的缺口和塌陷。原本应该有的9层塔檐，如今只剩下残缺不全的4层半，最顶端的塔刹更是消失无踪，只留下一个断口，透过断口能看到里面氤氲着厚重的混沌之气。这些混沌之气和他的万化吞天诀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共鸣。混沌塔呸！一个残破至极的混沌塔已丧失所有效用，仅于混沌本源。
只要本源尚存，他便能不断吞噬各类炼器材料，无限成长，终有一日重铸为先帝级至宝。祭炼方法：滴血认主。萧晨川念头一动，混沌塔出现在掌心，他逼出一滴鲜血，滴落其上，鲜血瞬间被塔身吸收，如同海绵吸水。混沌塔化作一道流光，没入他的丹田。同时，一股庞大到难以想象的信息流，如同决堤的洪流，蛮横地冲入了识海。混沌塔，万古不灭之基。那万灵容万道，镇仙庭，助无上之气。丹田中，混沌塔那层青铜皮缓缓消融，露出里面五颜六色、彩烟似的混沌之气。混沌之气翻腾奔涌，却仿佛束缚在一个无形的模具内，组成了塔形。根据涌入识海的信息，萧晨川明白，这些混沌气是混沌塔的骨架本质。以后只需用万化吞天诀吞噬灵材精华，融入混沌气组成的塔骨，便能重塑出真正的混沌塔。萧晨川若有所思，万化吞天诀和这混沌塔怎么如此有渊源的样子？连混沌塔的重塑都要通过万化吞天诀的吞噬之力完成，似乎他们一功法一器具本就是成套的。萧晨川一喜，成套好啊！功法与宝塔天生配套，两者相辅相成，威力绝对暴涨。只可惜手头上没有多余的灵气、炼器材料，不能立马试试吞噬效果了。搞清楚了混沌塔，萧晨川看向抽奖得来的4样收获：赤龙剑、金煞阵、禅影附龙锁、万魁细偶。赤龙剑，极品火属性灵剑，被萧晨川顷刻炼化。金煞阵，一种金属性筑基级杀伐阵法，威力不俗，被萧晨川研究了一番后收入了海岛空间。禅影附龙锁有些奇特，它是一节泛着幽光的深青色古藤，表面有暗金色龙纹游动，触手冰凉柔韧。祭炼之后，萧晨川得知它可以神识操控、法力操控。神识操控时，它会幻化成无形无质的幻影，专捆敌人的影子，被捆到的人当场识海封闭，昏迷过去。法力操控时，它会自动锁定目标，化作3条龙影藤蔓，无视常规的防御、护盾、法医之类，直接缠绕敌人的肉身、丹田，封住一身法力修为。好东西！萧晨川把玩了一番，将禅影附龙锁收入海岛空间。萧晨川看向最后的宝物万魁细偶，它是一个巴掌大、穿着红肚兜的木质人偶，双眼是诡异空洞的黑曜石。将之祭炼，萧晨川明白了它的威能和用法。取敌人2滴精血，分别滴入人偶的双眼中，敌人便会不受控制的重复人偶的动作。人偶举手，中招的人必举手；人偶挥剑抹脖子，中招的人同样会挥剑自杀。萧晨川震惊地看着万魁细偶，眼中惊喜连连。虽然取敌人2滴精血的条件有些苛刻了，但一旦施术完成，中数的人变成了提线木偶，威能恐怖啊！萧晨川对他一时非常满意，高兴地收了起来。第二天，萧晨川从柳如烟那里搞来一把法器，作为回报，他把那枚可以在藏经阁前3层任选一门功法的令牌送给了柳如烟。柳如烟是不亏的，更何况他如今代为掌管灵药园，灵石进账不少，身家比萧晨川还多，一把法器对他来说不算什么。毕竟萧晨川赚的虽然比他多了，可万化吞天诀对资源的消耗太过恐怖，攒不下灵石来啊！萧晨川把那把法器用万化吞天诀吞噬，法器里面的灵力眨眼间被吸了个干净。以往到了这一步，法器便失去价值，被萧晨川扔掉。现在混沌漩涡继续运转，一缕清气，一缕金光被吸进丹田，融入了混沌气塔胚。混沌气塔胚却毫无变化，似乎融来的炼器材料太少了。真挑食啊！萧晨川看着缩小了一圈、彻底碎裂、报废的法器，摇了摇头。百炼钢、寒铁、火铜、灵槐木、青金石，炼制此法器的这些灵材，混沌塔胚竟然只看上了灵槐木、青金石。萧晨川手一挥，化成废料的法器消失。这么挑食，我什么时候能塑造出混沌塔？萧晨川皱眉，灵气，我需要大量的灵气来吞噬，甚至金丹真人的法宝。接下来的日子又回到了正轨，和苏晴没日没夜的幽会，收集宗里的情报。不过萧晨川并非只沉迷这2件事，他冥思苦想帮助萧希月的办法，还真想到了一种九霄遁法第3层千雷遁。听名字就知道，千雷遁之后，九霄遁法开始展现它真正的威能。萧晨川雷闪的修炼速度不慢，但距离雷闪大成、解封千雷遁法诀还有很长时间。萧希月处境堪忧，可无法慢慢等自己雷闪大成。萧晨川脑子灵活，想到了一个捷径。
用万化吞天诀吞噬传承雷球的封印禁制的力量。想到这个办法后，他立马就进行了尝试，还真别说，真有效果。识海中传承雷球封禁第3层千雷遁得禁制之力，真被削弱了一丝丝。萧晨川大受振奋，一有空闲就用混沌漩涡打磨传承雷球。苏晴这里是越来越胆大，越来越骚了。自从上次以后，他仙裙之下原本不穿，现在变成了穿着为他设计的丝袜，惹火贴身衣物。苏晴经常当着清风明月的面，趁俩侍女不注意看不到，偷偷冲着萧晨川打开仙裙。萧晨川当然不能忍，只要旁边没人，也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直接狠狠教训他。大半个月过去，苏晴的归心度卡在95，无法更进一步。萧晨川没有在意，觉得很正常，毕竟满足了他的生理需求，为他设计丝袜，就想让他完全归心。苏晴是金丹真人，不是15、16岁，情窦初开，没有见过世面的少女。宗门情报方面一直没有停下让执事们收集。萧晨川尤其关注独木山脉的情报，毕竟听萧希月的意思，他有前往独木山脉寻求结丹机缘的想法。萧晨川翻看着今天的独木山脉的情报，微微一愣。昨日百劫门前真人、合欢宗月瑶仙子、化龙宗吴真人6宗的金丹代表联手深入独木山脉，终于确定独木山脉的奇毒正在衰弱，50年一度的进入机会就要到了。萧晨川知道萧希月绝不会放过这场结丹机缘。果然3日后，萧希月传音道：萧晨川，我想你陪我去趟独木山脉。沉默了一下，他道：你知道的，每次独木山脉开启，6大宗门的筑基修士都会去争夺结丹机缘，里面太危险了，随时可能送命。本来我不该拉你一起冒险，但是寒天在暗中高价拉拢我身边的人，除了你之外，我实在不知道还可以把后背交给谁。先别急着答应，考虑清楚，这个请求是我自私了，历来从里面活着回来的筑基修士实不存一。萧晨川沉默了，他不是怕了独木山脉，或是犹豫该不该去，而是萧希月为了他才惹上寒天一脉。原本他不用去独木山脉冒险，不必惹上寒天一脉，他还是宗里的天之骄子，被众星捧月般奉上结丹资源，助他成就金丹。可他不惜放弃所有，斩出了那一剑。直到现在，萧希月还在请求自己帮他，说他自私了。萧晨川心中升起一股暖流，不假思索道：不必多说了，独木山脉同生共死。又是半个多月，百劫门的通知下来了，说是独木山脉即将开启，6宗名额有限，各50个，门中将按照惯例举行内门弟子大比，决出前40名获得参与名额，共50个名额，决出40个，剩下的10个名额自然落到了有权势的人手里。萧希月要了10名额中的2个，萧晨川不用参加大比了20多天后，大比结束，前40名决出，其中5人反悔，放弃了进入独木山脉，新替补上去5个，至此50个名额全部确定下来。萧希月竟然在其中之一，着实震惊了不少人。她贵为圣女，应该不缺结丹资源才是。不过想到圣女与寒天一脉的嫌隙的风言风语，众人有似乎明白了什么。名额确定之后不到10天，出发的日子到了。寒天扬言道，他这一派的晚辈有10几名参与了独木山脉之行，理应由他来带队。苏晴把他驳回了，并直言不讳地说，一些长老与圣女有私仇，若是让这些人带队，恐怕会闹出在6宗面前同门相残的笑话。最终苏晴决定亲自领队。出发那日，50人聚集在宗门大殿外，3、5成群。萧希月、萧晨川只有2个人，竟意外的略显冷清。若是放在以往，众人巴结圣女都来不及，可现在萧希月成了寒天死敌。圣女是众长老之下地位最高的人，甚至在某些方面权力超越了普通长老不假。可她毕竟还只是圣女，尚未结丹，而寒天一脉代表着近10位实权长老，一众内门弟子竟没人敢明目张胆地站在萧希月这边。当辰时到来之际，苏晴踏空而来，一朵冰晶雪莲在她脚下绽放，花开近100瓣，每一个花瓣都比房屋还大，一道道冰光垂下，将下方弟子笼罩。弟子们身影消失，下一秒出现在了花瓣之上。萧希月来到萧晨川所在的花瓣，几乎和他身贴着身，亲昵地说些什么。苏晴的目光在2人身上微不可察地停顿了一下，玉手掐诀，冰晶雪莲收拢，裹着众人化作一道流光，直入云霄，消失不见。冰晶雪莲速度极快，比金丹真人的遁术还快，半天不到便跨过了无尽的山河湖海，出现在一片望不到尽头的山脉边缘。从高空望去，这片山脉笼罩着黝黑的毒雾，宛如一片镶嵌在大地上的墨池。冰晶雪莲落在一座山头，化作巴掌大的小莲台，落入苏晴手中。
众人落地，向前看去，只见对面黑色的毒雾遮天蔽日，左右望不到边际，不停涌动，却像遇到了无形的屏障，扩散不出来。透过微弱的光线，隐隐能看到黑雾里潜伏着无穷无尽的山脉。百劫门不是第一个到的，旁边的山头上有2宗已经在了。左边领头的是个老妪，身后的弟子穿着绿色长袍，来自玄清宗，擅长木技功法。右边领头的是个中年道人，身后的弟子穿着紫色道袍，来自紫阳宗，擅长火系功法。看到苏秦，老妪和中年道人都是一惊，遥遥一拜。见过苏夫人。苏秦是金丹后期，又是百劫门宗主夫人，论实力论地位都比他们高多了。他们也是没想到百劫门竟是由苏秦亲自带人前来。苏秦淡淡一笑，2位真人不必多礼。正在他们3人打招呼的时候，天边一把巨剑破空而来，巨剑缩回正常大小，被一个肌肉球渣的壮汉拿在手里，放下一堆被剑弟子。哈哈，巨剑门竟然来的不是最早的。壮汉将剑往地上一拄，山头轰隆一声裂出一个大缝，可见巨剑之沉重。和欢宗那群骚婊子呢？上次我干了几个，那滋味，真个销魂啊！别说修为被吸走了20年，就是吸走100年修为，我也乐意啊。他正念叨着，说曹操道，高空出现一块云帕，云帕之上站着一群千娇百媚、衣不蔽体的少女。云帕落下，一股馥郁的香气荡漾开来，被其余4宗的弟子吸入鼻中。这香气有强烈的催情效果，顿时不少男修当众出丑，不少女修双腿一软，娇吟出声。哼！玄清宗的老妪不满地冷哼一声，玉香尽散，4宗弟子恢复过来，羞愤非常。信念的浪货！老妪冷冷地看着和欢宗带头的那位金丹女修，在卖弄你们的那点子风骚，看我不把你们的脸毁容了。和欢宗对燕姓女修脸色一寒。正在这时，天边忽然响起一声震天动地的龙吟，紧接着一条威风凛凛、头生双脚的巨蛟蜿蜒着从远空飞来，一群头生短脚的男男女女落在一座空山头。5宗弟子不约而同地望向这群男女。化龙宗，这是个炼体宗门，比较邪门，妄想以人类之躯身化龙族。可惜没听说他们有人成功过，倒是有个老祖把自己练成了半人半兽、不人不鬼的怪物，被几宗联合封印在化龙宗禁地。至此6宗总算全部到齐了。固定独木山脉入口布置接引道场，需要一些时间，各宗弟子叽叽喳喳起来。5宗金丹真人纷纷向苏秦打招呼，明里暗里打探宗主的情况，似乎在疑惑百劫门宗主为何闭关这么长时间，甚至怀疑他死了。苏秦烦了，匆匆应付了几句，腰间冰晶雪莲飞出，化作寝宫大小。他如仙子下凡般落入冰晶雪莲当中，在冰晶雪莲即将收拢成花苞之际，法力一卷，将萧晨川从萧希月身边卷走。花苞拢成，将苏秦、萧晨川吞在里面，空中回荡着苏秦最后的声音：萧总管，你身为宗主峰总管，擅自参加独木山脉之行，也不打声招呼，我有许多问题问你。众人呆愣愣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包括5位金丹真人在内，都觉得苏秦是不想谈论百劫门宗主一事了，随便拿峰内总管当理由闪人了。只有萧希月目露狐疑，他们不会是那种关系吧？冰晶雪莲之中，苏秦坐在玉台之上，妩媚一笑，右腿轻轻一抬，露出一截裹着白色丝袜的极品美腿。萧晨川喉结滚动，目光粘在了他的身上，余光却看到冰晶雪莲内部是透明的，能清清楚楚看到外面的人正好奇地看着雪莲。萧晨川一愣，放心吧。苏秦侧躺，双腿叠放，左腿在上，露出整个圆润饱满的小腿和一小截大腿。他伸出左臂，指尖垂落，触在肌肤上，轻轻从脚踝滑到小腿，再滑到大腿，勾起了丝袜边缘。啪！指尖松开，丝袜回弹，撞在软肉上，荡漾了2下，陷了进去。冰晶雪莲是单向透明的，我们能从里面看到外面，外面看不到里面。你不觉得？苏秦轻轻舔了舔唇，这很刺激吗？咕咚！萧晨川咽了一口口水。苏秦一声惊呼，被抓着头发按在了玉台上。3个时辰后，天色渐晚，独木山脉的入口已经固定的七七八八了，只待明早完成最后的工作，6宗弟子便可进去其中争夺机缘。萧希月望向氤氲着灵光的冰晶雪莲花苞，微微出神，不知在想些什么。夜色降临，6宗弟子就近安营扎寨，篝火亮起又熄灭，月亮升起，四周渐渐响起鼾声。萧希月布置下一个简易阵法，取出蒲团打坐，目光微闭，看似在练功，心神却在那灵光流转、绚丽非常的冰晶雪莲上。不知是不是错觉，他总觉得冰晶雪莲在有节奏的轻轻晃动。第2天，
天色大亮，冰晶雪莲不知什么时候起已被收起。萧希月目光微动，随口找了一个理由来到苏晴身边，谈笑中他微不可察地轻轻嗅了嗅，一股浓郁而熟悉的萧晨川的气味钻入鼻腔。好啊！萧希月脸色微微一红，明白了这一夜多，二人在冰晶雪莲里，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一直不知廉耻的在。他辞别苏晴，来到萧晨川身边，捏住腰间软肉，狠狠拧了一拳。嘶！萧晨川倒吸一口凉气。百劫门的人震惊地看着二人的举动，几个仰慕萧希月的内门弟子目瞪口呆，看着萧晨川，目光闪动，心里猜着二人的关系。苏晴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明白被萧希月看穿了，微微一笑，没有在意。日上三竿的时候，阵法宝物布置完成，独木山脉的入口彻底稳固下来。六宗弟子聚集在入口处，宝物争夺还未开始，便已剑拔弩张起来。哼，百劫门好大气，堂堂圣女竟也参与进这小小的独木山脉之行。巨剑门的一名大汉脸色有些不好看，谁能想到圣女这样高贵的人物也来以身犯险。这下百劫门的整体实力最强战力远远超过了其他宗门。合欢宗的一名衣着放浪的少女娇笑一声，我怎么听说百劫门出了问题？圣女杀了一名长老的儿子，遭到了一整个派系的针对，连结丹资源都没能落到手，不得不走这独木山脉一趟。恐怕西月仙子你非但得不到其他百劫门弟子的帮助，还要提防着他们对你动手吧。萧晨川摸了摸下巴，寒天针对萧希月不是什么秘密，但背后的隐情少有人知道。合欢宗的这少女却清楚的和亲身经历一样，宗里是谁沉迷上合欢宗女子的身子了，连这种隐情都全抖搂了出去。听合欢宗的女修这么一说，众人一惊，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故事。只是虽然萧希月疑似和百劫门其他弟子无法合作，但她毕竟是一宗圣女，实力强横，极限爆发的战力堪比金丹。这样强大的一个人，还是不能轻易招惹，无法让人忽视。萧晨川望向其他宗门，看到化龙宗的少男们目光灼灼，面露淫邪地看着萧希月。萧晨川眉头一皱，对于化龙宗他也有所耳闻，据说此宗的炼体功法有些门道，几乎真的能让人拥有龙族之威，但不知是功法不全还是怎么的，弊端特别大，也特别多。一不小心走火入魔，变成半人半妖的怪物就不多说了，还出现了龙族龙性本营的问题。一日不宣淫，一日遇火灼烧的人机遇发狂，所以他们都是一男一女配对双修，形影不离，好淫欲发作时随时宣泄。就连他们这次参与独木山脉之行，都是找来了25对少男少女。萧希月人间绝色，体态玲珑，化龙宗的少男们有些无法把持了，当着众人的面就伸进了旁边女伴的衣服里。萧晨川冷哼一声，挡在萧希月旁边，挡住了化龙宗那边的目光。化龙宗少男们盯着萧晨川，脸色阴结起来，萧晨川丝毫不在乎。不过最奇怪的还是玄清宗，他们隐隐围绕在一个少女身边，一副对外界漠不关心的模样。连萧希月这么一个强大无敌的战力出现，他们都毫不在意的样子，仿佛玄清宗有更大的倚仗。玄清宗的异常，萧希月都看在眼里。他仔细打量了一下那位被玄清宗门人拱卫的少女，没看出所以然来，这让萧希月皱起眉头。越什么都看不出来，越说明少女的不凡。萧希月暗暗警惕。而那少女穿着青衣，圆圆的脸蛋略带点婴儿肥，一副娇俏可爱邻家妹妹的模样，似乎察觉到了萧希月的目光。她回望过来，简单看了一眼萧晨川，便盯着萧希月瞅个不停，眼中充满了好奇之色。结丹机缘在最深处，为了避免刚进入独木山脉便出现六宗弟子打生打死、伤亡过重的惨状，所谓的入口是一个随机传送阵，踏入其中便会被随机传送到独木山脉外围。萧晨川和萧希月站在阵中，光芒一闪，待再次看清眼前的景象时，周围景色大变，萧希月也不见了。四周黑雾滚动，明明是大白天，却昏暗得如同阴雨天的傍晚。周围十分安静，偶尔才会有一声虫鸣，紧接着便是窸窸窣窣的动静，似乎那鸣叫的虫子暴露了位置，被捕猎者吃掉了。萧晨川眉头一皱，这里面果然如同传说中的那样，步步杀机，连生活在里面的毒虫都不敢放声鸣叫。当前的位置是一处山坡，长满了高大的在黑雾中如同鬼影一般的巨木，视线很差，只能望出大概几十米。萧晨川心中一动，飞到最近的古木上远眺而去，却发现视野并没有好多少，不到100米便是黑茫茫一片，一切都淹没在黑雾之中。正在他打算飞下来时，忽然感觉颈侧微微刺痛，啪！一掌拍下，一只小拇指大小、浑身黑红夹杂的蚊子落入掌心。咦，竟然能瞒过我的神识，偷偷落在我的身上。独木山脉的毒物
有些门道。这只毒蚊被拍扁了，竟然还没死，挣扎2下站起了身体，晃晃脑袋，翅膀微震，竟然就要飞走。萧晨川念头一动，掌心燃起一缕火光，将之焚尽。而被这蚊虫叮咬的地方竟肿起了一个大包，一股酸、疼、麻、痒交织的异感从患处传来，令人十分不适。萧晨川法力运转，瞬间将毒素逼出体外，患处恢复如初。好生猛烈的毒性，连一只小小毒蚊竟也如此歹毒，难怪此地凶名赫赫。这化神大能陨落之地，即便历经岁月残留的毒瘴戾气，依旧能催生出这般可怖的毒物。我要还是炼气期，恐怕刚刚已经当场毙命。更不要说这山脉深处还潜藏着不知多少更强的毒物，甚至有传言称山脉最核心处盘踞着一只半不结丹的毒蛟。萧晨川面色微凝，打起12分的精神。自从独木山脉形成以来，各宗进入了很多次，一次次的积累之下，绘制出了简单的地图。萧晨川手中就有一份地图预检，百劫门每个进入的弟子都有，只是周围黑雾环绕，视野太差，神识覆盖范围有限，很难清楚自己到底在哪。得找到标志性的地点，如毒蛙沼泽、蛇谷，才能清楚在山脉中的位置。萧晨川闪过这样的念头，小心翼翼地向四周摸索而去。兴许是外来者的闯入，打破了森林里的平衡宁静。萧晨川才走10几丈远，就遇到了不下5种毒物。会飞的蜈蚣，藏在叶片背后的螳螂，发射毒针的蜜蜂。好在他们毒虽然猛烈，但只要有心防范，倒也不至于造成大麻烦。再次杀掉一只窜出来的毒蛇后，萧晨川突发奇想，用混沌漩涡吸取它们的毒素。这些奇毒是可以用来炼气的，按理说也算炼气材料。只要是炼气材料，应当可以被混沌塔胚吸收才是。混沌漩涡飞速旋转，将毒蛇的灵力抽离出来，化入法力。可惜它们道行太浅，只相当于炼气初期，提供的灵力只能说聊胜于无。灵力吸取完，毒素却没有被吸收。萧晨川抛掉蛇尸，目露沉银之色。这些毒物处于独木山脉的食物链底端，似乎毒素不够强，没被混沌塔胚看上。这么想着，萧晨川内视混沌塔胚，有些遗憾，可惜塔胚没有气灵，不然可以问问他什么样的灵材、炼气材料才能入他法眼。摇摇头，萧晨川继续向四周探查，寻找可以确定位置的标志性地点。没走多远，远处忽然传来若有若无的潺潺流水声。萧晨川停住脚步，侧耳倾听，心中一喜，远处真有水流。小心防范着毒物，避免不知不觉中招，萧晨川往水流声传来的方向而去。随着行进，水流声越来越大，终于眼前的树林豁然开朗，露出一条山溪。山溪从左侧的山体高处奔来，往右侧的山涧而去。仔细听的话，下游远处传来哗哗的水流砸落水面的声音。萧晨川心中一动，在古木上飞跃，往下游而去。他刻意和山溪保持着一段距离，怕里面突然窜出什么东西，中了招。没走多远，山溪戛然而止，前方出现一个10几丈高的小小断崖，溪水顺着山崖飞落而下，在下方砸出一个水潭。萧晨川站在高处，向下望去，只见水潭方圆几里大小，潭边生长着一圈淡蓝色的矮草，矮草顶端开有洁白的小花。水潭中央凸起一个几丈方圆的小小石台，石台上长着一棵7、8米高的灌木，灌木上结着5、6枚半透明的玉色灵果。凝灵白玉果，这里是白玉潭。萧晨川瞬间认出了这是什么地方。白玉潭位于独木山脉西南角，距离独木山脉核心地带大约近万里。萧晨川微微皱眉，倒霉，被传送的也太靠外围了些。不过运气这东西不是能自己控制的，萧晨川摇摇头，打算先把凝灵白玉果采了。这玩意对筑基修士液化灵力、提炼法力有莫大好处，虽然对混沌道基没用，但卖出去也值不少灵石。正在这时，白玉潭东边的方向响起一阵脚步声，一道娇媚的女声传来：“凝灵白玉果，师姐快来，有好东西。”萧晨川藏身山崖侧的树后，运转小无相诀，遮掩气息，修为、气味、法力波动。2个娇俏的美少女警惕地来到白玉潭边，她们着装大胆，衣不蔽体，露出大片大片雪白的肌肤，显然是和欢宗的人。发现四下无人，确认安全后，稍矮一头的师妹兴奋道：“我们和欢宗与人交合，采补灵力，修为进步是快了，可惜采补多了，体内法力驳杂不纯，难以梳理。凝灵白玉果能凝练灵力，提纯法力，正适合我们使用。”高一头的师姐也很兴奋：“师妹，这宝物生长在潭中，必有妖兽守护，你且为我护法，我把它们采来。”师妹道了一声是，取出一个铃铛状的灵器，戒备地看着白玉潭水面。师姐伸出手臂，
一道长长的锦缎从腕间飞出，绕着他上下翻飞，另有一缕薄纱出现，像蛋壳一样护在身外。做完2层防护，师姐终于满意，凌空而起，向那潭中石台飞去。一边飞着，他一边小心地看着身下水面。奇怪的是，预想中的攻击没有出现，他一路安然地落在了石台之上。西西师妹放松了警惕，开心地笑道：“此宝竟然没有毒物看守，真是与我们有缘，何该落入我们姐妹手中？”灵儿，说了多少次了，不到最后一刻，永远不要放松警惕。师姐显然谨慎得多，始终维持着防御，防被偷袭，出口教训道：“是，知道了。”那个叫灵儿的师妹娇俏地吐了吐舌头。你呀，师姐无奈一笑，摇了摇头，挥手间探出5、6道法力，卷向树上灵果。正在这时，她裸露着的大片大片的肌肤，竟像被硫酸滴到了般，出现了斑斑点点的腐蚀痕迹。这些斑斑点点的痕迹飞速扩大，眨眼间连成了片。啊！师姐捂脸，痛苦惊叫：“我的脸，我的皮肤，这什么诡异的东西？老娘花了大笔灵石维持的年轻嫩美被毁了。”萧晨川藏在树后，暗暗吃惊。他也没看出来，这位合欢宗师姐什么时候中的招，中的什么招。那师姐急了，取出灵气，胡乱地攻击着周围不存在的敌人。当她的葫芦喷出一股粉色烟雾后，异变出现了。师姐的头顶上空，粉烟当中，一群透明的蝴蝶现身。它们原本隐于空中，融于空气，难以发现，现在被粉烟显形了。蝴蝶翅膀扇动间，洒下无数透明的灵粉。大部分灵粉被师姐的防御挡住，但还是有不少落到了她身上。这群该死的虫子！师姐破口大骂，粉烟急速扩散，将整个石台笼罩。不扩散不要紧，一扩散才发现，石台的那株凝灵白玉果树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透明蝴蝶。死！师姐收回绸缎薄纱，撑起一个法力护罩，挡住灵粉，同时掐诀，一层层冰霜在果树上凝成，似乎要把那些蝴蝶冻死。蝴蝶振翅飞起，在师姐头顶盘旋成蝴蝶云，无数灵粉洒下。法力护罩发出滋滋的腐蚀声，力量被灵粉飞速消耗。这灵粉之毒对灵力都有效。师姐心中一凛，怕迟则生变，急忙掐诀，一道炽热的火浪向蝴蝶群卷去。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那些蝴蝶身上光芒一闪，更加透明，更加虚幻起来。火浪从它们身上穿了过去，却没有碰到它们，仿佛它们身处另一片空间。与此同时，啵地一声，她的法力护罩破灭，无数灵粉朝她当头照下。师姐！岸边的师妹惊呼一声，举起手中的铃铛催动起来。叮铃铃，铃声炸响，急促又清脆，水面荡起层层波纹。铃声传入耳朵，萧晨川只觉它莫名的好听，像一只温柔的手抚上耳膜，抚进脑海和心田。萧晨川身心有些沉醉，晕乎乎的，脑海中莫名浮现出任他摆布的柳如烟，骚媚入骨的苏晴，诱人的萧希月。三女的形象在脑海交相辉映，甚至这次六宗里那几个身材惹火、姿色妖娆，引得他多看了几眼的美妙尤物，都开始在脑海出现。萧晨川心头一条，猛地清醒过来，震惊地看向那师妹手中的铃铛。这件灵气竟突破了自己的精神防御，差点引得自己心神失守。萧晨川混沌道基，神识天然比同阶强横许多，瞬间摆脱了铃声的影响。其他人就不是了。师姐瘫软在地，伸着额颈，轻盈着扭动起来。那些蝴蝶放弃了攻击，竟三三两两地叠在一起，疯狂交配。白玉潭中不时翻腾起水花，露出缠在一块的黑乎乎的影子，不知是什么水中妖物。潭边的低矮花丛，周围的树林响起繁殖季节才有的畅快虫鸣。师姐！师妹喊了一声，喝住了石台上扭动的师姐。师姐起身，挥手粉死大片蝴蝶，打出法力卷走凝灵白玉果，飞了回来。师姐你……师妹见师姐身上大片的腐蚀伤痕，呜呜地哭了起来。灵儿，别哭了，皮肉伤。师姐取出一个玉瓶，玉瓶飞出一道乳白色、散发着馥郁香味的灵膏，灵膏均匀地涂抹在了身上，师姐的伤痕飞速消退，眨眼间皮肉恢复嫩滑，整个人变回了之前的娇俏少女模样。萧晨川看着，啧啧称奇。久闻合欢宗擅长养颜秘术，全宗上下传说连老的快要作画的太上长老都是妙龄少女模样，看这药膏的神奇，传言恐怕不假。凝灵白玉果到手，收获颇多，我们走吧。师姐拿出铜镜，满意的照着恢复如初的脸颊，然后收回铜镜，笑道：等等。师妹却拉住了师姐，忽然看向萧晨川藏身的地方。师姐，那里有男人，刚刚我催动银铃，那里有反应。男人。师姐停住脚步，俏脸惊喜，舔了舔嘴角。萧晨川属实没想到，合欢宗这对女修见了男人，竟是如此一副如饥似渴的模样。
隔开宫来的一串银针灵气，萧晨川现身。筑基中期，师姐上下打量着萧晨川，看到他小无相诀变化而出的普通面容，眼底闪过一丝失望。再看到萧晨川精壮的身体，完美的肌肉曲线线条，欲火重燃了起来。师妹，你还没才不过男人吧？师姐目光定在萧晨川身上，有些挪不开，眸子已经开始水润润了。待会儿你可要看清楚了，我拿这个男人给你示范示范。那叫灵儿的师妹竟红着脸，低着头，手指紧捏着裙摆，含羞带怯的左右摇晃了一下身子，声音细若蚊蝇。萧晨川奇异地看着那师妹，没想到合欢宗这种淫窝竟然有人筑基了，都还是完璧之身。师姐见灵儿这副模样，敲了敲她的脑袋，都怪我把你保护得太好了，你早晚都要裁捕男人，和男人做那事的。灵儿脸更红了，头低得更厉害了。师姐失笑摇头，银针回旋一圈，飞舞起来，发着渗人的寒光，朝萧晨川再次攻去。独木山脉灵力与奇毒结合，天地灵气被污染，不能吸收，法力用一分少一分，只能通过丹药灵石恢复。这种环境，萧晨川没有和敌人慢慢玩的闲情雅致。他脚下电光一闪，整个人竟消失在原地，在出现时，虎煞、青竹两剑分别架在了师姐、师妹的脖子上，剑上喷吐的剑芒随时能要了他们的命。师姐呆愣住了，一动不敢动，银针灵气失去主人控制，掉落在地上。师妹刚取出铃铛，青竹剑便抵住了咽喉，她那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中露出茫然的神色。这位师兄，性命拿捏于人手。师姐咕咚一声咽了口唾沫，脸上挤出讨好的笑容，挺了挺颤巍巍的胸膛，伸手不着痕迹地拉高了裙摆，夹着声音道：饶我们一命，我们合欢宗的女人出了名的床技了得，放了我二人，我定用尽浑身解数，让公子回味无穷，念念不忘。说着，他的拉着裙摆的手越提越高，这声音亦让人酥酥麻麻，脑中欲念横生，似乎用了什么媚功。萧晨川似乎被魅惑了，伸指挑起师姐的下巴，然后指尖向下划过她的柔嫩肌肤，停在柳腰上。师姐眼底闪过一丝得意和狠辣，哼，天下男人都一个样，略施小计便拿捏了。忽然，萧晨川眼中清明，扯掉他腰间的储物袋，随手扔进系统空间。叮，忽略了掠夺提示，萧晨川捏住师姐的下巴，轻轻扇了扇她的俏脸，玩味道：真是一副好皮囊啊，可惜谁知道你真实年纪被多少男人搞过。一股冰凉的法力从萧晨川指尖流出，封住了师姐的法力。萧晨川转身摸上师妹的脸颊，轻轻摩擦。我对搞破烂没有兴趣，还是你师妹看起来更润啊。萧晨川没有乱说，这叫灵儿的师妹修炼的是合欢宗的媚功心法，身材比她师姐还惹火夸张。她又是真正的少女，还未经历人世，此刻一副又羞又怕的模样，既有少女感又女人味十足，给人一种又纯又欲的感觉。萧晨川手掌落在灵儿的肩膀上，从她玲珑的腰身曲线抚过，最后同样停留在她的柳腰上。灵儿的储物袋飞起，落在萧晨川身上，消失不见，进入了海岛空间。叮，萧晨川抚着灵儿腰身的手一用力，软玉温香入怀，灵儿的小腹紧紧贴了上来。她仰着小脑袋，红唇微张，露出贝齿，一双大眼睛在萧晨川脸上流连，眼神痴痴的。萧晨川被她这么看着，不知道为什么，心中有种强烈的直觉，小无相公被他看穿了，他看到了自己的真实样貌。公子灵儿在萧晨川怀里轻轻扭了扭，娇媚道：人家随你折腾，可否饶了我师姐妹的性命。咕咚，萧晨川咽了口唾沫。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觉得灵儿更漂亮，更诱惑，更美味可口了，恨不得立马把她不要。师姐听到灵儿的话，不知发了什么疯，大声道：公子不要动她，玩我吧，她还是个未经人事的少女，能有什么意思？玩我不老，我才30多岁，床上本领出神入化，保证公子满意。师姐，灵儿歪头看了师姐一眼，伸出双臂抱住了萧晨川的脖子。我让他使劲折腾我，被你保护了这么多次，到我保护你了。萧晨川愕然，怎么回事？不是自己劫掠这俩妖女吗？怎么演变成他们抢着主动送上身子了？灵儿，师姐泪流满面，情急之下爆出惊天内幕：你是我女儿啊，我不保护你，我保护谁啊？萧晨川呆愣当场，灵儿也是被震惊到了，喃喃道：难怪在残酷的合欢宗。灵儿，让我来承受吧。说出埋藏心中多年的大秘密后，师姐释然了，道：不怕灵儿笑话，其实为娘想男人了，是为娘想要。不，哪知灵儿将萧晨川的脖子环抱得更紧，踮起脚尖，
歪头吻上了他嘴巴。他吻的声色又激烈又痴迷，滋滋声响个不停。师姐瞪大了眼睛，轻捂着嘴巴，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良久，唇分。灵儿舔了舔微肿的双唇，眼睛痴迷地在萧晨川脸上看来看去，却对师姐道：“师姐，既然其实你是我娘亲，那灵儿更不能让你像以往那样出卖自己的身体。”公子，灵儿又主动吻了上来，吻得上气不接下气，才松开香舌。要了灵儿吧，像对待最贱的母畜那样肆意的。啊！他话还没说完，便被萧晨川红着眼睛压倒，吻了上去。这对师姐妹暂时被萧晨川带在了身边。灵儿不愧是合欢宗出身，床子间的功夫属实了得，搞得萧晨川有些沉迷。头1-2天没赶几步路，就要和灵儿天为被，地为床一番。作为灵儿第一个男人，萧晨川动了恻隐之心，只留下一点零食，剩下的二女的财宝全归还给了他们。灵儿十分感动，更加卖力地逢迎起来。5天后，师姐听着灵儿整日整夜的叫喊声，终究是没能忍耐住。三人就这么边玩边走。3天后，来到一处山谷外。这山谷外面和独木山脉其他地方一样，浓郁的黑色，毒雾不散，里面却神奇的一丝毒气也没有，反而鸟语花香，各色灵植竞相绽放，散发着柔和而璀璨的光芒，映衬的里面宛如仙境。灵植里不少是外界难得一见的灵药，在这里却生长得又多又好。萧晨川把手从师姐灵儿的衣服里抽出来，准备带着二女进山谷一探。忽然山谷里竟传出来说话声：“师兄，好多灵药啊！谁能知道到处是毒，还能有这种孕育正常天才地宝的地方？发了！瞧你那副没见识的模样！”师兄不屑道：“那木神君、毒神君势均力敌。毒神君遗留覆盖万里的奇毒，还有些毒瘴之地，木神君除了造就这能在毒里生存的万里草木，没理由不遗留些其他什么吧？”接着便是二人窸窸窣窣采摘灵药的动静。萧晨川眉头微挑，正欲动身，谷里又猛地响起师兄一声拔高惊呼：“紫阳花！这么多！师弟快来！”声音充满了狂喜。就在这惊呼余音未消之际，一道刺目的紫色火光毫无征兆地在谷中爆开，紧接着传来师兄惊愕不敢置信的声音：“师弟，你……师兄，别怪我！”谷中传来师弟淡漠的声音：“这可是紫阳花啊，最为契合我紫阳宗功法的天才地宝，宗里禁地栽植的那么点，你我师兄弟上次拼了老命，九死一生，才完成宗门任务，换到一朵。现在这么多朵长在这里，至少20-30株，我怎么舍得和别人分享啊？”阿字声音未落，谷中传来扑哧一声利气贯穿身体的声音，紧接着扑通一声残尸倒地。“我亲爱的师弟啊，竟是师兄反杀了师弟！既然你起了贪念，对我出手，就别怪我无情了。”萧晨川和二女隐隐看到一道穿着紫袍的身影飞来飞去，四处采集灵药，一边采还一边哈哈大笑。萧晨川松开二女的腰，虎煞、赤龙、青竹三剑齐出，就要速战速决。忽然一缕青光从远处亮了起来，萧晨川心中一动，收回虎煞、赤龙、青竹，将二女抱进怀里，施展小无相功，无声无息地融入了黑雾。刚隐藏好行迹，第二缕、第三缕，无数道青光如同青色的利刃，霸道的刺穿撕裂了黑雾。眨眼间，一个山谷大的青色罗盘呼啸着降临到了山谷上空。罗盘青玉材质，通体散发着青光，无数玄奥繁复的金色符文、金色小字在其表面流转。这是什么东西？山谷中那位师兄飞身而起，震惊地仰望着头顶的庞然大物。正在这时，那巨型罗盘爆射出无尽的青色光芒，瞬间将整个山谷夷为平地。那紫阳宗谱的师兄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瞬间被蒸发的渣都不剩。荡平山谷后，罗盘光芒重新变得柔和，缓缓下降。罗盘之上的情形渐渐显露在萧晨川和二女眼中。罗盘中央，一位身着青色流云仙裙，脸上带着婴儿肥的少女亭亭而立，10几名身穿青色劲装、神色肃穆的弟子呈环形散布在他周围。这10几人并非随意站立，而是精准地踩在罗盘表面的金色节点上。这些节点光芒微闪，彼此之间由金光流淌的粗壮阵纹相连，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阵图，覆盖了大半个罗盘。看到来人，萧晨川心中一惊。玄清宗站在中央的，不正是对萧希月堪比金丹的战力无动于衷，还好奇地打量萧希月玄清宗弟子们拱卫着的那名少女吗？圣女大人。这时，一位踩在金色节点上的男子对中央的少女道：“谷中有不少宝药，直接移平，是否太浪费了圣女？”萧晨川和二女惊讶地对视了一眼。玄清宗什么时候冒出来了一位圣女？
因而肥可爱少女红唇微起，声音如银珠落玉盘，十分清脆好听。我们已经耽搁太久了，本来传送的位置就不好，太偏独木山脉外围，赶路要很久，更何况用天机罗盘距其附近同门，又浪费了近10日时间。山脉中央的那件宝物太过重要，不容有失，没时间慢慢采宝了。收了牧神君的法宝残片，我们立即前往独木山脉核心。说着，他手一引，一道金色波纹在罗盘表面从中央向四周扩散。其他10几名玄清宗门人同样掐诀。巨型罗盘嗡鸣一声，一道金色光柱垂入谷中，谷底大地隆隆作响，渐渐升起一块拳头大、似是珠子碎片一样的东西。看到这珠子碎片出现，玄清门的人激动起来，连那名可爱少女也不由得露出笑意。碎片本来在缓缓上升，飞出山谷后陡然加速，瞬间没入罗盘当中。我们走！少女娇喝一声，其余门人法力涌向脚下金色节点，罗盘爆发出青光，破开黑雾，消失不见。萧晨川和二女露出身形，灵儿的师姐拍了拍颤巍巍的胸脯，心有余悸。这所谓的天机罗盘已经超越了灵气了吧？带如此凶物进来，玄清宗所图甚大，这次独木山脉要翻天了。灵儿抱着萧晨川的胳膊，扭着美妙的身材蹭了蹭他，若有所思。牧神君法宝碎片，玄清宗也是玩木的，你们说他们是不是在图谋牧神君的本命法宝？萧晨川捏住灵儿的臀肉，惹得他眼神迷离起来。很有可能，萧希月想要的结丹机缘在独木山脉核心，玄清门的目的地也在独木山脉核心。萧晨川没法慢慢赶路了，想要快点到达独木山脉核心区域，可惜似乎是和萧希月距离过远，超出了传音符的传音范围，无法联络上他，不然可以提前和他会合。极力赶路之下，和二女痴缠的次数变少了，灵儿和他师姐也连续赶路而有些疲惫的样子。灵儿问道，萧晨川是不是着急赶到独木山脉核心？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和师姐用尽本领服侍了一整夜，然后瘫软如泥的和萧晨川作别。萧晨川给了二女一些护身宝物，嘱咐他们夺宝是次要的，务必活着离开此地。灵儿用力点了点头，萧晨川化作一道电光，消失在黑雾里。没有了两女当拖油瓶，萧晨川脚程快了很多很多，10天不到便走出了独木山脉外围，离核心区域越来越近。一路上碰到的毒物越来越强，发现的其他修士的踪迹也越来越多。在离独木山脉核心区域还有大约2日的路程时，终于传音符联系上了萧希月。一番问询才发现，自己传送到了独木山脉西北角的白玉潭附近，萧希月传送到了东南角，2人相距近2万里之遥。独木山脉又灵力紊乱，传音符作用距离被极大压制，怪不得互相之间联系不上。现在终于联系上了。萧晨川原本打算2人在核心区域相见，可萧希月担忧他的安危，一定要先碰面，在一起前往独木核心。萧晨川拗不过他，便一边保持联络，一边约定好了相会的地点。2日后，萧晨川收回小无相诀，恢复本来样貌，成功和萧希月相聚。看着萧希月在自己身上不放心的摸来摸去，萧晨川无奈道：我的希月仙子啊，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我这一路很安全，没有事，人家这不是关心你吗？萧希月随手打死一只从旁边泥沼里窜出来的毒鳄，此地叫毒鳄泥沼，距离核心区域不远，正是2人约定的会面地点。萧希月在萧晨川不解的目光中绕他走了一圈，俏脸贴在他身上嗅了嗅。好啊，我闻到了2个合欢宗妖女的味道。萧希月伸手揪住了萧晨川的耳朵，气鼓鼓道：你玩什么女人不好，非要上合欢宗婊子的床？他们面首无数，身子不干净，还会吸你的修为，你就这么经不住诱惑吗？腾腾腾！萧晨川佯装要扑倒他，萧希月才惊呼一声，松开了耳朵。我能让他们吸了修为？萧晨川道：但凡他们有一点异心，已经被我杀掉了。萧希月看了看他的修为，发现确实没有损耗，一切如常，这才勉强作罢。萧晨川向萧希月说了玄清宗天机罗盘之事，哪知萧希月说他也见到了天机罗盘。萧晨川一惊，他和萧希月一人在西北方，一人在东南方，方向恰好相反，距离十分遥远，竟然都碰到了天机罗盘。我碰到天机罗盘时，他们也是在收集牧神君的本命法宝残片。萧希月道：据传牧神君陨落之时，其本命法宝以木元灵珠破碎成无数片，散落独木山脉各地，造就无数奇景，其中最大的一片掉落在独木山脉核心地带。想必玄清宗是想先收集一些残片，再去核心收取那最大的碎片。萧晨川皱眉，独神君、牧神君可是化神境强者，他们的法宝碎片肯定无数人都想得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怎么听起来山脉里还残留这么多？
不多。萧希月一笑，毒神君的万毒幡就不必多说了，无人见过碎片。有传言称，万毒幡已彻底破碎，渣都不剩，所以才造就了这片覆盖方圆万里的黑色毒雾。至于木神君的以木元灵珠，萧希月道，其实大部分残片已被前人所得，玄清宗收集的是所剩不多的小残片，而且他们似乎对核心区域的最大碎片也产生了想法。那以木元灵珠最大的碎片存在于核心地带不知多少年了，可惜它残存着化神法宝的一丝威能，这丝威能连金丹真人都感到心悸，一直没人敢收取。说到这里，萧希月黛眉微蹙，语气里充满了疑惑，真不知玄清宗哪来的底气，竟敢对他下手。天机罗盘？不对，天机罗盘虽是半部法宝，威能不俗，可他仍远不是那枚最大残片的对手。玄清宗必有别的倚仗。萧晨川一笑，那好，我们先夺了紫极金匣丹，便看这玄清宗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紫极金匣丹是山脉最深处孕育而出的天才地宝，因为紫金的色彩酷似丹药而得名。筑基后期巅峰的修士服用，能极大提升结丹的成功率，是不可多得的破境灵物。这么多年以来，六宗弟子争夺的结丹机缘就是它。不到2日，萧晨川和萧希月二人迈入了核心区域。这里毒雾变得更加浓稠，漆黑如墨，将天地压缩到眼前数丈之间。周围长满了高大的铁木，它们粗壮的枝桠扭曲着，宛如鬼影。脚下的泥土松软起来，越往前走，泥土越湿，萧晨川感觉自己似乎踩出了水。小心，伏古沼泽快到了，沼泽包围的便是独木山脉真正的核心毒龙潭。萧希月提醒了一句。不多久，前方的泥土果然变成了烂泥沼泽，二人脚下发出法力的光芒，在沼泽中如履平地。一只没有眼睛、巨型蚯蚓一样的庞大蠕虫从脚下窜出，张开布满利齿的巨口，吞向萧晨川。萧晨川身上电光一闪，瞬间出现在几丈之外，虎煞飞过，将巨型蠕虫斩成2截。除了这种妖物，沼泽的黑雾中出现了许多其他修士的法力灵光，众人互相看不清谁是谁，又不好随意用神识窥视，怕冒犯强敌。于是就这么，所有人默契的互不打扰，默默地前往毒龙潭。不知走了多远，脚下的沼泽竟重新变成了坚实的山石。毒龙潭到了，踏上坚实的岩石，眼前的景象为之一变。一汪方圆几十里，几乎和湖一样大的水潭出现在眼前。潭水并非普通的灵水，而是粘稠如墨汁，不断翻滚着毒泡的万毒符水。奇异的是，几十里外的毒龙潭正中央有一块方圆近100米的奇异净土，这里毒水退避，生长着生机勃勃的碧玉苔藓和几株散发着柔和清光的灵草。净土中心突兀地竖立着一截1人多高、沧桑古朴的青石，一块约莫拳头大小、通体翠绿欲滴，内部仿佛有液体流动的半颗珠子嵌在那青石之中。以木元灵珠残片。萧晨川看到这半颗珠子，有些不确定道：正是。萧希月肯定了他的猜测，光芒一闪，紫霄剑出现在掌中。那以木元灵珠残片散发着精纯、温和、磅礴的以木本源灵气，排开了5毒符水的侵蚀，形成了潭中央的安全区。就在以木灵气的正上方，离地3丈左右的空中，浓郁的以木灵气与从潭底升腾上来的精粹万毒瘴气交汇，形成一团不断旋转的紫金色云霞。仔细看去，云霞之中似乎凝结出7、8粒紫金色的类似丹药一样的东西。紫极金匣丹。萧晨川隐隐有所猜测。是。萧希月戴着面纱，已经到了毒龙潭的其他3、3两两的修士，不怀好意地望向这边，似乎有提前干掉竞争对手的意思。待萧希月握上紫霄，他们才认出了萧希月的身份，身形一僵，庆幸刚刚没冲动出手，不然已经成萧希月的手下亡魂了。这些紫极金匣丹快要彻底凝成了。萧希月道，到时他们发出耀眼的紫金光芒，脱离云霞，如果没被人得到，一触及地面便会消融于大地，尘归尘，土归土。还会消融？萧晨川皱眉，已经能想象得到待会儿的争夺有多激烈了。这时赶到毒龙潭的6宗修士越来越多，基本上以宗门为单位聚集在一起。百劫门的同门赶来的同样不少，看到萧晨川和紫霄后，瞬间认出了萧希月的身份。萧希月可是宗里圣女，战力比之寻常金丹都不落下风，更不要说她手中一堆奇异宝物，如果能抱上她的大腿，一下子就在这危险之地安全了很多。萧希月却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所有同门，放眼谁敢靠近，直接斩杀。百劫门同门们悻悻地停下脚步，不甘而又嫉妒地看着萧晨川，心中纳闷，这小子之前还是个杂役，怎么转瞬间就成了和他们平起平坐的内门弟子，还同时受到宗主夫人圣女的青睐，既能在宗主峰贵为总管，
还能在独木山脉庇护于萧希月的羽翼下。人比人，气死人啊！六宗除了同门之间抱团，竟然也有不同宗门间的修士勾搭在一起。萧晨川望去，就在不远处，一个巨剑门的壮汉，身边环绕着4、5个合欢宗的妖女。壮汉盘坐在地，巨剑不离身，竖在背后。那5个妖女，2个在他背后为他揉捏肩膀，2个坐在他的腿上为他吃着一种灵果，剩下1个跪在壮汉身前。呸！还看！萧希月掐住萧晨川的腰间软肉，是不是又想和欢宗婊子的滋味了？要不要我将这巨剑门的圣子杀了，把这5个妖女抢过来，让他们伺候你？我是那样的人吗？萧晨川正义凛然，合欢宗妖女太脏了，再好玩我也看不上。萧希月环抱双臂，眼神危险。那你还勾搭上了2个合欢宗婊子，我告诉你，你要真在他们身上惹上什么病了，这辈子别想碰我了。萧晨川摸了摸鼻子，他们俩不一样，确实不一样。灵儿还是完璧呢。灵儿的师姐虽然放浪了些，但架不住她和灵儿是那种竞技关系，是男人谁忍得住啊？除了这位巨剑门圣子，孤傲的带着5名合欢宗妖女，化龙宗的少男少女里竟也混杂着合欢宗的女修。这些女修目光寒春，挑逗着化龙宗里的少男龙性本淫。几个少男不堪斗淫，张口吐出云雾，把合欢宗女修裹了进去。不过这层云雾十分薄弱，挡不住想看的有心人。萧晨川对别人的情事没兴趣，倒是发现合欢宗的妖女偏爱巨剑门、化龙宗。想了想，倒也猜到了原因。巨剑门里阳盛阴衰，又都是体力超群的壮汉，对被吸取修为也不甚在乎，可不是合欢宗的完美目标吗？而化龙宗也是个淫窟，里面的男修略带龙族血脉，长相几乎赶上了萧晨川的俊美，还更偏阴柔一点，引得合欢宗那些管不住下半身的女子频繁花痴。据传合欢宗有位金丹长老，曾隐姓埋名，在化龙宗当过几年的雌奴。回宗后，他到处炫耀在化龙宗里完成了千人斩，讲述在里面的经历。可以说合欢宗的这位金丹长老简直是化龙宗的宣传大使。合欢宗除了依附巨剑门、化龙宗的一些弟子，主力一直没赶过来。同样缺席的还有玄清宗。萧晨川和萧希月猜测玄清宗应该还在收集以木园灵珠的残片，不过应该也快到了。没想到的是合欢宗的妖女们先一步到了，10几位千娇百媚身着清凉诱惑的女修现身，6宗男修们眼睛忍不住频频瞟去，特别是巨剑门、化龙宗，眼睛都快直了。合欢宗为首的是一名穿着略微保守、头戴面纱，看不到面容，但身材婀娜，一看就是床上尤物的少女。萧晨川匆匆扫了一眼，竟在他们的人群中看到了灵儿和她师姐。她师姐倒也罢了，灵儿竟望了过来，脸上带着重逢的惊喜，目光灼灼又痴痴。萧希月不动声色地拧上了腰间软肉，你玩的合欢宗妖女就是她。司藤，是她，还有她旁边的师姐。萧晨川倒吸一口凉气，老实交代了当时的事，灵儿和她师姐的真实关系也没有保留。萧晨川已经做好了被萧希月多拧几圈的心理准备，哪知萧希月竟松开了手，在他腰上被拧的地方轻轻揉了揉。错怪你了，这位叫灵儿的姑娘又纯又玉，我见犹怜，看起来对你痴情一片，而且确实刚破身不久，你的确没有乱玩合欢宗的婊子。至于他的师姐，萧希月眼神暧昧起来，我知道你们男人都喜欢那个调调，玩他也不是不行哦。萧晨川松了一口气，随即心中一跳，不是，萧希月怎么一副管家婆的样子啊？连自己和什么女人搞在一起，他都要把关的样子。更奇怪的是，自己竟然没有意识到2人并不是道侣，就那么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他对女人的把关。萧晨川一拍额头，心中自嘲地玩笑道，我不会被这女人下降头了吧？萧希月望向灵儿，朝他逗弄地挑了挑眉。灵儿像一只被发现偷腥的猫，脸颊一红，羞涩地低下了头。这么清纯的合欢宗女修真是稀奇啊。萧希月压低声音，我都想把她从你那界来玩2天了。萧晨川翻了个白眼，没理会萧希月的风言风语，向灵儿传音道，你和你师姐怎么也来趟这趟浑水？不是说了让你们保全性命为重吗？萧公子，灵儿委屈道，我和师姐不小心遇上了宗里的大师姐，被强行征调过来当帮手了。萧晨川看了看合欢宗一伙人中站在最前面的那个身材婀娜的蒙面女修，无奈道，待会儿打起来，如果形势不对，就和你师姐来我这边，萧圣女会庇护你们的。灵儿下意识地看向萧希月，萧晨川这番传音没有避讳萧希月，萧希月朝灵儿一笑，小姐妹，姐姐会保护你的。灵儿惊讶地张了张嘴巴，萧希月扑哧一笑。灵儿师姐发现了灵儿的动静，望了望并肩里的萧晨川，萧希月拉了拉灵儿的胳膊，灵儿看什么呢？
那萧晨川确实长得人模狗样，气度不凡，但别忘了，我们10几天前还在和别的男人颠鸾倒凤呢。你不会这么快就变心了吧？灵儿脸色一红，我哪有？灵儿他们和欢宗的人到来没多久，远空亮起熟悉的青光，紧接着那巨大的天机罗盘破空而至。现场的不少修士还是第一次见到它，震撼而惊惧地张大了嘴巴。天机罗盘光芒一闪，飞速缩小成巴掌大小。20多名玄清宗弟子落下，他们沉默寡言，目光肃穆，隐隐拱卫着中央的婴儿肥脸蛋的少女。那婴儿肥少女手一伸，接住了缩小的天机罗盘。其他5宗修士齐齐望向玄清宗的人，目光凝重。我说，巨剑门圣子忽然拨开那5名卖力伺候他的合欢宗女子，起身嗜血地环望一周。既然人都齐了，紫极金匣丹也快出世了，不如我们先活动活动筋骨，大战一场，活着的才有资格夺丹。他这一出声，一名紫阳宗修士不满道：你是哪个东西？紫极金匣丹还未出世就……他话还未说完，巨剑门圣子疏忽间消失在原地，再出现时竟已身处紫阳宗的人群中，一拳打得刚刚出声质疑的那名修士筋骨寸裂，头颅爆碎。太弱了。巨剑门圣子摇了摇头，连让我拔剑的资格都没有。他身旁站着的一堆紫阳宗修士惊惧地看着他，即使身上被喷满了血污，也一声都不敢吭。怎么回事？百劫门圣女萧希月触怒门中长老，遭到针对，无奈来独木山脉寻求机缘，也就罢了。这巨剑门怎么也来了个圣子凑热闹？别和我说他也招惹了门中长老。有人窃窃私语道：可我有所耳闻，听说这位圣子目的不是紫极金匣丹，而是生死搏杀。他想挑战5宗筑基，弹中毒胶，用强敌把自己逼到生死极限，从而结丹成功。这疯子！有人恨恨咬牙。喂！化龙宗一个阴柔精壮的男子眼睛一眯，朝巨剑门圣子阴阴一笑：我们是来夺丹的，不是来陪你疯狂的。不如你和玄清宗先打一架，他们带有天机罗盘，战力强横无比，足够当你对手了。小子！哪知巨剑门圣子枪的一声拔出背后巨剑，朝那化龙宗男子一指，不屑道：你当我傻，会中了你的挑拨离间之计，在老子面前耍诡计？好，很好，今天老子就先砍了你们化龙宗的这些假泥鳅，热热身。化龙宗的少男少女们神情戒备，脸色难看起来。正在这时，独龙潭中央那片孕育着紫极金匣丹的紫金云霞忽然光芒大盛起来。6宗修士一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紫极金匣丹即将孕育而出了。紫阳宗的一名中年道人抬手打出一道赤符，赤符化作一道亮得发白的火光，急速朝紫金云霞击射而去。离火遁法！这名中年道人大喊一声，身化流光，融入赤符形成的火光之中，朝紫金云霞飞遁。等了这么多年，苦修离火遁法，就是为了今日。诸位道友，贫道先行一步了，你们慢慢打。哈哈。然而，就在他飞遁过半，即将抵达中央的紫金云霞时，吼！独龙潭中忽然响起一道惊天兽吼，潭水剧烈震荡起来，万毒符水激起1丈多高，无形的波纹从水中传出，瞬间抚过那道亮的发白的离火。噗！中年道人被生生打断了离火遁法，显出身形，狂吐一口鲜血，扑通一声掉进了独龙潭里。滋滋！强烈的腐蚀声传来，他瞬间被融成血水，尸骨无存。众人凝重地看着中年道人消融的地方，赫然发现深不见底的黑龙潭中，不知什么时候起亮起一对比风车还大的金色树瞳。毒蛟！那只半不结丹的毒蛟！众人脸色难看起来。巨剑门圣子倒十分兴奋，哈哈，诸位不杀毒蛟，焉能轻松拿到紫极金匣丹？不如我来打头阵，宰了这个畜生。哪知化龙宗的人立即道：毒蛟不能杀。众人奇异地望向他们。化龙宗领头之人似乎知道自己失态了，咳嗽一声，讥笑道：剑门圣子，那可是半步金丹的毒蛟啊，想杀他得搭多少人命进去？我可不想死，更何况这里还是他的主场独龙潭。刚刚那个掉进潭里的道友下场如何，大家也都看到了。众人若有所思。萧晨川心中狐疑，怎么看起来化龙宗的人有意在阻止所有人一起围杀毒蛟？蛟也有龙族血脉，而且这只蛟原先并不存在，据说是近些年进化出来的。这次独木山脉开启之前，被前来探查的各宗金丹长老发现。难道说化龙宗和他之间有什么猫腻？萧晨川和萧希月对视一眼，心中的警惕对象
除了玄清宗，又多了一个化龙宗。化龙宗的话成功说服了众人，一群孬种。巨剑门圣子狂笑，挥剑杀进人群，想得到紫极金匣丹，先过了我这关吧。混战顿时开始了。萧希月名声在外，没人敢触眉头，包括那个疯狂的巨剑门圣子。化龙宗的人更是躲得他远远的，被萧希月在和萧晨川会面前杀了他们近10人，杀怕了。用萧希月的话说，谁让他们在进入独木山脉之前用贪婪的目光打量着他？该死！萧晨川好整以暇地望着大战，只见玄清宗的人同样无人敢惹。合欢宗一般昧功了德，修为进境极快，战力不怎么样，但那位领头的面纱大师姐却颠覆了这个认知，举手投足间有莫大的神威，压制的周围的敌人抬不起头来，甚至灵儿还有闲暇冲他吐了吐香舌。萧晨川一笑，准备传音让灵儿和他师姐过来会合算了。正在这时，百劫门的20多名同门和紫阳宗打着打着，打到了自己和萧希月附近。忽然双方诡异的默契停手，百劫门的领头之人取出一个金色小钟，金色小钟飞速变大，朝二人当头照下。狐狸尾巴终究是露出来了。萧希月冷笑一声，似早有防备，就要出手。恰在此时，紫阳宗那位领头之人取出一枚火红敕令，敕令发出耀眼灵光，上面的风字陡然显形而出，飞速变大，瞬间印在了萧希月身上。萧圣女，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2件特殊宝贝。萧希月身上的灵光暗淡下去，似乎被封印了一身法力。下一秒，当一声巨响，金色巨钟当头照下，将萧希月困在里面。巨大冲击波扑面而来，萧晨川倒飞而出。百劫门的人得意地看着金色巨钟，圣女大人，韩长老给的实在是太多了，要怪就怪你招惹谁不行，非要招惹他老人家。枪一声巨响，虎煞、青竹、赤龙飞出，斩在倒扣在地的金色大钟上。大钟纹丝不动，连个响声划痕的没出现。小子，别白费力气了，这可是韩长老亲自赐下的困杀萧圣女之物，岂是你区区一个筑基岂能撼动的？萧晨川脸色阴沉，脚步一抬，仿佛踏上无形的台阶，虚空而行。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把钟打开。两宗之人笑得前俯后仰。我没听错吧？这小子说他一个筑基给我们40多个筑基一条活路。狂妄！杀了他！数不清的法术灵气扑面而来。灵儿注意到这边的动静，露出急切的神情，取出了那件铃铛灵器。当一声金属交击的颤鸣，萧晨川一拳隔开飞在最前面的刀状灵气，脚下电光一闪，瞬间出现在两宗人群之中。刺了！扑哧，一道道利器刺破衣服，割开血肉的声音响起。虎煞、青竹、赤龙飞来，秒杀了5人，重伤7个。丁，掠夺筑基中期生命。丁，应接灵气，好强的炼体神功，身法也不同寻常的快。我没看错吧？防御法衣瞬间撕裂了，他这3把全是极品灵器，2大神功，3件极品灵剑，财大气粗，财大气粗啊！灵儿如释重负，但还是拿着那粉色的铃铛没有收起来。3把灵剑悬浮在萧晨川肩头，打开金钟，否则死！两宗修士震惊于萧晨川的灵气战力，但听到萧晨川的话后肃然道：他靠着灵气之力而已，没那么强的，杀了他！无数法术临身，萧晨川顶着丹田负荷过重的痛楚，混沌漩涡极力旋转，将攻击吸收大部分，灌输法力威力加强后打了回去。轰！这又是什么诡异的神通？两宗之人猝不及防，被炸了个灰头土脸。下一秒，3剑紧随法术而至，瞬间收割走7、8条人命。特别是虎煞剑锐不可当，什么灵气、护盾、法医都没用，瞬间撕裂取走性命。死人太快太多了，两宗之人有几个胆小的，脚下生光，退至众人身后就要偷溜。今天谁也走不掉，死！萧晨川瞬间消失在原地，在空中留下一道缓缓消散的电弧，下一秒出现在那几个快要逃走的人面前。啊！饶命！这几人大惊失色，急忙求饶。萧晨川一掌拍下，他们的头颅西瓜般爆碎。你！百劫门还剩下10人左右，却已经没有了刚刚的自信。你残害同门！萧晨川转身看也不看的抛出禅影缚龙锁，捆住5个溜到一半的紫阳宗人。下一秒，3剑划过，5颗脑袋高高飞起。哦，我残害同门！杀完紫阳宗逃窜的人，3剑飞来，扑哧，扑哧，扑哧，虎煞、青竹、赤龙，一个一个轻柔的将百劫门剩下的10人杀得只剩1人。
萧晨川俯视着仅剩的同门，眼睛微眯。你刚刚说什么？我残害同门？仅剩的那名百劫门同门看着其他人一个个倒下，眼皮子直跳。可此人竟然没有畏惧，反而嚣张了起来。杀我！萧晨川，你敢吗？现在只有我知道如何解开混天中的镇压了。萧晨川皱眉，停下了脚步。虎煞飞出，顶在了那同门的咽喉，一缕鲜血顺脖而下。有种你就杀了我，看看圣女能不能摆脱韩长老为他准备的手段。哦，我忘了。这位同门讥笑道。萧圣女还被紫阳宗的封字诀封住了肉身法力，恐怕她现在有力使不出，有法力用不出，浑身软绵绵的，是个待宰羔羊呢。说罢，此人舔了舔嘴唇，冲其他武宗的修士道：西月仙子可是不可多得的美人啊，那极品身段，那美得不像凡间女子的容颜，趁她落难，肩上衣。噗嗤，虎煞灵活地转了个弯，从他脸颊洞穿而过，此人嘴巴瞬间被割开到了耳朵根，一根舌头飞起，鲜血从他口中狂喷喝。呵呵，舌头没了，此人神情惊惧起来，从喉咙发出呵呵的声音。萧晨川上前一步，瞬间出现在他身后，抓住他的头发，三剑一晃而过，废了他的行动能力。我且问你，如何收回混天中的镇压？给你5息时间，每过1息，砍掉你一只。萧晨川不给反应的机会，数了1息后，指尖飞出剑气，划过此人的裤裆，2两肉飞起，又瞬间被灵火燃烧个干净。一粒金丹吞入腹，我命由我不由天。修饰金丹境之后，只要魂灵不损，金丹还在，就能断肢重生。可这位同门不是金丹境，更没有能断肢重生的高级功法，那玩意被烧没了，意味着他只能当太监了。呵呵，此人愤怒地瞪着萧晨川，眼神怨毒，神识狂涌而出，奸笑道：萧晨川，你越心狠手辣，越证明你在惶恐，你怕萧圣女出事。萧晨川，今天你不向我跪下磕头认错，就等着萧西月永远困死在里面，甚至被武宗修士玩弄吧。萧晨川不为所动。赤龙剑游龙一般划过，此人右腿齐根飞起，几缕火属性剑气顺着腿根伤口涌入经脉，痛得他一张脸极度扭曲，嘴里咕噜咕噜冒着血泡。啊！萧晨川不觉得这位同门是个意志坚定、永不动摇的人，只要击垮他，他什么都会说的。萧晨川，现在你跪着求我也没用了，我要你跪着求我外加自断一臂。萧晨川摇摇头，看来给的痛苦还不够。三字刚出口，青竹剑蠢蠢欲动，准备好好让这位亲爱的同门尝尝什么叫折磨。忽然，当，一直倒扣在地上不动如山的混天中，从里面发出震耳欲聋的颤鸣。当当当，连绵不断的钟鸣声响起。萧晨川望去，看到金色的厚重钟壁上鼓起一道道剑印、法术印、脚印，甚至还有秀气的拳印，一个个凸起的印记出现后又迅速消失，钟壁完好如初。众人惊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既惊讶于混天中的恐怖防御镇压之能，也惊讶于萧西月竟然挣脱了紫阳宗封字诀的封印。紫阳宗残余的10几人脸色惨白，萧西月自己破开了封字诀的封印，那他们这些人便没有存在的价值了。萧晨川那么凶残，那位百劫门仅剩的同门同样一惊，大睁的眼睛里露出惶恐之色。不过他迅速镇静下来，哼哼，破掉封字诀，恢复了法力，肉身的行动能力又如何？混天中这种宝物可是韩长老特意找来的，连金丹真人被镇压到里面后，一时半会儿都休想脱困而出。有种你就杀了我，让萧西月就这么被镇压在独木山脉里面，然后被气毒侵蚀，被找进来的韩长老复仇吧。哈哈哈哈！萧晨川脸色阴沉，虎煞青竹齐飞，此人双臂齐断，只剩一只腿，还在你废话太多了，用了1息多的时间，你还有最后1息的机会来换取我饶你的机会。虎煞残留的金属性剑气在此人体内肆意的破坏着，经脉已经碎裂的不成样子，甚至有一缕剑气进入了脑袋，识海中传来难以忍受的神魂剧痛，折磨太强烈了。这人额头暴汗，眼神有些恍惚起来。他确实不是什么心智坚韧之辈，之前和萧晨川对抗是幻想着萧晨川担忧萧西月会主动退让，结果事与愿违，萧晨川不但没有退让，还变本加厉的折磨他。他有些承受不住了，连神识都在神魂的折磨下断断续续。我说只求给一个痛快。萧晨川冷冷地看着他，等他继续开口。正在这时，混天中上出现了强烈的电光，下一秒，这些电光粒子竟迅速飞出，在混天中外的不远处重新聚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人形。电光消失，露出人形下的人影，是萧希月。那位同门震撼地看着萧希月，脑子宕机了。不是，我刚准备交代，换一个痛快，你怎么自己出来了？众人看着萧希月身上残留的电光，若有所思。萧晨川心中一动，明白了萧希月是怎么脱困而出的。雷闪，九霄雷遁，到了这层境界后，能深化虚无的雷电粒子，穿透实物。混天中虽然镇压之能强悍，可惜它是精精打造而成，与雷电太过亲和，硬是让萧希月通过用得出神入化的雷闪透中而出。萧晨川有些羡慕萧希月的体质了，他的体质修炼起雷系法术来又快又好，而自己同样练了那么久，雷闪只能勉强施展出来，能穿透一般的实物，比如普通墙壁。穿透混天中，那是万万不可能做得到的。等出了独木山脉，一定好好向他讨教雷闪的修炼心得。反正凭自己和他的关系，他练到大成了，就等于自己也练到大成了。说来话长，其实这些念头在脑中也就一瞬间。那名同门扑通一下，仅剩的腿跪地，饶命啊！苟活下来的10几位紫阳宗弟子同样反应不慢，纷纷下跪，饶命！萧晨川手一招，所有被杀之人、跪地之人的财宝全射在手中。定，掠夺，定，当前掠夺点数12638。5，圣女大人，那仅剩的同门口不能延，怕慢了就被杀了，用神识快速道。混天中的控制法诀是。萧希月神念一动，默念法诀，混天中微微一颤，腾空而起，化成拇指大小，落入他的手中。其他人眼馋的看着混天中被收起，无一人敢妄动。只有玄清宗众人一直在看戏，一副对紫极金匣丹以木元灵珠以外的东西都不感兴趣的样子。我说了，给你5息时间。萧晨川悲悯道：我也不想杀人，但你远远超过了5息，圣女她都脱困而出了，你才知道怕了不？那同门惊惧起得来，神识狂吼。下一秒，虎煞、青竹、赤龙飞过，他连同10几名紫阳宗的修士全部身死。至此，紫阳宗死了个精光，百劫门除了萧希月、萧晨川，其他人也全部身死。6宗等于去了2宗，这2宗还都是一人所灭。众人凝重地看着萧晨川，走眼了，他不是庇护在萧希月羽翼下的小角色，这是个强大的狠人。那巨剑门的圣子背着门板式的巨剑，看向萧晨川，跃跃欲试。小子，你有资格做我的对手了，来过2招如何？萧希月上前一步，挡在萧晨川和他之间，冷笑一声：不如我和你过2招吧。巨剑门圣子缩了缩脑袋，退到一旁，嘀咕了一声：我又不想死。这时，孕育着紫极金匣丹的云霞放射出来的紫金光芒忽然更强盛了些，一颗婴儿拳头大小，通体紫色，上面布满了金色纹路的丹丸，像被挤出来一样从云霞里跳了出来，又缓缓地朝地上落去。第一颗紫极金匣丹出世了，众人顾不得其他了，看着这粒紫极金匣丹，眼中全是贪婪。嗖，几道遁光招坛中央上空的云霞激射而去。哦！毒龙坛中那对风车般大的金瞳陡然亮起，磅礴的妖力降临，空中凭空凝出一朵黑色毒云，刚好拦在那几道遁光的前路上。啊！黑云出现的太过突然，这几道遁光躲闪不及，撞了上去，发出剧烈的惨叫。2名修士从毒云里掉了下来，被潭水瞬间消融得干干净净。另2名修士勉强撑起保命手段，从毒云里脱离出来，一个返回岸上，一身血肉腐蚀的深可见骨，不成人形。另一个脱离出毒云后，虽同样身受重伤，但目露狠辣，决绝之色陡然加速，朝那出世的紫极金匣丹飞去。妈的，人死卵朝天！这第一颗紫极金匣丹，我李斯笑纳了。小子，他不是你有资格染指的。没人愿意配合着一起杀毒蛟，巨剑门圣子打上了紫极金匣丹的主意。他取下背后的巨剑，狠狠一掌印在剑柄上，巨剑嗖的一下激射而出，速度竟比一般的遁法还快。巨剑门圣子跳到巨剑上，避也不避地冲进了毒云。在从毒云出来时，他和巨剑外围亮着一层坑坑洼洼的光照，瞬间追上了李四。李四伸着右臂，极力抓向紫极金匣丹，目露渴望。差一点，就差一点！砰！李四被巨剑撞上，像个碰瓷百吨王的小电驴，瞬间4分5裂，飞得到处都是，连个完整的尸骨都没留下。这枚紫极金匣丹是我的了！巨剑门圣子张狂大笑，那枚缓缓下落的丹药离他仅有1伸手的距离。正在这时，噼啪噼啪，连绵不绝的电流声响起，一道粗壮的电光像蜘蛛网一样四处蔓延，转瞬间
蔓延到了巨剑门圣子前面。一只纤纤玉手从电光中出现，捏住了那枚紫极金匣丹，又瞬间融进电光，消失不见。萧晨川身边，萧希月出现，手里拿着那枚紫极金匣丹，丹上散发的金色霞光照映的他那张脸更加美丽。千雷遁练成了。萧晨川一惊，千雷遁的法诀是他在此次独木山脉之行前用混沌漩涡的吞噬之力一点点吸掉了传承雷球上的封禁之力才得以获得的。上面说千雷遁练成以后，电光所到之处都可以瞬间抵达。萧希月放出电网，电光连接了这里和潭中央的云霞，所以他才能瞬间拿到紫极金匣丹，又瞬间返回，诡异的像是能跨越空间似的。众人呆呆地看着萧希月收起第一枚紫极金匣丹，还在惊愕他的神奇手段。诸位，百劫门的萧圣女这招似乎颇为依赖电光，四宗里是不乏聪明人的，打乱此地的雷电之力，让他无法在雷电中遁形，当能破除此招。萧晨川摇摇头，千雷遁有2个效果，第一个是生化雷霆急速飞遁，第二个是萧希月刚刚使出的那招电光极无身，电光所到之处无疑能瞬息而至。出生这人的主意，打乱这里的雷电之力，确实能让电网无法成型，极大的扰乱了千雷遁的第2个效果。不过千雷遁的第1个效果却是几乎无法被限制的。看着巨剑门圣子躲开毒蛟的巨尾横扫，狼狈而郁闷地回到岸上，萧晨川冲萧希月疑惑道：千雷遁修为要求不是金丹境吗？你修为没到，是怎么把它练成的？萧希月一笑：体质特殊啊，笨蛋。萧希月压低了声音：你知道吗？床事的时候，如果我不主动压制体质，难般会有苏苏妈妈被电的感觉，想来别有一番滋味呢。萧晨川做贼一样望了望四周，发现别人听不到二人的谈话，便咳嗽一声，低声道：真的吗？正在这时，潭中央的云霞又是光芒大盛，第2粒紫极金匣丹跳了出来。众人蠢蠢欲动，化龙宗的少男少女祭出龙骨一样的宝物，玄清宗的天机罗盘变得比房屋还大，显然是想出手抢夺了。忽然一道璀璨粗壮的电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瞬间劈开黑雾，出现在云霞旁，露出萧希月的身影。正是千雷遁的第1个效果，身化雷霆急速飞遁。萧希月纤纤玉手轻抹，将刚跳出云霞的第2粒紫极金匣丹收起。怎么又是他？巨剑门圣子才刚取下巨剑，气呼呼道：萧圣女，一共才有6枚紫极金匣丹，你一人收去2枚，未免太贪心了吧？化龙宗的人不满道：萧希月，今天不交出第2枚丹，你就别想走出毒龙潭。那婴儿肥的少女首次出生，天机罗盘高高飞起，青光大盛，声势骇人地拦在了萧希月的遁光前。萧希月被逼出身形，悬于毒龙潭上空，似乎逃无可逃了。萧希月俏脸微寒，其他人倒还罢了，玄清宗的天机罗盘属实是大麻烦。此时站在天机罗盘节点的玄清宗众人脚下涌出法力，那婴儿肥少女手摇摇一指，一道声势骇人的光柱迸射而出，直指萧希月。轰！萧希月在这巨大的光柱面前宛如蚂蚁，撑起的法力护罩被轻易摧毁，震雷印混天中飞出，还有一颗奇异的珠子与光柱对抗。光柱被挡住，萧希月被轰击进了那片孕育着紫极金匣丹的云霞之下。下方嵌在青石里的乙木元灵珠碎片散发着青色的光芒，亘古不变。2息3息，萧希月被青光照耀了5息时间，皮肤竟变成了淡青色，像鲜嫩的柳树皮一样，肉身有变成木头的迹象。萧希月，玄清宗主事的婴儿肥少女威胁道：交出第2枚紫极金匣丹，否则别想离开乙木元灵珠碎片的光芒范围。它可是化神级法宝残片发出的光芒，连金丹在里面待久了都会被同化成木头，凭你差一步金丹的修为，顶多只能坚持10息。小妹妹，大话不要说太早哦。萧希月一笑，紫霄剑陡然发出剧烈的雷光，连整个毒龙潭都被照亮了一下。那压制着他的光柱瞬间被轰退几丈，萧希月趁机脱身而出，离开乙木元灵珠光芒范围，身上法力一动，轻微木化的皮肤恢复如初。没到自己一方，集结10几人之力的强力一击，被萧希月用紫霄硬汉脱身。婴儿肥水女终于发觉，她已经把萧希月往强大里想象，但事实上还是低估了。萧圣女实力强横，雷遁无双，这紫极金匣丹谁抢得过她？化龙宗的人忽然高声道：杀！他死了，这结丹机缘才轮得到我们。巨剑门圣子看傻子一样看向化龙宗的人。萧希月战力无双，集结10几位筑基之力，半部法宝的天机罗盘都能硬抗，想杀他？做梦呢！真不怕死啊！化龙宗的说话之人是一对少男少女，男的那个俊美的不像话，乍一看还以为是个女人。诸位，那男子不但俊美的像个女人，说话也阴柔的不似男人。
我又不是蠢货，既然提出围杀萧希月，自然有所依仗。说罢，他和身边的女伴各取出一支玉箫，凑到嘴边。悠扬苍凉的箫声响起，毒蛟眼中带着诡异的红光，竟从毒龙潭中现身，攻向萧希月。萧希月的身影在狰狞庞大的毒蛟面前，渺小的犹如一粒尘埃面对倾塌的山岳，又似狂风中的一叶柳絮，仿佛下一秒便要被那恐怖的爪牙或喷吐的毒息碾为齑粉。巨剑门圣子惊骇出声：“你们化龙宗竟然能控制这只毒蛟，难怪。”他眼睛一眯，喃喃道：“难怪阻止我先杀毒蛟的提议，原来如此。”其他人同样惊骇莫名。进入独木山脉之前，以为萧希月最强，结果玄清宗的人拿出了半部法宝的天机罗盘，又以为玄清宗最强，结果化龙宗能控制半部金丹的毒蛟。惊骇之余，众人眼神闪烁，眸中全是贪婪色欲。萧希月姿色无双，身怀重宝，现在被最强大的化龙宗、玄清宗联手针对，如果趁机出手，说不定能分得一杯羹。毒龙潭上空，萧希月身化雷霆，须臾之间躲过毒蛟攻击，又瞬间遭到了几十道法术灵气的攻击，更不要说天机罗盘上还有玄清宗的人在虎视眈眈。萧希月在毒龙潭上空左突右闪，疲于应对，偶尔才能反击一两次，但每次反击都有人重伤或者身死。他法力不是无限的，耗也要把他耗死，否则等他脱身报复，死的就是我们。不知是谁喊了这么一声，众人的攻击更加猛烈，决绝了。萧晨川脸色很难看。三方攻击中，玄清宗的天机罗盘最强，但灵活性不够，众人的攻击威力不足，像苍蝇一样烦人。只有化龙宗的毒蛟妖躯强横，天赋神通绝伦，一身剧毒又摸不得碰不得，十分难缠。萧晨川眼神一眯，危险地看向吹奏玉箫的那对少男少女。他脚下电光涌动，九霄雷遁第二层雷闪发动，瞬间跨越了一大段距离，出现在化龙宗的不远处，拦住他。化龙宗的人看到了萧晨川突然出现，吓了一跳，然后立即猜到了他的目标是龙子、龙女，急忙施展手段阻拦在萧晨川面前。萧晨川见比人快，在他出现的瞬间，虎煞、青竹、赤龙三剑便飞了出去，拦在前面的灵气、法术纷纷被一斩而破。萧晨川紧跟三剑，眨眼间来到龙子龙女面前。龙子龙女望着他，镇定地吹奏着玉箫，似乎对即将到来的攻击毫不在意。枪！一声清脆的金属颤鸣，三剑击中了龙子龙女，他们身上的法袍被刺破，露出光滑细嫩的小片皮肤，皮肤上浮现着一层半透明的金色凌厉龙鳞，三剑被这龙鳞挡住，颤鸣不止。化龙宗的其他门人眼神戏谑地包围了过来。龙子龙女大人早练成了龙鳞诀，岂是你一个筑基能破防的？萧晨川眉头微皱，三剑呼啸着杀向周围的人，白、青、黑、赤、黄五色五行剑罡绕体飞行，形成两层护体剑罡。同时他飞身上前，徒手朝龙子龙女的胸口硬去。龙子龙女没想到萧晨川会来这么一下，瞬间有些呆愣，被萧晨川得手。龙女脸色一红，颤巍巍的胸口抖了抖，睁着一双美眸，羞恼地瞪向萧晨川。下一秒，她脸色一白，露出慌乱之色。这登徒子的掌上传出一股蛮横的吸力，他胸口龙鳞诀形成的护体龙鳞金光迅速暗淡，变得虚幻，竟要被破功了。而左边的龙子更是脸涨得通红，萧晨川一掌印在他的胸膛上后，发现触感不对，不由得抓了一下，才知道这所谓的龙子是女扮男装，怪不得她俊美的像个女人，还和龙女长得像孪生姐妹，原来她俩真的是孪生姐妹。萧晨川利用万化吞天诀破掉二女的龙鳞诀后，法力一动，各取走他们的一滴精血，脚下电光一闪，消失在原地，躲开了化龙宗其他人的围杀。龙子、龙女大人，您没事吧？众人关切道。龙子用法力消解掉脸上的红晕，以防被人看出什么，训斥道：“我们没事，还不退下？”萧晨川用九霄雷遁遁开，拿出了万魁蟹藕，将二女的精血分别滴到人偶的两只眼睛上。两位美人，当我的提线木偶吧。就在萧晨川获得了两女的精血的时候，箫声被打断了一下，毒蛟眼中红光消散，当场一愣。毒蛟的纠缠出现了空档，萧希月把握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身化雷霆，瞬间突破了层层封锁，回到了岸上。不好，萧希月脱身了，众人惊慌起来。与此同时，虎煞、青竹、赤龙三剑归鞘，万魁蟹藕那诡异的红色晶石双眼，海绵吸水般将二女的精血吸收得干干净净。龙子龙女的身影微不可察的一僵，又瞬间恢复如初。如果有人对着他们的眼睛仔细观察，便能看到他们眼底一片呆滞，仿佛被人操控了精神。下一秒，他们拿起玉箫再次吹奏起来。
毒蛟眸中的红光重新亮起，哗啦一声冲出毒龙潭，宛若真龙一般蜿蜒着朝岸上飞去。众人一看毒蛟追杀上来，松了口气。杀！今天萧希月必须死在这里，不然就等着被他杀吧。萧希月匆匆扫了一眼，看到了灵儿和她师姐。萧希月法力蠢蠢欲动，就要打算带着灵儿二女和萧晨川遁走。忽然一道传音入耳，那毒蛟已经被我间接控制了，正是萧晨川。萧希月眼中闪过一丝惊疑，毒蛟被间接控制了，这是什么诡异手段？有点超出常识了。不过尽管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萧希月还是瞬间选择了相信。他收回即将发动千雷遁的法力，紫霄剑横握在手。今日出手之人，谁都别想走脱。紫霄身携雷霆呼啸而出，瞬间夺去了7、8人的性命。萧希月，没想到你如此狂妄，有逃走的机会你不逃，现在毒蛟上岸，你再想逃也晚了。死吧！众人看着毒蛟飞来，配合着朝萧希月攻击。正在这时，一边突生，那本该攻向萧希月的毒蛟不知发了什么疯，忽然朝众人人群最密集的地方喷出一大口蛟毒。啊！惨叫声连绵不断，半步金丹毒蛟的毒非同小可，当场死伤一大片。华龙宗，你们在搞什么鬼？啊！不是说好了围杀萧希月吗？为何突然对我等出手？而华龙宗的门人同样震惊不已，疑惑地望着龙子龙女。龙子龙女继续吹奏玉箫，操控毒蛟，对外界的变化毫不在意。显然他们的地位非常高。华龙宗的门人压下心中疑惑，只当是龙子龙女在打什么算盘。记住，不管龙子龙女大人什么打算，怎么做，我们不要质疑，直接照办就行了。华龙宗的人不再攻击萧希月，围在龙子龙女面前保护着他们，静观其变。萧晨川飞身而出，3剑开路，出现在人群之中。有九霄雷遁这种高级的身法，遁法在身，他如入无人之境，所过之处先夺了财宝，再一剑消手。叮！提示音响个不停，转瞬间掠夺点达到了2万多。萧希月毒蛟本就是几乎堪比金丹的战力，反杀之下，众人连连溃败。华龙宗作弊上官，玄清宗有天机罗盘保命，合欢宗巨剑门就没那么好运了，死了大批的人。那巨剑门圣子急了，后背巨剑光芒大盛，变得硕大无比，朝毒蛟砍去。萧希月一剑刺下，另有钩状灵气降临，将巨剑门圣子重伤。下一秒，毒蛟巨爪降临，怕臭虫一般将巨剑门圣子拍成一堆烂泥，巨剑门几乎死光。合欢宗那边，因为灵儿他师姐的存在，萧希月、萧晨川故意留守，反而死伤情况比巨剑门好点。即便如此，也只剩寥寥5、6人而已了。场中保留实力在身的只剩下了华龙宗、玄清宗、萧希月3方。天机罗盘上，那婴儿肥脸蛋的可爱少女神色凝重，她是万万没想到华龙宗主动提议围杀萧希月，却第一个倒戈，控制毒蛟站在了萧希月那边。或许他们早就合谋在了一起。婴儿肥少女恨恨地想着，冲天机罗盘上其他的玄清宗门人道：华龙宗加萧希月实力太过强横，来不及等紫极金匣丹全部出世了，现在出手收取以木元灵珠碎片。玄清宗的其他人点头，脚下涌出法力，进入金色节点，天机罗盘滴溜溜一转，发出耀眼的青光格，开毒蛟飞到了以木元灵珠排开潭水形成的净土的上空。萧晨川刚杀掉巨剑门最后一人，便看到这一幕。只见天机罗盘威能全开，发出耀眼的青光，对抗着以木元灵珠的光芒，形成一道光柱，投射到嵌着以木元灵珠碎片的青石前。玄清宗要收取以木元灵珠最大的碎片了。萧晨川心脏砰砰直跳，升起一种强烈的危机感，绝对不能让玄清宗顺利收取以木元灵珠。龙子龙女的吹奏陡然急促起来，毒蛟轰隆一声落入毒龙潭，下一秒直接出现在那片净土前。毒蛟带着骇人的威势攻向玄清宗，而婴儿肥少女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一眼，从天机罗盘上消失，顺着光柱开辟出的安全通道降落在青石上方。玄清宗弟子急速掐诀，脸色因为法力大量损失而发白。天机罗盘上亮起青金色的光芒，挡住了毒蛟连绵不绝的攻击。婴儿肥少女轻轻伸出素手，一滴精血从指尖逼出，落在了以木元灵珠碎片上。那以木元灵珠碎片竟嗡地震颤了一下，光芒大盛，从青石上脱离，缓缓地向上飞去。血脉祭炼大法。萧希月惊讶出声，神色凝重，这可爱女孩竟是那木神君的后人。萧晨川一惊，这么说他真的能收取走这枚最大的碎片了。随着以木元灵珠碎片渐渐飞起，离那少女越来越近，萧晨川心头的警兆越来越强烈，不能让她得手。萧晨川心念急转，念头一动，让龙女他俩操控毒蛟自爆。来不及解释了，
萧晨川拉住萧希月的手，在合欢宗蒙面大师姐震惊的目光中带走了灵儿和她师姐，远远遁开。毒蛟要自爆！砰！毒蛟强烈的抗拒着自爆，眸中红光随之急剧暗淡，眼看就要脱离控制。情急之下，化龙宗弟子被接连献祭10人，终于强行增强控制，促成了他的自爆。耀眼的血光从毒龙潭中央迸射，强大的冲击力差点吹倒了萧晨川、灵儿等人。萧希月撑起震雷印，混天中终于挡住了自爆的余威。潭中的万毒符水被炸出高高的巨浪，冲落在岸上，所到之处，岩石被腐蚀出巨坑，高大的铁木滋滋消融，轰然倒塌。化龙宗的人瞬间死伤一片，只有那对龙女因为萧晨川及时收起了万魁犀偶点控制，他俩才施展手段活了下来。血光缓缓消散，毒蛟尸骨无存，渣都不剩，空气中飘荡着粉色的雾气，露出潭中央的情形。天机罗盘被炸得歪斜，上面的玄清宗众人口吐鲜血，精神萎靡。罗盘上投射的青色光柱暗淡许多，被光柱保护的婴儿肥少女青衣散乱，发簪歪斜，有些灰头土脸。而那枚升起的乙木元灵珠最大碎片竟丝毫没有受到毒蛟自爆的任何影响，继续缓缓地向上飞去，没入了婴儿肥少女的体中。一道无形的青色波纹向四周荡漾，婴儿肥少女被无形的力量凌空举起，她发丝飞扬，猛地张开美眸，眼中竟是璀璨的、耀眼的发白的青光。这就是力量吗？婴儿肥少女握了握粉拳，望向萧希月：“你们做得太过了，今天都要死。”萧希月神色严肃，如临大敌。忽然，上一秒还在神威赫赫、扬言取命的婴儿肥少女，忽然嘤咛一声，脸色一红，夹起了双腿。天机罗盘上，玄清宗的修士不知什么时候起，互相搂抱着啃了起来。有几个落单的男修燥热难耐的扯开衣襟，歪歪斜斜喝醉了似的，飞下罗盘，飞向婴儿肥少女，口中吟道：“慕云瑶，你好漂亮，好可爱，让大爷耍耍。”毒龙潭岸上，那两位龙女抱在一起，吻得滋滋作响。“姐姐，我好热。”“妹妹，吻我。”合欢宗蒙面的大师姐也活了下来，她似乎对淫欲的抵抗力极强，抬手举来一捧空气中弥漫的粉色雾气，皱眉观察一番，惊道：“不好，龙性本淫，毒蛟自爆后，银囊破碎，里面的东西散发到空气中了。这可是半步金丹的毒蛟淫毒，谁能抵挡？”说着说着，蒙面大师姐的声音颤抖起来，微微喘息。萧晨川、萧希月、灵儿4人因为距离自爆中心远，早有防范，及时挡住了粉色雾气。灵儿却好奇地走出光照，吸了2口粉色雾气，她的眸子肉眼可见得水润润起来，俏脸出现一丝红晕。“啊，我中毒了！”她扑到萧晨川身上，燥热的脸颊在胸膛上摩擦几下，撅着嘴唇索吻：“公子，我好难受，为我解毒。”灵儿师姐震惊地看着，萧希月无奈一笑：“这小丫头片子当真是个贪吃的馋猫。”萧晨川抱着灵儿的臀，把她抱进怀里，吻了上去：“古灵精怪，必须好好处罚你。”毒龙潭中央，那位叫慕云瑶的婴儿肥少女软着身子轻轻喘息，看着平日里对她唯唯诺诺，此刻却像发情的野兽一样扑来的同门男修，眸子里强行提起一丝清明：“臭男人，污秽不堪，给我死！”赤血箭飙射，这几名男修身首异处。慕云瑶跌跌撞撞地飞上天机罗盘，入眼便是抱在一起啃，甚至直接给一对对男男女女的同门。呸！一群肮脏的东西，死！都给我死！赤赤赤！一道道血箭飙射，这些缠在一起的同门全部身死。慕云瑶法力一动，所有尸身血液滚落天机罗盘，罗盘上重新变得洁净无比。可他的眼睛干净不回来了，刚刚一对对同门缠在一起的画面，在他脑中怎么都挥之不去。慕云瑶软倒在天机罗盘上，脸色红润的轻轻扭动着身体：“热，好热，好难受。”化龙宗那位被称作妹妹的龙子恢复了女身，一边和龙女吻得不可开交，一边喃喃道：“姐姐，没有男人，我们是不是要死了？”合欢宗大师姐轻轻揭开面纱，露出一张倾国倾城的脸，她脑子也开始被欲念攻占，昏沉起来。她凭着本能，鼻子在空气中嗅了嗅，走向萧晨川4人藏身的地方。萧晨川正在惩罚，或者说奖励灵儿，在外面的只有灵儿师姐和萧希月。灵儿师姐现在哪还不明白，当初和她灵儿在一起的就是萧晨川。女人的直觉告诉她，萧希月和萧晨川关系不一般，真要论资排辈的话，她和灵儿只能伏低做小。于是看到大师姐走来，灵儿师姐对萧希月讨好道：“圣女大人，她叫许英，是我们合欢宗此行的大师姐。”萧希月看向许英，看到她身材高挑，美貌惊人，难能可贵的是竟然也是处子之身，真奇怪啊！
萧希月道：“合欢宗这种地方住激进了，都尚未破身，还一下出现了2位。”灵儿师姐急忙道：“灵儿是因为我保护得太好了。大师姐许英她原本是我宗圣女，后来不知为何被顶替了圣女之位。圣女是要保持处子之身的，方便我宗与强大的宗门联姻。”萧希月点点头，听着树后萧晨川和灵儿的剧烈动静。许英是个可人，便宜这色胚了。小半个时辰后，萧晨川和灵儿还没从树后出来，反而动静越来越大。萧希月轻恼道：“灵儿妹妹，你就惯着这色胚吧。外面的男人已经被慕云瑶杀光了，慕云瑶和化龙宗的那2名龙女，还有你的大师姐许英，神智都快被烧成母兽了。再不快点出来，让色胚给他们解毒，他们就算不死，也要成痴呆喽。”又半个时辰后，萧晨川抱着沉沉昏睡的许英出现，他身上的毒环节很多，已经先睡去了。灵儿和他师姐接过许英，萧希月送来，还吻在一块分不开的龙女姐妹。她俩身份有些特殊，是化龙宗一位太上长老给自己准备的炉鼎，打算在他们金丹之后，用秘法采补他们的元婴，进阶元婴境，也就是说，他们还是厨子。一旦你替他们解毒，萧希月笑道，日后那太上长老发现炉鼎被采，元婴机缘断绝，可就和你不死不休了哦。萧晨川看向那2位龙女，化龙宗个个都是俊男靓女，他俩更是其中的翘楚，堪称人间绝色，再加上额头小巧的彩色龙角，给他们平添了一种别样的魅力，综合之下，竟是比之萧希月都不遑多让。我不帮他们解毒，他们岂不是死了？萧晨川毫不客气地搂过二女，嘴巴凑了上去，二女本吻在一起，嗅到男子气息后，反和萧晨川吻了起来。一个时辰后，不愧是炉鼎，虽然不到金丹境，尚未成熟，但萧晨川竟得到了莫大的反哺，才一个时辰，修为便顺理成章地突破到筑基后期。二女也沉沉睡去，萧晨川4人来到了天机罗盘之上。慕云瑶正嘴角流涎，眼神迷离，难耐地滚来滚去。萧希月捏了捏她婴儿肥的脸颊，伸出指头撑开她的眼睛看了看，还好，神智还没被烧毁。似乎察觉到了男子气息，慕云瑶香软的身子扑进萧晨川怀里，撅着嘴巴索吻。一番激吻后，萧晨川气喘吁吁地别过脑袋，慕云瑶不甘地把脑袋埋进他的胸膛，贪婪地嗅着。他怎么办？萧晨川一边搂着慕云瑶香软的身子安慰她，一边头疼道：以木元灵珠进入了他的体内，似乎已经认他为主。看他被银毒迷失神智前杀了所有同门的所作所为，似乎对贞洁极为看重。我要是帮他解毒，他清醒过来之后会不会气得要杀了我？他有以木元灵珠在身，真要杀人，没人拦得住他。萧希月忍不住一笑，调侃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要不要当个风流鬼？萧晨川一把把他也搂进了怀里，低头吸住萧希月的唇，伸舌一番激吻。还没有尝过你的滋味呢，我怎么甘心去死？灵儿师姐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尽管已经模模糊糊猜到了萧希月和萧晨川的关系，但亲眼看到还是受到了冲击。灵儿却没有丝毫的惊讶，反而上前一步，将萧晨川的胳膊抱进怀里，轻轻晃了晃。萧哥哥，我有一门合欢宗秘法，用它采补时，有机会采补到对方法宝的控制权。萧晨川眼睛一亮，搂住灵儿的腰肢，亲了她一口。好灵儿，帮了大忙了。半个时辰后，许英醒了。身为合欢宗的前圣女，她倒是对被这样解读的事接受得十分之快。萧晨川现身，对众女摇摇头，没有采补到以木元灵珠，简单和许英相认了一下。许英绕着她走了一圈，捏了捏她的身体，嗅了嗅她身上的味道，一本正经地点评道：还行，就是不知道你的耐力和干劲怎么样。可惜你忙着夺取以木元灵珠，不然我一定立马和你再试试。定。许英归心度15，当前归心值55，获得5500掠夺点数，当前掠夺点数26315。听到脑中提示，萧晨川一惊。许英归心值满后，竟然也是10000点掠夺点，和宗主夫人苏晴一样。苏晴背后的男人是金丹大圆满的宗主，难道许英背后的也是这样的人物？他明明还是处子之身，难道说他实际上已被某位金丹真人看作了囊中之物？那许英从圣女之位上被顶替下来一事，就值得玩味了。又是半个时辰，萧晨川再度现身，无奈道：才不到了2件小灵器，以木元灵珠还是未能到手。萧希月翻了个好看的白眼，我看那木姑娘容貌虽然只能勉强算是绝色，但配上婴儿肥的可爱脸庞，丰腴的不像话的惹火身材，也别有一番滋味嘛。你是不是沉迷上她了，故意不采补到以木元灵珠，想多缠绵几次啊？许英唯恐天下不乱的给萧希月帮腔，灵儿在一旁捂嘴轻笑。萧晨川大呼冤枉。这时
两位龙女也醒了过来，发现自己失身后，姐妹俩呆滞当场，有些慌乱。萧希月心中轻轻一叹，她们生来便被当作炉鼎养育，命运早已被人安排好，突破金丹，然后成为他人进阶元婴的补品。一旦失身，对于布局之人来说，他俩便失去了作为炉鼎的价值。难怪他们会这么慌乱。看到两个绝色姐妹无助的模样，作为罪魁祸首，萧晨川叹了一口气，上前轻轻拥住她们，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绝色姐妹听到萧晨川用万魁稀偶控制了她们，露出原来如此的神色。至于是萧晨川为她们解的毒，她们早已经猜到了。龙性本淫，他俩莫能例外。刚从失去元婴的惶恐中走出来，姐妹俩就面带红晕，眼眸迷离，钻进萧晨川怀里，在他身上摸来摸去。叮，姐姐苏妹儿归心度20，当前归心值60，获得6000掠夺点。叮，妹妹苏拉尔归心度22，当前归心值72，获得7200掠夺点。听着脑海中的提示，萧晨川微微一愣，姐妹俩，一个叫苏妹儿，一个叫苏拉，看来拿他们当炉鼎养的化龙宗太上长老真是个淫棍啊。还有妹妹苏拉尔竟然比姐姐苏妹儿归心值高了这么多。萧晨川微微一想，有些明白了，一定是妹妹苏拉尔女扮男装的时候被自己袭击的那一下，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半个时辰后，众女姐妹相称，渐渐熟络起来。忽然萧晨川赤裸着胸膛出现，乙木元灵珠才不到手了。萧晨川一翻手腕，那小半颗乙木元灵珠凭空出现，他的脑海中还回荡着系统的声音。叮，掠夺乙木元灵珠碎片，获得3万掠夺点，当前掠夺点数69515。8，掌上。乙木元灵珠散发着柔和的清光，之前那把一切都转化成木属性的霸道力量，变得十分温顺。萧希月不禁一笑，乙木元灵珠化神级法宝残片，即便这么多年过去后，它衰弱了太多，但也不是金丹法宝能比拟的。萧晨川也十分开心，抚了抚灵儿的俏脸，多亏灵儿给的秘术。灵儿撅着嘴索吻，一副我厉害吧的表情。萧晨川满足了他，许英看着乙木元灵珠碎片，眼底闪过一丝羡慕。苏妹儿则是看着和萧晨川吻得滋滋作响的灵儿，十分嫉妒，恨不得取而代之。这时天机罗盘之上嘤鸣一声，慕云瑶醒了。啊，我的身子！慕云瑶惊呼一声，紧接着便是法术清洗身体的声音，以及窸窸窣窣的穿衣声。下一秒，慕云瑶从空中飞下，手持灵剑，怒气冲冲地杀向萧晨川。忽然他看到了悬浮在萧晨川身边的乙木元灵珠，顿时大惊。我的珠子！慕云瑶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乙木元灵珠被夺取走了。他五指飞舞，打出复杂的法诀，乙木元灵珠竟闪着血光，晃悠着缓缓朝慕云瑶飞去，仿佛有无形的力量在争夺珠子的控制权。不好！看到这一幕，许英道：我宗的这个秘法有弊端，没能将慕云瑶和乙木元灵珠的血脉链接剔除干净。云瑶妹妹，萧希月上前在慕云瑶身上点了几下，封住她法力运行的几大窍穴。慕云瑶法诀中断，乙木元灵珠稳定下来，飞回萧晨川手里。云瑶妹妹，我们不救你，等你被焦毒折磨而死，乙木元灵珠不一样会落到我们手中吗？萧希月抱住慕云瑶，挑起了她的下巴。谁要她救了？慕云瑶乖乖地任由萧希月轻薄，眼睛又怒又恨地看向萧晨川。被臭男人玷污，我宁愿去死。萧晨川看着不反抗萧希月，甚至有点享受的慕云瑶，琢磨出味来了。合着慕云瑶是讨厌男人，喜欢女人啊？姓慕的。萧晨川不客气了，这个正在轻薄你的女人萧希月，我可是玷污过的哦。你被她轻薄，就等于在被我轻薄。慕云瑶在萧希月怀里的身子一僵，随即又重新软绵绵下来，脸颊微红道：那能一样吗？我不管。慕云瑶赶紧岔开了，被萧希月轻薄等不等于被萧晨川轻薄这个话题。乙木元灵珠，你必须还我。没有可能。萧晨川果断拒绝道：谁知道你拿到乙木元灵珠会不会立即杀了我，我可不会冒这个险。再说了，我在你身上辛苦了快2个时辰，才救下你一命，拿个乙木元灵珠当报酬，很多吗？慕云瑶一听，气恼道：好啊，你坏我身子，我还没找你麻烦，你还敢反过来向我要报酬，无耻！你……慕云瑶话还没说完，就呜的一声被萧希月吻住了唇。慕云瑶瞪大了可爱的眼睛，随即脸色一红，和萧希月吻了起来。两个美女抱在一块，娇躯厮磨，吻得如痴如醉，看得萧晨川咕咚一声，艰难地咽了口唾沫2酒唇分。萧希月抱着慕云瑶的腰肢，亲了一口慕云瑶的嘴角。听姐姐的，别和他要乙木元灵珠碎片了。慕云瑶低着头，红着脸，一副小媳妇姿态，下意识地答应了一声。不对。
他，好吧。随即慕云瑶反应过来自己答应了什么，但答应的话已经出口，慕云瑶只好委屈地认了下来。云瑶妹妹，姐姐不会让你吃亏的。萧希月捏了捏慕云瑶的婴儿肥脸颊，姐姐传你一套法诀，叫九霄雷遁，就是之前姐姐夺取紫极金匣丹时施展过的雷遁之法。姐姐这里只有遁法前3层。萧希月神念传功，然后看向萧晨川，对他抛了个媚眼，向慕云瑶道：第4层在那色胚那里，等你前3层都大成了，向他讨要第4层法诀，他要是敢不给你，就和姐姐说，姐姐来教训他。慕云瑶歪头狠狠地瞪了萧晨川一眼，然后回过头紧紧抱住萧希月，脸埋进萧希月规模惊人的胸口，蹭了蹭，红着脸道：人家才不找那登徒子，到时候找姐姐要好不好？好好。萧希月一手搂着慕云瑶的腰肢，一手轻轻抚了抚她的脑袋。不过姐姐这里暂时也没有九霄雷遁第4层，只有他有呢。萧晨川无奈地看着二女，没想到最难搞定的慕云瑶被萧希月轻松拿捏了。慕云瑶把脸拔出萧希月的胸口，萧希月手腕轻抬，取出一粒带着金色纹路的紫色丹药。云瑶妹妹，他道，九霄雷遁恐怕不够补偿你的以木元灵珠，这枚紫极金匣丹你且拿去。慕云瑶仰头看着萧希月，可是我拿走了，姐姐会不会不够用啊？萧希月一笑，为了结丹成功，我还准备了其他手段，对我而言，紫极金匣丹一粒足矣。慕云瑶这才收下了那枚丹药，看向坛中央那孕育着紫极金匣丹的云霞。没有了以木元灵珠，坛中央的净土已被万毒符水覆盖，那散发着紫金光芒的云霞也有消散的迹象。里面已大致成型的4枚紫极金匣丹停止了继续成长孕育。喂，小贼！慕云瑶看向萧晨川，没好气道：把以木元灵珠碎片取出来。萧晨川警惕地看着他，你想干什么？哼，你这么紧张干什么？慕云瑶瞪了萧晨川一眼，抱着萧希月道：我答应了姐姐，不找你要以木元灵珠，肯定会说到做到。让你拿出碎片，是因为云霞紫极金匣丹因碎片而诞生，自然有利用以木元灵珠催熟紫极金匣丹的办法。而且净土之下有个秘密所在，需要以木元灵珠为钥匙打开。秘密所在？萧晨川和众女皆是一惊。是的，慕云瑶道，当年那场大战，虽然最后的结果是2位化神同归于尽，但其实是我先祖略占上风。毒神君魂飞魄散后，先祖他残余一道神魂，活了30年才消亡。这30年里，他的残魂将绝大部分余毒2位神君的传承拘禁在一处地宫，并用以木元灵珠最大的残片镇压。你是说？萧晨川心中一动。是的，慕云瑶点了点头。那处地宫便位于镶嵌着以木元灵珠碎片的青石之下。萧晨川念头一动，以木元灵珠碎片飞出。要怎么做？慕云瑶神识探来，传授了几道复杂的法诀。萧晨川手上掐诀，以木元灵珠飞出，发出璀璨的青光。青光照耀在云霞上，云霞翻涌起来，里面孕育着的4粒紫极金匣丹飞速成长起来。这笨蛋修为不够，只能激发以木元灵珠小部分力量。慕云瑶嘀咕一声，伸出食指，指尖飞出一滴精血，落在了残片上。这滴精血被飞速吸收，以木元灵珠发出的青光瞬间庞大了好几倍。云霞翻涌得更剧烈了，不一会儿，4粒紫极金匣丹相继跳出，全部孕育成功。以木元灵珠青光内敛，飞回萧晨川身边。那4粒紫极金匣丹落到了萧希月手里。紫金云霞缓缓消散，往后不会再有紫极金匣丹这种特殊天才地宝孕育出来了。姐妹们，萧希月道：灵儿师姐、许英、苏辣、苏妹儿、慕云瑶，还有我和色胚，一共8人。紫极金匣丹6颗，该怎么分啊？萧希月看似在问众女，一双美眸却看着萧晨川。萧晨川道：我距离突破金丹境尚早，不需要此物。其实是混沌道基在元婴境之前都不需要特别准备破境之物，修为水到渠成即可。但这说出去太惊世骇俗了，萧晨川随意找了个修为不到的理由搪塞了过去。萧希月若有所思，如果以修为论的话，我、云瑶妹妹、许英、苏辣、苏妹儿都是距离结丹仅1步之遥，理应各有1粒。如此一来，便是灵儿师姐、色胚3人分得1粒。我不需要。萧晨川果断摇头。萧希月看向灵儿师姐。灵儿师姐深吸一口气，灵儿的天赋其实很高。萧晨川和众女点点头，非常同意这句话。灵儿身处合欢宗，修炼的是采补秘法，这种秘法更适合交构时采补，正儿八经的修炼，修为进境慢得让人绝望。灵儿却在没采补过任何人，保持处子之身的情况下，如此年纪便有筑基中期修为，不得不说她的修仙天赋高得吓人。
以灵儿的天资，灵儿师姐道，她很快就能触摸到金丹的门槛，紫极金匣丹还是给她吧。萧希月笑了笑，手上仅剩的那枚紫极金匣丹飞到了灵儿那里。姐姐，灵儿抱紧了她师姐，十分感动。灵儿和她师姐羞于对外挑明母女关系，便以姐妹相称。紫极金匣丹分配完，萧晨川和众女来到独龙潭中央正上空，以木元灵珠碎片飞出，落了下去。青光所到之处，潭水被一一排开，不一会儿，残片被收起前的那片净土再次出现。只是原本铺满了净土的绿色小草、白色小花被潭水腐蚀得干干净净，只有嵌着碎片的那块青石依旧完好如初，丝毫没受到万毒符水的影响。不知道是不是沾染了以木元灵珠力量的缘故，以木元灵珠碎片悬停在青石边缘。萧晨川五指飞舞，打出复杂的法诀，以木元灵珠发射出一道纯粹的青光，照在了净土之上。轰隆一声，整个独龙潭都颤了颤。净土中央，大地缓缓向两侧打开，露出一个洞口。洞里黑乎乎的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楚。贸然探神石进去不是一个好选择。萧晨川念头一动，以木元灵珠碎片发着青光落入了洞中。既然此处是由慕云瑶的化神先祖开辟，而以木元灵珠又是那位神君的本命法宝，那么用它探路再适合不过了。洞里的情形被以木元灵珠照亮，眼前出现了一个螺旋向下的阶梯，不知道有多深。萧晨川和众女对视一眼，萧希月锵的一声紫霄出鞘，悬在他的身前。我来开路。没有了同门的辅佐，慕云瑶发挥不出天机罗盘多少实力，实力最强的又成了萧希月。众女没有逞能，乖乖跟着萧希月踏进了地洞。地洞不知道有多深，以木元灵珠在前面发着光芒，照亮前路。紫霄众人紧随其后，往下走了小半个时辰，忽然螺旋阶梯到底了，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这竟是一处地宫，大约方圆几十丈大小，里面空旷无比，只在最里侧靠墙的地方放着一张玉案，玉案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玉简，玉简上空悬浮着一个拳头大小、漆黑如墨的水团，无形的力量将水团死死困住。似乎察觉到了以木元灵珠的气息，玉案周围嗡的一声亮起一道道金色的阵纹，这些阵纹飞快吸收着以木元灵珠发出的青光，不断壮大，向外扩展，眨眼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阵法。这阵法繁杂到了极点，一看就十分高级，将整个玉案以及水团护佑在内。萧晨川和众女谨慎地看着眼前的变化，灵气都取了出来，一旦发生不好的异变，也好及时应对。就在众人严阵以待的时候，一道身穿青袍、须发皆白、仙风道骨的老者虚影从这忽然激活的阵法中冒了出来。多少年了？老者望向众人，眼神空洞，仿佛望穿了漫长的岁月。终于有人到达这里了。慕云瑶一惊，先祖！一声先祖让残魂的目光聚焦到了慕云瑶身上。没想到我还有后人留存至今，老天待我不薄。残魂一叹道，既然后人来此，那么考验便免了。别的废话就不说了，我只是一缕残魂，存在的时间有限，马上就要消散，我们直入正题。万毒魔君死后，我收拢了他的法宝万毒幡的核心，一团漆黑如墨的剧毒。众人下意识地望向那悬浮在玉案之上、拳头大小、漆黑如墨的水团，这水团就是那万毒幡的核心。众人露出好奇之色，万毒幡的核心可了不得啊！残魂露出凝重的神色，他来历极其不凡，是上古凶兽九幽毒泥对一口本源毒涎。萧晨川和众女一听，目光不由得重新聚焦在那团黑水上面。不知是不是错觉，萧晨川仿佛在这团黑液上看到了无数兽瞳扭曲尖牙的幻影在生灭。九幽毒泥，那是能成仙飞升的上古顶级大妖，非同小可。残魂道，我费尽心思想消灭掉这团本源毒涎，发现根本做不到。万毒魔君不知道从哪得到的他，还以他为核心炼制了本命法宝万毒幡，成就一番威名，但他显然没有发挥出本源毒涎的全部威能，不然别说是化神，就算我是炼虚境大修，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众人惊到了，九幽毒泥的一口本源毒涎，连化神神君都发挥不出他的全部力量。萧晨川、苏妹儿、苏烂儿、许晴望着黑色叶团，露出心动的神色。萧晨川是想着，要是把这团本源毒涎炼入混沌塔之中，那得多强啊！苏妹儿、苏烂儿、许英心动之中，眼底闪过一丝杀机，似乎是想用它毒杀什么人。看到萧晨川三女眼中的异动，残魂一笑，我劝你们莫打这团本源毒涎的主意，连身为化神的万毒魔君都无法完全掌控它，更遑论你们这些筑基小辈了。许英三女一听，眼神灰暗下来，有些不甘。萧晨川倒是不以为意，万化吞天诀直指仙地境的超级神功，混沌塔能无限成长，
一路到仙帝级的无敌神器，他们还收拾不了一团小小的本源之毒吗？而且自己动了收取毒弦的念头时，心中没有升起警兆，说明可以无恙地收走此毒。残魂看到萧晨川依旧跃跃欲试的模样，心中摇头。该说的都说了，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可对你们来说，残魂道，真正的机缘是玉案上的这些玉简。众人看向玉简，这些玉简，残魂继续道，是我和万毒魔君收藏修炼的一些功法，随便拿出去一本就足够那些元婴小辈们抢破头了。你们自己分享，千万别在外暴露，否则会引来杀身之祸。残魂郑重提醒，左手虚抬，猛地一挥，玉案外的阵法卡啦啦运转起来，露出阵法核心。阵法核心一道金光闪过，没入慕云瑶的眉心。守护阵法的控制权，我的毕生所学全交给了我的后人。残魂道，这个地宫已经属于他了。残魂暗淡许多，轻飘飘漂浮在阵法之上。慕云瑶似乎被巨量的信息冲击到了，短暂的恍惚了一下，随即挥手间打开了守护阵法。姐妹们，我先祖和万毒魔君的传承珍藏，你们随便看，一人拓印一份，我们共享之余这个登徒子。慕云遥望向萧晨川，气呼呼的一瞪，你们得到传承珍藏后，谁想分享给他就分享好了，我才不给他。残魂一听，眉头一皱，从慕云瑶的话里听出不对味来。他急忙看向众女，再看看萧晨川，瞪大了眼睛。所有女子都和这家伙有染，7个有6个和他交媾过，包括自己的后人。这时萧希月拉住慕云瑶的手，把慕云瑶带进怀里，摸了摸她的脑袋。好了好了，云瑶妹妹还在生内色胚的气呢。萧希月嘴巴凑近慕云瑶的耳朵，低声道，有一就有二哦，云瑶妹妹早晚还是要和色胚在。慕云瑶脸色一红，谁要和她在？咔啪一声，残魂拽断了一缕胡须，那缕胡须化作一道魂气消散。不是，这唯一一个没和那家伙交合过的绝美女子，反而是那家伙的正妻，后宫大姐头。残魂无语望苍天，顿时感觉偌大的地宫里，他们是一家人，自己是唯一的外人。慕云瑶和众女拓印分享了2位化神神君传承珍藏后，神色有些激动，显然收获非常巨大。这也难怪，毕竟这可是化神神君的传承和珍藏啊，6宗连一个元婴都难找到。要是知道了这里的传承，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金丹真人们，保证狗脑子都要打出来。哼！玉案位置一空，慕云瑶微抬着下巴，垂眸看着萧晨川，冷哼一声，做了个可爱的鬼脸。萧晨川无语。这时灵儿3步并作2步扑进他的怀里，仰头道，公子，人家的这份拓印给你好不好？好好好，还是灵儿乖。萧晨川抱起灵儿，亲了她一口，挑衅地看着慕云瑶。慕云瑶气得跺了跺脚，冲过来挠灵儿的痒痒肉。好啊，灵儿妹妹，没想到你是第一个叛变的。灵儿被挠得咯咯直笑，在萧晨川怀里扭来扭去。打闹了一番，萧晨川松开灵儿，来到那团本源毒弦前。你还是贼心不死，想收取它？残魂白眉一挑，道，小心小命，这么多红颜在身，你当真舍得死？众女担忧地望了过来，慕云瑶、灵儿停止了打闹，连慕云瑶的神色都有些严肃。多谢前辈提醒，晚辈当然惜命，所以对收取这口本源毒弦有十足的把握。萧晨川抬手，混沌漩涡急速旋转，那团毒液微微一晃，分出一缕细流，没入了萧晨川掌心。残魂目光一凝，众女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那毒弦细流入体，恐怖的毒力还没发作，混沌塔便像快要饿死的人看到美食般，发出五彩光芒，直接将毒弦吸走镇压。看到毒弦入体，萧晨川不但没事，反而吸取毒弦的速度更快了。残魂眼中露出震惊无比的神色，这小子明明才筑基期，是怎么扛住连化神神君都难以处理的奇毒的？要知道，就他刚刚吸收的毒弦的量，够毒死一堆元婴真君了不到半个时辰，这团本源毒弦便被全部吸收。混沌塔胚中翻涌的混沌气组成了混沌塔骨架，那团毒弦缩成一滴大小，被锁在骨架之中，等着萧晨川炼化。残魂震惊地看着萧晨川收取毒弦，身形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淡，后生可畏。残魂赞叹一声，最后消散之前望向了慕云瑶，与慕云瑶挥了挥手。先祖！慕云瑶惊呼一声，残魂消散，一代神君就此彻底消亡。萧晨川和众女回到了地面上，紫极金匣丹、毒胶、以木元灵珠碎片，2位神君的遗泽该到手的全到手了，是时候分别了。萧希月作为大姐头，首先明说了他的打算。净土下的地宫十分隐蔽，比在百劫门都安全，他要在这里就地结丹。萧希月留下了，萧晨川自然也跟着留下，为萧希月结丹护法。
灵儿师姐妹修为只有筑基中期，自然是要离开的。慕云瑶虽然筑基后期大圆满，但她似乎在玄清宗地位很高，众星捧月，所以要回宗突破金丹境。许英听说萧希月的打算后，受到了启发，也要在这里结丹。他说他被门中长老看中，夺去了圣女之位，留下当静鸾。这次失身，那位长老定然暴怒无比，贸然回去肯定凶多吉少。而进阶了金丹境，那位长老便不足为虑了。至此，只有化龙宗的苏妹儿、苏浪儿姐妹俩尚未道出他们的打算。众人看向俩姐妹，心中猜测她俩很可能也就地结丹。毕竟他们二人和许英境遇相似，都是被金丹真人觊觎，结丹成功后才能重新掌控自己的命运。哪知苏妹儿、苏浪儿不打算回化龙宗了，朝萧希月、萧晨川盈盈一拜，希望二人收留他们，哪怕是当个婢女，甚至暖床的女奴。萧晨川惊了，二位姐妹，虽说你们被宗里的太上长老当做了预备炉鼎，萧希月奇道，但你们在化龙宗仍旧是万人之上，备受尊崇，地位很高。更何况结丹之后回到化龙宗，至少也有个长老之位，又有金丹修为在身，想必既能摆脱那位太上长老，又能打入化龙宗核心，何乐而不为呢？苏浪、苏妹儿却连连摇头，说化龙宗功法特殊，不仅仅是以修为论高下，对血脉也极为看重。他俩的龙族血脉是那位太上长老赐予的，别说成就金丹，就是超越他成就元婴真君，也得受他钳制。苏浪、苏妹儿一番话，引得众女默然。好姐妹，留下吧。萧希月把苏妹儿、苏浪儿搂在怀里，道：别说当奴仆、当女奴的傻话了，我们姐妹相称。苏妹儿、苏浪儿非常感动。定，姐姐苏浪儿归心度10，获得1000掠夺点数，当前归心值70。定，妹妹苏妹儿归心度15，获得1500掠夺点数，当前归心值87。萧晨川一惊，怎么萧希月接纳了她们姐妹，反倒对自己的归心度涨了？苏妹儿、苏浪儿俩真拿萧希月当后宫大姐头正妻了。萧晨川无奈一笑。至此8人的打算都清晰了。灵儿师姐妹、慕云瑶3人回宗，萧希月、许英就地在地宫结丹，萧晨川为2人护法，苏妹儿、苏浪儿留下，到时候改头换面，跟着萧晨川、萧希月。离开之前，慕云瑶挥手之间制作了8枚木质传音令牌，说是方便众人互相联系。萧晨川和众女才知道慕云瑶还有一手炼器手艺，连连称赞。慕云瑶被夸得俏脸微红，都有些不好意思了。3女离开后，萧晨川唤出以木园灵珠碎片，和4女重回地宫。地宫入口合拢，万毒潭水覆盖，纵使元婴真君来了，也很难发现地宫之所在。顺着熟悉的阶梯来到地宫底部，萧希月和许英各会下一个闭关阵法，盘腿打坐，待身心调整到最佳境界后，取出一堆灵石、天材地宝，还有那枚紫极金匣丹，开始着手突破。萧晨川看着阵法中2女渐入佳境，松了一口气，摸了摸旁边的苏妹儿、苏浪，你们也是筑基大圆满，也有紫极金匣丹，不趁机突破金丹境吗？哪知苏浪抱了上来，苏妹儿舔了舔他的耳朵，柔声道：我们作为太上长老的预备炉鼎，从体质到修炼的功法都十分适合双修，公子马上筑基大圆满了，不如我们助公子一臂之力。哈哈，原来你们是贪吃了。萧晨川哈哈一笑，搂住他们柔弱无骨的腰肢，分别亲了他们一口。苏妹儿、苏浪儿脸色一红，缠上萧晨川的身体，嘟唇求吻。此刻独木山脉之外，约定的结束的日子到了，6宗之人等候在独木山脉入口处。天空赤红盾光亮起，飞速接近，落下一人，竟是韩天。韩长老、韩道友、韩真人，其余5宗金丹竟频频向韩天点头示意，显然韩天名声在外。他怎么来了？苏秦眉头一皱，朝韩天神识传音道：韩长老，你追萧圣女追到这里来了，在我面前你不准对她出手，否则别怪我不客气。韩天笑眯眯地和5宗金丹打着招呼，暗中回道：苏夫人，韩某自有分寸，不会让5宗看我百劫门内讧的笑话的。况且韩天陡然道：萧希月能否走出独木山脉都是个未知数。苏秦不屑，就凭我宗那些筑基废物，就算你给了他们混天钟，恐怕也不是萧希月的对手。哪知韩天嗤笑一声：混天钟当然不行，他太不灵活了，萧希月又不傻，怎么可能乖乖让他罩住？可是若是有紫阳宗的风字诀呢？苏秦脸色一变：韩天，你勾结外门？哈哈，韩天狂笑：我勾结外门？苏夫人可有证据？苏秦脸色阴沉下来，6宗金丹左等右等，
等了小半天了，不见有人从独木山脉出来。莫急，玄清宗的老妪不知是真不慌不忙，胸有成竹，还是安慰其他六宗。独木山脉素来凶险，进入者十不存一，出来的晚也属正常，诸位耐心等待便是。说完，他便闭目养神起来。啊！地宫当中，萧晨川大汗淋漓，用阵法隔绝了动静，以防打扰到萧希月、许英的闭关。定，苏麦尔归心值12，获得1200掠夺点数。定，苏浪尔归心值10，获得1000掠夺点数。萧晨川感觉修为在向筑基大圆满稳步迈进，这一会儿的功夫抵得上7、8年苦修了，不愧是上好的炉鼎，好玩又好用。萧晨川暗赞一声。独木山脉外，六宗等了大半天，竟还不见有人出来。这下连那老神在在的玄清宗老妪也有些坐不住了，他微微皱起眉头，看着眼前遮盖天地的无穷黑雾，不知在想些什么。和欢宗的那领头的金丹美艳少女不安道：独木山脉的毒变弱的周期正在慢慢过去，毒性越来越强了。毒性鼎盛之时，连金丹真人都不能在里面久待，越往后拖，能安全出来的可能性越小。一直大大咧咧的巨剑门此刻也皱起眉头。50名筑基弟子，还大多是筑基后期，甚至筑基大圆满，这几乎是各宗年轻一代1半以上的中坚力量了。折在里面，哪宗都承担不起这种损失。在场的金丹真人，包括苏晴，脸色都有些不好看。虽说独木山脉机缘之争十不存一，但好歹有人活着出来，拿到了结丹机缘，为宗门再添一位金丹长老。若真全死在里面，正在诸位金丹担忧着最坏的情况时，眼前的入口忽然黑雾搅动，露出2道模糊的身影。渐渐的，身影走出了入口，竟是合欢宗的2个女修。合欢宗的金丹喜上眉梢，看清来人后，眉头皱了下来。灵儿，你们大师姐呢？灵儿盈盈一拜，准备好了众女早就商议出的说辞。弟子惭愧。进入独木山脉后，被里面的毒雾吓到，和师姐一直待在外围，未敢深入，直到现在，所以没遇到过其他人，也不知他们的情况。金丹少女脸色转冷。下去吧。独木山脉入口再次沉寂下来，仿佛活下来的就只有合欢宗的2女。现场沉默下来，六宗金丹眉眼间都有些焦急。苏晴心头一沉，萧希月和纳瑟呸，不会动。正在这时，一道青光刺破黑雾，六宗金丹望去，玄清宗的老妪神色一喜。在接近入口的时候，青光敛去，黑雾一阵涌动，露出穿着青衣的慕云瑶。看到只有慕云瑶一人，老妪心中一突，脸上喜色散去，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穆小姐，怎会只有你一人？难道说……老妪脸色难看道，话里竟称慕云瑶为小姐。没错，玄清宗除了我都死光了。慕云瑶肯定了老妪的猜测。老妪脸色一白。那雾和那雾？慕云瑶道，那雾还在，那雾没有得到，还在的自然是天机罗盘，没有得到的是以木元灵珠最大的碎片。老妪沉默，咚咚重重敲了2下手中拐杖。赔了夫人又折兵，损失惨重啊。其他5宗金丹皱着眉头看着老妪和慕云瑶打哑谜，直接问道：穆姑娘，里面发生了什么？显然其他金丹也知慕云瑶的身份背景，对他说话时并没有那种金丹面对筑基的高高在上。诸位前辈，慕云瑶说着提前商议好的说辞。化龙宗能控制那只半步金丹的毒蛟。什么？5宗金丹猛地看向化龙宗。化龙宗那位金丹站在蛟手上，毫不在意5宗的目光。紫极金霞丹出世之时，慕云瑶继续道，化龙宗突然控制住毒蛟，攻击其他5宗。一场大战过后，死伤无数，最后毒蛟自爆，紫极金霞丹被毁，6宗修士几乎死伤殆尽。什么？6宗金丹骇然地重新望向慕云瑶。你说死伤殆尽？6宗金丹脸色难看，纷纷拿出令牌，联系上宗门，搜查筑基弟子命灯，看此次参与独木山脉一行的弟子中有多少人死在里面，命灯熄灭。很快有了结果，巨剑门全灭，连圣子都没能活下来。巨剑门的壮汉脸色铁青，愤怒地望向化龙宗。紫阳宗亦是全灭，合欢宗活下3人，还有上任圣女许英在里面没出来，不知道最终能否走出。玄清宗只剩慕云瑶一颗独苗，百劫门圣女萧希月、萧晨川还活着，苏晴松了一口气，而寒天眼底闪过一丝喜意。看样子萧希月成功被混天中镇压，成了笼中之物了。化龙宗也活下2人，是龙子、龙女。化龙宗领队得到属下的汇报，松了一口气。毒蛟自爆便自爆了，龙子、龙女还活着就好，他俩绝不能死，
否则太上长老一定暴怒。武宗损失如此惨烈，都脚踏虚空，愤怒地望向华龙宗。华龙宗，你们竟然暗施手段控制了毒蛟，如此作弊行为严重违背了六宗公平竞争独木机缘的约定，今天必须给个交代。玄清宗的老妪眼神闪烁，说话底气不足。他是知道慕云瑶长辈的天机罗盘被慕云瑶带了进去，打算收取以慕元灵珠最大碎片一事的。以慕元灵珠最大碎片一旦被收走，以后就再也没有紫极金匣丹诞生了，造成的后果比控制毒蛟带天机罗盘进去还要严重得多。面对武宗相逼，华龙宗的那位金丹道：诸位，我宗太上长老赐予龙子龙女毒蛟的控制权，绝不是让他们主动用毒蛟灭杀武宗修士的，事有蹊跷。现在不还是有5位筑基弟子陷落在里面吗？我提议联手进去找到他们，事实情况如何，到时一问便知。六宗人士加上寒天，一共7大金丹，浩浩荡荡地进入了独木山脉。可惜地宫深藏在毒龙潭潭底，位置极其隐蔽，更是由化神神君的残魂以大法力布置，怎么可能被小小金丹轻易发现？7人几乎将核心区域翻了个底朝天，一无所获，只确认了毒蛟却已自爆，以木元灵珠最大碎片不知所踪。众人脸色铁青，气氛凝重。寒天更是心中一突，脸色不好看起来。没看到混天中，他暗中掐诀感应，却发觉与此宝之间的心神联系已彻底断绝，就像此宝被人夺走炼化了一般。寒天脸色阴沉，几乎能滴出水来。5名幸存者竟然不在此地。另一边，华龙宗的金丹深深皱起眉头，把龙子龙女弄丢的罪名他可担当不起。找！寒天忽然大喝一声，萧希月、萧晨川这2人还活着，混天中也有可能在他们手里，就算是挖地3尺都要把2人找出来。地宫中，萧晨川和苏妹儿、苏浪感知到了外界7大金丹的气息，不过3人并没有慌乱，一边注意着许英、萧希月那边突破中别出岔子，一边继续。10日后，萧希月身上5色灵光流转，丹田像小太阳一样发出炽烈的光芒，开始将液态法力凝聚成丹了。见萧希月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萧晨川不再和苏妹儿、苏浪玩弄。俩姐妹不愧是绝佳的炉鼎胚子。2日前，萧晨川的修为便达到了筑基大圆满，同样具备了冲击金丹境的资格。苏妹儿、苏浪想将紫极金匣丹献出来助萧晨川结丹，萧晨川坚决拒绝了，反让他们自行服用突破。苏妹儿、苏浪感动得一塌糊涂，归心度直接突破了最后的极点，达到了100。永世不会背叛，随后也不下阵法，开始冲击金丹。4女全在冲关，萧晨川一边关注着他们的状态，别出岔子，一边取出一件件灵气，运转万化吞天诀，先吸进灵气，再吞噬炼器材料。混沌塔依旧很挑剔，往往每件灵气上只有少数精华材质才被他认可、炼化、吸收。2天后，所有灵气消失，原地只留一堆废品。丹田之中，混沌塔骨架已被各种珍稀材料填充，初步显化为一个9层8面玲珑宝塔的模样。萧晨川念头一动，宝塔滴溜溜飞出，只有巴掌大小，悬在他的身前。去！他轻喝一声，混沌塔应声飞出，迅速变大，塔底洞开，发出玄光，如房屋般轰然砸落。动静刻意被他用法力束缚，并未惊扰4女闭关。随后宝塔飞回，重新变成巴掌大小，落入掌中。萧晨川把玩片刻，若有所思。混沌塔分自带的基本功能以及衍生功能。基本功能有6种：封印、镇压、吸收、炼化、防护、净化。刚刚塔底发出的玄光叫混沌玄光，一旦被它罩住，便难以脱身，只能等着被吸入塔内封印、镇压，甚至被里面的先天大阵炼化、吸收。至于衍生功能，那要看炼入混沌塔中的材料有没有神异之处，是否自带威能。目前炼入混沌塔的不过是普通灵气材料，尚未出现任何异能。不过九幽毒泥的本源毒弦以木元灵珠碎片带有特殊威能，若是炼入混沌塔，必能诞生2大强力的衍生功能。萧晨川凝神静气，开始炼化这2样东西起来。又是10日，徐英也开始凝丹了，萧希月则凝丹完成了大半，小腹一粒拳头大的半液态金丹正在缓缓缩小凝固。萧晨川始终留有一道神念关注着他们的情况，剩下的心神都沉溺在炼化本源毒弦以木元灵珠碎片。终于他忽地睁开了眼睛，一尊小塔从他丹田滴溜溜飞出。此时的混沌塔已模样大变，左半边塔身黝黑，隐隐浮出一尊形似狮子又具有龙特征的异兽雕纹，正是传说中的泥。右半边塔身清脆，浮现出一株参天巨木，
根植灵脉，叶柄凝结出颗颗乙木晶圆。这一颗颗乙木晶圆十分眼熟，和乙木元灵珠好像。萧晨川似有明悟，原来乙木元灵珠是由乙木晶圆炼成。看着模样大变的混沌塔，萧晨川微微点头，随即却又摇头。可惜，但我修为尚浅，塔身材质仅达灵气级别，远不如这两样法宝本源。如今他们虽然被混沌气塔骨摄服，却只能显化小部分威能。不过，这小部分威能也促使混沌塔外形发生了异变，两边显出不一样的颜色雕纹。若我不惜代价强行催动本源独弦、乙木晶元，他们是可以爆发一瞬间的威能，但我会耗尽一身法力，塔身也会因承受不住威能而崩碎。一旦崩碎，混沌塔将退回塔胚状态，需重新炼入灵材塑形才能使用。萧晨川脑中转过这些念头，摸清了混沌塔的现状。光是基本功能，他已超越了极品灵气。如果不惜塔身破碎，激发本源独弦、乙木晶元的衍生之力，他甚至能在一瞬间比肩法宝。不愧是无敌仙器。萧晨川心中暗赞，如果吞噬炼化了无数像本源独弦、乙木晶元这样的自带特殊威能的炼器材料，那混沌塔岂不是拥有了无数衍生能力，相当于集万千法宝异能于一身？萧晨川心中火热起来。又是10日，萧希月周身灵光璀璨，3000青丝无风自动，翩然飞舞。丹田之中，一粒核桃大的金丹彻底成型，发出耀眼的金光。金丹归鞘，萧希月浑身光芒敛去，睁开了美眸。恭喜！萧晨川笑着喝道。萧希月嫣然一笑，却忽然察觉他的修为，你已筑基大圆满。旋即他挑了挑眉，语带调侃，进步如此之快，这些日子没少和苏妹儿、苏拉尔昏天黑地不分昼夜的刻苦修行吧？萧晨川摸了摸下巴，一本正经的回味道，他俩确实很润。萧希月白了一眼，轻啐一口，转而正色道，我来护法，你尽快闭关结丹。萧晨川婉拒了萧希月所赠的天才地宝，坦言自己在元婴之前并不需要任何破镜灵物，唯一要做的是专心打磨肉身。萧希月闻言称奇，便取出紫霄剑，引动雷霆，助他修炼那门独特的炼体功法雷狱筑身法。15日后，许英成功结丹。告别之际，他向萧晨川与萧希月提出一个大胆的请求。此前身中焦毒，神志昏沉，并未真正体会到男女之事的快乐，如今即将分别，他想真正体验一次。这种愿望哪有拒绝的道理？1天1夜之后，许英心满意足，飘然离去。萧晨川则继续投入炼体苦修。10日后，6大宗门一无所获，只好撤离了独木山脉。不料几天后，竟传出消息，合欢宗前任圣女许英自行返回了宗门。她不仅安然无恙，更一举突破至金丹境。其余5宗得知，又是羡慕，又是嫉妒，尤其是全军覆没的紫阳宗与巨剑门。不久，合欢宗传出消息，许英对独木山脉所发生事情的叙述与慕云瑶大致相同。6大宗门因此更加确信是化龙宗控制毒蛟出手杀人，5宗对化龙宗的怨恨也更深了几分。然而风波未平，几日之后，又一件惊天大事传出，许英与合欢宗一位金丹长老爆发激烈冲突。令人震惊的是，这位老牌金丹修士竟不敌刚刚结丹的许英，被斩去一臂。据知情者透露，这位长老早已觊觎许英多年，此前因担心他会被安排联姻，甚至暗中运作，剥夺了他的圣女之位。如今许英成功结丹，这位长老危机感大增，唯恐他脱离掌控，便主动提出要与他结为道侣。不料许英不仅言辞拒绝，更被察觉已非完璧之身。长老惊怒交加，当即出手，却反被许英斩断一臂，狼狈落败。金丹修士肉身不再是致命弱点，即便断臂、碎心，甚至斩首，只要灵魂没死，金丹未毁，便能滴血重生，重塑肉身。因此金丹境之间的战斗往往难分生死。但这一臂之损已足够说明许英的实力已超越了这位长老。他脸色铁青，终于明白眼前的女子再也不是他所能掌控的了。独木山脉深处，地宫内，萧晨川对外界风波一无所知，只一心修炼雷狱筑身法，终于第3境断骨大成。此时肉身强度已堪比灵气，至此终于可以放心突破金丹境，不用再担心肉身承受不住混沌道基所带来的压力了。萧晨川取出一个蒲团，以蒲团为核心，绘下一座小巧但复杂的阵法。它是修仙界常用的闭关修炼的阵法，具有简单的防护作用。此外，还能隔绝外界的声音、震动、异常光芒等干扰，以防闭关被打断。当然，真要是天塌地陷，防倒屋它的剧烈动静，它还是隔绝不了的。至于蒲团，则能帮助修士凝神静气，调理法力。萧晨川盘坐于蒲团之上，激活阵法，凝神静气了一会儿，
随手取出大量灵石，万化吞天诀运转，无数道精纯的灵力从灵石堆中飞出，没入他的体内。5日后，苏辣、苏妹儿纷纷进阶金丹成功。看到闭关中的萧晨川，二女不敢弄出大动静，只朝萧希月盈盈一拜：“见过萧姐姐。”萧希月简单应了一声，奇异地看着萧晨川。他什么天才地宝都没使用，只是不停地吸光一堆又一堆灵石的灵力，仿佛丹田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3日后，萧晨川身体发出五彩灵光，丹田处一个法力漩涡发出宛如群星的光芒。法力漩涡出现后，吸收灵力的速度更快了。色胚他修炼的似乎是一种极其高明的功法。萧希月心中一动，往阵里添加了几样灵力超凡的天才地宝。2日后，萧晨川的法力漩涡似乎扩张到了极限，他不但没有爆发，反而猛地收缩，以漩涡核心的起点为中心，瞬间他缩成了一个核桃大小的金丹。之所以说它是金丹，是因为它不是金色的，而是仿佛空洞一般的黑色。不，它还是金色。萧希月念头一闪，只是它吸力太强，周围的天地灵气甚至光线都逃脱不了它的蜥蜴，所以看起来才是黑色。萧希月猜的没错，在萧晨川眼中，他的金丹就是金色的。下一秒，金丹归位，一股无形的力量席卷全身，肉身脱胎换骨，识海也受到了滋养，神识飞速变强。萧晨川起身，苏妹儿、苏辣、萧希月嫣然笑道：“恭喜！”萧晨川大笑，搂住三女，在他们唇上分别狠狠亲上一口。金丹境成了。开心之余，萧晨川忽然想到自己、萧希月、苏妹儿、苏辣、许英、慕云瑶，再算上宗主夫人苏晴的话，坐拥7大金丹，这是一股相当可怕的力量了。萧晨川沉吟一番，道：“妹儿、辣儿，我传你们小无相诀。他练成之后，可伪装气息，改换容貌，隐藏你们的真实身份。到时，你们以婢女的身份随我回宗，日后再找机会杀了化龙宗太上长老那个老不死的，让你们真正的自由。”苏辣、苏妹儿天资很好，不到3天便把小无相诀修炼到气相境。小无相诀，皮相境、骨相境、气相境、万相境，到了气相境之后，便可以从皮到骨，再到气息，法力波动，神识特征，完全的伪装成另一个人。可以说，就是拿他俩当炉鼎培养的那位太上长老，亲自来到他俩面前，也休想轻易看穿小无相诀的伪装。唯一的麻烦，便是他俩留在化龙宗的命灯了。日后找机会将命灯毁去即可。2日后，萧晨川和三女终于出了地宫。之所以又拖了2日，是因为在苏妹儿、苏辣儿主动勾引，在他们身上耽搁了点时间。此刻，萧晨川和萧希月并肩飞行，苏妹儿、苏辣儿一身侍女打扮，跟在二人身后，脸上带着满足的红晕，身上还残留着萧晨川的爪印。与此同时，百劫门、圣女峰，苏秦闻讯赶来，看到寒天一脉6大金丹同时出手，悍然破出了圣女峰的护山大阵。寒天，你在干什么？苏秦大怒。苏夫人。寒天仰天大笑，身后飞来一位美貌的少女，落入圣女峰中。百劫门门规，圣女超过1月生死不知，便可剥夺其圣女之位，令立新圣女。萧希月消失在独木山脉2个月了，今天我要让这圣女峰易主。圣女峰易主。圣女峰内飞出一个俏丽的女修，正是萧希月的贴身侍女。她大声质问道：“韩长老，圣女大人命灯安然无恙，她还活得好好的，消失这么多天，说不定是在闭关，甚至在突破金丹。我被修士闭关个2-3个月，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韩长老这么急着对付圣女峰，是否不妥？”寒天望向他，眼中露出不屑之色，伸出大手，虚空一按，一个真元巨爪形成，抓向萧希月的贴身侍女。聒噪！你一个圣女峰的奴仆，卑贱的东西，也配和我说话？寒天倨傲道。那巨爪一下把侍女攥在掌中，狠狠收紧，里面传出惨叫：“脏了我的耳朵，死吧！”扑哧一声，那侍女被生生捏爆成一团血泥。这一切发生的太快，苏秦都来不及阻止。寒天，你……苏秦生气了。寒天朝苏秦行了一礼，似乎很恭敬的样子，但说出来的话却并无恭敬之意。一个女仆对我堂堂长老大呼小叫，她犯了以下犯上的大罪，我把她处死，很合理吧？说着，寒天忽然再度出手，一掌把圣女峰内的禁制破坏得干干净净。莲儿，10几年前你竞争圣女，败给了萧希月那贱人。寒天道：“现在是时候把你失去的一切都拿回来了。”寒天身边一位长老走了出来：“徒儿，去吧。”之前落入圣女峰的那位美貌少女盈盈一拜：“是，师尊。”
韩师叔。那美貌少女翻掌间灭杀了萧希月的奴仆们，将萧希月的寝宫大殿全部摧毁。原本灵气浓郁，鸟语花香，一片仙家气派的圣女峰，眨眼间变成了一堆废墟。苏秦看着眼前的一切，顿时大怒。忽然他感应到了什么似的，语气平和下来：韩长老，你如此肆意妄为，破坏圣女峰，就不怕萧希月结丹归来？他在筑基大圆满的时候就能让你奈何不了他，一旦进入金丹境，恐怕只有你抱头鼠窜的份了。笑话！韩天放声大笑，我好歹是老牌金丹，手中底牌无数，岂会真的怕了那黄毛丫头？退一万步讲，我执一脉6大金丹在此，他萧希月再天才，还能以1敌6不成？正在这时，一道紫色的盾光忽然从天边亮起，那盾光带着毫不掩饰的金丹威压，转瞬间进入了百劫门上空，又眨眼间来到近前。韩天，你对我圣女峰做了什么？正是萧希月、萧晨川、苏妹儿、苏浪儿4人。萧希月望着一片狼藉的圣女峰，当即大怒。韩天一看，萧希月竟然真的突破到了金丹，眼睛一眯，下方那个叫帘的美色女修眸中闪过一丝复杂。曾几何时，他和萧希月还在同一起跑线上，还和萧希月竞争过圣女之位，短短的时间过去，萧希月已经把他甩得远远的了。萧希月，不要以为你结丹了就有了和我叫板的底气。韩天道：今天你我的恩怨必须了结，你必须给我个交代。萧希月进步太快了，在重重围堵之下还是顺利结丹，往后彻底压制不住了。今天得趁着他刚入金丹境，根基未稳，而自己一脉6大金丹旗帜，必须以势压人，逼他就范。就在韩天等人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萧希月身上，忽略了萧晨川3人时，苏秦惊喜道：萧总管，你竟然也金丹境了！韩天这才一惊，把目光落在萧晨川身上，果然发现了他也已结丹。韩天脸色阴沉下来，这小子傍上了萧希月的大腿后，修为是奇迹般的突飞猛进，竟然和萧希月同时结丹成功了。不过韩天还是没把萧晨川放在眼里，在他看来，萧晨川区区武灵根废物天赋，一定是用了大量天才地宝，拔苗助长，透支潜力才成功结丹的。这种金丹修士先天不足，无论是寿命、潜力、法力、战力、神识、肉身，全方位的比不过正常金丹修士。总之，这种讨巧金丹，他韩天随手能灭杀10个8个。听到韩天要自己给个交代，萧希月气笑了：韩天，你真是无耻至极！你儿韩立设计杀人不成，被人杀掉，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怎么，只许你韩家杀别人，不许别人杀你？韩天多说无益，谁拳头大谁就有理，这不正是你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吗？那好，今天我们就来比试比试。说着，萧希月腰间紫霄剑呼啸而出，铮鸣一声，天地灵气猛地搅动起来，朝他汇聚。金丹之后，修士能一念调动天地灵气，攻击招式的威能凭空增强了几10倍不止。此刻方圆30-40里的天地灵气都被调动，磅礴的灵力以紫霄剑为中心，呼啸着形成一个灵力漩涡，朝韩天狠狠斩下。哼！韩天也不是吃素的，冷哼一声，顿时和萧希月争夺起了天地灵力控制权。一部分灵力从紫霄剑外的漩涡中脱离出去，与韩天的法力结合，生成了一条1里多长的锋芒。那锋芒缠上紫霄，和紫霄大战起来。紫霄剑所过之处，雷霆闪烁，锋芒立即被斩断。可锋芒无形无质，又不惧雷霆，被斩断后立马重新凝聚，继续纠缠着紫霄。萧希月，今日必须分个高下！韩天大吼一声，法宝法术齐出，朝萧希月、萧晨川、苏妹儿、苏浪儿4人当头轰下。站在他身边的5大金丹同样齐齐出手。韩天口中说的是分个高下，可他们6人却是眼含杀机，出手全是杀招。来得好！萧希月看他们奔着杀人而来，不禁反喜。紫霄剑爆发出璀璨的电光，无数电蛇从剑身上四处延展，形成了一张铺天盖地的电网。萧希月的身影陡然消失，下一瞬间出现在一处电光处，离韩天6人仅仅不到1丈距离。正是千雷遁。韩天6人大吃一惊，而萧希月目光微寒，就那么虚空一握。6人身外凭空出现几10粒紫道发黑、拳头大小的电球，电球轰然炸裂，将6人的身影掩埋。砰！耀眼的电光闪过，远处山头不少闻讯看热闹的弟子被余波炸得粉碎，下方的圣女峰如同被天雷轰过一遍似的，焦黑一片。嗨嗨！处于电球爆炸核心的韩天等人渐渐露出身影，6人变成了4人，个个灰头土脸，2人肉身炸碎，只剩2个圆溜溜的金丹。萧希月，你毁我肉身，此仇不报，誓不为人。金丹里传出2大长老的声音，嗖的一声破空，
就要遁走。忽然，一个黑青宝塔突兀降临，那2个金丹猝不及防，直接撞了进去。宝塔滴溜溜一转，变成巴掌大小，落到萧晨川掌中。啊！萧晨川，我们可是金丹长老，你敢杀我们？塔里传出一声惊叫，随后没了声音。众人目瞪口呆，无比震惊地望了过来。远处山头上，所有来看热闹的门中弟子都张大了嘴巴，望着萧晨川，神情呆滞。连苏晴、苏妹儿、苏烂儿也都面露震惊。直接灭杀宗内长老，实在太猖狂，太无法无天，太过分了！你竟敢杀人！尽管寒天原本也打算下杀手，但被杀的变成了自己人，他受不了了，当场怒喝：“黄口小儿，你可知每一位金丹长老都是宗门倾尽心血，耗用海量资源培育而成？他们是百劫门的镇海神针，守护着整个宗门的安危，每一位都地位尊崇，不容亵渎。今日你竟敢屠戮长老，无视门规，见戒律，罪不可赦！”寒天怒而出手，一步踏出，瞬间出现在萧晨川面前，抬手一掌印向萧晨川脑门。死！萧晨川意识抬手，和寒天隔空对了一掌。轰！剧烈的爆炸声响起，狂乱的冲击从2人掌间爆发，连天上的云层都被冲开一道口子。激起的狂风拂过，吹得远处山头看热闹的弟子们睁不开眼。等余波消散，再望向战场时，发现寒天、萧晨川依旧保持着隔空对掌的姿势没有变。萧晨川依旧是那副面无表情的样子，而寒天则从愤怒、残忍变成了惊恐。细看之下，一道道灵力从寒天掌中被吸扯而出，没入萧晨川的掌心。寒天似乎极力想摆脱这股吸扯之力，却好像有点难以脱身，好诡异的功法。寒天眼睛一眯，神色一狠，下一秒，他的手掌轰然炸碎，血肉纷飞，而他整个人趁着这股爆炸的力量，瞬间倒飞出去，摆脱了混沌金丹可不犀利的钳制。一股精纯的力量从丹田金丹涌出，寒天炸碎的右掌从掌根开始凭空生出白骨，然后是经络、血肉、表皮，眨眼间断肢重生。寒天白嫩的五指活动了下，适应着新生的右掌，大喝一声：“黄口小儿，我说你修为静静，为何如此之快，又如此残忍，屡屡杀害同门？原来你是魔修！魔修人人得而诛之，死吧！”萧希月太过棘手，寒天还是觉得萧晨川更容易对付，只要别近身，被诡异的吸走法力即可。寒天一脉的其他3大金丹立即祭出法宝，和寒天一起杀来。萧晨川心念一动，5道滔天剑气喷涌而出，转瞬间形成一道剑阵。剑阵内剑气肆虐，下方的圣女峰飞沙走石，被离开一道道巨大的沟壑，上空的云层被搅和得稀巴烂，露出湛蓝的天空。寒天4人瞬间被困于剑阵之内，大惊失色。五行剑阵，五行剑法在金丹境的招式。不对，剑阵的威力和修士的修为有关，修为越强，施展出来的威能越恐怖。要是元婴真君来施展，恐怕能一招毁掉整个百劫门。这小子才刚入金丹，为何剑阵威能如此恐怖，几乎堪比金丹大圆满了？还有，他不是刚入金丹吗？为何这么快就掌握了五行剑阵？寒天却是不知混沌道基的恐怖。萧晨川的混沌金丹雄浑凝练无比，法力是同境界其他修士的几十倍，精纯程度更是堪比金丹后期，施展出来的招式焉能不厉害？而且他悟性无双，也就面对万化吞天诀这种逆天功法时才会悟得慢了点。五行剑法比起万化吞天诀1/1000都不如，在萧晨川眼里简单无比。他在和萧希月赶回百劫门的路上就分出一道神念，顺便把五行剑阵掌握了。当然这并不代表五行剑法不强，相反，五行剑法有元婴级的剑招，被寒天看上，赐予宝贝儿子寒力，足以说明他超越了绝大部分百劫门的功法，在整个6宗都算得上威能不凡。此刻寒天4人被滔天剑气所困，当即使出全力，祭出大印、鳞甲、树叶各种形态的7、8件法宝，抵御住剑阵的威能，想强行开辟出一条道路。萧晨川五指虚抓，剑气更强几分，下方的圣女峰直接山间破碎，无数巨石滚落，生生被削矮了100多米。寒天等4人被困剑阵之中，感受更加清晰。金、火属性剑气主罚，木、土属性主困，水属性剑气可杀可困。4人在剑阵中左冲右突，始终找不到生门所在，像滔天海浪中的4叶扁舟，随时可能被大海覆灭。要不是那7、8件法宝的支撑，寒天怀疑他们4人已经被剑气搅碎肉身，连金丹都逃不出去。正在他们苦苦支撑，苦思破局之法，想着要不要自爆法宝，强行炸毁五行剑阵时，那个黑青宝塔忽然降临，它散发着混沌玄光，照向寒天4人。
他们面前的法宝遗质隐隐有脱离掌控，被宝塔收走的迹象。这又是什么宝器？寒天四人一惊，极力控制着法宝不被收走。黑青小塔明明只是灵气，竟然有收走法宝的威能，简直闻所未闻。萧晨川一叹，可惜自己初入金丹境，虽战力不俗，但一身灵气还没来得及晋升成法宝，终究是让寒天等人凭借着法宝威能，在五行剑阵之中得以苟延残喘。死吧！萧晨川心念一动，青黑宝塔上的黑色那一半毒泥雕纹陡然亮了起来，黑色半边塔身整体颤了颤，直接崩碎，飞出一头四狮四龙的光影。这光影抬头仰天，无声咆哮，下一秒张口朝寒天四人一吐，一股浓郁的黑雾朝寒天四人扑去。寒天四人立马从黑雾之中察觉到了熟悉的气息，毒神君的毒。四人收缩法宝的防御圈，并撑起道道屏障挡在身外。可惜这不是他们以为的萧晨川从独木山脉收集来的普通毒物，而是九幽毒泥的本源毒涎力量爆发之下喷出的本源之毒。毒雾涌来，法宝晃了晃，各色宝光竟被侵蚀成了黑色，连法宝本体都出现了黑斑，撑在身外的屏障更是层层碎裂，没有了防护。下一秒五行剑气临身，寒天四人直接被剿灭了肉身。那七八件被奇毒污染失去灵光的法宝更是被萧晨川顺手收走。啊，这是什么怪塔？奇毒？难道你得了毒神君的宝物传承？萧晨川，原来独木山脉中最大的受益者是你。寒天狂吼，想把这个消息吼出去，让萧晨川成为众矢之的。可惜从混沌塔飞出的那刻起，萧晨川便激发了更多的五行剑气，五色的滔天剑气遮掩了里面所有的声音和景象。众人只看到五行剑阵之中滔天剑气陡然变多，呼啸着将寒天四人肉身斩灭。紧接着那四枚圆溜溜的金丹还没来得及逃，便被无数剑气斩中，发出通天灌地的爆炸。五行剑阵轰的一声被炸毁，萧晨川手托残了半边的宝塔，虚空踏步，毫发无损地从爆炸中走出。众人惊掉了下巴。一个初入金丹的少年翻手坚阵杀了四大老牌金丹长老，苏晴一众长老沉默了。萧希月一招千雷遁瞬间出现在六大金丹面前，回去两大金丹的肉身就已经够让人惊讶的了。萧晨川一招五行剑阵直接镇杀四大金丹长老，让他们连金丹都来不及逃出来，实在太恐怖了。原本中立看戏的那些金丹长老淡定不下去了，深吸一口气站了出来，灭杀我宗六大金丹。六大金丹呐，就算宗门大战魔道来袭，恐怕一次都死不了这么多金丹真人吧。这长老说的没错，金丹真人很难被杀死，大不了舍弃肉身，没了肉身的限制后，金丹遁速能提升几倍、十几倍，很容易便可逃离战场，潜伏下来缓缓恢复肉身。哪像在萧晨川面前这样，肉身被毁后，金丹连逃出去的机会都没有。六大金丹啊！有个长老嘴唇都在抖，灭宗之战也不过如此了。此魔性太大。苏妹儿、苏辣儿听不下去了，那寒天毁了我家女主人的仙山，一错在先，又主动出手便是杀招。我家主人是要被人杀了才被迫反杀，何错之有？你们这些老东西无视寒天等人的所作所为，只揪着我家主人不放，是眼瞎了还是心瞎了？你那群长老指着苏妹儿、苏辣儿，吹胡子瞪眼，伸出的手指都在抖。伶牙俐齿的黄毛丫头，我和你们主子说话，你俩卑贱的奴婢有说话的份吗？成何体统？苏妹儿、苏辣儿在化龙宗养尊处优惯了，虽说心甘情愿做了萧希月、萧晨川的女奴，但一来萧希月、萧晨川根本没把他们当奴婢看，二来他俩只尊萧希月、萧晨川，其他人在他们面前耀武扬威，他俩是不愿的。姐妹俩当即看向萧晨川，见萧晨川微不可察地点点头，二女上前一步，气势爆发，修为显露而出。众长老脸色一变，金丹，又是金丹，金丹修士不要钱了吗？萧晨川、萧希月不知从哪弄来的俩婢女，都是金丹境。诸位长老，苏辣儿、苏妹儿朗声道：“我家主人战力无双，作为奴婢，我们也不能丢了分。你们要是觉得我俩金丹真人不配在此说话，大可上来一战。”众长老沉默了，他们是万万没想到，萧希月一方刚进入金丹境便是一门四金丹，而且萧希月、萧晨川二人更是战力无双，不能将之当普通金丹看待。寒天一脉实力这么强都被灭了，这些长老不敢多言，求助地望向苏晴。苏夫人，宗里六大金丹被灭啊，难道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你们想怎么做？诸位长老。云端，苏晴猛地一拍云辇扶手，脸色难看道：
众长老又沉默了。我们已经损失了6位金丹，无可挽回了。苏秦道：难道你们想再继续逼走圣女，我的总管，让百劫门再失去4位金丹吗？大局为重，我知道你们在怕什么，你们是怕了圣女萧晨川的有仇必报，恐怖战力。那你们不招惹他俩不就行了吗？我看他们也不是嗜杀之人。众长老看了看面无表情的萧晨川，非常无语。苏秦起身下了最后定论，寒天一脉主动挑起私斗，破坏门规的是他们，他们不敌身亡也是咎由自取。不过圣女萧总管，你们要保证放过寒天一脉的徒子徒孙，不得继续寻仇。看到萧晨川，萧希月应下，苏秦笑道：好了，恭喜你们成就金丹，宗门核心区域的那些仙山，你们可以随意挑选，作为你们的长老峰来开辟洞府。看到苏秦站在了圣女一方，众长老审时度势，及时转变立场，纷纷向萧希月、萧晨川送上祝福。一时间气氛变得祥和喜乐，仿佛寒天一脉从未在百劫门存在过，只留下方圆几十里一片狼藉的仙山福地，以及正下方碎裂了大半被金丹大战的余波破坏的几乎腰斩的圣女峰。峰上那个叫帘的曾和萧希月竞争过圣女之位的一位金丹长老的女儿早已消失不见。以后大家都是宗里长老了。萧希月、萧晨川简要的和诸位长老打了个照面，苏秦便把萧晨川带走了。阿结丹后，你的身体素质果然又不一样了。2天2夜后，百劫门的事飓风般传了出去，武宗震惊无比。而正主萧晨川终于走出了苏秦的寝宫，苏秦的归心值终于动弹了一下，增长了1，变成了98。苏秦可惜道：萧晨川已经金丹境，当为宗里长老，不适合再在宗主峰当总管了。不过他收回总管令后，倒是偷偷给了萧晨川另一个令牌。有这令牌，宗主峰的护山大阵便拦不住他，更是能出入峰中大部分地方，包括宗主殿、苏秦寝宫、苏秦的卧室禁制。从宗主峰离开后，萧晨川带着柳如烟来到宗门核心的茫茫仙山之中，找到了萧希月。这2日，萧希月已经物色好了洞府的开辟之处，他的是一座俊秀仙山，灵气浓郁。萧晨川的就在他旁边。萧希月的洞府第1日便开辟好了。苏妹儿、苏浪儿不知萧晨川的喜好，又不敢打搅萧晨川在苏秦身上的好事，便一直没有动萧晨川的仙山。萧晨川对仙山洞府没有特殊要求，只要风景好，离萧希月近即可。仙山高耸入云，山体陡峭如悬崖峭壁，护山大阵早已被萧希月贴心布好。萧晨川直接在仙山接近顶峰的地方开辟出简陋的洞府，便迫不及待地和苏妹儿、苏浪儿、柳如烟入住其中，开始了没日没夜的欢乐生活。直到10日之后，欢乐生活才缓了下来。苏妹儿、苏浪儿姐妹终于有了闲暇，将洞府扩展装饰了一番。原本简陋的洞府一下子变得华丽温馨。这10日，萧晨川原本想找萧希月索要千雷遁的报酬，毕竟约定在先，只要给了他千雷遁的法诀，除了那事不能做，他的身体都是自己的，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可惜萧希月闭关了，说是稳固修为，习练一些法术。萧晨川只好和苏妹儿、苏浪儿、柳如烟玩，当然了，他也完全没有沉溺在温柔乡里，一丝心神始终没忘了消磨9霄雷遁最后的风境、参悟5行剑法、小无相诀、千雷遁等功法，祭炼混沌塔。偶尔也会晚上溜到宗主峰，满足怎么都填不饱的苏秦。欢乐的日子匆匆而过。5天后，寒天一脉6大金丹的法宝全部成为了一堆废渣。混沌塔重塑，塔身晋升成法宝级，依旧是黑青塔身，只不过上面毒泥乙木的雕纹更加清晰了些，能发挥出本源独弦乙木精元更强大的力量。2日后，再次喂饱苏秦，萧晨川带着苏妹儿、苏浪儿悄然出宗。混沌塔威能无双，是时候杀了那化龙宗太上长老，毁去姐妹俩的命灯，让他们彻底逃脱化龙宗的控制，乖乖安心的做自己的女奴，恢复真正的自由了。一出百劫门，苏妹儿、苏浪儿姐妹俩便恢复了真身。她俩额头长着一对短小漂亮的龙角，颇有别样的风情。每次看到他们本体，萧晨川都有些忍不住，这一次也是直接随手拉过一个抱进怀里，一边热吻一边顶在了神行舟内部的舟壁上。神行舟是成为金丹长老后宗里发放的，飞行速度不输金丹，内部宽敞，十分适合长距离赶路。二女修炼的化龙诀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炼体法诀，因此他俩的体魄远胜寻常女修，柔韧中蕴含着龙象之力，看似娇弱的躯体实则坚于金石。萧晨川可以放心大胆的玩，而不用担心弄坏了他们的身子。柳如烟还是练气境，这次回来后和他萧晨川只能收着力，唯恐把他撞坏了，远不如和苏妹儿、苏浪俩这么尽兴。6日之后，
神行舟冲出云海，下方不见了大地，出现在眼前的是无数的高山深涧。这里的高山非常奇特，一座座冲天而起，上下一般粗，没有山坡，全是峭壁。与其说是山，不如说是巨大无比的石柱，而石柱的根部是深不见底的水源，这些山柱都仿佛从水里长出来的一般。神行舟随意落在一座山柱之顶，走出风神俊朗的萧晨川和匆匆穿好衣裙的苏妹儿、苏辣。萧晨川驻足看了片刻风景，啪一巴掌拍在苏妹儿、苏辣翘臀上。走吧。苏妹儿、苏辣会意，化作2道遁光，深入了这无尽的山柱之中。萧晨川收起神行舟，同样身化遁光，跟在了他们后面。金丹境修士速度非比寻常，1个多时辰后，不知跨越了多少距离，眼前的景象缓缓出现了变化。那数不清的山柱越来越高，越来越粗壮起来。萧晨川极目远望，发现天际尽头的山柱直入云霄，山柱根部的水渊愈发的深不见底，里面偶尔有灵光闪烁，似乎有什么妖物在游弋。再往前，连山柱上都出现了些微的灵光，甚至有郁郁中的天才地宝。不过这些天才地宝等级太低，萧晨川、苏妹儿、苏辣3人把他们无视了。一些在石柱上开辟洞府的散修，远远看到3道金丹遁光，吓得瑟瑟发抖，缩在洞府深处不敢动弹。渐渐的，高山深涧间的灵气越来越浓郁，3人放慢了遁速，藏住行迹。当眼前的山柱深涧明明近在眼前，却仿佛遇到鬼打墙般，怎么都过不去的时候，苏妹儿、苏辣给了萧晨川一块令牌，令牌形似龙鳞，上书1个义字，这是杂役身份令牌。二女道：化龙宗杂役无数，地位低下，伪装成杂役没人看得出。3人面容骨骼一阵变换，伪装成普通杂役，换上杂役服。苏妹儿、苏辣走着奇怪的路线，一会儿前一会儿后，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没多会儿便突破了障眼阵法，眼前出现大片的迷雾。苏妹儿、苏辣在迷雾中轻车熟路，带着萧晨川左扭右拐，很快迷雾陡然消失，天地为之一清。只见无数直插云霄的巨型山柱，一座接着一座。山柱之上有亭台楼阁、巍峨大殿，有五光十色的灵鸟在山柱间翱翔，甚至有粗壮无比的藤蔓缠绕着山柱向上生长。下方的水渊之上有轻舟游弋，还有一对对额头生绝的少男少女跃入水中，采摘着什么灵物。化龙宗到了。在小无相觉的伪装下，萧晨川、苏妹儿、苏辣3人毫不起眼地融入了其中。似乎化龙宗大多一男配一女，萧晨川坐拥2女，引来了不少目光。不过好在一男多女，一女多男虽少，但也不算罕见。这些人只是羡慕地看了他几眼后，便不再理会。化龙宗的地盘非同寻常地大，和百劫门一样，宗门区域近似环形划分，从最外围到最核心，分别是杂役区域、外门区域、内门区域、宗门核心区域。3人走了好几个时辰，才来到杂役区域、外门区域的交界处。2处区域被禁止分割，通行入口有弟子把守，杂役弟子无故不得入内。苏妹儿、苏辣手中有外门弟子令，但外门弟子的管理不像杂役那么松散，每个人都被化龙宗记录在册，很难蒙混进去。好在这分割2片区域的禁止能轻易拦住杂役，却是挡不住金丹。萧晨川和2女随意找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潜入了外门区域。就这么如法炮制，3人一路来到核心区域外。化龙宗的核心区域比杂役区域、外门区域、内门区域加起来都要大，里面分布着一处处禁地、福地、长老居所、天才地宝孕育之处，几乎到处都是阵法禁制、巡查的守卫。不过对在化龙宗地位尊贵的苏妹儿、苏辣来说，找到守卫薄弱处潜入进去易如反掌。3人来到核心区域中，一个人迹罕至的通天山柱的底部，这里的水渊深处竟有一个极其隐蔽的水下密道。这个密道整个化龙宗知道的人不超过5指之数，非常安全隐秘。2女道：他直通太上长老的居住之所龙渊，是太上长老为与他好兄弟之妻偷情私会而暗中开辟，与好兄弟之妻偷情所用的密道。萧晨川震惊了，暗道化龙宗不愧是仅次于合欢宗的第2银窟，果然不一般啊。至于苏辣、苏妹儿为何知道这种隐秘事，萧晨川倒不意外。他俩是太上长老豢养的炉鼎，被太上长老看作私有物，略微知道一些太上长老的私密，非常正常。3大金丹联手，6宗哪里都能闯一闯，再加上2女对化龙宗的熟悉，小无相觉的隐匿能力，本源独显秒杀金丹的恐怖威能。萧晨川没有丝毫犹豫，神识开路，带着2女进入了密道。作为偷情密道，它既隐秘又安全。不知过了多久，3人悄悄出现在龙渊之中一个山柱的水下隐蔽处，头顶是一片随着水波荡漾的仙宫倒影。在仙宫倒影的顶部
依稀能看到2个人隐立在仙宫之巅，其中一个赫然长着一条龙尾。清晰的说话声袅袅传来：“太上长老，您果真要走这一趟？”那龙尾甩了甩：“老二妹儿，关系到无化丹成阴之大事，绝不能就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毒蛟是我用一滴龙血亲自点化，十分清楚他的实力。纵使他已自爆，定然也有残魂留下。有了残魂，我的谮龙秘术能通过毒蛟的眼睛看清楚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龙尾旁边那人一喜：“太好了，这样我化龙宗必能洗清对武宗出手的嫌疑了。太上长老，您是不知道，我这个宗主这些日子可烦死了，全是武宗前来就独木山脉一事兴师问罪的。”那长着龙尾的太上长老显然对宗里的事务不感兴趣，只关心他的化丹成阴之大事，不耐烦道：“废话少说，走！”哦，一声清亮的龙吟响起，水面被声波击的光影晃荡起来。那太上长老身外出现蛟龙虚影，2人瞬间化作一道遁光，消失在天际。水下，萧晨川和2女现身，面面相觑。没想到那太上长老还有一招谮龙秘术，能查看毒蛟残魂的记忆，这下麻烦了。萧晨川有些严肃，就想悄然出宗，拦住那太上长老杀掉。这时俩姐妹忽然道：“那谮龙秘术我们知道，施展起来很繁琐，而且毒蛟自爆成那样，残魂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找到的。”他柔媚一笑，抱上萧晨川的胳膊蹭了蹭：“太上长老那老怪物在龙渊藏了不少好东西，主人，我们发财了。”萧晨川心中一动，苏妹儿、苏二姐妹俩都是100，归心度，绝不会背叛。好，听你们的。萧晨川把2女抱在怀里，一左一右抓了满满2掌丰腴的臀肉。3人动身，正待飞出水面，飞入上空的仙宫，忽然一道苍茫古老的声音缓缓从下方一眼望不到底的水渊里传了出来：“救我！”萧晨川、苏妹儿、苏二一惊，向下望去，只见深邃静谧的水渊忽然亮起一双庞大的金瞳，金瞳微驱散了水下的黑暗，照亮了一道如山一般庞大、身负锁链的老迈龙躯。龙！萧晨川3人眼中露出震撼之色，龙渊下竟然真有条龙！那山一般的庞大的身躯，生命层次上的碾压，让萧晨川、苏妹儿、苏二汗毛直竖，特别是2女，她们额头上的双脚微微亮起，身躯站立起来。萧晨川把她们搂进怀里，就准备遁走。传说龙天生强大，生下来就有元阴境修为，虽然不知道化龙宗一个小小的金丹宗门是怎么囚禁了一只龙的，而且这龙的状态似乎不太好，但小心为上。就在萧晨川将要遁走之际，那龙似乎急了，山柱一般粗壮的身躯蜿蜒着向上游动，在水渊之中激起惊涛骇浪。“救我！”咔啦啦，老龙刚游出2里不到，便被无数绷直的铁链死死拽住。这些铁链个个粗壮无比，一端钉进老龙的，另躯体一端隐没在水渊更深处。吼！铁链上发出耀眼的白光，龙躯被白光灼烧得滋滋作响。老龙痛吼一声，乖乖落回水渊。萧晨川见他被困得这么死，反而不急了。那老龙喘息2声，睁着2只巨大的金瞳道：“有缘人，只要你放我出去，我传你完整的化龙诀，带你遨游4海，得道成仙。”遨游4海，得道成仙。萧晨川嗤之以鼻，不过老龙的那句完整的化龙诀引起了他的注意。难道化龙宗的化龙诀是有问题的？面对萧晨川的疑问，2女也有些捉摸不定。化龙宗确实有传闻，化龙诀得自一条真龙，但我们都是当老祖宗在吹嘘，没人当真，也没人知道这化龙诀是不是真的残缺不全。传闻没有错。老龙苍凉的声音再次响起：“我就是1000多年前给你们开派祖师化龙诀的那条真龙。”萧晨川3人一惊，惊疑不定地看着老龙，不知道他说的真的还是在诓人。不过据说龙、凤、麒麟等天地真灵不但生而强大，而且寿命悠久，说不定他没有撒谎。有缘人。老龙一双金瞳看着萧晨川：“我观你左拥右抱的女伴，修炼的正是我给予化龙宗的有问题的化龙诀。”老龙悠悠道：“这版化龙诀需要借助龙之血脉修行，弊端极多，练到高深处不但无法化成真龙，反而会人龙血脉冲突，不是爆体而亡，就是变成半龙半人的扭曲怪物。而真正的化龙诀走的是血脉进化的煌煌正道，既没有弊端，也无需借助龙血修行。”萧晨川闻言皱眉，和2女对视一眼，莫名想到长着龙尾的太上长老对眼前这老龙的话信了大半。“你把完整的化龙诀交出来，我就设法救你出来。”萧晨川沉吟道。这老龙看起来状态很差，似乎连元阴境都跌落了，但天地真灵非同小可，
常常身怀难以防备的先天神通。即使老龙交出完整版的化龙诀，萧晨川也打算自己元婴境后再对献就他的承诺，方可无惧他当场翻脸杀人。吼！哪知老龙一听萧晨川的话，剧烈挣扎起来，铁链咔啦啦，怒声道：“不可能，我不会再相信你们这些卑鄙的人类了。”萧晨川撇了撇嘴，他是真打算放老龙出来的，成就元婴不难，老龙不必等太久，给他脱困的机会，他不中用啊。萧晨川左拥右抱，就要带二女离开，笑道：“你们在龙渊这么多年，竟然不知道这里锁着一条真龙。”苏拉尔娇嗔：“那可是真龙哎，他不主动现身，我们可察觉不到他的存在。”就是。苏妹儿道：“听说先天真灵都直觉敏锐，冥冥中的感觉特别准，这老龙一定是冥冥中感觉到主人您有能力助他成功脱困，所以他才现身出来，称您有缘人，想忽悠您。”三人就这么一边说笑，一边从水中消失。老龙不甘地咆哮两声，隐没进水渊极深处，原地只留下空荡荡的水，哪还有什么锁链真龙，仿佛刚刚发生的一切全是幻觉。携着二女出了水面，萧晨川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近百个粗壮无比的山柱从水渊之中拔水而起，柱顶生长着五光十色的鲜花，这些鲜花发出的光芒似乎暗暗组成了什么阵法，撑起了一道几乎透明的能量罩。这太上长老十分大手笔，3条高阶灵脉所化的龙形造物在能量罩中无意识缓缓游弋，散发着精纯的灵力，将整个龙渊化成比洞天福地还像洞天福地的宝地。龙渊正中央，一个巍峨的仙宫凭空漂浮，上面延伸出一道道天桥，直抵几个特殊的山柱之顶。主人，太上长老有婢女108位，坐下金丹后期银蛟一只。二女道：“不过银蛟是太上长老的坐骑，太上长老每次出门必定将他带着。龙渊此刻可是不设防呢。”苏妹儿、苏拉尔一笑，从萧晨川怀里消失，瞬间出现在仙宫之上。他俩抬手将整个仙宫外围简单封锁，然后神识涌出，瞬间灭杀了里面所有的婢女。恭请主人入宫。苏妹儿、苏拉尔轻轻掂起裙摆，盈盈一拜。萧晨川踏步入内，仙宫是那太上长老的修炼生活之所，里面不但有修炼密室、寝宫，甚至还有宝库。宝库之中宝物琳琅满目，灵石、各种符箓、阵盘、炼器材料，天材地宝，应有尽有，堆得到处都是。其中被慎重装裱放在高处的是一块水属性灵晶、几片龙鳞、一瓶龙血，还有几种珍稀的法宝炼制材料，以及一柄水属性极品法宝灵剑玄渊，甚至连整个龙宫本身都是由流运金晶打造的。萧晨川手一招，玄渊剑飞入手中，将之祭炼。光是这把极品法宝灵剑便已经不虚此行了。萧晨川打量起整座龙宫，流运金晶可是金丹级宝材，也是炼制法宝的材料，一小块都价值不菲，却被这太上长老整个打造成了宫殿，太奢靡了。他这个太上长老是保护化龙宗的，还是敛财的？萧晨川故作严肃的玩笑道，念头一动，丹田金丹滴溜溜一转，滔滔丹火将整个龙宫里里外外席卷了一遍，将外人的痕迹杂物断烧干净，整个龙宫宛如新生一般。他多少还是有些洁癖，哈哈，这么多灵材炼制出几十上百件法宝都没问题，混沌塔、五行法宝灵剑的材料绰绰有余了。收！萧晨川抬手按在仙宫墙壁，下一秒整栋仙宫消失不见，被收入了海岛空间之中。定！掠夺成功，获得157233 9掠夺点，当前掠夺点数239611。7化龙宗的太上长老太富了，原本不到10万，不过在1万点抽奖区10连的掠夺点数直接达到了20多万，2次10连也还有剩余。1万点区首次10连的极品奖励还在，可惜这里是化龙宗核心。萧晨川按捺住抽奖的冲动，将法宝玄渊剑祭炼后，和二女离开了此地。进入密道之前，那老龙又出现了，说着一些真龙界、灵界啊等一些胡话。萧晨川一听，此界玄渊界之外竟然还有那么多小世界，甚至玄渊界在老龙口中还有点弱。萧晨川沉吟起来，不过他现在有急事在身，金丹修为放出老龙也不保险，便没理会老龙的花言巧语，直接进入密道离开。油盐不进，油盐不进。老龙气吼吼地隐没在水渊深处。从密道出来后，萧晨川和二女来到内门区域。内门区域靠近核心的地方，有一栋位于通天山柱之顶的巍峨大殿。这大殿正门上方的匾额上书3个大字：命魂殿。苏妹儿、苏拉尔姐妹俩的命灯就在里面。三人悄然落在远处的山柱上。苏妹儿、苏拉尔盘腿坐下，闭目感应片刻，忽然睁开了眼睛。命灯却在其中。命魂殿是个重要的地方，里面有重重禁制阵法，特别是一座2仪微尘阵。
二女道：此阵覆盖了整座命魂殿，一旦陷落其中，纵使金丹大圆满的修士来了，也休想轻易脱身。而若不能立即脱身，让化龙宗金丹真人们反应过来，包围此处，我们就麻烦了。萧晨川并不怎么在乎那2仪微尘阵，他还能抵挡住法宝级混沌塔、万化吞天诀、混沌金丹不成。不过若是有更安全的办法摧毁命灯，那倒也没必要非要犯嫌你们的意思是？苏妹儿、苏辣道：我们有办法让我二人的命灯显露出来，届时主人根据我们的指引，远程毁掉那命灯即可。萧晨川点点头，二女再次盘腿坐下，指尖逼出一滴精血，用精血凌空虚化，一个阵法逐渐形成。随着阵法化得越来越完整，命魂殿之中有2个东西在和阵法遥相呼应。随着最后一笔绘下，阵法落成，疏忽间灵光一闪，飞入了萧晨川眼中。萧晨川仿佛拥有了透视能力，看穿了命魂殿的重重阻隔，看到了一个穹顶大殿。穹顶大殿半球形，像个倒扣下来的碗，弧形的墙壁上布满了一个挨着一个密密麻麻的小方格，每个方格里都坐落着一盏青铜古灯，古灯不过巴掌大，中央燃烧着寸许的火苗。这便是命灯了。有二女精血阵法的指引，萧晨川一下子感应到有2股莫名的吸引。顺着吸引望去，他看到了大殿穹顶最高处的2盏命灯。萧晨川心中明悟，他们便是二女的命灯了。玄渊剑飞出，瞬间跨越几十里的距离，降临于命魂殿正上空。苏妹儿、苏辣的命灯便位于此刻玄渊剑的正下方。命魂殿可是位于靠近宗门核心的地方，十分安全。平日里开启的是防弟子们误入，擅长的阵法禁制，哪会把抵御金丹修士功法的大阵时时开启。玄渊剑瞬间撕裂了那些不起眼的小阵，剑光喷吐之间，直接刺穿了大殿穹顶，将二女的命灯摧毁。二女感觉心头一松，神魂枷锁进去，喜道：谢谢主人。2仪微尘阵等命魂殿的守护大阵这才感应到攻击，自动激活起来。可剑光的速度比阵法的激活速度不知快到哪里去了。玄渊剑瞬间飞回，萧晨川揽住二女的腰肢，一步踏出，踩在了山柱之顶外。就在他踏空的时候，玄渊剑带着墨色的流光刚好飞到脚下，载着3人冲天而起，直往化龙宗宗外而去，速度快得不可思议。好贼子，前进我化龙宗，胆大包天！化龙宗的金丹真人们瞬间暴怒，龙吟之声不断响起，10几道龙形遁光朝玄渊剑飞来。一个交爪炼成的法宝瞬间跨越了重重距离，追了上来。玄渊剑灵活地画了个弧，躲开了交爪攻击。轰！那交爪击中了前方的山柱，柱体瞬间被撕开一个10几里的巨大豁口，无数巨型山石滚落，山柱倾斜起来，轰然倒塌。玄渊剑压低高度，躲开倒下的山柱，背后传来怒吼：快开启护宗大阵，别让他们跑了！各种阵法纷纷亮起，却挡不住玄渊剑分毫。他化作长虹，灌开云海，转瞬间来到化龙宗的最外围。几百名弟子聚集在这里，惊恐地看着玄渊剑的威势，终于发现自己前来阻挡的想法多么荒谬可笑。玄渊剑像撵蚂蚁一样撵过他们，瞬间刺穿化龙宗的护宗大阵，出现在化龙宗外的水渊上空，破空消失。近10道龙形遁光紧随着出现，追着玄渊剑而去。化龙宗之中，宗主眉头紧锁，来人费尽心思潜入我化龙宗，必有所图。损失查出来了吗？报告宗主，龙子龙女命灯被毁，贼人御剑而去，所用的似乎是太上长老的珍藏玄渊，此外别无损失。宗主大惊失色，玄渊剑，确定吗？那人禀道：龙渊乃太上长老的居所，没有他老人家的允许，谁也进不去，所以无法查证，但应该8、9不离10是玄渊剑没错。吃里扒外，宗主咬牙切齿，摧毁命灯，拿走玄渊，定是龙子龙女没错。他们竟然悄然结丹，还伙同外人潜入化龙宗，罪不可恕。传令向6宗通缉龙子龙女。是。属下退下。宗主深吸一口气，联系上太上长老，将这件大事禀报。没想到料想中的责骂没有发生，太上长老反而大笑起来。现身就好啊，我还怕他们就此消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呢。毒蛟残魂快找到了，等本座查明当时发生了什么，就亲手把这俩炉鼎桌拿回来。结束传音，化龙宗宗主松了一口气，心中大定。与此同时，萧晨川摆脱了化龙宗金丹真人们的追击，来到了独木山脉。独木山脉，漆黑的毒雾一阵翻涌，萧晨川、苏辣、苏妹儿隐没在里面，一边飞遁一边隐藏着行迹。萧晨川念头一动，直接在1万点抽奖区10连抽，定，抽奖成功，您获得，定，提示音响个不停，共获得了200年修为，1大份万化吞天诀金丹7感悟以及7种宝物。第一件宝物，大
大挪移符，可在1000里范围内任意挪移，每次使用后要把他的灵力补满才能再次使用。第二件，巫咒草人，可以通过敌人的气息进行咒杀，和敌人的距离越近，咒杀的成功机会越高。若是距离不足100里，即便是金丹真人也会被瞬间咒死。第三件，水遁符，里面封印着极其高明的水遁之术，激发后甚至能借助空气中的水汽飞遁，瞬息遁出万里。第四件，玄灵魂草，这是一种能启发妖兽灵智的灵草，对妖兽有致命的吸引力，同时也能助长人族修士的神魂之力。第五件，悟道冰露一瓶，里面足足有50滴。第六件，破境丹一粒，这是一种神奇的丹药，能助金丹境以下的修士突破大境界之间的瓶颈。第七件，极品法宝一件，修为贯体。萧晨川身上灵光涌动，噼里啪啦一阵乱响，修为赫然达到了金丹中期。苏妹儿、苏辣儿一惊，萧晨川环紧他们的腰肢，淡然道：“突然顿悟，两女的归心值以100，绝对可靠。”果然，苏妹儿与苏辣儿并未多言，只轻轻点头，眼中满是信任与顺从。系统的声音继续响起：“叮，10000点抽奖区首次10连达成，极品奖励发放。叮，恭喜您获得仙界无上体质混沌道体。”无数混沌气降落在体内，从内而外地使体质蜕变。萧晨川浑身轻盈，头脑清明，神魂壮大，眼中的世界大变，看到了无数黑色的被毒污染的毒灵力，以及偶尔一闪而逝亮着各色光芒的正常灵力。肉眼看到天地灵力，这可是传说中的逆天体质才能做到的事。从今往后，就算是丹灵根、变异灵根的超级天才，也比不上我的修仙天赋了。萧晨川眼中金光闪烁，眸底掠过一丝惊喜，意念集中在个人面板上，体质一栏，混沌道体，仅存于传说中的无上仙体。此体质拥有者，无比亲和天地灵力，无比亲和3000大道。修炼参悟大道法则起来，远远超越了其他仙体。此外，混沌道体有2大能力。能力1，命数混沌，天机不显。此体质者，命运轨迹一片混沌，无法被卜算、推演、窥视，跳出3界外，不在5行中。能力2，混沌，万物之源，包容万千。此体质拥有者可通过吞噬、双修获得他人的体质。萧晨川震惊，低估混沌道体了。亲和天地灵力，修炼速度远远超过天灵根，竟只是他最微不足道的能力。亲和3000大道法则，无法被天机推演、卜算，可通过吞噬、双修获得其他逆天体质。这混沌道体不会是天道的 bug 吧？萧晨川不怀好意地想到。苏妹儿、苏辣儿莫名的感觉萧晨川哪里不同了，硬说的话也说不出来，反正就只是待在他身边，就有种隐隐约约看到天地灵力、悟性变强的感觉。姐妹俩在萧晨川身上贴地更紧了，少女的幽香扑鼻，萧晨川一笑，环住姐妹俩的柔软腰肢，遁速猛地一块。独木山脉核心区域，毒龙潭，找到你了。化龙宗的太上长老五指一张，一个真元大手形成，探入毒龙潭，捞出一片蛟鳞。鳞片入手，焦黑残缺，只有巴掌大小。太上长老手往这残缺鳞片上一捞，捞出一个泥鳅大的毒蛟魂影，被人从藏身之所捉拿而出。毒蛟残魂脸上露出人性化的惊慌之色，而当他看到擒拿他的是点化他的恩人后，脸上的惊慌又变成了惊喜与讨好。毒蛟残魂以为得救了，哪知太上长老将他一把抓住，顷刻炼死。蜃龙秘术，大梦千秋。残魂噗的一下溃散，化作一缕缕黑气，被太上长老吸入口中。太上长老眼神飘忽起来，似乎看到了什么景象。什么？萧晨川、萧希月，是你们抢走紫极金匣丹，还用邪法控制了苏妹儿、苏辣儿，让他们用毒蛟杀人自爆。百劫门、紫阳宗也是你们杀光的。好啊，好得很。6宗弟子几乎全因你们而死，这口黑锅却扣在了我化龙宗头上。狡诈小辈，不知天高地厚，找死！太上长老一阵袖袍，将那蛟鳞残片震为齑粉，身上遁光亮起，就要离去。就在这时，他忽然感应到了什么似的，猛地转身，朝后空撑起一道金龙形的光盾。下一秒，一道璀璨的剑光破空而至，与光盾发生了剧烈的碰撞。无形的波纹向外扩散，所过之处飞沙走石，参天铁木纷纷倾倒，万毒浮水激起滔天巨浪。一男两女随着剑光现出了身影。玄渊剑。太上长老看看剑光，又看看用小无相觉改换样貌的俩女，眼睛一眯。苏妹儿、苏辣儿，你们的龙血就是我赐下的，再怎么伪装也休想逃过我的感应。看穿了苏妹儿、苏辣儿，太上长老望向萧晨川，小子，
毒枭的记忆中虽然没有你，但老夫猜，你就是萧晨川吧？哼哼，藏头露尾，伪装样貌，过街老鼠。一道龙筋一样的法宝从太上长老腰间飞出，捆向萧晨川三人。同时，一对龙牙形的暗器法宝从刁钻的角度偷袭。你们三个小小后辈，以为结丹了就可以在老祖我面前耍横了？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金丹大圆满和金丹初期之间有多大的天堑。萧晨川凌空前踏，混沌塔飞出，变成楼台大小，底部正对着飞来的龙筋、龙牙。那两样法宝顿时被混沌玄光定住，微微颤抖起来，对抗着混沌塔的吸力。正在这时，太上长老肌肉猛地鼓胀起来，衣袍直接被撑得碎裂，露出长满了清明的身躯。空气一声爆鸣，他竟然仅凭肉身速度达到了堪比瞬移的效果，瞬间出现在萧晨川三人旁边。他身后的龙尾猛地甩了过来，同时拳头凝聚了附近有毒的天地灵力，变成了一个黑拳头，朝萧晨川的面门轰去。世人皆知我化龙宗真龙法术神奇无比，却是忘记了我化龙宗是个炼体宗门。劲风吹得萧晨川发丝向后飞舞，他身形在拳风中不动如山，目光微沉。这太上长老通过苏妹儿、苏浪两人瞬间推断出了自己的身份，说明他已经得到了毒蛟残魂的记忆。麻烦了，必须一击必杀，瞬间让他魂飞魄散，连传递出消息的机会都没有。砰！萧晨川一手接住了龙尾，一手接住了拳头。化龙宗不愧是炼体宗门，萧晨川几乎要倒飞出去，好在混沌金丹发出无匹的吸力，吸附在太上长老的龙尾拳头上，疯狂吞噬太上长老的法力。首先就是吸附在太上长老拳头上被毒污染的天地灵力，拳头上的那抹黑色转瞬间被萧晨川吞噬进体内。混沌道体可炼化世间一切灵力，什么五行灵力、法力、魔力、邪力、煞气、毒灵力、妖力，进了体内统统被炼化成混沌真元。太上长老骇然地望着萧晨川，把他拳头上的毒灵力吞噬干净，又开始疯狂地吸他的法力。毒灵入体，连我的千炼龙躯都抗不住，你竟然没事啊！我的法力，这什么鬼术？太上长老极力挣扎，想摆脱混沌金丹的吞噬。萧晨川念头一动，五行剑气喷涌而出，化作一个微小的五行剑阵。这五行剑阵虽然缩小了，但那是通过凝练剑气做到的，不是消减剑气，所以威能更强了。剑阵瞬间笼罩住了太上长老的躯体，噗嗤，血肉横飞，太上长老肉身堪比法宝的防御力，瞬间被剑阵无情撕碎，爆成一堆血雾。太上长老的金丹一个跳跃，转身想逃，却被混沌玄光罩住，收入塔中。塔中，太上长老的金丹涌出庞大的生机，转瞬间白骨生肉，他的身躯以金丹为中心又生长了出来。萧晨川目光悠悠，不愧是体修，生机旺盛，肉身说恢复便恢复了。太上长老仰望着一半黑一半青的混沌塔内壁，看着上面繁复玄奥的符文，心中大骇。他连一个符文都看不懂，甚至那最简单的符文盯着看久了都会头晕目眩，头脑昏胀。这是符文超出他的层次太多了。至宝，这是至宝啊！太上长老眼中金光爆闪，露出贪婪之色，一点都没把自己当阶下囚看。这时混沌塔内壁几道符文光芒一闪，一道无可抗衡的镇压之力降下，太上长老瞬间被死死镇压在地面上。他的肉身开始消融，紧接着是金丹、魂魄。太上长老的残魂不停嘶吼，我已经用秘法将一切的真相传回了化龙宗，你完了，百劫门完了。声音戛然而止。不到时息，一代大长老金丹大圆满的六宗顶级修士被炼化的渣都不剩，他的一身血肉修为被塔基吸收，成了混沌塔的储备灵力。听到太上长老最后的吼叫和遗言，萧晨川眉头紧锁。击杀太上长老的过程很快，自己又全程防备，他确实没机会传讯，也没传讯的特殊波动出现。将太上长老死前的疯癫告知二女，哪知苏妹儿、苏浪却说妖族秘法神通诡异，特别是真龙一族不可用常理揣度。太上长老可能没有说谎，而是用了不知名的秘法传出了消息。萧晨川肃然，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走。他法力涌出，裹住二女，消失不见。与此同时，化龙宗，这是宗主似乎接收到了什么讯息，豁然起身。太上长老死了。萧晨川、萧希月，宗主喃喃道，独木山脉竟是他所为，太上长老也是他和苏妹儿、苏浪所杀。宗主一挥手，砸碎了手中玉杯。我宗损失惨重，还要为他背一大口黑锅，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来人，通知除了百劫门外的其他四宗，说我有要事相商。很快，紫阳宗、巨剑门、
华龙宗、合欢宗、玄清宗5大宗门的宗主通过投影法宝远程议事。哼！一个背负巨剑的7尺大汉怒声道：“我巨剑门圣子都死在了里面，你华龙宗始终不给个交代，还有脸联系我等？”紫阳宗、玄清宗也纷纷指责。合欢宗的宗主投影是个身材婀娜、千娇百媚，光看一眼就让人燥热难耐，只想把他狠狠鞭挞的绝色尤物。他没有出声。合欢宗虽然损失也不小，但宗里众多弟子甚至有些长老都和华龙宗有一腿，不太好指责华龙宗什么。交代！华龙宗宗主气急：“我给个屁的交代！猖狂！”巨剑门宗主大怒：“坏了规矩，杀了我武宗这么多金丹种子，还口出狂言！我看你们华龙宗是不想活了，老子这就请求上宗联合其他4宗灭你华龙宗，看你还狂不狂！”误会！华龙宗宗主额头暴汗，急忙解释道：“我的意思是我找到罪魁祸首了，我华龙宗替人背了一大口黑锅。”华龙宗宗主娓娓道来，把太上长老的发现以及他死前传回的讯息全都说了出来。其他4宗宗主震撼莫名，难以置信，真是难以置信。巨剑门宗主瞠目结舌：萧晨川一个小人物怎么就突然崛起了，还杀了金丹大圆满，怎么做到的？哼，一定是修炼了魔道邪功。紫阳宗宗主脸色难看：我看那萧希月也不干净，2人杀念太重，先是灭了百劫门，还有我宗的修士，又控制毒蛟大杀特杀，甚至自爆。结丹成功后，甚至刚回宗又杀了自家宗门6大金丹长老。如此嗜杀，修为进境又这么快，不是魔道是什么？合欢宗的那极品尤物缓缓开口，声音并未刻意，却天生的魅惑至极。似乎是百劫门，你紫阳宗联合起来要杀萧希月在先。仙子，不要替他们解释了。玄清门的掌门是个风度翩翩的中年道人，他背负双手，淡淡道：“不光是萧晨川、圣女萧希月，整个百劫门都像是个魔修哦。你们还记得当年百劫门是怎么建立的吗？”中年道人说道：“当年此处地界一共是武宗一家族，我们武宗和萧家同归元阴极势力，上宗落风宗麾下。后来萧家的家传绝学雷法被神秘人盯上，一夜灭族。所幸那神秘人也疑似陨落。紧接着便是金丹大圆满的陆明出现，收拢了萧家地盘，成立了百劫门。那陆明陆宗主行事乖戾，还刻意引导门下弟子互相抢夺，实乃魔道行径。不错。”华龙宗宗主眼神闪烁，原本此地就是武宗一家族，根本没他百劫门的位置。现在百劫门宗主陆明闭关消失了几百年，谁知他是死是活？不久前又死了6大金丹，整体实力大损。这种邪魔歪道的宗门，何该被灭？其他4宗宗主闻言，眼中掠过金光。正是如此。回到百劫门后，萧晨川和萧希月、苏晴说了华龙宗太上长老的事。华龙宗太上长老死前的话应当可信。萧希月凝重道：“接下来恐怕便是百劫门面对武宗的劫难了。”萧希月深吸一口气，朝苏晴一拜：“苏夫人，事情皆由我和萧晨川而起，如果武宗相逼，我2人愿脱离百劫门，独自面对。”闻言，苏晴笑了笑：“圣女说的哪里话？你们也是被寒天所逼，事情演变成当今地步，我也有责任，当初应该及时调解你和寒天。唉，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苏晴叹了口气：“凭我对武宗的了解，你们脱离百劫门和百劫门撇清关系也没有用，他们早就盯上了百劫门的仙山、福地、资源。现在寒天一脉6大金丹身死，陆明那死鬼闭关几百年，生死不知，武宗恐怕忍不住了。不管你俩怎么做，武宗都会把责任扯到百劫门头上，找借口打上来，灭宗，然后瓜分百劫门，才是他们的目的。”萧希月默然。苏晴头痛地揉了揉太阳穴，朝萧希月笑道：“你俩要是现在脱离百劫门和百劫门撇清关系，我百劫门瞬间又少了4大金丹，灭亡的更快了。”苏晴取出一枚令牌，吩咐下去一道道命令：收缩外围产业，比如灵石矿脉；调回在外执行任务的弟子、长老；派人收集武宗动向情报；加强宗门的巡查防范。当命令下达完毕，苏晴起身望向宗门禁地某处，百劫门马上就要面临生死危机，不管陆明是死是活，都不得不打断他的闭关了。萧晨川抓住了苏晴的臀，低声道：“我们。”苏晴娇媚的白了一眼过来，不但任由他抓着，还挺了挺小腹，不让他发现还不简单吗？看着他浪荡的样子，萧晨川热血翻涌，环紧苏晴的腰肢就要吻他。苏晴脸色微红，看了旁边的萧希月一眼，轻轻推开了萧晨川。他正了正脸色，
整理了一下被萧晨川揉皱的衣裙，取出一块橙色令牌，令牌飞到高空，缓缓旋转，发出一道刺目的晨光。晨光划破高空，笔直的射向宗门一处禁地。那禁地的灵气几乎浓郁到了极致，山上长满了蛮荒的古树、花草，山路都找不到一条，显然已经很久无人踏足过了池。晨光照射在一处山壁，山壁上像是有什么东西被激活了，发出一道道光芒。一开始光芒十分散乱，但很快便连成了片，勾勒出一道阵法的形状。山壁轰隆隆一阵巨响，惊起无数飞鸟，缠绕覆盖在上面的灵植藤蔓被洞开的山壁撕扯开来，露出里面黑乎乎的洞府。宗主闭关之地洞开，里面却没有丝毫动静，这让苏秦眉头大皱。他身形一晃，消失在原地，下一秒出现在禁地洞口。萧希月、萧晨川紧跟着苏秦出现，橙色令牌滴溜溜一转，落回苏秦手中。他身上灵光大盛，照亮了洞府，向深处走去。萧晨川和萧希月跟在他的后面，发现洞府地面积着一层厚厚的灰，不知道多少年没人踏足过了。洞府并不复杂，没走多少步，拐个弯后便来到了最深处的石窟。这里抬眼便是裸露出来的高阶灵脉，灵气浓郁到几乎化液，光是灵气发出的自然灵光都将这里照得亮堂堂的。整个地面覆盖着繁复的阵法，阵法似乎带有避尘之能，使这里纤尘不染。石窟中央摆放着一个珍稀灵草编织的蒲团，而蒲团之上空空如也，不见人影。这……苏秦震惊地张了张嘴。宗主陆明呢？他不是在这闭死关吗？人呢？苏秦检查了一下蒲团，陆明这死鬼偷偷跑出来至少有100年了。萧晨川皱起眉头，宗主陆明竟然100年之前便已从闭关之地暗中出关了，而且什么人都没告诉，连他道侣苏秦都不知道，所有人都以为他还在闭关。萧晨川摸了摸下巴，这位陆宗主有点像老鹰比啊，他不会此刻就潜藏在百劫门某处，甚至已经知道了自己和苏秦的关系吧？眼睁睁看着自己老婆给自己戴绿帽子，不知道他作何感想。这么想着，萧晨川摸了一把苏秦，苏秦娇嗔低声道：“别闹！”禁地洞开这么大动静，瞒不住金丹真人的。果然，不消片刻，10几道遁光在天际亮起。长老们到了。当看到洞府里空空如也，他们脸上同样露出了惊愕。苏秦在众人脸上扫了一眼，缓缓道：“你们可知宗主他什么时候出关的？去了哪里？此刻又在何处？”长老们面面相觑。您作为宗主的道侣，都什么都不知道，我等就更不清楚了。苏秦一阵头大。有长老道：“苏夫人，您下了一些奇怪的命令，比如收回我宗产业，调回我宗弟子，现在又开启宗主闭关之地，可是有什么事要发生？”苏秦沉吟片刻：“我宗即将面临生死危机。”众金丹长老惊愕之色更甚。这是怎么回事？苏秦袖袍一挥，关闭此处洞府，不想和长老们多做解释。哼，想必不出10天，武宗便会联系你们，许你们叛宗投敌的好处。现在多说无益，说完，他便和萧希月、萧晨川消失在此地。宗主殿，请功。苏秦慵懒地坐在主座上，似乎陆明的离奇消失抽去了他的信心。武宗为公，我百劫门在劫难逃了。好在宗主峰山腹深处藏着一个超远距离传送阵，我们把百劫门的财宝收拢，到时候战事一旦不妙，就传送走吧。萧希月闻言思虑片刻，忽然道：“或许我们不会败。”阿萧，萧希月，你再说。哦，说什么胡话？苏秦抱着萧晨川的脖子，眼神迷离，身子一晃一晃的，已经开始让萧晨川帮他舒缓压力了。萧希月将独木山脉中毒蛟自爆后发生的事情细细讲了一遍。武宗绝对不会想到，地位尊贵的许英、慕云瑶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苏秦眸子发亮，环紧萧晨川的脖子，仰头一阵激吻。干得好啊！苏秦软成一滩烂泥之后，萧晨川简单的在他脸上擦了擦，和萧希月先行返回了洞府。来到萧希月的闺房，萧晨川和他联系另外几女，慕云瑶是第一个接通的。萧姐姐，我好想你。萧晨川直翻白眼，这死百合，你是想你萧姐姐了吗？你是想她奶香奶香的身子了？萧希月微微一笑，云瑶妹妹，我也想你了。慕云瑶兴奋地笑出了猴叫。这时许英也接通了，灵儿的师姐竟然就在她旁边。许英笑着解释了一番，说她把灵儿师姐收在了身边。灵儿天赋确实很强，看到姐姐们纷纷结丹成功，回来后发愤图强，在许英的长老峰苦修，没多久便筑基大圆满了。此时他已经带着紫极金匣丹，许英给他的一些天才地宝正在闭关结丹。慕云瑶、许晴、灵儿师姐看着萧希月、萧晨川身边的苏浪，
关心地问到他俩的情况。听到萧晨川说姐妹俩的命灯已经被毁，三女松了口气。六女嬉闹了一会儿，谈起了正事。我玄清宗已经开始暗中调度资源，弟子为大战做准备了。慕云瑶沉声道。可惜我虽然成为宗门长老，而且我穆家在玄清宗只手遮天，但我父母、叔叔、爷爷都铁了心要攻打百劫门，我劝说不住。合欢宗同样在作战前准备。许英脸色严肃。我宗聚集长老开了一场秘密会议，会议上说武宗已经达成协议，联手灭掉百劫门，将之瓜分。我合欢宗不善战斗，倒和其他四宗联系紧密，于是负责四宗之间的调度联络。慕云瑶撇了撇嘴，似乎对合欢宗颇为不屑。当婊子乱搞就当婊子乱搞吗？说什么和其他四宗联系紧密？刚说完，慕云瑶似乎察觉到自己说错话了，急忙摆手道：许英姐姐，我说的是合欢宗其他人，不是你和灵儿妹妹。你和灵儿妹妹之前一直是处子之身呢。慕云瑶正道着歉，忽然又看到了许英身边脸色有些不自然的灵儿师姐。慕云瑶神色一慌，灵儿师姐，我也没有说你，我说的是合欢宗你的其他同门。看着慕云瑶窘迫的样子，众女轻笑，知道她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心直口快罢了。灵儿师姐挤出笑容，云瑶姑娘不必道歉。但慕云瑶还是向她正式道了歉，这事就算接过了。萧晨川和众女商议了一番对策，萧希月忽然道：我提议我们成立一个暗中的联盟。其他五女一听，兴奋地说着联盟叫什么名字好。最后命名权落到了萧晨川这个绝对的核心身上。萧晨川看着活色生香的六女，想了想她们和自己的肉体关系，沉吟道：不如就叫百香阁吧。百香阁。萧希月扬怒，揪住了他的耳朵：10个还不够，你想要100个是吧？反了天了你！啪！萧晨川把萧希月拉进怀里，摁在腿上，照着丰满娇躯就是几巴掌。你还管起老爷起来了？众女捂嘴轻笑。萧希月揉了揉丰腴的臀部，姐妹们色胚取了个百香阁的名字，心思很明显了。百香阁往后注定只有她一个男人，新加入进来的都是新姐妹，最终阁主之位只能是萧晨川的。萧晨川不想管事，决定设立一个副阁主之位。没怎么商议，副阁主就落在了萧希月身上。在众女的逼问下，萧晨川说出了那些和他紧密连接的女人：苏晴、柳如烟、萧希月、灵儿、灵儿师姐、许英、苏妹儿、苏浪、慕云瑶，9个。萧希月沉思一番，道：我们8姐妹便是百香阁的元老成员了。至于我宗主夫人苏晴，她的立场并不一定是完全站在我们百香阁这边的，就暂时先不接纳她了。百香阁就这么成立了。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度过这次阁主、副阁主的灭宗之难。具体怎么做，萧晨川、萧希月决定随机应变，先让慕云瑶、许英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收集武宗情报，特别是许英和欢宗负责武宗之间的调度联络，他很容易便能获得大量机密情报。武宗的动向情报雪花一般落到萧晨川手里，这些情报又被他在床上交代给苏晴。苏晴根据这些情报预估顶多半个月，武宗就要正式开战了。大战在即，实力越强越好。萧晨川将化龙宗太上长老的仙宫宝藏拿了出来，交给萧希月打理。萧希月震惊得合不拢嘴，说这些宝物能打造很多套法宝，将百香阁每一个人都武装到牙齿了。萧晨川懒得管这些，直言他只要金、木、火、土4套极品法宝零件。萧希月和苏妹儿、苏浪列出了一份法宝清点，按照清单顺序带上材料，让宗里的炼器大师尽快打造出来。不到3天，萧晨川便收到了4柄极品法宝零件，其中金属性、火属性、木属性是由虎煞、赤龙、青竹3件升级上来的，剑的名字还是原来的没有变。土属性是新打造的，名为坤元至此。5行法宝零件全部集齐，用它们来施展5行剑法，5行剑阵的威力能翻几倍不止。法宝集齐，萧晨川没有吝啬，将那一瓶50滴的悟道冰露分给了萧希月、苏妹儿、苏浪各5滴。他已经想好了，自己家9女共10人，刚好每人分得5滴。柳如烟拿到悟道冰露，得知了它的神奇功效，震惊之余连说他资质差，悟性不好，给他浪费了。在萧晨川的坚持下，柳如烟才乖乖收下。苏晴则皱着眉头问萧晨川哪得到的悟道冰露，6宗连听都没听说过这种逆天东西。萧晨川懒得解释，直接堵满了他的嘴。几个时辰后，从苏晴寝宫离开，萧晨川回到了自己洞府，服下2滴悟道冰露。2天后，他神采奕奕的出关，不但身怀的几大法诀全部修到了金丹境的极限，就连9霄雷遁的传承雷镜也被混沌金丹彻底吞噬掉了。
他的最后一层法诀万劫雷狱终于解封。哎嘿，萧希月，哦不，西月仙子萧晨川念头一动，传讯令牌滴溜溜飞出，悬浮在身前。现在，立刻，马上，洗白白等我，我要行使身为你身体主人的权利了。萧晨川踏入萧希月的洞府时，里面静悄悄的，他神识微扫，没有感应到那熟悉的气息，不在。萧晨川挑了挑眉，有些意外。就在他转身欲走的刹那，一股体香从身后弥漫开来，紧接着一具软玉温香的娇躯贴了上来。萧希月轻轻点脚，嘴巴凑近耳朵，红唇微起，声音酥酥的：“老爷，这是要去哪？方才不是才传讯，要奴家洗白白等候吗？怎么，才片刻的功夫就等不及要走了？”萧晨川反抱住他的纤腰，指尖传来杀意的触感。萧晨川手微微一僵，似乎意识到了他的穿着，缓缓转身。这一转身，呼吸便是一滞。萧希月云鬓微松，斜插一支玉簪，几缕青丝垂落在颈侧。她身上穿着一件淡金色的薄纱短裙，那双圆润的长腿上裹着她为苏晴发明的丝袜。你这妖精！萧晨川喉结滚动，揽着她纤腰的手臂猛地收紧。他低头吻下，先是狠狠碾过那两瓣饱满诱人、泛着水光的红唇。哼。萧希月回应着这个吻，眼波迷离。老爷，奴家见你喜欢宗主夫人的这种打扮，便特意精挑细选换上了这身，老爷可还满意？非常满意。萧晨川道。3天后，萧希月清洁了下身体，便闭关去了。萧晨川回到洞府，进入练功密室，盘膝打坐间，眸底雷光一闪。3天时间，混沌道体成功通过双修，纳入了萧希月的特殊体质——先天雷体。先天雷体天生适合修炼雷法，任何雷系法术、神通、秘术、功法，不但一学就会，施展时还能增强威能。当初萧希月以筑基之身越阶学会了正常人金丹境才能学会的九霄雷遁第3层千雷遁，依赖的便是先天雷体。萧晨川悟性强于萧希月，但九霄雷遁的修炼进度上始终比他差，也是先天雷体的原因。现在体质差距被抹平了，甚至由于混沌道体，他的先天雷体已经超越了萧希月这个正主。一滴悟道冰露入口，本就超强的悟性又上了一个台阶，九霄雷遁的法诀在他眼里变得无比简单起来。不到半个时辰，第3层千雷遁便已彻底掌握，连元阴境才能修炼的第4层万劫雷狱也有所明悟。万劫雷狱能引动天地之力，化作雷电狱场，狱场之中，它如同鬼魅，可以瞬间出现在任何一个角落，而且可以随时汇集所有雷霆，展开惊天一击。雷电狱场的大小和修为有关，修为越强，能撬动的天地之力越多，施展出来的雷电狱场也就越大，威力越强。正常金丹修士倾尽全力也撑不开狱场。萧晨川不同，他不但有先天雷体的加持，还有混沌金丹的无匹法力，撑起来的雷电狱场堪比元婴。借着悟道冰露的药力，萧晨川拿出了2枚玉简，玉简一黑一青，正是灵儿分享给他的木神君、毒神君的传承。虽然2位神君的功法远远比不上万化吞天诀，但他们的一堆术法、秘术却是值得观摩学习的。10日后，萧晨川将2位神君的珍藏几乎学了个干净，一些需要元婴修为甚至化神修为才能施展的术法、秘术，他虽然施展不了，却也记在了心里。这10天，萧希月初步掌握了万劫雷狱，许英那里也传来消息，灵儿进阶金丹境。听到灵儿成功结丹的消息后，萧晨川把破镜丹给了柳如烟。柳如烟很高兴，闭关筑基去了。破镜丹可比筑基丹强多了，筑基丹还有筑基失败的可能，破镜丹却几乎100%筑基成功，除非自己乱搞，不想筑基。出关后，萧晨川看了苏浪呈上来的消息，方才得知就在5天前，武宗正式公开称对百劫门宣战，同时武宗开始拉拢百劫门的金丹长老，百劫门还剩23位金丹，当天暗暗收拾身家，连夜叛变的足有4位，剩下的19名金丹，许英说光是他知道的就有3位做了暗中内应。萧晨川将这些情报给了苏晴，苏晴竟哈哈大笑，说万万没想到，除了他和萧晨川、萧希月5人，竟然还有11位金丹长老没有叛变百劫门。他说这数量远远超出他的预料了。不过那3名被许英点出来的内应，苏晴还是暗中重点关注了。萧晨川对多少长老叛变也并不如何在意，毕竟他只相信自己、萧希月、苏晴、苏浪5人，其他金丹长老萧晨川还真不怎么信任。听到苏晴说武宗兵分4路，一路过关斩将，像长了天眼一般，几乎破出了所有百劫门的埋伏陷阱，连战连捷，正在向百劫门进发。许英传讯说
他掌握了很多武宗的机密情报，包括各路人马的行军路线、一些金丹的行踪。如果百劫门需要，他随时可以提供。由5件法宝零件组成的5行剑阵，来去无影的9霄雷盾，伪装无敌的小无相绝，武宗联军，谁能留我？许英的情报如此详细，不利用便浪费了。萧晨川决定主动出击，而且我也有些想念慕云瑶、许英、灵儿他们了，此去可暗中相会。萧希月、苏晴尽管还是忍不住担忧他的安危，但萧晨川只是告知他们他的想法，而不是商量。萧郎，苏晴道，此去一旦形势不妙，就赶紧挪移回来。我已收拢好了本宗财宝，宗主峰山腹里的传送阵也检验无误，更换好了灵石，随时可以把我们神不知鬼不觉的传送走。萧晨川点点头，取出一个巴掌大，上面似有血光闪烁，由不知名灵草扎成的草人，正是特殊宝物巫咒草人。他看了看苏晴，又看了看萧希月，最后把巫咒草人交给了萧希月。宗主陆明离奇消失，说不定就潜藏在百劫门中，有可能会对你们不利。他叫巫咒草人，只要中上敌人的气息，100里之力可以一念将对方咒死。需要对方的气息。苏晴听到巫咒草人的发动条件，取出那枚宗主的橙色令牌，从中拘出一缕陆明的气息，种到巫咒草人上。陆明那老鬼的气息已经种上面了，他要真敢动身，对我们不利，希月妹妹你就立即咒杀他。萧晨川对苏晴的表现非常满意，暗中点头，不再担忧众女的安危，可以放心前去劫杀武宗金丹与慕云瑶。许英他们相会了，便化作一道遁光，消失在天际。西方，距离百劫门不知多少里处，一条宽广的大河劈开高耸、广袤、厚重的山脉，形成一道又大又深的高山峡谷。峡谷底部奔涌的湍急河流旁，有一片密密麻麻的矿洞，一批身着青衣的修士从矿洞里陆陆续续飞出，竟有上千号人。为首的是近10名气度不凡、衣着华贵的金丹真君，其中凭空悬浮在最前面的是一位背负双手、身姿挺拔、精气神十足的老妪。老妪的旁边立着一个脸上略带婴儿肥的美貌少女，正是慕云瑶。一名筑基弟子从下方飞了上来，拜倒在众金丹面前，冲最前面的老妪慕云瑶道：穆长老，百劫门的人撤离前炸塌了这座庚金矿脉，还暗中布置了重重杀阵，目前坍塌的矿洞已被清理出来，杀阵也被拆除，道标安放完毕，并留下了2名弟子看守，等着我宗后续派人来接管此处矿脉。好！为首的老妪轻喝一声，回望一眼身后的1000余名修士，出发玄清宗的人马浩浩荡荡地沿着峡谷向前飞去。奶奶，慕云瑶忍不住道：我们武宗各出动10名金丹，1000余名弟子，光金丹真人的数量就达到了恐怖的50位。百劫门如今还剩23名金丹，再除掉头靠我们武宗的，百劫门根本剩不了多少战力了。我们武宗有必要出动这么多金丹真人吗？这位老妪慕云瑶的奶奶沉声道：瑶儿，当年萧家覆灭之后，那陆明从武宗手里啃下萧家地盘，成立百劫门，在此闭关冲击元婴，端地是战力无双，打服了武宗的老牌金丹，不可以常理度之啊。仅凭一人从武宗口中夺食，竟然如此强横。慕云瑶露出担忧之色，这么强的人物，又听说他已闭关几百年，全力冲击元婴境，万一他真的破境成功，成为了元婴真君，就糟糕了。不可能，慕云瑶奶奶否定道。当年陆明此人夺下萧家地盘，成立百劫门后，武宗对这位横空出世的金丹大圆满仔细研究过，他修炼的是一门叫做节气诀的奇异功法。节气诀和正常功法略有不同，是通过吸收负面情绪来修炼的。那陆明故意招收一些乖戾之辈进宗当长老，比如寒天，还设下不经争夺的门规，控制宗门资源，正是在刻意塑造一个弱肉强食的修炼环境，让百劫门人诞生大量的负面情绪。他坐镇禁地洞府，吸收这些情绪之力，试图突破元婴。经过我们武宗的判断，筑基、炼气这些低阶修士提供的负面情绪不可能够冲击元婴境，除非有大量的金丹境修士给他提供海量的负面情绪，他才有机会破丹成婴。此外，你是知道的。慕云瑶奶奶道：陆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从闭关洞府消失了近100年，在我们武宗高层已不是秘密了。100年前便已出关，他陆明更不可能已经破丹成婴。不过狮子搏兔，亦用全力，我们武宗当以碾压级别的硬实力，一举灭掉百劫门。奶奶，慕云瑶道：我看待百劫门宗主也没错，修仙界本来就是弱肉强食的，说到底我们武宗不也是趁着百劫门虚弱，拿萧希月、萧晨川当借口，想生吃了百劫门吗？区别只不过百劫门比较真实，我们武宗还要立牌坊罢了。慕云瑶的奶奶微微一笑：瑶儿，其实你说的不错，
不过可千万别小瞧了这层牌坊，没有它，我们就成了百劫门这样的邪魔歪道。哈哈哈！谈话间，玄清宗来到了一片河谷平原。平原是河流拐弯冲刷出来的，面积不大，也就方圆10几里。上面有个仙凡交杂的小镇。玄清宗1000余人降临在小镇之中，打算休整一番。坐镇小镇的是一名筑基散修，看到玄清宗10位金丹100余名筑基降临，吓得面如土色，诚惶诚恐地拜会玄清宗。当然，金丹真人们是不屑于见他的。玄清宗随便出来一名筑基期内门弟子，便把他打发了此人，下令清理出小镇最好的住所，让玄清宗的上仙们居住。10位金丹长老独享了小镇最豪华、最高大的酒楼。酒楼顶层，慕云瑶正在和他奶奶一边小酌灵茶，一边看着远处奔涌的大河。忽然，慕云瑶感应到了什么似的，取出一块传音令牌，看着传音令牌上闪烁的特殊灵光，慕云瑶惊愕了一下，看了看对面悠闲的奶奶，用法力屏蔽了外界的感知，一个人悄悄听着什么。听着听着，慕云瑶脸上的惊愕越来越浓，渐渐的又羞红起来，像个被淫词调戏到的小姑娘。待她结束传音，收起令牌后，老玉收回望着窗外的目光落在慕云瑶身上，笑着打趣道：“是谁啊？遮遮掩掩的，连奶奶都不能听吗？”一个。慕云瑶脸色更红了。一个好朋友，恰好也在附近，说是要找我。哦。看着慕云瑶娇羞的样子，老玉哈哈一笑：“你这朋友，男的女的？让我见一见。”哎呀，奶奶慕云瑶撒娇道：“她是女的，我可不能让你见。她一介散修，修为不高，多年前与我相识。您可是金丹真人，把她吓到了怎么办？”“好好好，不见就不见吧。”老玉宠溺的笑了笑，又无奈的摇了摇头：“你呀，怎么就偏偏喜欢女人？哎，不和你说了。”慕云瑶起身：“我去接我这位朋友去了。”不多会儿，慕云瑶和一个英气的女修手牵着手，回到了酒楼的第17层。玄清宗10大金丹，每人各挑选了酒楼的某一层，慕云瑶挑选的是第17层，这层独属于她。进入住的房间后，慕云瑶随手启动静止，拍了拍颤巍巍的胸口，可爱的瞪了女修一眼：“你胆子真大！”看着慕云瑶可爱的模样，萧晨川上前一步，把她抱进怀里，含住诱人的双唇痛吻一番，把她推到窗台上。还有更胆大的呢。慕云瑶奶奶刚好从酒楼出来，要去河边散散步，听到上方窗户的动静，抬头一看，便看到慕云瑶半个身子探出窗户，捂着嘴巴，脸色红润。“瑶儿，你……”慕云瑶奶奶一愣：“死我在和姐妹看风景呢。”慕云瑶艰难地伸出一只手，指着远处的山峦，声音颤抖。正在她说话的时候，一个英气的女子伏在慕云瑶的后背上，探出半个身子，朝老玉挥了挥手，笑道：“奶奶好，我是慕云瑶的好朋友。”慕云瑶身子僵住了，心脏砰砰直跳，传音道：“啊，你好大胆！”慕云瑶奶奶没能看穿小无相觉的伪装，见姐妹俩这么亲密，感情这么好，笑着摇了摇头，转身向河边走去，心中无奈一叹：“瑶儿，女修朋友到处都是，男修朋友一个没有，她的终身大事可怎么办啊？”第二天，天色将亮，折腾了一夜的萧晨川停了下来，和慕云瑶洗了一个鸳鸯浴，穿戴整齐。“瑶儿，我先走了，别想我。”萧晨川一手在慕云瑶的腰臀上摩挲，一手抚摸着她的俏脸。“哼，我会想你。”慕云瑶手臂软软的搭在萧晨川胳膊上：“我想念的是西月姐姐，纵容你的荒唐，也不过是因为你身上有西月姐姐的气息罢了。”“什么？你这无情的女人！”萧晨川环住她的腰肢，抱住她蝴蝶一般在空中翩飞了一下，落在了床榻上。啊！小半个时辰后，天色快要亮了，萧晨川这次真要告别离开了。离去之前，他给了慕云瑶5滴悟道冰露2件法宝。来的路上，剩下的10几万掠夺点被全部抽取了。不但修为到了金丹大圆满，万化吞天诀的感悟到了元婴篇，还获得了8、9件不俗的金丹法宝，有5行剑宝、混沌塔在手。这些法宝已经入不了萧晨川的眼了，除非是大挪移令、乌咒草人这样的极其特殊的宝物。萧希月、苏晴、苏妹儿、苏辣、柳如烟他们有化龙宗太上长老的龙宫珍藏，他们想要什么法宝都有材料可以随心所欲的打造。萧晨川决定把这8、9件法宝送给慕云瑶、许英、灵儿师姐他们。萧晨川悄悄离开玄清宗驻地，消失在天际，破开云层，高速飞遁。萧晨川时不时拿出传音令牌和许英说着什么，一边不停地调整着飞行方向。玄清宗是慕云瑶所在的宗门，不是萧晨川优先的截杀对象。第一站找上玄清宗，是因为要与慕云瑶相会。许英、灵儿
灵儿师姐三女同属于合欢宗，合欢宗的任务是协调沟通4路人马，除了一些随军弟子，其余人都位于大后方，还在合欢宗内。许英、灵儿作为金丹长老，当然同样坐镇在合欢宗里，距离百劫门非常遥远。萧晨川便先与距离更近的慕云瑶相见了。他接下来的打算是截杀另3路人马，阻拦他们的脚步，然后直插5宗大后方，上门合欢宗，与许英、灵儿师姐他们相会。至于玄清门的进攻脚步，自有慕云瑶拖延。萧晨川落于一座高高的悬崖之上，不多会儿，远处的天际亮起10道微光，微光飞速放大，竟是10柄又宽又大的法宝扩剑。每把扩剑之上，剑尖都盘坐着一名金丹真人长老，长老身后是近100名虎背熊腰的壮汉。呸！萧晨川吐出咬烂的草梗，缓缓起身。巨剑门来了！10柄巨剑碾过云海，云朵被冲击得粉碎。突然，天地灵力急速激荡起来，陡然凝聚成一个真元大手。这真元大手比10柄巨剑加起来还大，像抓10根小牙签般，掌心正对着他们的头顶，虚幻的灵力五指轰隆隆急速攥紧。灵力巨掌内的空气因为巨掌的抓握，空气急速压缩，掌心中的那近1000名壮汉被狂风死死压制在巨剑上。光是五指收拢的狂风余威，就压制的我等筑基无法反抗。什么老怪物在出手啊？炼气弟子、筑基初期的弟子纷纷爆成一堆血雾。定，掠夺炼气8层的智慧生命，获得。定，何方妖孽，敢惹我巨剑门，死来！10声怒吼响起，灵力巨掌之中飞起10道身影。这10道身影身上金光爆射，丹田金丹急速旋转，争夺天地灵力。罩住他们的灵力巨掌是由法力引动天地灵力形成的，只要抢天地灵力的控制权，哪怕只是一部分，也足以让这灵力巨掌溃散。怎么回事？一位长老大骇，来人究竟是什么修为？我竟抢不走一丝一毫的天地灵力。其他长老也骇然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元婴？难道是元婴前辈？一出手便掌控了方圆10几里的天地灵力，连10位金丹联手都打不破他的掌控，只有元婴真君以上的修为境界才能做到这一点。元婴前辈，饶命啊！这位长老吓得魂飞魄散，急忙跪伏在地。其他长老脸色煞白起来，膝盖就是一软。正在这时，一位长老高声道：你们仔细看，这巨掌不是元婴之力，来人是金丹，这人一定是用了什么法宝，强行控制了天地灵力。联手击破这灵力巨掌，找到幕后出手之人，夺走这件法宝。言罢，此人金丹旋转得更快了，磅礴的法力汹涌而出，灌注到一个棍状法宝上。那法宝灵光爆闪，飞速变高变粗，撑向收拢的巨掌。其他长老纷纷出手，10件法宝硕大无比的法宝出现，发着宝光，似要顶住那巨掌，让他抓握不下去。萧晨川轻轻一握，轰！一声巨响，灵力巨掌猛地收缩，握成了拳头。那10件巨大的法宝瞬间变小，被打回原形。巨拳缓缓消散，掉落无数血肉宝物残片。原来的位置只剩10道身影，被护佑在10道宝光里面，其余人全部身死。噗！一位金丹长老重伤吐血，望了望周身的血雾，又噗地吐了一口。近1000名弟子就这么死了，损失惨重，损失惨重啊！另一位金丹长老擦了擦嘴角的鲜血，背后法宝巨剑忽地飞出，宝光大盛。天地灵力耗散了，杀了他！剑光一斩而过，落入下方山川，一座山峰被斩中，轰隆隆滑落半座山头，惊起山脉中的无数飞禽走兽。天真！萧晨川身上电光一闪，瞬间出现在一名金丹长老面前，五指抓握下去，生生吸出对方的金丹，一掌捏爆。啊！那名金丹长老被瞬杀，萧晨川身上飞出一个青黑宝塔，瞬间将爆裂的金丹收走炼化。看到这青黑宝塔，其他金丹仿佛想起了什么情报，大惊失色。萧晨川，你是百劫门的萧晨川？走，情报有误。萧晨川战力远，超金丹大圆满。那9位金丹真人顿时失去了战斗的欲望，四处遁逃。萧晨川身上爆射出无数闪电，将整片天地覆盖。这些金丹真人还没逃出闪电覆盖的范围，便被随着闪电如瞬一般出现在各处的萧晨川一一杀死。转瞬间，10大金丹长老就只剩1人。萧晨川抬手镇压了他，没有立即出手秒杀。根据许英的情报，这位姓李的巨剑门长老拥有一种特殊体质，巨剑门的功法和化龙宗一样，都有些特殊，更适合拥有炼体天赋的人修炼。而这位李姓长老的特殊体质便和炼体相关，如今修为已到金丹大圆满，万化吞天诀的感悟也到了元婴篇，是时候为突破元婴做准备了。混沌道体亲和所有形式的天地灵力，亲和大道，天机混沌，能容纳万千体质。虽然他本身并不专长炼体，
但他可以吞噬别人的炼体体质啊。混沌元婴对肉身素质的要求十分夸张，连雷狱助身法大成都无法满足他的肉身要求，正好吞了此人的体质，增强肉身。在这位金丹长老的求饶声中，萧晨川一掌印在了他的身上。萧晨川一掌印在对方身上，转瞬间吞走了对方的体质。先天大力体。萧晨川握了握拳，感受着能捏碎晶晶的巨力，摇了摇头。这确实是一种炼体天赋没错，可惜增强的是力量，对肉身的坚韧程度方面加持的有限。不过萧晨川摸了摸下巴，化龙宗的化龙诀以人身承受龙血龙力，同样偏向于炼体。许英的情报里说，化龙宗的长老弟子可有不少人拥有炼体天赋体质啊。萧晨川法力一动，收拢所有储物袋残宝，随后乘坐飞行法宝消失在天际。傍晚时分，一片大泽旁，化龙宗的10大长老狼狈不堪，看着死去的近千弟子，沉痛不已。阁下何人？萧晨川没有理会，上前一步，瞬间出现在一位长老面前，伸掌探出。那名长老眸光迅速暗淡，被吞噬了先天体质。宝骨不灭体，萧晨川心中一喜，这体质一身骨骼强大无比，修为境界高深后，骨髓造血能力强横无比，不管多重的伤，只要不是瞬死，就能白骨生机，迅速恢复。好，这体质不错。感受着浑身骨骼变得坚硬又强大，萧晨川嘴角勾起了笑意。看到这缕笑意，化龙宗的人大惊。魔修，我六宗地盘，洛风宗麾下，什么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位强横的魔修？走，情况有变，走得了吗？萧晨川冷哼一声，连连出手。5位金丹真人被瞬间秒杀。琉璃玉身，萧晨川又获得了一种特殊体质，肉身杂质极少，如琉璃般通透，不但吸收灵力，服用天材地宝，断体时不会在体内留下杂质毒素，而且对肉身强度也加强不少。好，萧晨川很满意，看着剩下的逃遁的3名长老，瞬间出现在一人身后，轻飘飘的一掌印在其背上，戏谑道：你往哪里逃啊？那长老吓个半死，还没来得及逃遁而出，身体便软了下去，体质被吞噬，金丹被混沌塔收走，炼化。风雷灵体，清和风雷属性，肉身速度很快，对肉身强度加持倒也有些效果，还行吧。萧晨川手一招，将所有储物袋收起，身上电光闪烁，眨眼间将仅剩的2名女长老统统抓住。那2名女长老穿着紧身华服，盈盈一拜：萧公子，饶我等一命，我等甘心为雌奴，床榻之上逢迎侍奉。刚刚萧晨川动用混沌塔，被他们认出了身份。萧晨川低眉垂眸看着他们，如果是男的，杀了也就杀了，女的嘛，金丹真人可是6宗顶级战力，直接杀了岂不浪费？可惜拂过2人的丰满娇躯，轻轻用力拍了拍他们千娇百媚的俏脸。雌奴，哼，本公子会缺雌奴吗？凭什么要收下你们俩？2位金丹长老娇躯微颤，脸色煞白起来。除非萧晨川挑起他们的下巴，强迫他们露出修长雪白的颈子，除非让我看到你们的努力。2个时辰后，萧晨川松开抓握龙角的双手，从2女身后起身，穿好衣服，酣畅淋漓。本公子很满意。雌奴，本公子准了。2女一喜，忽然2道乌光从萧晨川那飞出，没入他们的识海。他们顿觉识海一片阴凉，升起一种生死尽归于眼前男子的感觉。这是玉奴印，本公子得自独木山脉万毒神君的珍藏秘术，只要你们有一丝背叛我的念头，便会神魂泯灭而亡。2女脸色一白，盈盈叩首。是，走。萧晨川坐上飞行法宝，消失在天际。2女知道萧晨川是对付另一对5宗修士去了，他们对视一眼，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屈服与苦笑，同样取出飞行法宝，紧随萧晨川而去。当夜，紫阳宗的秘密驻地几乎被屠杀一空。紫阳宗领头的老妪望了望眼前如神魔一般的男子，又望了望他的身后。他的身后原本高冷骄傲的化龙宗金丹女道友，竟穿着几乎透明的雌奴衣物，乖巧的石势立在男子身后。萧晨川这次没有遮掩形貌，老妪一眼认出。他深吸一口气，沉声道：萧公子，老身的孙女也愿像2位化龙宗的道友一样，做阁下的雌奴。公子可愿留她一命？奶奶！一个绝美少女惊呼一声，不敢置信地望着老妪。她望了望萧晨川，又看了看萧晨川身后那2位穿的比最下贱的青楼女子还要暴露100倍的化龙宗女金丹，脖子一梗道：我不怕。老妪狠狠扇了绝美少女一巴掌，将她扇翻在地。少女捂着脸颊，不敢置信地望着老妪，眼泪在眼睛里打转。落逃！老妪大声道：你有选择的资格吗？
你以为你现在还是我们骆家的掌上明珠？你现在是卑贱，随时会死的阶下囚。醒醒吧！绝色少女愣住了，她缓缓放下捂着脸颊的手，朝萧晨川俯首。雌奴骆桃拜见主人萧晨川，一记玉奴印，重敬少女识海，一伸手将她射进怀里，指腹摩擦着她绝美的脸。好，她长得很漂亮，这女奴我收下了。老妪大松一口气，最后看了正在被玩弄的孙女一眼，赫然自觉。谢公子。奶奶。少女大悲趴伏在地上的身子，悲痛地朝老妪伸着手臂，却被萧晨川的大手紧紧掐住了腰身，只能被动地晃动着身子，眼睁睁地看着老妪自裁。华龙宗的两位雌奴冷笑一声：你们祖孙俩是来杀人的，被杀也是应该喽。你奶奶好歹是自裁的，还不多谢主人慈悲，留她一个体面。呜呜，少女呜咽着，眼中闪过一丝恨意。萧晨川正压在她的背后，扭过她的脑袋和她热吻，敏锐地看到了她眼中这一闪而逝的恨意。定，骆桃归心度15。萧晨川并不在乎，是他自己为了活命答应了当雌奴，不是没给他死的机会，他自己贪生了而已。总之，大发慈悲给了他选择的自由，他做出了选择，却又不肯安于他自己的选择，那就只能把他边缘化了，把他当真正的雌奴肆意使用。什么时候他想通了，归心度高了，有忠诚度了，才有资格被吸收进百香阁，否则当一辈子雌奴吧。3个时辰后，萧晨川松开绝色少女的腰，随意在她脸上擦了擦，踩上飞行法宝，化作一道遁光，消失在天际。华龙宗2位女金丹紧随而去。骆桃艰难起身，取出飞行灵器，踩了上去。萧晨川、华龙宗女金丹3人的身影早已消失不见。骆桃靠着玉奴印之间的主奴感应，朝萧晨川的方向飞行。只是他区区筑基中期的修为，又怎可能和萧晨川相媲美？只能眼睁睁地发现他和主人的距离越来越远。骆桃又气又急，只觉萧晨川一点都不懂联系他，他却是又忘记了自己的地位。雌奴。正在这时，前方一道龙形遁光疏忽而至，一位化龙宗女金丹踩着一片七彩龙鳞状的飞行法宝，去而又返。化龙宗女金丹同情地看了他一眼，法力一卷，将他卷到身边。我来带你，走吧。谢谢姐姐。骆桃委屈地哭了出来。你呀，化龙宗女金丹点了点他的脑袋。我的年龄都能当你娘了。经过小半夜的赶路，天色将亮的时候，4人陆续赶到了合欢宗附近。萧晨川回望4女，目光扫过被带着过来的骆桃，没有停留。奴儿们，你们在附近等候，我去一趟合欢宗。说罢，他的肌肉、骨骼、皮肤一阵扭动，气息也幻化一番，变成一个足以以假乱真的英气少女模样。毕竟合欢宗男修极少，是个十足的女儿国，以男身进去会被那些饥渴的女修目光凝视，动手动脚，当众非礼，甚至有被强奸的风险。总之，男生进去太招摇了，还是女生进去不起眼。半个时辰后，许英平退闲杂人等带着一个英气的女修回到了长老峰他的洞府，满是粉红色的装饰，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馥郁的香气。这香气闻起来十分舒服，让人懒洋洋的，只想沉溺在温柔乡里。刚踏进洞府深处，一个丰满的娇躯便扑进了怀里。萧公子，灵儿好想你。抱着怀里的软玉温香，萧晨川笑了笑。我也很想你。随即他看向许英、灵儿师姐，还有你们。话音刚落，怀里的灵儿抱着他的脖子仰头吻了上来。公子，阿公子。第二天，萧晨川将悟道冰露法宝给了3女。许英道：公子，4路人马被你杀了3路，只剩玄清宗无损。5宗大惊失色，决定换个战术，各宗再出10位金丹，打上百劫门，灭了百劫门的筑基以上的所有人。10日后便是5宗金丹出发的日子。萧晨川沉吟片刻，50位金丹，这是一股可以横扫6宗任何一宗的恐怖力量。他把这消息传回了百劫门。苏秦倒吸一口凉气，50位金丹，6宗倾巢而出啊，真看得起我们百劫门。不怕，百劫门有一处绝强杀阵，保证让5宗拿下百劫门之前付出惨重代价。至于我们，苏秦道，那古传送阵至少能同时传送上百人，带上所有姐妹绰绰有余。苏秦那边做着最坏打算，萧晨川却有不同想法。如今融合了各种体质，肉身强度足以容纳混沌元婴，可以着手突破了。唯一欠缺的是进阶元婴所需的海量灵力，而眼下正处于合欢宗之中，合欢宗作为大宗，最不缺的便是灵气了。听到萧晨川离元婴只有1步之遥，只差海量的灵力便可突破，3女十分开心。公子，许英道，我合欢宗最大的灵脉是禁地彼岸花海之下的极品灵脉，他和灵儿已经成为了合欢宗的金丹长老，对禁地彼岸花海
十分熟悉。萧晨川在二女的情报下，又换了一副容貌，从一处悬崖潜入地下，又一路潜到彼岸花海之下。之所以换个容貌，又从别处潜入彼岸花海的地底，而不是从许英的长老峰下潜，完全是为了和二女撇开关系。彼岸花海的地下岩层中，果然有一条如地龙般的极品灵脉。萧晨川以混沌道体可以容纳任何形式灵力的特性，与守护极品灵脉的静止融为一体，没有惊动任何人，鬼魅般进入了灵脉之中。尽管听说萧晨川的混沌塔防御无双，更有枚大挪移符，千里之内来去无踪，可许英、灵儿还是暗中探出神识，时刻关注着合欢宗其他金丹长老的动向，一丝一毫的异常都不放过。不愧是极品灵脉，整个灵脉犹如一条潜伏地底的玉龙，通体呈半透明的玉色，散发着柔和，几乎浓郁成实质的灵光。萧晨川一路来到灵脉最核心处，布下3层阵法，外面2层遮掩动静，里面1层辅助闭关，再取出混沌塔悬于头顶，垂下混沌玄光守护，便开始了调息打坐。正在这时，他忽然睁开双目，看向身前某处，那里本空无一物。就在他目光落去的时候，空间竟一阵扭曲，出现一个女子。她穿着开叉到腿根的长裙，行走间裙摆荡开，丰腴的娇躯来到萧晨川面前，看了一眼混沌塔，眸底闪过一丝凝重，笑道：萧公子，别来无恙。来人翻手间便可镇杀。萧晨川不紧不慢道：合欢宗宗主苏璎珞，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苏璎珞魅惑一笑：其实您昨天和本宗长老的时候便被我察觉了，我体质特殊，乃红尘天香体。这体质不但天生适合双修，还对男女情事的感应敏锐无比，更是凭借它，我隐隐察觉到公子您的体质非常的逆天不凡。说着，苏璎珞轻轻撩开裙摆：公子，您身体太棒了，我怀疑整个合欢宗女修加起来都不是您的对手呢。萧晨川盯着他，并没有被魅惑到，眼神深邃，古井无波。苏璎珞，别耍小心机了，你既然现身，想必不会是来打招呼的，给你3息时间说吧。好。苏璎珞嫣然一笑：公子，我想和你双修，一起突破元婴境。什么？萧晨川表情微微一僵，完全没料到此女开口就是一声炸雷。凭什么？萧晨川淡淡道：公子，我的红尘天香体是极品双修体质，不但能增进对方修为，还能增加对方破境的成功率哦。红尘天香体。萧晨川目光微沉，混沌道体成了以后，修为进越来越快，如果能从苏璎珞身上获得红尘天香体，岂不是能助众女提升修为，突破境界，跟上自己的脚步？哈哈哈！萧晨川朗声大笑：苏璎珞，实话实说，我的体质确实如你感应的那般不凡，和你双修对我并没有注意，而你却能从中得到天大的好处，破丹成阴。我为什么要这么做？除非我在你身上种下玉奴印，从此受我掌控。元婴境。苏璎珞喃喃一声，眼中充满了对仙道的渴望。好。玉奴印种下，苏璎珞、合欢宗落入掌控之中。混沌塔玄光收回了片刻，放苏璎珞进入。苏璎珞仙裙滑落，软软倒在萧晨川怀里。5天之后，漫长的双修结束，2道妖目的灵光从萧晨川、苏璎珞身上迸发出来，神魂与金丹相融，使金丹孕育出元婴，以突破到元婴境，水到渠成。萧晨川、苏璎珞不分彼此的身体上空，2个半透明小人缠在一起，一个长得和萧晨川一模一样，一个和苏璎珞一模一样，正是2人的元婴。元婴分开，分别没入下方的肉身。萧晨川、苏璎珞睁开了眼睛，穿上衣衫，守护在外的混沌塔飞回丹田。2人对视一眼，牵起手，瞬间消失在原地。许英的长老峰眼前无声无息，突然冒出来2个人，许英、灵儿3女吓了一跳。待看清是萧晨川，3女一喜，又看到萧晨川旁边的苏璎珞，3女心中一紧，脸色一沉。萧晨川把他们的反应都看在眼里，微微一笑，揽住了苏璎珞的腰肢。她是你们的新姐妹。3女表情放松下来，露出笑意。待发现看不懂萧晨川、苏璎珞的修为后，惊喜地试探道：你们成就元婴了？苏璎珞抬头吻了一下萧晨川的嘴角，一笑：是。萧晨川抓了一下苏璎珞的臀：好了，别闹了。许英、灵儿。萧晨川道：我和苏璎珞是秘密结姻的，结姻的动静和意象全被宝塔遮掩住了，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你们3人，千万要保守秘密。元婴境6宗无敌，再多的金丹联手也不是元婴的对手。不过萧晨川想先调出一个人，百劫门宗主陆明。此人藏头露尾，
100年前就暗中出关，连到吕苏秦都蒙在鼓里，可见性格阴险、谨慎，所图一定不小。如果自己展露修为，一举镇杀武宗金丹，以露明阴险、谨慎的性格，肯定不会再冒头，而是继续潜藏在暗处。萧晨川最后在苏璎珞身上摸了一把，道：“乖奴，看好我的合欢宗，结。”萧晨川消失在原地，再出现时到了合欢宗外。化龙宗女金丹、洛桃3位雌奴等萧晨川，等了好几天。化龙宗2位女金丹优雅打坐，而洛桃一根一根揪着灵草，嘴巴嘟囔着，显然是个性子急的。唰，萧晨川突然出现。化龙宗2女凭借着玉奴印的主奴联系，感应到了萧晨川的到来，睁开了美眸，却骇然发现他们察觉不到任何萧晨川的法力、气息、神识波动。要不是玉奴印的主仆联系，根本不可能发现主人的到来。这种情况只有修为差距过大的时候才会发生。2女似乎想到了什么，眼底出现莫名的兴奋。跟对主人了，恭喜主人，贺喜主人，成就元婴。洛桃一听，揪着灵草的手一僵，缓缓转身，看到了不知什么时候出现的萧晨川。那俩出卖身体的贱婊子说啥？萧晨川这恶贼，元婴尽了。洛桃脸色煞白起来。萧晨川看洛桃这副模样，起了玩弄之意。他邪邪一笑，将这绝色少女扔进神风舟里。啊，你……哦！神风舟冲天而起，眨眼间便消失在天际，只留余音在原地回荡。化龙宗2位女金丹紧随而去。半天后，萧晨川回到了百劫门。萧晨川随手把洛桃从神行舟中扔给了柳如烟。这是我新收的雌奴，带她洗一下身子。柳如烟抱住洛桃。是。柳如烟敏锐地感觉到，洛桃虽然是个绝色美人，主人对她的态度却有些随意。不过对谁好对谁坏，那是主人自己的事。柳如烟并没有萧晨川态度不好，而对洛桃有什么欺负的想法，抱着洛桃退了下去。苏晴等女看到萧晨川修为赫然已经元婴，顿时欣喜不已。萧晨川通知了他们调出入明的计划，并表示自己得到了合欢宗宗主的特殊体质红尘天香体，和他双修，修为提升得非常快，还能增加突破境界的成功率。众女欣喜非常。几天后，从温柔乡里走出来，武宗金丹果然打上了门。50名金丹真人神威赫赫地集结在百劫门外，苏璎珞赫然在内。苏宗主，你们合欢宗没损失金丹真人吧？怎么亲自上阵了？苏璎珞微微一笑，必胜之局，凑个热闹。有小无相决在身，只要他不想，武宗没人能看出他的修为已经是元婴境了。武宗宫打上门，做戏要做全套。苏秦将一众金丹长老聚集在一起。我知道难以抵挡武宗，所以一些金丹长老投靠武宗，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他们收拾家当离开，未曾阻拦。但有些人表面上和百劫门同生共死，暗地里却做了武宗内应，想投靠武宗，挑明了，大胆的去投靠便是了，拿同门当头名状，当死。苏秦无情地点出叛徒，将他们处决。不过苏璎珞说，百劫门中还有一个秘密叛徒，那叛徒对百劫门了如指掌，对百劫门有什么阵法，阵法薄弱点是什么，都一清二楚。可惜那叛徒神秘无比，只和化龙宗宗主单线联系，而且身份隐藏得极深，连和那叛徒联系许久的化龙宗宗主都一直没能摸清对方的身份，更别说其他人了。所以苏璎珞只知有这么1号叛徒，让萧晨川这边留意一下，至于叛徒是谁，他就不知道了。不过化龙宗宗主隐隐有所猜测，说对方至少是百劫门的核心人物。在那神秘叛徒的指引下，百劫门的阵法形同虚设，武宗金丹真人轻轻松松的便降临在百劫门的核心区域。诸位，化龙宗的宗主朗声道，那位神秘人说，百劫门核心有道威力非凡的上古杀阵，如果硬闯，纵使我们有50位金丹，也势必付出不小代价。神秘人还说，这杀阵有破绽，只要跟着他的指引，杀阵不足为惧。跟着神秘人的指引破除上古杀阵。其他金丹皱眉，如果这神秘人故意引我们入陷阱了，是不得不防。虽说百劫门作为金丹级势力，纵使真有所谓的杀阵，也不可能挡得住50位金丹联手，可是修成金丹不容易，谁都不想死，谁都不想用命试探杀阵威力。如果能无伤通过杀阵，自然是最好的。是不是陷阱，一试便知。化龙宗宗主朗声道，抬手打出一串蛟灵。这串蛟灵似乎是成套的法宝，飞出去后发出蓝色的宝光，组成了一条半透明的蓝龙。那蓝龙仰天嘶吼一声，向百劫门核心撞去。嗡，一道无形的波纹荡漾开来，无数灵光从大地涌出，浮现了一道古老的庞大阵法，将整个百劫门核心笼罩在内。
那蓝龙陷落其中，瞬间被杀阵绞杀。一套极品法宝，却连一息都撑不过。化龙宗宗主凝重道：“看来那神秘人所言非虚，这杀阵确实十分不凡。我等贸然闯入，必然损伤不小。走吧，没人敢坑害50位金丹。按那神秘人给出的破阵之法，走上一遭又如何？”武宗50位金丹真人在化龙宗宗主的带领下，来到阵前一处不起眼的地方，走着奇怪的路线，竟在没有触发杀阵的情况下，深入了百劫门核心。本座所料不错。化龙宗宗主一捋胡须，笑眯眯道：“没人敢坑害50位金丹，那是找死。”50位金丹降临在百劫门宗门大殿之前。苏夫人，束手就擒吧。那化龙宗宗主眼底闪过一丝色欲，沉声道：“苏晴，我武宗只对你们百劫门的仙山、福地、资源有兴趣，只要你放弃抵挡，当本座的雌奴，本座可出面保你一命。”嘿嘿，那萧希月，巨剑门的一个魁梧大汉，舞了舞背后的巨剑，可就归本座了。二人话音刚落，两道真元大手忽然从宗主殿飞出，将两人生生捏爆，金丹也碎裂成渣，神魂俱灭。宗主，化龙宗的人又惊又怒，好胆，死到临头还敢杀人，今日必将你们挫骨扬灰。其他金丹真人怒吼。宗门大殿之中，众女对萧晨川秒杀2位金丹的事没有什么反应，下意识觉得他只是随手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武宗金丹对这上古杀阵居然比我还熟悉。苏晴见杀阵竟然有连他都不知道的弱点，还被武宗准确找到，吃了一惊。那神秘的背叛者必然对杀阵无比熟悉，整个百劫门只有一个人能做到，他就是苏晴还没说完，外面忽然响起一阵狂笑，随着狂笑，那上古杀阵诡异的变换起来，演变成了更复杂的阵法。果然是他。听到笑声中熟悉的嗓音，苏晴道：“陆明。”殿外那幻变的大阵将整个核心区域笼罩，天地色变，无数杀伐力量涌出，无差别的攻击所有人。一瞬间，武宗金丹、百劫门修士全部陷入了危机。一道略显老迈的身影凌空虚立，背负双手，看着下方的6宗修士。等了几百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武宗金丹抵御着变强的杀阵，仰头望向那道身影，惊声道：“陆明，百劫门叛变的神秘人，竟然是你！百劫门宗主，好狠，竟然连你的宗门道侣都不放过。”哼！陆明背负双手，睥睨着武宗金丹。宗门道侣，不过是我进阶元婴的工具罢了，不值一提。萧晨川循声望向空中那人。陆明闭关几百年，宗里只流传着这位宗主的画像、影像，萧晨川还是第一次见他真容。不知为何，看着这个身穿华服、脸上带着皱纹、头发花白、身子挺拔的人影，萧晨川竟升起了一种莫名的熟悉之感。他细思片刻，一个人掠过脑海。陆明，那个看守藏经阁，声称自己练功走火入魔，提前衰老，用雷狱助身法和自己换取人参娃娃精血的陆明。原来陆明非是陆明，而是宗主陆明。萧晨川微微挑眉，原来这位宗主就藏在所有人眼皮子底下，这100年来不知换了多少身份。我知道了。苏晴突然道：“陆明他将杀阵改造成陷阱，诱骗武宗进去，困住了所有人。他是想利用金丹真人们的负面情绪，修炼节气诀，一举突破元婴境。”突破元婴，萧晨川法力微动，就要捏死陆明这条虫子。突然，萧希月拦住了他，朝萧晨川摇了摇头。苏晴看到萧希月的动作，恍然道：“希月妹妹，你是怀疑？”“是。”萧希月道：“我怀疑陆明就是当年为了雷法传承，覆灭了萧家的神秘人。可惜，我虽然怀疑他，但来到百劫门这么多年，始终没有找到任何证据。现在正是陆明志得意满的时候，骄纵之下，他必会泄露点什么。萧郎，我无意瞒着你。”萧希月看向萧晨川，只是萧家早已覆灭，我虽为萧家后人，但对那个已经覆灭的萧家，其实并没有什么感情。我来到百劫门追查，是因为我的父母为了盗回家族传承雷法，来到了百劫门，死在了这里。我是为我父母报仇而来。家族传承雷法。萧晨川道：“九霄雷遁。”萧希月道：“九霄雷遁只是其中一部分，它比较特殊，形成了雷电精怪，只认具有萧家血脉的人。说起来，你也拥有萧家血脉，否则悟性再强，也得不到雷电精怪的认可。”萧晨川一听，微微愣住，自己竟然和萧希月一样，是几百年前的那个萧家的后人。怪不得萧希月的归心度一开始便非常高，还对自己态度暧昧。不过
萧晨川对自己身上所谓的萧家血脉并不在乎。胎传而来，觉醒前世记忆时，父母便已死于饥荒逃难之中，是个孤儿。那虚无缥缈的几百年前修仙家族后人的身份，对他来说远没有前世地球记忆来的深刻。此时，外界，陆明伸手一引，大阵轰隆隆运转，无尽的杀伐之力变得更加强盛起来。几个仙山福地、地下灵脉，竟成了这座大阵的关键节点，给大阵提供着强大的威能。阵中的所有人艰难地应付着杀伐之力，只有萧晨川旁边的众女轻松很多。高空之中，陆明陶醉地深吸一口众人的情绪之力，突然睁眼大喝一声：“不够！”杀阵的力量更加强盛起来，五宗金丹顿时死了7、8位。7、8粒金丹慌乱地左冲右突，往杀阵之外逃去，然后被杀阵击中金丹，神魂俱灭。恐慌的情绪在一众金丹中蔓延。情绪之力汇集在陆明身上，他的气息节节攀升，金丹显耀而出，神魂之力朝金丹之内灌输，金丹上面出现了丝丝裂缝。陆明竟是要当场突破不过，这破丹成阴始终差了那么一步。萧西月，宗门大殿被杀伐之力斩破，陆明看向废墟，眼神快速掠过萧晨川，定格在萧晨川旁边的萧西月身上。多年前，你刚加入百劫门的时候，我就认出了你。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和20多年前妄想盗取雷法传承的萧姓夫妇长得太像了。也怪我。陆明阴森森一笑。当年我覆灭萧家，萧家长子在栖霞宗地界，栖霞宗是我落风宗的死对头，侥幸让这萧家长子逃过一劫，才有了你父母妄想偷盗萧家传承一事。知道你父母怎么死的吗？我把他们凌迟而死，还留下了他们的骨头做成了傀儡。看吧。也不见陆明有什么动作，他的身后忽然现出2个骷髅傀儡。爹，娘。萧西月一愣，眼泪滑的就流了下来。庞大的悲痛、恨意等负面情绪之力涌出，没入陆明口中。咔咔，陆明金丹上的裂痕陡然变深，一个小小的元婴霞光从金丹裂缝里迸射出来。这离破丹成阴只差一层窗户纸了。五宗金丹露出绝望之色。陆明，你杀了6宗那么多金丹，上宗落风宗是不会饶了你的。上宗落风宗。陆明仰天狂笑。你们不是一直认为我神秘无比，猜测我的来历吗？实话告诉你们，我便来自落风宗。当年覆灭萧家也是落风宗默许，可惜萧家的反扑太猛烈，差点拉我陪葬，才不得已夺舍重生。如今我即将重回元婴境，你们这些落风宗的奴才，能助主人恢复修为，是你们的荣幸。众人闻言脸色煞白，露出绝望之色，唧唧歪歪，给爷死。突然一道元婴之力陡然降临，五宗金丹骇然地望向萧晨川。他是元婴？这怎么可能？陆明的金丹已经裂出了小拇指宽的裂缝，一个小小的快要成型的元婴从裂缝中发着绿色的光。萧晨川的元婴之力降临，咔嚓一声，金丹碎裂，半透明的绿色元婴早产了出来，勉强能看出是个人形。啊，我的盗图！绿色元婴的脑袋倒是成型了，口中发出慌乱的怒吼。无数萤火虫般的绿色荧光从绿色元婴身上飘散出来，这是元婴早产，未能形成无漏的完整元婴，力量开始向天地溢散。我的力量，我的力量！绿色元婴如同融化的蜡烛，连勉强的人形都要维持不住了。他伸出手，慌乱地收拢这溢散出去的绿色荧光，发出凄厉的怒吼。几百年啊！老夫好不容易得到萧家雷法，夺舍重生，再活一世，难道就到此为止了吗？我不该啊！而就在他即将消散殆尽的时候，萧晨川抬手，无尽的天地灵力汇聚而来，形成可怖的灵力风暴，瞬间将还在运转的杀阵镇压下。1秒，他突兀出现在陆明面前，封印住绿色元婴，止住他的溃散，将他打回陆明体内。元婴归体，陆明缓缓睁开眼睛，还没来得及惊喜，便被镇压，扔到萧西月、苏晴2人面前。西月，他是你的仇人，交给你了。说完，萧晨川缓缓转身，看向五宗金丹。五宗金丹还剩30多位，迎着萧晨川的目光，眼中全是恐惧，连逃跑的念头都不敢有。元婴和金丹之间差距太大了，简直一个天一个地，就算30人分头跑，也会被瞬间杀死。萧真君，五宗金丹拗口地换了称呼，扑通扑通跪倒一大片。我等利欲熏心，鬼迷心窍，与萧真君作对，实在是罪该万死，愿意奉上财宝美女，只求萧真君大人不计小人过，把我等当个屁放了，饶我们一命，留我宗道统。奉上财宝美女，财宝是应当的，美女什么鬼？
看我身边美人有点多，以为我是好色之人。哼，看人真准。下方，武宗金丹见萧晨川迟迟不说话，更加忐忑了。有人悄悄抬眼，畏惧地偷看萧晨川一眼，眼睛的余光却是看到己方竟有一人未跪。合欢宗宗主苏璎珞。苏璎珞，你怎么还不跪下？有金丹怒道：你想对萧真君不敬吗？其他人闻言纷纷看向苏璎珞，果然看到她一身长裙站在原地和萧真君对视。大胆苏璎珞，你还敢直视萧真君？我说萧真君大人大量，却为何不开口原谅我们？原来是你还在触怒真君大人，速速跪下，别害我等。武宗金丹七嘴八舌，急切地要求苏璎珞跪下。苏璎珞嘴角勾起一丝玩味的微笑，我和你们不一样。说着，他朝萧晨川走去。和我们不一样，什么意思？武宗金丹望向苏璎珞，赫然发现她也是元婴境。啊，苏宗主，你什么时候也成就元婴真君了？没想到我六宗这么多金丹大圆满，竟是苏宗主第一个破丹成婴。峰回路转，我武宗也有元婴真君了。姓萧的，你辱我武宗金丹，让我们下跪，今日之耻百倍奉还。武宗金丹站了起来，明明是他们主动下跪求饶的，却全都栽赃到萧晨川身上，仿佛这样就保住了他们的颜面。苏真君可喜可贺啊，你来挡住那萧晨川，我等灭了百劫门。哈哈，终究还是我武宗赢了，萧晨川此子断不可留，今日必把他围杀于此。苏璎珞翩翩飞起，美得如下凡的仙子，扑通，单膝跪在了萧晨川面前。奴见过主人。武宗金丹大骇，瞳孔猛缩，惊惧道：什么？他说什么？奴？苏璎珞是萧晨川的女奴，她可是元婴真君啊，我等梦寐以求的境界，人还这么绝色，是多少人的梦中情人，就这么当了萧晨川的胯下之奴，老天不公。众人惊骇过后，金爵刚刚以为苏璎珞是自己这边的元婴真君，口出狂言要围杀萧晨川，甚至要灭百劫门满门，谁能想到这位新晋的元婴真君竟是萧晨川的女奴。扑通扑通，武宗金丹脸色惨白如纸，重新跪下。我等刚刚是被猪油蒙了心啊！一位须发皆白的老金丹声音发颤，几乎要哭出来。真君明鉴，那都是胡言乱语，绝非我等本意。另一人更是五体投地，额头紧紧贴着地面。真君大人神通盖世，苏真君风华绝代，能追随真君是他的福分，是我等有眼无珠，冒犯了真君，求真君饶命。我等愿献上宗门所有积蓄，只求真君饶我等一命。苏璎珞此刻已经起身，投进了萧晨川怀里，看着武宗金丹道：前倨后恭，反复无常，主人如果没有收他们为奴的打算，还是杀了好。奴。萧晨川嘴角勾起一缕邪笑，抓住了苏璎珞的丰臀，在她天鹅颈上深吸一口瓷香。只有你这样的绝色美人，才配当我的奴。武宗金丹一听，脸色惨白如纸。真君大人，有金丹道，六宗打成这样，死亡了几十位金丹真人，上宗洛风宗必然有所察觉，肯定会前来调查的。真君大人，少造杀念，不然上宗那里不好过关啊。听着这明面上的奉承，藏在话里的威胁，萧晨川嘴角勾起一缕冷笑，一招手，几十个储物袋飞来。定，掠夺。储物袋入手，萧晨川抬手虚压，还敢动小心思威胁我？死！天地灵力汇聚而来，直接把跪伏在地的30多人，连人带金丹碾成了齑粉。定，掠夺金丹后期智慧生物的生命，获得160掠夺点数。定。苏璎珞搂住萧晨川的脖子，吐气如兰。主人，刚刚洛风宗向六宗宗主发出消息，说已派人前来调查六宗血斗之事。洛风宗可是有化神修士哦，主人小心些，别把这种老怪物惹出来了。镇杀武宗金丹，抚平上古杀阵。萧晨川捏着苏璎珞的臀落到下方，萧希月目光呆呆的，陆明早已化作一具残尸，被他折磨致死。明明大仇的报，萧希月却哭不出来，也笑不出来，毕竟再怎么样，他父母人死不能复生。萧晨川松开苏璎珞，轻轻抱住萧希月，萧希月头埋进他的胸膛，无声地哭了起来。等萧希月哭够了，萧晨川搂抱着他，对苏璎珞道：洛风宗来人，什么时候到？至少3天。苏璎珞道：上宗并没有说调查使者的具体到来时间，不过洛风宗离这里路途遥远，中间隔着很大一片灵力匮乏的凡人区域，即便使者拥有元婴大圆满的修为，也得赶路3天。3天，好，我知道了。萧晨川点头，为萧希月擦了擦眼泪。萧希月抽泣了好一会儿，慢慢止住了眼泪。正在这时，4道洪亮但略带紧张、颤
颤抖的声音在百节门宗外响起。罪宗、巨剑门、紫阳宗、化龙宗、玄清宗向萧真君请罪，萧晨川手一挥，护宗大阵洞开一个通道，露出后在宗外的4队人影，每一队都是2名金丹带头，身后跟着10余个美人。4宗顺着通道来到萧晨川面前跪下，脑袋伏在地上，双手托着储物袋平举在身前。萧真君，我等4宗愿意献上宗门宝库珍藏，容貌身姿一等一的美女向真君赔罪，献出财宝美人。萧晨川望去，掠过了他们手中托举的储物袋，目光落在那些美人身上。4宗果然有赔罪的态度，这些女修个个漂亮，身材惹火。有几位胆大的美人微微抬眸，偷偷看向萧晨川，眼中充满了好奇、崇拜。他就是萧真君，年纪轻轻却成就元婴，杀得6宗胆寒，吓得平日里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金丹长老们跪伏求饶。见萧晨川半天不说话，4宗金丹冷汗直冒，特别是紫阳宗、巨剑门、化龙宗3宗前后后被杀20位金丹，整个宗门都凑不出来10名金丹了，再死下去就到统断绝，跌落成筑基级势力，任人宰割了。萧真君，我等愿再赔付2条灵脉，10个美人。3宗慌乱道。萧晨川终于有了反应，他大手一挥，收走4宗的储物袋，冷哼一声，再送10位美人。哼，你们4宗当本座是回收垃圾的吗？什么女人都往本座这色，不敢。4宗金丹额头沁出了冷汗，头伏得更低了，内心狂吼，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子。是啊，萧真君虽然红颜很多，但哪个是随便受的？要不是柳如烟、灵儿这种和他有渊源、有缘分的美人，要不是苏晴、苏璎珞、萧希月、许英这种绝色天骄，萧真君向来不是乱收美人的。4宗金丹心中苦涩，那40位女修脸色更是一白，被送给这么年轻俊朗的元婴真君，他们心里可高兴死了。现在是要泡汤了。就在他们失落的时候，萧晨川身形消失，下一秒出现在这些女修当中。他挑选出3个容貌不逊色于苏妹儿、苏烂儿，身子又丰满诱人的极品尤物，以及2个有特殊体质的女修。你们可愿当本座的雌奴？萧晨川淡淡道，并未逼迫。舞女盈盈一拜，参见主人。好。5道乌光闪烁，舞女被种下了玉奴印。萧晨川大手一挥，剩下的4宗之人消失在原地，出现在百节门外。他们耳边还回荡着萧晨川的余音：你们许诺的灵脉，稍后本座亲自去取。萧希月的心情渐渐平复，苏晴调人修复被毁的宗门建筑，萧晨川带着苏璎珞新收的5位雌奴回了洞府。2个时辰后，他双修到了2种新体质，和苏璎珞联袂出了百节门。苏璎珞回宗，萧晨川前去收取4宗许诺的灵脉，并让4宗统一说辞，应付3日后到来的洛风宗元婴境调查使者元婴境的遁速，无比恐怖。不到1个时辰，萧晨川便收了8条灵脉，和4宗统一了应付洛风宗的说辞。此时天色渐晚，萧晨川没回百节门，而是瞬息之间出现在合欢宗。萧晨川直言不讳对苏璎珞说：灵儿师姐，许英他要带走，往后留在身边，而不是合欢宗。苏璎珞自无不答应的道理，笑道：其实奴也想留在公子身边，奈何我一旦脱离合欢宗，合欢宗后继无人，待我交代好合欢宗的事，一定侍奉公子左右，任公子随时随地使用。苏璎珞烧浪的样子看得萧晨川火气又起。第2天，合欢宗女修们的歌唱声此起彼伏，整整唱了一夜。一开始是苏璎珞、许英、灵儿母女，后面是近100位有双修体质的其他合欢宗其他女修。天亮之时，萧晨川已经身怀100余种双修体质，和他双修一下能长10年修为。萧晨川带着苏璎珞、许英、灵儿母女离开了合欢宗。如今6宗都屈服于淫威之下，应付一个小小的洛风宗元婴并不难。该收取的利益都收取完毕，掠夺点达到了近100万。而随着进入元婴境，系统面板出现了变化，3个抽奖区从100、1000、万掠夺点抽一次，升级成了10万、100万、1000万抽一次。100抽出的是炼器级宝物以及少量的特殊宝物，如区区一滴悟道冰露。1000筑基级，万金丹级。这10万想必抽出的是元婴级宝物。如今掠夺点数接近100万，萧晨川想直接攒到100万，抽一次化神级宝物。抱着这个念头，萧晨川飞行轨迹一变，往化龙宗而去。如今已经元婴境了，是时候找上龙渊中的那条老龙，搞清楚灵界、真灵界是怎么回事，以及从他身上把掠夺点数搞到100万。化龙宗，萧晨川再次降临，
华龙宗人殷勤的迎上，脸上一副欣喜荣幸的模样，心中却忐忑不已，暗暗祈祷这尊杀神千万别是来找麻烦的。听到萧晨川要去龙渊，华龙宗人大松一口气，只要不是来找麻烦的就好，连奉承的语气都轻快起来。真君大人，我等为您带路，这边走。不用了。萧晨川手一挥，喝退他们，揽着灵儿三女消失在原地。在出现时已经位于龙渊中了。萧晨川遮掩住修为，和三女进入下方的水渊当中。蓦地，水流突兀地激荡起来，水渊深处亮起2个硕大无比的金铜。哗啦啦，一阵水流混杂着铁链的声响，下方出现一条身长100丈、小山一般的龙躯。有缘人。见萧晨川再次出现，老龙主动现身，声音中难掩一丝激动。你终于想明白了，放我出去对你来说是一场泼天富贵，今天机缘，是吗？萧晨川气息不再遮掩，修为显露而出。元婴真君，你元婴了！老龙惊叫一声，由于太过震惊慌乱，他你元婴了。这句话的后半段竟变了音色，是一种稚嫩的女童音。老龙不小心露出本来音色，心知暴露，眼睛中露出人性化的紧张，2只前爪不由得捂住嘴巴，龙躯慢慢变淡，就想开溜。听到老龙口中发出稚嫩的女童音，萧晨川惊诧了一下，旋即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怪不得华龙宗能囚禁一条龙，原来是一条幼龙。龙族生下来就是元婴境，即便半点都不修炼，自然成年也有炼虚修为。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化神、炼虚、合体、大成、渡劫飞升。一条老龙再差劲也有合体修为，即便老到快死了，也不是华龙宗一个区金丹势力能碰瓷的。但如果是一条幼龙，这条幼龙还身受重伤，从元婴掉落到金丹境，华龙宗先祖就有机会了。哼！萧晨川冷哼一声，伸掌虚抓，下方的玄水猛然汇聚起来，将老龙困在原地。玄水猛烈收缩，老龙的身躯在巨大的水压下一阵变换，现出了真容，竟是一条身长几十米、5、6米粗、浑身粉红色的幼龙。同时，萧晨川看穿了他身负重伤，也看穿了他的修为。金丹境。呵呵，龙前辈装得挺像嘛。萧晨川戏谑道，前辈2字咬得极重。粉龙左冲右突，却被死死困在玄水球里。玄水球还越缩越小，渐渐没有了龙躯的活动空间。粉光一闪，龙躯消失，原地出现一个少女。少女一身粉红仙裙，差不多到萧晨川胸口高，长得粉雕玉琢，绝美可爱，长大后必然倾城倾国，惊艳诸天万界。萧晨川的目光粘在了她身上，肆无忌惮地看来看去。少女脸色微微一红，看什么看？啧啧，前辈。萧晨川调侃道，你若是一开始便以这副真身与我相见，而不是枉费心机装什么不堪入目的老龙，说不定我早就救你出来了。少女闻言脸色更红了，轻啐一口，早就救我出来？救我出来干什么？像你身边的3个女人一样被日夜玩弄吗？哼，你们人族还说什么我们龙族龙性本淫，我看你比龙族还淫啊！少女话还没说完，便惊呼一声，被萧晨川抱在了怀里。萧晨川抓住她的臀瓣，让她的小腹紧紧贴着自己的小腹，低头闻着她身上一股清甜的不属于人族的女子的异香。放开我，你这次呸！她挣扎起来，粉色仙裙下的柔软身躯蕴含着龙族超强的力量感，但这力量在一位元婴真君面前显得十分徒劳。啪！萧晨川一巴掌打在她的翘臀上，把她打懵了。萧晨川低头含住她的嘴唇，霸道地捉住她的嫩舌，贪婪地汲取着她的气息。良久，萧晨川松开她的唇，一道乌光从指尖发出，没入她的识海。说吧，此界龙族早已销声匿迹，你是从哪来的？真龙界啊？为什么落在了华龙宗手里，还伪装成老龙模样？别耍小聪明，这是玉奴印。现在你的生死在我一念之间，你若有一句谎话，我也能通过此印感应到。少女感应着和萧晨川之间的主奴联系，脸色一白。元婴真君不是重伤，跌落境界的他能够对付的，今天注定要被吃干抹净了。我叫龙月，确实来自真龙界。萧晨川的手在他身上翻山越岭，少女脸色羞红，却又无可奈何，呼吸略微急促道：我本真龙界小公主，几百年前父王麾下重臣反叛，我父王兄弟姐妹几乎全部身死，我母后落入了那贼人手中，只有我在父王忠心部下的拼死护卫下，勉强破开界域通道逃了出来。龙月眸子里氤氲起水汽，收拾心情，没让眼泪掉下来，然后继续道：可惜空间风暴太强，我虽侥幸未死，却伤了根本，修为从元婴跌落金丹，坠落此界。恰好华龙宗先祖从附近经过，为了自保，
我幻化成老龙模样，想要威慑住他。化龙宗先祖没有上当，想擒拿抽血炼魂，夺我龙元。然后呢？萧晨川的手继续翻山越岭。然后，龙月道，我只好骗他，说我是活了不知多少万年的老龙，只因仇家追杀重伤至此，命不久矣。他若杀我，必染龙族死前最恶毒的诅咒。他日真龙界执法龙使降临，他及其后人皆死无葬身之地。他信了，光说岂能让他尽信？少女粉裙被轻轻掀开，她抓住萧晨川作乱的手，却无力阻止，呼吸更加急促了。我给了他化龙诀，告诉他此乃龙族无上秘法，可助人族炼化龙气，最终化身真龙。哼，那功法确实不假，但核心之处被我改动，需要精纯的龙族血脉之力为引才能修行，且修行越深，对龙血渴望越大，甚至会潜移默化受我龙威影响。他得了功法，又怕诅咒，自然不敢杀我，只能将我囚于此地，借着龙渊水脉滋养我的伤势，盼着我多活些岁月，也好让他们宗门能持续获得龙血修炼化龙诀，期待有朝一日能真正化龙。好聪明！萧晨川再也无法忍耐，抱住少女软玉温香的娇躯，在她身上狂乱的嗅着，把她压在了身下。3个时辰后，云霄雨歇，龙月理了理汗湿的鬓发，忽然道：萧公子，不若你和我去灵界吧。萧晨川抚摸着龙月的玉背。灵界？龙月起身骑在他的身上。对，我们现在所处的人界，不知多少万年前也是一方大界，飞升者不计其数。可惜那些飞升之人将天地灵力化为一身修为，带去了仙界，人界也就越来越灵气匮乏起来。时至今日，此界天地灵力已非常稀薄，修士一旦到了化神境，修为便难以寸进，除非去一个灵力更为磅礴的大世界。这样的大世界，人界附近便有一个，那便是灵界。在人界，化神境便是极限。萧晨川露出沉吟之色。是的，主人。似乎看到了蛊惑萧晨川到灵界的希望，龙月称呼都亲昵起来了，从萧公子变成了主人。据我所知，人界的化神神君不少都偷渡到了灵界呢。那灵界岂不是化神遍地走，原因不如狗？萧晨川皱眉。当然。龙月道，灵界可是能渡劫飞升的大界，连大成修士都有不少。啪！萧晨川拍了一下他的屁股。胆子不小，忽悠我去灵界，是不是心里藏着什么诡计，想害死我这个主人，好恢复自由？才不是！龙月委屈道，人家是想尽快成长起来，回真龙界复仇罢了。啪啪啪！萧晨川猛撞几下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回真龙界？真龙界有你父王的忠实旧部，还被你们龙族改造得十分适合龙族，对你来说那里比灵界更好吧？真龙界龙族独大，我要是回去了，岂能逃得过仇人？仇人搜捕。龙月声音断断续续。灵界不同，灵界各族并起，局势混乱，更安全。而且龙月极力忍耐，说话终于顺溜了。人界距离真龙界过于遥远，这么远的距离需要炼虚境以上的强者来催动我用来破界的宝物七彩逆鳞，方能抵达。以主人元婴境的修为催动七彩逆鳞，只够抵达附近的灵界。又是一个时辰。萧晨川在灵儿的服侍下穿好衣服，冲瘫软在地的龙月道：月儿，你急于复仇，我非常理解，不过修为不够之前，灵界我是不会轻易前往的。龙月眸光一暗。别伤心。萧晨川捏了捏龙月的俏脸，起码你恢复了自由，不用待在暗无天日的水渊中当囚徒了。而且本公子拥有100余种双修之体，和本公子双修，抵得上你经年累月的苦修。龙月一听，下意识看了一下修为，随即他便惊喜起来。这几百年来止不住下跌，如今仅剩金丹初期的修为，在3-4个时辰的双修之下，回到了金丹后期。龙月的眸光亮了起来。定。龙月归心度5，当前归心值35。努力干了这么久，才干到30，加上给他的双修希望，才35。这龙族的小公主好倔强啊，不好征服。不过龙月小公主太绝色，太极品了，萧晨川有点喜欢她，想真正得到她。于是萧晨川收走了龙月的宝物七彩逆鳞，又加强了一遍御奴印，防止这位小公主偷偷逃跑。七彩逆鳞巴长大，散发着七彩光芒，内里蕴含着让萧晨川心悸的力量，以及庞大的空间之力。将它收走后，系统叮的一声，掠夺点数达到了101万。身上仅剩的宝物被主人拿走，龙月气呼呼地鼓着腮帮，这可爱的模样害得萧晨川把她抱进怀里，又痛吻了一番，
差点又当场双休。好不容易把他松开，萧晨川给个甜枣：“月儿，主人的就是你的，七彩逆鳞放在你那和放在我这都一样。而且主人不白拿你的宝物，在百劫门有一个千年人参成精的人参娃娃，他的精血蕴含无尽的生机，能疗愈你的伤势。”龙月一听，眸光微亮，他身上破戒时动及根本的伤势，这几百年来只是勉强压制，若真有成精的人参的本源精血，确实能飞速治好。看到龙月开心起来，萧晨川也心情不错，将他搂抱入怀，亲了2口，消失在原地，往百劫门而去。路上，萧晨川顺手把奖抽了，100万抽奖区化作抽奖圆盘，滴溜溜旋转起来，最后获得了一个巴掌大的小舟。这是一件化神级飞行法宝，遁速比化神修士的极限速度还快，上面自带一个化神级防御阵法，名为遁天舟。回到宗门，萧晨川立马登灵宗主峰，来到灵药园，在大白萝卜身上逼出几滴精血，随便找了个运化生机的借口，萧晨川又和龙月双修起来。10日之后，龙月身上伤势尽去，龙躯重回完美状态。定，龙月归心度10，当前归心值45。穿好衣服后，萧晨川便带着龙月和众女互相认识了一下。龙月真龙之身、真龙界小公主的事，只告知了苏晴、萧希月等等归心度100，完全可靠的几人。至此，6宗俗事全都处理完了。距离洛风宗调查使者的到来还有2天时间。这2天，萧晨川把身上的几大功法、五行剑法、九霄雷遁、小无相诀、雷狱助身法全都修炼到了极致。混沌塔炼入了新的天才地宝，塔身晋升成元婴级，威能更强了。此外，他还在百劫门核心开辟出3大峰，作为诸多女人的居所。所有的女人根据归心度的不同，获得不同的地位。苏晴、萧希月、苏璎珞、慕云瑶、灵儿，归心度100，又被他偏爱的自然成为了百香阁核心。柳如烟、灵儿师姐，这种忠诚可靠的是百香阁的次要核心。洛桃、一些雌奴、武宗进献，然后被他挑选出的玩物，沦为百香阁外围。此外，还有一个最特殊的龙月。萧晨川很喜欢他，把他带在身边一刻不离，时不时逗逗他，玩弄他。龙月不愧是龙族，身子怎么玩都玩不坏。就这样，2天时间一晃而过。6宗地界之外亮起一道炫目的盾光，上宗洛风宗的调查使者到了。百劫门，萧晨川搂着龙月，悠闲地喝着灵茶，目光深邃，希望这位使者不要不知好歹。自己并不想把洛风宗的化神强者招惹出来。洛风宗的使者先去拜访了损失惨重的武宗，武宗按照早就准备好的说辞，把责任都推到了死去的陆明身上。而萧晨川、苏璎珞、婉狂澜于极岛，扶大厦之将倾，没有一个宗门行那出卖之事。毕竟按照惯例，洛风宗麾下的宗门诞生的原因，通常会去洛风宗担任客卿长老，以接续修仙之路。萧晨川、苏璎珞是本地6宗诞生的原因，等他们成为洛风宗客卿长老了，代表的是6宗在上宗的利益。出卖萧晨川、苏璎珞对武宗没有半点好处，即便萧晨川杀了武宗很多人，武宗也捏鼻子认了。使者到访紫阳宗的时候，倒是有个少年想冲进宗门大殿状告萧晨川，说是他的青梅竹马洛桃成了萧晨川胯下雌奴，他要去揭穿萧晨川的真面目。可惜他还没靠近紫阳宗宗门大殿的时候，便被守卫拦住，一名长老前来训斥他不知道以大局为重，把他关押进了宗门禁地反省。其他3宗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那使者访完武宗，便前去了百劫门。萧晨川、苏晴等人在宗门大殿接见了他。使者是个穿着青灰道袍，长发长须，须发皆白，满面红光，手持拂尘的老道。老道在侧位坐下，不着痕迹地打量了萧晨川几眼，眼底闪过一丝惊异。萧道友竟如此年轻，着实让老道羡慕啊。老道的话听起来很客气，萧晨川却从他的语气中听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高高在上。这使者来自大宗洛风宗，所以有些看不起下面宗门的修士。萧晨川无意深究，懒洋洋地应付道：侥幸突破，不值一提。哈哈，道友谦虚。老道表面功夫做得像模像样，一甩拂尘，那使者忽然道：老道此来所为何事？想必萧道友十分清楚。麾下宗门死伤惨重，作为上宗，洛风宗不得不过问，道友可否将当时的事情详实地讲述一遍？陆明是如何布局的？道友又是怎么突破的原因？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萧晨川身后的苏晴半真半假地将事情讲了一遍。
老道视线落在苏秦身上，目光略有停留，又落到萧晨川身边的苏璎珞、龙月身上，眼底闪过浓浓的惊艳，以及一缕金光。萧道友，艳福不浅呐。老道捋了捋长须，慢条斯理道：我观六宗女修被你糟蹋不少，连合欢宗宗主、元婴境强者都被你笼入后宫。萧晨川脸色一沉，这使者前面装的那么客气，现在终究是要露出真面目了。萧道友，老道抿了一口灵茶，淡淡道：老夫不暇，岂能看不出巨剑门、紫阳宗、化龙宗、玄清宗四宗各损失了2条极品灵脉，那灵脉到了谁手中很难猜嘛。老道眯起眼睛，声调陡然加高：肆意杀人，龙敛财宝，狂开后宫。萧道友，你这是将六宗当成你予取予求的后花园私产了啊！闻言，萧晨川微微后仰，背靠在宝座上，旁边的龙月、苏璎珞敏锐地察觉到了他的杀意。苏璎珞柳眉微蹙，洛风宗有化神境强者，能不杀洛风宗的人，最好还是不杀。道友，苏璎珞对那老道道：你越界了。我六宗和洛风宗的关系是每年上缴定量的修仙资源的洛风宗庇护。严格来说，只要上缴的修仙资源不少，洛风宗没有过问我六宗内部事务的权利。我六宗女修愿意让谁睡，六宗财宝愿意进献给谁，大量修士被杀，没有向洛风宗请求缉拿凶手，洛风宗无权干涉。闻言，老道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般，仰天大笑，旋即看向苏璎珞：好笑，天真。苏道友，你好歹是一宗之主，元婴真君，没想到如此天真。我堂堂洛风宗，人界顶级势力之一，你一个小小的六宗，有资格在我面前讲规矩吗？我洛风宗就是规矩。苏璎珞叹息一声：天真的其实是你，你执意找死，那没办法了。萧晨川，老道一甩拂尘：道友也不叫了，你们六宗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说了算。可以是陆明设计坑杀六宗金丹，借节气诀突破元婴，也可以是你萧晨川是个魔修，祸害六宗。哼！老道一阵袖袍道：你一个小小的下宗元婴，狂敛8条极品灵脉，比我堂堂上宗元婴身家还丰厚，还有那么多极品美人，太过分了。5条不6条，老道眼中是不加掩饰的贪婪。进献我6条极品灵脉，然后再献给本座1半美人，本座就饶过你，让那陆明背起所有黑锅，不然你就等着我洛风宗来斩妖除魔吧。说完，老道眼睛在殿内一扫，落到龙月身上，朝龙月一指，眼中露出淫邪之色。他，本座看上了，进献的美人里面必须有他。龙月俏美的脸蛋阴沉下来，攥紧了小拳头。死！没有任何征兆，萧晨川突然出手，那老道瞬间被强横的法力爆成一团血雾，又被压缩成一团血球，被灵火焚烧殆尽，渣都不剩。那老道的元婴在肉身爆裂的时候显露出来，脸上露出浓浓的惶恐，张口似要威胁，似要遁逃，却瞬间也被焚死，形神俱灭。哼！龙月脸上的表情好看了些，松开小拳头。萧晨川顺手把他搂进怀里，念头一动，宗门大殿内灵风拂过，将空气换了一换。狗东西，放他进来，脏了宗门大殿。这元婴使者该死，杀了也就杀了。苏璎珞道：不过洛风宗这种大派最重威严颜面，派出的使者被下宗杀死，他们一定震怒非常，说不定会有化神境强者亲自出手，怕什么？龙月娇声道：大不了我们偷渡灵剑，大不了我们偷渡灵剑。龙月娇声道：怕。萧晨川在龙月的屁股拍了一巴掌，无奈道：世事难料，万万没想到真到了要考虑是否偷渡灵界这一步。龙月，萧晨川柔捏着他的臀，沉吟道：你和我详细说说，用七彩逆鳞偷渡有没有危险？龙月道：几乎没有任何危险。一是灵界距离人界不远，空间之力没那么狂暴，开辟出的空间通道比较稳定。二是七彩逆鳞有趋吉避凶的能力，他偷渡灵界的落点周围不会有强大的敌人。萧晨川听着权衡了片刻，转向众女正色道：洛风宗折损了一名元婴使者，绝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化神强者亲临。当务之急是在洛风宗反应过来之前成功偷渡灵界。西月，萧晨川吩咐道：立刻通知百香阁所有核心成员，我们将偷渡灵界，请他们做好准备。其次，传讯给次要核心成员，让他们同样做好准备，暂时不要提及灵界之事。至于外围成员，只问是否愿意随我们离开
不必勉强任何人。与此同时，洛风宗一声怒吼从长满了枫树的灵山山脉深处响起，敢杀我洛风宗使者，胆大包天！紧接着便是一道比元婴镜快许多倍的遁光从灵山深处激射而出，消失在天际。萧希月吩咐下去，让百香阁众女做好准备的时候，洛风宗使者身死的消息传遍了武宗。武宗骇然，万万没想到萧真君连来自上宗的元婴都说杀就杀。很快有心人便注意到一艘雕着紫金纹路的华丽神舟从百劫门飞出，这神舟便是化神级飞行法宝遁天舟。遁天舟速度比化神君还快，眨眼间便辗转武宗，将众女接引上来。神舟别有乾坤，内部空间是外表的几百倍，里面有几百个房间，10几个大厅。柳如烟、苏晴、萧希月、灵儿母女、许英、苏浪、苏妹儿、慕云瑶、苏璎珞、化龙宗女金丹、洛桃，4宗献上来的极品美人，和欢宗被他搞过的拥有特殊双修体质的一众女修，莺莺燕燕的竟超过了100人。我们百香阁已名不副实，往后更名暗香阁。萧晨穿道虚空踏步来到遁天舟外，抬手取出一块巴掌大的七彩龙鳞，龙鳞缓缓飞出，悬浮在半空，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力量，仿佛一颗心脏般搏动起来。每一次搏动都漾开一圈肉眼可见的七彩涟漪，波纹所及，空气发出不堪重负的嗡鸣。咔嚓，龙鳞正前方的空间如同摔碎的琉璃镜面，骤然裂开无数漆黑的缝隙。紧接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吸力从中爆发，将周围的光线、尘埃甚至声音都疯狂吞噬进去，形成一个不断旋转扩张的幽暗漩涡。幽暗漩涡中心七彩光芒十分耀眼，它们狂暴地撕扯着虚空，飞速向前开拓。渐渐的，一个空间通道缓缓成型，通道的另一头依稀出现一些仿佛另一个世界的光影，模糊的山川轮廓、大江大河，还透过来一种不同于此界的浓郁的化不开的灵气。灵界，萧晨川和身旁的龙月对视一眼，闪过这样的念头。远处，萧真君这是？远处6宗金丹微微一惊，有识之士愕然道，打开了前往灵界的通道。灵界，那个不像我们人界只能修到化神境，而是可以修炼到大成期渡劫飞升的大世界。有人当即大吼，萧真君，我愿当牛做马，为奴为仆，只求真君带我前往灵界。灵界无论是灵气、孕育的天材地宝、仙山福地，还是修炼速度，能达到的修为上限都远远超越了人界。在灵界给萧晨川当狗，都比在人界当高高在上的金丹长老强。聒噪！萧晨川脸色一黑，他只可能带上自己的后宫。萧公子放弃了一起离开的暗香阁外围女修们，此刻明白了自己错过了多大的一场机缘。我等愿当公子的便策，最卑贱的淫奴，只求公子垂怜，带上我等。便策？淫奴？萧晨川一瞬间真意动了。不过好马不吃回头草，想要便策，淫奴有大把的女修愿意送上门，机会已经给过你们了。萧晨川冷漠道。正在这时，极远处的天边亮起一道遁光，一股滔天的威压遮天蔽日而来。洛风宗的化神强者到了。空间通道，灵界，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如同惊雷般滚滚而来，带着惊疑。而这时空间通道稳定了下来，彻底形成。走！萧晨川望了天际的遁光一眼，催动遁天舟就要进入空间通道。那天边的化神强者似乎察觉到了他的意图，顿时急了。哪里走？一声暴喝震得虚空震颤。萧晨川瞳孔骤缩，只见前方空间一阵扭曲模糊，一道凝练无比、散发着恐怖神魂波动的虚影竟无视了空间距离，骤然出现。这虚影一幅中年到人模样，淡黑色、半透明，正是那洛风宗化神强者出窍而来的神魂。在我化神神君面前还想走？天真！那神魂虚影骤然一掌，天地之力浩浩荡荡汇聚而来，朝萧晨川空间通道攻去。萧晨川念头一动，混沌塔飞出，发出无量神光，硬汉了这一击。当！化神初期全力一击，在塔身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掌印。萧晨川转身便走，混沌塔化作巴掌大小，落入他的手中，而他虚空踏步进入了遁天舟。遁天舟光芒一闪，消失在空间通道之中。一块七彩龙鳞没入远去的遁天舟中，消失不见，而失去了七彩逆鳞支撑，空间通道飞速崩塌消弭。原地洞开的空间恢复如初，一缕微风拂过，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只留下那中年道人的出窍神魂有些呆呆愣愣。神魂抬手看了一眼掌上蔓延的奇毒，
喃喃道：“九幽毒你的本源之毒，明明原阴级法宝，却能硬抗我全力一击而不损的奇异宝塔，能洞开空间通道的龙鳞，疑似化神级的神舟。嗖！神魂又无视了空间距离，瞬间回到远在天际的肉身内。盾光接着亮起，那化神飞来，六宗金丹跪伏一大片，拜见上宗神君。中年道人化神凭空虚立在高空，嘴角溢出一丝黑血。不愧是九幽毒泥的本源之毒，一个念头在他脑海闪过，只是神魂沾染了一丝，竟严重至此。中年化神凭空盘膝坐下，就地疗伤，淡淡道：“那元婴叫萧沉川是吧？他是如何崛起的？给本座一一道来，不得有丝毫遗漏。”灵界一片广袤高耸的山脉，空中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紧接着平时出现了一个空间漩涡，里面冲出一个紫金雕纹的华丽非洲，然后空间漩涡迅速消失，3道身影从非洲中凭空出现，正是萧沉川、苏璎珞、龙月。其他女人修为不够，暂且待在了遁天舟之中。萧沉川祭出混沌塔，神识展出，确认安全，笑道：“七彩逆鳞不愧是真龙一族至宝，果然冥冥之中有趋吉避凶的神奇能力。”哼，龙月微仰着小脑袋，轻哼一声，骄傲道：“那当然。”萧沉川莞尔，抱住龙月一阵痛吻。旁边的苏璎珞深吸一口空气，浓郁的灵气让她通体舒泰，不由得赞叹道：“不愧是灵界，传说中它整个大界原始蛮荒，地广人稀，所有角落都充满了浓郁的灵力，到处是洞天福地，天才地宝。”萧沉川松开龙月，向苏璎珞笑道：“是啊，他种族混乱，各种妖族众多的名头也着实不虚。这不，我们附近就有一只金丹境小妖，瑟瑟发抖。出来吧。”萧沉川伸手虚抓，从不远处的巨石后射来一道身影。啊一声天生魅惑的娇呼，那道身影落在萧沉川面前，竟是一个穿着水粉色短裙，丰满至极，模样妖媚，长着一对狐狸耳的狐妖。她的短裙因跌倒在地上而略略向上掀起。萧沉川看着那里的风光，说吧，这里是哪里？灵界地图交出来。狐妖自称姓青丘，单名一个柔字，唤作青丘柔，而此地叫七绝岭，属于七只蜘蛛精的地盘。七姐妹元婴修为，统治着七绝岭方圆3000里，实力极为恐怖。同时，青丘柔现出一块玉石，玉石发出灵光，展现出一块虚幻的地图。萧沉川、苏璎珞、龙月3人看向地图，发现七绝岭位于一个叫伏波山脉的山脉里。伏波山脉沿着海岸线分布，绵延不知多少万里，异常庞大，整个山脉几乎被各种妖族占据。比如七绝岭附近就有另外2大妖族势力，虎啸洞、焚金山。虎啸洞住着一个驱使无数伥鬼的虎妖，焚金山是一群火源的地盘。人族呢？萧沉川继续看着狐妖那里的风光，微微皱眉，察觉到眼前男子目光聚焦的地方，这狐妖脸色一红，捏着本就滑到高处的裙摆继续提了提，那里变成了真空。萧沉川呼吸重了几分。人族？狐妖道：“伏波山脉是我妖族天下，极少有人族的踪影。不过伏波山脉东侧的近海有大大小小10几个海岛势力，其中3个是人族。近海岛链上有3个人族小势力。”好，我知道了。萧沉川邪笑一声，法力一动，狐妖娇呼一声飞了过来，被他大手抓住丰腴的臀肉拖抱在怀里。听说狐妖柔媚入骨，滋味绝佳，本座尝尝。2个时辰后，叮！青丘柔嗓子都喊哑了，被你强大的能力所折服，归心度81，获得掠夺点81000点，当前掠夺点数余额113211。7，哟，这青丘柔还有个实力强横的大妖在惦记着他。不过也对，狐妖可是极品，不被雄性惦记才不正常。给青丘柔种下玉奴印，萧沉川跟着他回到了他的洞府。作为金丹境妖修，青丘柔算是蜘蛛精七姐妹的得力干将。他的洞府位于一座巍峨的灵山之上，整座灵山都被他独享。这座灵山距离七绝岭的核心不远，站在他的洞府门口，身前是陡峭的山崖，远处是7座更加高大巍峨的险峰。青丘柔遥望着那7座灵山，说：“他们便是七绝岭的核心区域，上面住着蜘蛛精七姐妹。”萧沉川望着广袤磅礴直插云霄的7座灵山，起了心思。暗香阁正缺一处落足之地，这七绝灵山就非常不错嘛。抱着这个心思，萧沉川向青丘柔询问七姐妹的实力。大姐、二姐元婴后期，3姐到7姐都是元婴中期。似乎猜到了萧沉川的心思，青丘柔担心道：“主人。”七姐妹同气连枝，联手之下
就是10位人族元婴，也讨不到好啊。青秋柔看看萧晨川，又看看苏璎珞，就差没把你俩别去送死。我不想刚得到一个把我干得服服帖帖的主人，就马上又失去了血在脸上。萧晨川露出沉吟之色。人界妖族几乎绝迹，他和妖族打过的交道很少，也就和龙月这个龙族小公主交道很深。所以妖族都有些什么神奇手段、天赋神通，他什么都不知道。问青秋柔，他却说妖族的天赋神通是每个妖的秘密，只有7姐妹之间互相了解，他作为外人是不配得知的。萧晨川只好从长计议，想个一举拿下7姐妹，不让他们有反抗的机会的计策。问了青秋柔后，他还真说出一个有用情报：10天后7姐妹将举行血石盛宴。所谓血石盛宴，是抓来一些修为不错的血石，众妖一起分享，每月举行1次。萧晨川眼前一亮，好机会！小无相诀已然大成，可以从模样、气息、妖力方方面面伪装成一个妖族，而不被看穿，正可混入血石盛宴，将7姐妹一网打尽。10天的时间，在双修之中很快度过。不愧是灵界，青秋柔一个金丹小妖占据的这座灵山，竟有一条极品灵脉，他的洞府便深入到了这条灵脉之中。萧晨川和众女便是在这极品灵脉之中昏天黑地，淫乐不止。10天来，他双修的次数最多的便是龙月。龙月的伤早已疗愈好了，双修起来事半功倍，修为回到了元婴期。中间龙月翻着白眼打着摆子时，龙族气息不小心露出。青秋柔被龙威所摄，匍匐在地上瑟瑟发抖，这才发现原来主人身边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姑娘竟是妖族至尊种族之一真龙一族。青秋柔的归心度顿时暴涨，直接飙升到了96，然后又被干到了98。除了龙月，双修次数第2多的是化龙宗的那2位龙族女金丹。如今暗香阁出来灵界，正是需要战力的时候，萧晨川也是希望他俩能快点突破。这俩龙族女金丹也不负众望，只差一些辅助破丹成阴的天才地宝，便可直接突破了。苏晴、萧希月、灵儿、慕云瑶，暗香阁这核心女修们也在双修下修为进步极多。10天之期已到，萧晨川停止了说是洞府，实则洞腹里的修炼，在服饰下穿好锦服，摇身一变，变了一副模样，几乎和本来样貌一样英俊，只是面部线条更阴柔一些，黑发中也长出一双狐狸耳。柔奴，我这副伪装可还像？萧晨川向真正的狐妖问道。青秋柔眼中堆满了笑意，盈盈一拜，裹在薄纱裙里的硕大颤动个不停。主人，太像，太完美了，足以以假乱真，连我这个真正的狐族都分辨不出呢。萧晨川身边龙月的外貌也一阵变换，成了一个小狐妖模样。我呢？龙月娇俏道。殿下，自从知道了龙月的龙族身份，青秋柔便对他极为恭敬，称呼龙月为殿下。您的幻化也十分了得，如果法力波动上面再像我狐族的妖力就更好了。哼，你们人族的功法真繁琐。龙月无视了萧晨川柔，捏他的手，故作凶狠地瞪了萧晨川一眼，调整着几天前萧晨川交给他的小无相诀。殿下，青秋柔笑道，这下法力波动也像了，您的伪装十分完美。龙月笑弯了眉毛，人族功法有些门道，走吧。萧晨川拉着他率先走出了洞府。血石盛宴的举办地点在蜘蛛精大姐的灵山洞府内。刚没走到七绝山的范围，山路上妖修的身影渐渐多了起来，长着狼耳的壮汉，脸上还有绒毛没化形干净的豹妖，身着重铠，只露一双眼睛的穿山假妖，甚至有个衣着清凉，露着肚脐、小腹上还长着片片青色蛇鳞的蛇妖，朝萧晨川暧昧的吐了吐尖，细的滑舌抛了个媚眼。萧晨川脸色一黑，实在受不了蛇精脸，狠狠地瞪了那蛇妖一眼。柔奴，你们妖族为何不细露出本体，而是化成人形啊？萧晨川传音问道。主人，妖族有了智慧，有了文明，自然想和普通灵兽区分开啊。青秋柔理所当然道。三人很快来到七绝山前。站住！把守通道的一对蜘蛛妖目光审视而锐利地看向萧晨川、龙月。你们是谁？七绝岭大大小小的妖，我等都认识，可从来没见过你们。青秋柔上前一步，淡淡道，他们是我的表亲，随我而来。怎么，你要阻拦？青秋大人，不敢。蜘蛛妖们躬身行礼，让出山路。青秋柔金丹修为在七绝岭有些地位，带1-2个人参加血石盛宴是完全有资格的。一路来到七绝山中最高的那座，在比半山腰更高一点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山洞，足有几10米高。一个金丹境的蜘蛛妖领着一对筑基境的蜘蛛妖把守在巨穴洞口。
看到萧晨川、龙月后，那领队照例盘问了一下，和青秋柔寒暄片刻，便放行了。萧晨川一边往洞穴深处走，一边装作没见过世面的小妖的样子，四处打量。还别说，洞里不但没有想象中妖族的腥臭味，反而布置得富丽堂皇，空气凌厉浓郁，有股淡淡的幽香。没走太远，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个几百米高、方圆几十里的巨大石厅。石厅里的景象远超想象，极尽奢华。抬头望去，穹顶并非粗糙岩石，而是被大量月光石、萤火水玉覆盖，同时点缀着鲛珠，宛若星空。几根粗壮无比、支撑穹顶的天然石柱，竟奢华地包裹上了千年温玉。温玉上灵气氤氲，还镶嵌着各色宝石、珊瑚，流光溢彩。地面光滑如镜，铺设的不是普通石板，而是来自浅海的七彩贝晶。行走在上面，贝晶生辉，隐约还能听到细微的海潮之音。四壁之上并非空荡，悬挂着巨大的鲛霄帷幔，轻薄如雾，其上用金蚕丝绣着复杂的百妖朝拜图。龙月眼尖在图中看到了青秋柔，拉着萧晨川往图上看，捂嘴轻笑。大厅最里面，数条由完整暖玉铺就的小道蜿蜒通向各个区域。小道旁流水潺潺，那是引来的灵泉。水底铺满了圆润的灵沙、金刚钻，在穹顶星空的照耀下折射着好看的灵光。萧晨川、龙月、青秋柔三人走在暖玉小道上，最后落座于一处桌案座椅。这里风景不错，旁边灵溪潺潺，汇聚成一个小潭，小潭中还长着一朵发着灵光的七彩水莲类似的桌案座椅，散布在四周，几乎占据了石厅大半空间，正是众妖享受血食的地方。萧晨川望了望四周不断落座的众妖，再看看石厅的布置，不禁咂舌，太奢华了，不愧是富饶的灵界，这么多天材地宝，竟然只是用来装饰。若是换成平级的人界，早就抢破头，用来练功练宝了。渐渐的，座椅落座了大半，石龟响了一声，代表时辰已接近50，血食盛宴要召开了。石厅里顿时鸦雀无声，落针可闻，众妖纷纷看向石厅最里侧高台上的7个宝座，静候七仙子出场。七仙子是七绝岭众妖对蜘蛛金七姐妹的敬称，蜘蛛金七姐妹也喜欢这个称呼。就在这时，一阵若有若无的靡靡之音悄然响起，四丝竹管弦，又带着几分撩人的魅意。空气中那淡淡的幽香忽然变得浓郁起来，甜而不腻，却让人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几分。最内侧那巨大的鲛霄帷幔无风自动，缓缓向两侧分开。7道窈窕勾魂的身影沐浴在骤然亮起的柔和光晕中，袅袅挪挪地走了出来。七姐妹长得个个勾魂夺魄，穿着几近透明的轻纱，领口开得极低，半显半露，一对庞然大物颤颤巍巍，腰肢竖得紧扎扎的，不盈一握。行走间裙摆开裂，两条修长滚圆的玉腿时隐时现，下方众妖呼吸粗重起来。萧晨川却是发现，众妖虽然欲望炽烈，却丝毫不敢放肆地望向七姐妹。显然七姐妹凶威赫赫，多谢诸位道友赏脸前来赴宴。七姐妹声音软糯香甜，不大却清晰地传进每个妖修耳中。众妖急忙起身，诚惶诚恐地弯腰拜谢。七姐妹轻轻一笑，拍了拍手，走出一群几乎没穿，细看之下要害都能看清的侍女。侍女们款款而来，托举着一盘盘的血食。这些侍女似乎不仅是侍女，还是暖床的工具。她们盛上血食后，便老老实实侍立在原地，任由那些熊妖们探出大手在身上摸索轻薄。萧晨川这一桌停留了6个侍女。主人青秋柔传音道，这些猪妖侍女是留下来在熊妖们享受完血食之后和他们交配的，您得玩弄玩弄他们，不然太格格不入了。萧晨川拉过青秋柔，低声道，几个小小侍女有什么意思？本座又不是捡破烂的，那七仙子才够味。说完，萧晨川起身，他每走2步便无声无息消失于血焰当中，出现在山腹深处一处地乳灵泉上空。灵泉蒸腾着雾气，雾气当中七姐妹丝毫没有察觉到他的出现，正晃着丰腴的身子沐浴嬉闹，咯咯直笑。忽然，一座青黑宝塔的虚影陡然降临，笼罩住了整个地乳灵泉，让里面的任何动静都无法传出去。萧晨川现身出手，台长将猝不及防的七姐妹镇压几位美人儿。本座的盛宴现在才要开始。2个时辰后，一名侍女来到这山腹密地，却是看到地乳灵泉之外有一宝塔虚影，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力量，将整个灵泉笼罩在内。侍女以为这是七仙子新得的人族法宝，便没有在意，请示道，仙子，血食盛宴结束了，是否像往常一样，仙子出面为盛宴收尾？哗啦啦，原本安静的灵泉传出哗啦啦的水声，那蒸腾起来的白雾也翻滚起来。
里面的景象被白雾所阻，看不真切，只传出七仙子断断续续的压抑之声：“让他们自己滚。”侍女觉得今天的七仙子十分奇怪，但也没多想，退了出去。侍女刚退出去，灵泉里便响起剧烈的交配声。血食盛宴结束，七仙子却没有像往常一样出面做结束语，令众妖有些疑惑。不过七仙子是七绝岭的主人，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底下的妖没有质疑的权利。龙月和青秋柔等着萧晨川回来，可一直等到其他妖都走了，宴席只剩他们二人，萧晨川还是没有出现。青秋大人，侍女面带微笑对青秋柔道：“大人，可还有事要给属下交代？”青秋柔听着侍女话里的逐客之意，和龙月朝石厅外走去，下意识担忧的朝山腹深处看了一眼。龙月嗅了嗅空气，又侧耳听了听七道此起彼伏的骚浪声音，暧昧一笑，朝青秋柔传音道：“好了，柔奴，别忘了，我们走吧。你主人他正策马扬鞭，爽得很呐，别给他添乱。”2天后，七仙子联手依然在激战中惨败，瘫软在地乳灵泉中，连根手指头都抬不起来。丁七仙子脑浆都被你从背后撞晕乎了，归心值30，当前归心度62。萧晨川暗忖，龙月这么久都还没到50，七仙子一次都62了。话说和龙月的时候，他次次被搞到痉挛，翻白眼，小身子抖得跟筛糠似的，而他也乐在其中，颇为享受。每次不被弄到痉挛翻白眼，他誓不罢休。而这些日子下来，龙月和自己在男女情感上也有大进，明显看得出他渐渐喜欢上自己了。可他的归心度就是诡异的卡在45，很多天没增加了。萧晨川思来想去，想到一种可能，龙月是和自己有了男女之情没错，可他心里还深藏着血海深仇，这仇恨压过了其他感情。唉，萧晨川微微叹息。公子几条白皙玉臂滑溜溜地缠了上来。公子何故叹息？是我们姐妹没能让公子满意吗？满意。萧晨川大笑，随意抓来一个按在泉边。已经泡在洞里2天了，萧晨川这次没有玩太久，从灵泉中起身更衣，随手7道乌光玉奴印没入了七姐妹识海。从今以后，你们便是我的雌奴了。见过主人，七姐妹起身行礼，地乳灵泉直到他们的腿弯。萧晨川鼻腔一热，更衣。七姐妹再不赶紧穿衣，就这么急进沟，引之能事，今天又走不出这地乳灵泉了。待七姐妹穿戴整齐，萧晨川大马金刀的坐在上手的宝座上，七姐妹凑在他身边服侍着他。二姐站在背后为他揉捏肩膀，身前那一对庞然大物颤颤巍巍的挤在了他的脸上。萧晨川歪头随口吃了一颗葡萄。以后你们在外还是高贵的七仙子，七绝岭一切照旧。萧晨川含糊道，但私下你们是我的雌奴，七绝岭也将成为暗香阁的一处堂口。是除了二姐被咬住了头弯不下腰，其他姐妹盈盈一拜。这2天一直在和你们荒唐，还不知道你们的芳名呢。萧晨川笑道。话一出口，他立马又改口了。算了，本座女人太多，不想记那么多名字了，就叫你们朱1、朱2、朱3、朱7吧。是七姐妹又是一拜，听到主人如此简单粗暴的取名，还不怎么好听，心中略有委屈。但主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七姐妹乖乖听令。当天，萧晨川暗中将众女遁天舟接到了七绝峰上。整个七绝岭众妖完全不知道七绝岭已经易主，唯一可能察觉到异常的是七绝峰上侍奉守卫七仙子的猪妖一族。好在猪妖一族十分特别，全是女性，繁殖方式是每月血食盛宴上选出一批猪妖当侍女，盛上血食后留下与雄妖交配，一旦怀孕必是雌猪。萧晨川毫不客气地在整个猪妖一族身上种下了玉奴印，这下有机会察觉到七绝峰上人族女子踪迹的也成了他的女奴了。暗香阁接管七绝峰后，在这7座灵峰上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一座暗香阁大殿在最中心的那座灵峰山腹中被开挖出来，大殿贴近灵脉，布置着各种阵法。殿里最核心是一处巨大无比的寝殿，是萧晨川这个暗香阁阁主一边和众女交流，一边和众女议事的地方。此外，萧希月、龙月、苏璎珞女人们在其余6峰选了心仪之地建造自己的洞府。他们的洞府十分简单，修炼密室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布置的十分暧昧有情调的闺房，方便时时双修。萧晨川没有自己的洞府，确切来说，女人们的洞府就是他的洞府，每晚想在谁那睡就在谁那睡。至于七姐妹，她们原有的建筑、洞府布置全保留不动，掩人耳目。半个月后，
七绝灵峰被改造的差不多了，唯一所欠缺的是一座覆盖整个七绝灵峰，将七绝灵峰与外界隔离开来，外人擅入不得的护山大阵。众女不是专门研习阵法的阵修，布置一些常见的阵法，小型的护山大阵尚还可以。覆盖整个七绝灵峰的极其庞大、等级很高的护山大阵就做不到了，至于猪妖他们更不堪了。妖族在阵法、符箓、炼丹、炼器、修仙100亿方面，不说一窍不通吧，只能说懂得不多，和人族差太远了。七姐妹她们说，近海的3支人族势力中，倒是有一支十分擅长阵法。据说伏波山脉深处，一支化神阴妖的化神级护巢大阵，就是从这支人族势力那里买来的。萧晨川想了想，最终决定先不接触别的势力，把我们七绝灵打造的固若金汤后再说。萧晨川要众女必须立即修炼小无相诀，无法做到完美伪装成猪妖前，待在暗香阁大殿不准出来，等所有女人化成猪妖，以假乱真后，七绝岭再和其他势力接触。小无相诀只有萧希月、龙月、苏璎珞，少部分女人修到了第3层以上，可以完美伪装成猪妖，其余大部分女人都被勒令在暗香阁大殿苦修此诀。毕竟有人指导。1个多月后，众女陆陆续续将小无相诀修炼到了第3层气香境。之所以这么快，是因为这期间萧晨川把从七仙子手里掠夺走整个七绝岭而获得的庞大掠夺点数全部抽取了，获得了大量天材地宝、各种法宝以及不少的悟道冰露，修为也来到了元婴境大圆满。天材地宝、各种法宝都被他分给了众女，增强他们的实力。悟道冰露也给他们用了，让他们得以快速参悟小无相诀。而在他1个多月的双修以及抽奖宝物的帮助下，萧希月元婴了，化龙宗的那俩女金丹也元婴了，被他赐名龙1、龙2，赏给龙月当侍女。龙月被他在这些日子天天从背后力挺，修为到了元婴后期，这让龙月很开心，在一次次翻着白眼痉挛之后，说他能不能借助主人暗香阁的力量，有朝一日打回真龙界报仇雪恨。萧晨川一听，龙月这小妮子仇恨盖过了对他的感情，这不正是送上门来改变这一现状的机会吗？况且龙月他母亲没死，还在真龙界，如果那可比灵儿师姐的盖饭还爽无数倍啊！萧晨川自然答应了。龙月开心无比。定，龙月归心值10，当前归心度55。萧晨川抱着她香软的身子，心中无奈一笑，真是简单可爱的小丫头。只是答应了他的请求，还没开始做，他的归心度便涨了。眼下有3个目标： 1. 壮大暗香阁的力量，直到有一天能打到真龙界为龙月复仇； 2. 购买一个能覆盖七绝峰的护山大阵，大阵的等级至少在元婴境； 3. 修为突破到化神。元婴突破化神最重要的点是，元婴与灵魂完美融合，进一步孕育质变，演化成元神。元神和元婴有天大的区别。元婴本质和金丹一样，是一个能量核心，而元神是承载修士全部意识、记忆、灵魂本源、大道感悟的不灭神魂。元婴离体后，惧怕阳刚罡风、天地煞气，有些脆弱。元神凝实无比，不惧罡风烈日，甚至可以长时间脱离肉身单独存在。如果肉身被毁，找不到夺舍对象，元神甚至可以转成鬼修，以魂体继续进行修炼，修到极致，照样能渡劫飞升，成为鬼仙。最重要的一点是，金丹开始初步引动天地灵力，元婴境能引动的天地灵力更多更强。化神境除了对天地灵力的掌控远超元婴境外，还可以用元神感悟、沟通乃至引动天地法则。所以化神境之间差别同样很大很大。能引动天地法则的化神和不能引动天地法则的化神之间的差别比人和狗都大。思维扩散到这里，萧晨川把念头收了回来。现在还在元婴境呢，想那些天地法则什么的太早了。目前最主要的是搞到大量的神魂之力，神魂与元婴完美融合，需要壮大神魂，而壮大神魂要么苦修神魂之法，要么有大量的神魂之力，或者能壮大神魂的天材地宝。萧晨川手中资源很多，光极品灵脉就有8条，可壮大神魂的东西却只有一块系统奖励的魂晶。这一块魂晶放在外面是连化神都抢破头的东西，可若是支撑他进阶化神，却还是有些不够。询问完蜘蛛精七姐妹后，萧晨川有了2个想法：一是去前海诸岛参加各个势力的拍卖会，里面或许会出现有用的天材地宝或是富含魂力的特殊宝物；二是杀上虎啸洞，宰了那只山君，将他奴役的无数昌鬼吞噬。这些昌鬼全是魂魄，
吞噬了后是一笔海量的神魂之力。几乎没怎么想，萧晨川便选择了第二个办法，获得神魂之力，扩充暗香阁的力量，一举两得。萧晨川一步踏出，出现在龙月的闺房，拉住龙月的手，二人消失在原地。虎啸洞因虎啸山脉中央虎妖山君的洞府而得名。老李，今天你挖了多少铜金矿？呼啸山脉一处，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中年修士问着他旁边一位老者。老者和他一样凄惨，佝偻着背，艰难道：“可别提了，只挖了几十斤，连镐头都敲坏了。”正在这时，啪！一道鞭子抽在了二人身上。嘀嘀咕咕的干什么呢？快去干活！一个淡淡的黑影，眼睛冒着红光，手里拿着鞭子，凶狠地望着二人。二人被抽了一鞭，背上、胳膊上瞬间皮开肉绽，出现一道深深的血痕，衣服更加破烂了。啊！那叫老李的老者哀叫一声，趔趄两下，跌倒在地上，没了气息。一道魂魄从老李的尸身上呆滞地飘出，被那抽他的黑影用一个古怪的玉瓶收了起来。哼，又死了一个。那红眼黑影撇了撇嘴，此月第105个了。这些矿奴真不禁打山君大人的口粮，倒是又多了一道。红眼黑影得意地晃了晃玉瓶。死去老者旁边的中年修士呆呆地望着尸身，那绝望的眼睛倒映着老李的惨相，仿佛在看自己未来的下场。中年修士原本麻木的眼睛出现了一丝波动，他忽地攥紧了拳头，朝那红眼黑影吼道：“吴忠，你也是人族，你也被掳来为那虎妖开采矿脉，你也曾在矿脉中饱受欺凌，恨不得生啖那虎妖血肉。为何你却做了那虎妖伥鬼，欺压折磨你的同族？你忘了你是个人了吗？”人，那被称为吴忠的黑影眼中的红光更强盛了，扬起鞭子：“我早就不做人了。人这种脆弱的东西，怎比得上山君大人？山君大人法力无边，迟早会飞升的。我跟着山君大人飞升，做一个逍遥鬼仙，在仙界继续跟随山君大人，岂不美哉？你这个卑微的人类，就在这矿洞里为山君大人挖矿致死吧！”那鞭子嗖地落下。中年道人虽有金丹修为，但伤到了身体根本，对这叫吴忠的伥鬼的法宝鞭子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他下意识用胳膊抱住了头，准备承接这一鞭子。一吸两吸，料想中的鞭子没有落下。难道刚刚的那番话触及到了吴忠的灵魂，让吴忠幡然悔悟了？中年道人缓缓睁开了眼睛，却看到吴忠的魂目露惊恐，像被线拖拽的风筝，往虎啸山脉的中心飞去。与此同时，一声惊怒交加的震天虎吼远远传来，矿奴们大惊，纷纷跑出矿洞一看，只见无数伥鬼被那山君收回身边，无数天地灵力汇聚而去，和伥鬼们结合在一起，眨眼间形成一个凌空虚浮，神威赫赫，堪比半座山大的巨型虎妖虚影。矿奴们呆呆地望着山君神威，心想不知是谁竟敢触怒山君，山君这一击下去，恐怕至少移平好几座高山。然而就在这时，高山一般庞大的虎妖虚影前，一个蚂蚁似的小黑点忽然伸长，瞬间反夺走了山君控制的天地灵力。那虎妖虚影瞬间溃散，伥鬼四散而飞，黑压压的一片乌云一般覆盖在天空之上。整个虎啸山脉阴风阵阵，鬼哭狼嚎，仿佛人间地狱一般。一众矿奴看着头顶上空遮天蔽日呼啸的无数伥鬼，吓得面如土色。正在这时，当一声轻响，一座青黑宝塔倏忽飞出，化作100米大小，更大的几百米的塔形虚影出现在宝塔上空，转瞬间将整片天地中肆虐的伥鬼一吸而空。矿奴们呆呆地望着这一幕，震惊不已。无敌的山君大人败了！宝塔虚影消失，100米高的宝塔本体飞速缩小，落入萧晨川掌中。身前不远处，一个10几米长、5、6米高的巨型老虎骇然地望着他。山君万万没想到，眼前的年轻人竟然如此强大。他化为本体，驱使无数伥鬼，竟然不是对方一合之敌。关键是，这年轻人族轻轻松松的便夺走了他控制的天地灵力，说明虽然都是元婴大圆满的境界，对方的道基却比他好上无数倍，对天地灵力的掌控远远超越了他。山君心知这架没法打了，100个自己也不是对方的对手。他眼睛陡然射出2道绿光，射向萧晨川。这是他的天赋神通，和驱使、迷惑、奴役灵魂有关，也是他控制伥鬼的关键。他并不妄想这天赋神通能控制了眼前的年轻人，只是想用神通阻一阻对方，好赢得逃跑的机会。不知用了什么宝物，山君的身影缓缓变淡，似乎要消失了。正在这时，对面的年轻人竟无视了绿光的存在，顶着绿光一步踏来，直接伸手一把按在他脑袋的王字上。下一秒，
一个草席大的虎妖元婴被萧晨川抓出，直接塞进了混沌塔里。那虎妖元婴露出惊骇之色，还没来得及细看混沌塔的内部，便被黄黄的力量镇压炼化，成了塔内壁上的一个小小壁画。他脚不能抬，眼不能动，彻底被炼化，封印在了塔内壁上。一种被这宝塔奴役驱使的感觉出现在他灵魂深处。一个完整无损的虎妖元婴，可是上好的炼器材料。那年轻人淡淡的声音从塔外转到塔内，我这宝塔从此算是多了一种能力，和这虎妖的天赋神通一模一样的能力，奴役驱使伥鬼。这可是一种比人族法宝万魂幡还强的一种天赋神通啊，不错不错。萧晨川微笑地向龙月炫耀着。不过此塔的名字混沌塔却是没有让龙月知道，其他所有女人包括萧希月也都不知道。好宝贝。龙月摸了摸宝塔道，主人，那些伥鬼呢？宝塔滴溜溜一转，第二层变得半透明，露出里面一个魂珠。细看之下，那魂珠是由无数哀嚎游荡的伥鬼组成的。在这里，萧晨川笑道，到时候选择一个灵气足够的福地，便可必关炼化这些灵魂，突破化神境了。龙月皱了皱眉，据我所知，吸收魂力最好是纯净的魂力，如果是生灵的灵魂，里面包含着他们生前的记忆、执念，驳杂不纯，贸然吸收会受到这些记忆、执念的影响，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失去自我。主人千万不要乱吸收，最好用特殊宝物把它们洗炼成纯净魂力。萧晨川微微一笑，随手从塔中居来几道灵魂，那灵魂被他伸掌吞噬，进入体内时便被混沌道体转化成最纯净的本源魂力。龙月看着萧晨川指尖的本源魂力，小嘴张成了 O 型。萧晨川看着他的小嘴，心跳慢了半拍，有种塞满的冲动。终究场合不对，萧晨川抱着龙月低头吻了一番，压一下冲动。走，山君洞府还有一个活妖。揽住龙月的腰，二人消失，再出现时已身处虎妖洞府深处。这虎妖比起猪妖七姐妹阿杂了许多，洞府凌乱不堪，还有股隐隐的腥臭味。各种五光十色的异宝被随意丢弃在洞府各处，而洞府中央铺着柔滑的妖类皮毛的地方，正是虎妖平日寝卧之地。此刻，一个额头生着一片蓝色鳞片的美貌少女，正裸着身子，口吐白沫的晕厥在上面，浑身沾满了蛋白质，赫然是个海族。显然刚刚山君出洞府之前，正和这海族狂野大战。萧晨川在龙月看到之前捂住了他的眼睛，法力一动，一股灵水凭空出现，洗净了那少女的身子。萧晨川伸手，这兰陵少女身旁一张海豹皮飞入他的手中，将之展开，看着看着，萧晨川惊道：鲛人族，鲛人族要和山君联手，拿下七绝岭、焚金山，进军陆地。鲛人族全族和朱漆他们一样，只有雌性，生活在深海，陆地并不适合他们生存，他们的战力在陆地上也大打折扣。为何会突然计划进攻陆地？太奇怪了，太奇怪了。龙月则看着那个鲛人，皱起好看的眉毛，他身上有股淡淡的龙气。鲛人族接触过真龙，这龙气给我一种莫名的熟悉感觉。熟悉的感觉。萧晨川皱起眉头，难道是真龙界的追兵，还是龙月父王的残党？是。龙月道，可惜他沾染的龙气太淡了，我无从判别熟悉感来自于啊。萧晨川随手一道法力，将那鲛人族少女唤醒。被两位元婴盯着，那鲛人族少女衣服都来不及穿上，诚惶诚恐地跪伏在地。一番盘问，才发现此女是普通鲛人，在鲛人一族地位低下。此次随鲛人族使者而来，使者和山君达成协议后便离去了，留下她当作送给山君的礼物。这种身份地位不太可能接触到什么秘密。果然，他只知道鲛人族要以山君为跳板进攻陆地，而他是被送给山君的见面礼，要把山君服侍好，其他什么都不知道。问他鲛人一族有没有接触过真龙，他惊讶地睁大眼睛，说龙可是最高贵的妖族之一，怎么可能会造访他们一个小小的鲛人族？龙月又问他鲛人一族近来是否接触过什么神秘人、神秘势力？这少女摇摇头，说她不知道。一问三不知，龙月有些气恼。萧晨川换了一个问法，你们鲛人族几个人啊？修为都是什么样的？少女老老实实回答，我族1000多人，修为最高的是族长化神境，化神境只有族长一个，元婴境、金丹境族人有多少，我便不知了。闻言，萧晨川翻手将这鲛人少女阵扔进混沌塔，思索道，鲛人族全族只有区区一个化神，断然不是深海中的大势力，恐怕只是边缘的小部落。伏波山脉虽处陆地边缘，整体实力不强，可再怎么说，山脉深处还是有几个化神大妖的。
鲛人族，一个区区深海边缘的小部落，全族就一个化神，哪来的胆子敢进攻陆地？此事必有蹊跷。鲛人族背后应该是有其他势力指使。龙月听着也这么觉得，他露出沉吟之色。鲛人族的异常，会不会和龙气有关？还是说深海的海族联合一起了，要攻击陆地？鲛人族不过是他们的先遣兵罢了，都有可能。萧晨川道：看来这里要不太平了。不过乱了也好，乱了暗香阁更有崛起的机会。现在怎么办？龙月道：深海海族刚和山军联合，我们便阴差阳错把山军杀了。海族知道了肯定会暴怒的。萧晨川环住他的腰，消失在山军洞府之中。当然是突破化神了，有了化神实力，暗香阁才有火中取栗的机会。在闭关突破化神之前，萧晨川把吞并虎啸山脉的事吩咐了下去。第一点便是虎啸山脉的采矿不能停，不过原先的矿奴不能再当奴隶使用，而是矿工，给予他们报酬，由猪妖维护矿洞内的秩序，严禁私斗。现有的矿奴想走的也会放他们走。山军的矿奴大部分都是人族，一听山军已死，虎啸山脉归于七绝岭，七仙子派人接管矿脉，不但不把他们当奴隶用，还给发采矿的报酬。有些人将信将疑，觉得脱离矿奴身份，也在这偌大的伏波山脉无处可去，便决定留下来。大部分人却觉得七绝岭也是妖，而且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猪妖，他们开出这么好的条件，不奴役众人，竟然还把他们视为矿工给报酬，太匪夷所思了。指不定里面有什么幺蛾子，决定离开。矿奴走了大部分人，萧晨川也没在意。虽然如果他现身亮出人族身份，这些矿奴肯定会信任他，但完全没必要这么做。灵界人族示威，妖族、海族、灵族大成不计其数，还是藏好身份，身居幕后，有朝一日有了改天换地的能力后，再谈什么庇护人族吧。任由这些矿奴选择去留，已经是非常大的善意了。大部分矿奴选择了走，矿洞的人手一下子不够起来。萧晨川让七姐妹从七绝岭调来妖族当矿工，待遇和留下来的人族一样，一视同仁。那个收入塔中的鲛人族水女也被他扔进来矿洞之中当矿工。虎啸山脉除了灵矿，还有着许多灵力汇聚之地，孕育着一些天材地宝、灵植灵药、洞天福地。这些地方包括山军的洞府虎啸洞，都交给了众女自行处理。唯一的要求便是在这些地方统统布置上传送阵，与七绝峰相连。同时整个虎啸山脉的管辖、资源采集由苏璎珞、朱二、朱三负责，毕竟七绝岭才是大本营。虎啸山脉是个见势不妙，随时可以放弃的地方，交给苏璎珞、朱二、朱三管辖，而不是其他人，也是考量过的。苏璎珞乃一宗之主，管理经验丰富，苏秦虽然也是宗主，管理能力甚至更胜苏璎珞一筹，可苏璎珞是元婴，苏秦是金丹。又安排个朱二、朱三，一是碗中水端平，不让后宫里的女妖们觉得委屈；二是明面上虎啸山脉归于七绝岭麾下，七姐妹肯定是要出人去管辖的。对于众女的能力，萧晨川还是非常信任的。交代完处理虎啸山脉的大致方向，具体的事交给众女去做。萧晨川闭关突破化神去了，突破地点选在了七绝峰的其中一峰。与此同时，伏波山脉边的无尽海，海水在贴近陆地的地方是浅蓝色，看起来水深不深的样子。无数星罗棋布的岛屿从伏波山脉延伸出来，散布在这浅蓝色的海水当中。如果从上空俯瞰，大大小小的无数岛屿上，灵山、灵泉、灵湖、宫殿、大镇、洞天福地应有尽有。大致又被分成10几个势力，彼此之间井水不犯河水。而往无尽海深处遥望的话，就能发现岛屿数量飞速减少，变得稀稀拉拉起来。再继续往无尽海深处望，一个岛屿都看不到了，海水变成深蓝色，茫茫的看不到尽头。这片深蓝色没有尽头的苍茫大海，便是深海区域，也是真正的无尽海。而在几个稀稀拉拉的岛屿外侧，深蓝海水与浅蓝海水等交界处附近，几百米深的水底竟坐落着一个散发着淡淡灵光的宫殿。宫殿最高的宝座上坐着一个模糊的令人看不清的身影，但仅从模糊的轮廓也能看出那是个身姿婀娜、丰满勾人的尤物。族长，一名拄着权杖、祭司打扮的鲛人女妖单膝跪地，恭敬道：伏波山脉那只答应与我族联手的虎妖死了。虎啸山脉被七绝岭接手，七仙子嫌疑最大。宝座上传出一个十分具有成熟女人韵味的磁性声音：我族刚选中了虎妖，便发生了这种事。祭司抬头道：族长，要不要灭了七绝岭？不，上族交代的事情不能出差错。那被称作族长的模糊身影道：当初选择虎妖合作，不过是看上了他可奴役昌鬼，
一妖能当千军万马，在战争中越打越强。现在他既已身死，那我们换个合作对象便是了。我看那七仙子便不错，他们能杀掉虎妖，已经证明了他们的能力。停顿了一下，那模糊身影继续道：速速把此事办好，别耽误了上族的大事。是。祭司恭敬地退了出去。七绝峰第3峰的山腹之中，萧晨川身外布置着重重阵法，身旁环绕着3条极品灵脉，无数怒嚎的昌鬼魂魄。按理说闭关冲击境界最忌讳打扰，可他却似乎丝毫不受鬼哭狼嚎的影响，沉稳地盘坐在那里，身上一层层的灵光不断律动。每次呼吸之间，左鼻孔从灵脉上抽出海量的灵气吸走，右鼻孔没入数不清的魂魄。而他的丹田之中，元婴发出无量神光，照穿血肉显露出现，和肉身摆出同样的闭目打坐姿势。肉身鼻孔里吸来的灵力、魂力，经过混沌道体的转化，成了最精纯的能量，汇聚于元婴之上。原本小小的元婴缓缓长大，1尺、2尺，半天时间不到，元婴便成长到了几乎和他一样高。接下来便是魂与阴合，诞生元神，成功便进阶化神，失败则魂飞魄散。萧晨川睁开双目，再次确认大阵完好无损，混沌塔护在外围，便正式开始了这魂与阴合的关键一步。无数黑金色的魂力丝线从识海垂出，落到元婴上，缓缓融了进去。七绝峰第1峰，朱一的大殿，奢华无比的宫殿最深处，朱毅高高落座，身边站着朱4、朱5、朱6、朱7，除了远在虎啸山脉的朱2、朱3，七姐妹都到齐了。你说你是鲛人族大祭司？朱一居高临下，佯装不敢置信道：今天有个自称鲛人族大祭司的海族，忽然暗中登门造访，说是有重要的事商量。萧晨川和龙月并未对虎妖、鲛人族一事有所隐瞒，现在鲛人族大祭司到访，众女一下子便猜到鲛人族此来一定和他们进攻陆地有关系。于是蜘蛛精七姐妹出面，佯装不知对方是谁，所为何事，其余人要么如萧希月、龙月这般伪装成猪妖侍女，站在这鲛人族大祭司不远处，要么藏身大殿后偷看大殿里的动静。正是。那鲛人族大祭司微微一笑，再次声明自己的身份，然后不留痕迹地扫视了一下大殿。龙月、萧希月几女化成的猪妖就在他不远处，鲛人族大祭司却丝毫没察觉出不妥。大祭司的目光最后落在高座的七姐妹身上，听闻七姐妹中的2姐、3姐坐镇虎啸山脉去了，眼前的5姐妹全都现身在此。鲛人族大祭司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重视，略略有些傲然。而当他看清了5姐妹的状态，微微一惊，神光饱满，法力圆融，这七绝岭七仙子果然有些门道。刹那威名赫赫，昌鬼无数，一妖成军，极为难缠的虎妖竟毫发无损。看来这七仙子比传闻中要强大得多。鲛人族大祭司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喜意，七仙子越强越好，七仙子越强越有联合的价值，鲛人一族越能把上族吩咐的任务完成得更好。七仙子，实不相瞒，鲛人族大祭司舌灿莲花，从他们这支鲛人族的迁徙历史讲到如今族群的兴旺辉煌，还着重提点到他们的族长是一位化神，然后又从妖族、人族、海族、灵族各族的恩怨讲到海族如今的强横，最后终于扯到了整体上，鲛人族希望和七绝岭联合进攻陆地。宝座上的5姐妹沉默住了，他们的神识则在和众女传音商量怎么回应。和不和海族合作，只有阁主说了算。龙月道：可是阁主正在闭关突破化神，不能打搅。七姐妹的大姐道：阁主说过，他不在的时候都听副阁主的。暮云瑶传音：希月妹妹，你是副阁主，你来拿主意。苏晴道。萧希月沉吟片刻，思索道：阁主对海族的态度和对待妖族一样，都是不冷不热，很难推断他的态度是什么，要不要和海族合作。而且他突破的速度很快，这几天便能化神成功了。既然如此，萧希月沉吟道：那我们就实行一个拖字诀，既不答应也不拒绝，一切等阁主出关，由他亲自决定。众女深以为然。宝座上，5姐妹的大姐清了清嗓子道：进攻陆地，这么大的事，着实惊吓到了我们姐妹。5姐妹袁英静统治七绝岭多年，早就磨练成了人精，既然对鲛人族的招揽既不答应也不拒绝，那么趁机刺探海族的情报也是非常不错的。恕我直言。大姐缓缓道：陆地毕竟不是你们海族的主场，而是我们妖族，你们胜得了我妖族吗？就算拿下了伏波山脉，这一个小小的山脉
对你们有何用？到底什么吸引了你们？守得住我妖族的反扑吗？我七绝岭背叛妖族，加入你们，冒的风险也太大了些。除非有充足的有理说服我。大祭司微微一笑，似乎早就料到七仙子会有这些顾虑。实不相瞒，五海族将有大动作，进攻伏波山脉，只是开胃小菜罢了，不值一提。而且我鲛人一族仅仅是先遣兵罢了，背后还有一些更强大的上族，他们才是进攻陆地的主力。鲛人族只是先遣兵。朱一深吸一口气，佯装不幸地缓缓道：呵呵，谁不知道你们海族是个笼统的称呼，里面可是包含着不同的族群。灵族、魔晶族、黄沙族、巡海夜叉族、千目巨蟹族、深海巨妖族，这些都叫海族，但其实不是一个族群，甚至彼此之间有血海深仇。如那灵族、魔晶族，你现在告诉我，你海族摒弃前嫌，拧成了一股绳？笑话，哈哈。哪知那鲛人族大祭司也阴恻恻地笑了起来，低声道：呵呵呵，笑话我海族杂乱，你妖族够资格吗？光是小小的七绝岭附近就有猪妖、虎妖、火猿，势同水火。整个灵界除了人族较纯是单一族群，我们海族、妖族、灵族全是统称，由千万个不同的族群组成。而且鲛人族大祭司压低了声音：你怎么知道我海族联合不起来？如果有这么一个海族，血脉高贵无比，所有海族都愿俯首称臣。众女呼吸一致，五姐妹缓缓道：你们没错。鲛人族大祭司抛出了重磅炸弹：我们海族俯首称臣了，他们是真龙一族。旁边龙月闻着大祭司身上的淡淡龙气，皱起了眉头。可惜鲛人一族似乎没有近距离接触过真龙他们身上的龙气，是间接沾染的，极淡不说，还略被污染。龙月还是未能找出熟悉的感觉来源于何方。他唯一能确定的便是有个来自真龙界的真龙到了灵界的海族地盘，笼络了大批海族，试图扩张海族地盘。真龙，蜘蛛精大姐是真的吃惊了。吃惊过后，他佯装思索片刻后道：此事重大，我七绝岭要商议商议，3天后给你答复。朱一这话说的斩钉截铁，语气不容商量，就是为了防止鲛人族大祭司继续缠下去。鲛人族大祭司知道今天是拿不到答复了，只好悻悻地离开了七绝岭。这和他想象的不一样，他觉得当自己搬出真龙的时候，没有妖还能够拒绝。真龙可是能上天入海，即使海族中的顶尖血脉，也是妖族中的顶尖血脉。没想到七仙子竟然如此顽固，在真龙一族面前还端架子，说什么再商议商议，3天后答复，不知好歹。鲛人族大祭司嘀咕一声，来到伏波山脉的海岸线上，融入海水，消失不见。2天后，七绝峰第3峰，山腹深处，元婴彻底蜕变，成了和萧沉川一般无二的元神。混沌元神通体黑金，似乎有无数的星光在魂体里面流淌，举手投足之间暗合天地大道。元神没入肉身，爆发出璀璨的七彩光芒。混沌塔层层禁制阵法，死死地遮着这种异象，可还是泄露出一丝。这丝气息如投入古井中的石子，荡开涟漪。伏波山脉深处，一座通天高山上，一只长着凤尾的阴妖豁然睁开眼睛，眸中惊疑不定，似乎感应到了什么，又不敢确信。七绝岭中，所有生灵心头闪过一瞬间的生死悸动。西边饮水的鹿群惊惶抬头，四下奔逃。洞穴中吞吐月华的妖蟒不安地缩紧了盘踞的身躯。众女望向萧沉川闭关的地方，眼中闪过一丝惊喜。第3峰山腹中，异象消散，萧沉川睁开了眼睛。天地在他眼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数法则交织在虚空，是为诸天万界运行的底层规则。这些法则浩瀚无垠，数不清有多少。任何一道法则拿出来，萧沉川在他面前都宛若蚂蚁。这便是天地法则。萧沉川被自己的感应所震撼。传说仙界还有3000大道，更是凌驾于天地法则之上。光是天地法则都如此惊人了，那些能借用乃至掌控大道力量的仙人该是如何的强大。可惜我在天地法则面前都渺小的像只蚂蚁，妄想掌控任何一条都会被撑爆。这么想着，萧沉川遗憾地摇摇头。他确实不知道，他能直接看到天地法则是多么惊人的一件事，这是连大成修士都无法做到的事，也就混沌道体能做到这一点了。其他的道体，比如五行道体，只能勉强看到五行法则，远远不可能像萧沉川这样
直接面见了所有的天地法则，这些天地法则隐于虚空。萧晨川摸着下巴，而且浩瀚无垠，直接参悟，一辈子也参悟不到头啊。他沉思着，手腕一转，混沌塔、七彩逆鳞出现在掌中。这两件宝物，一个具有淡淡的混沌法则的气息，一个有浓烈的空间法则的气息。这两道气息就贴在我的掌中，可比虚空中的法则本体清晰多了。而且这两件宝物上蕴含的法则只是天地法则的部分投射，比如这七彩逆鳞，它只蕴含了空间法则中空间穿越这部分。如果说虚空中完整的空间法则有一片树林那么大，空间穿越则只相当于其实的一棵树。不过萧晨川心中沉吟，七彩逆鳞的空间法则虽只涉及空间穿越一个方面，极其的不完整，却反而法则力量更清晰，更容易参悟了。怪不得话神以上的修士会对蕴含法则之力的宝物抢破头了。他却是不知道，正常修士抢这种宝物也是无奈之举。正常修士只能模糊地感应到天地法则存在，要他们看清天地法则，直接面对法则进行参悟，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只有蕴含天地法则的宝物，才能让他们略微清晰地感应到法则，参悟法则。除了空间法则，萧晨川还在自己的体内感应到了混沌的存在。诡异的是，他有种强烈的直觉，自己不用参悟混沌法则，混沌大道已是自己的一部分，自己天生掌控着部分混沌大道之力。修为越高，自己对混沌大道的掌控越多。当有朝一日成就仙帝境，便自然而然地掌控住完整的混沌大道。是掌控，不是撬动、引动混沌大道。掌控是把混沌大道收入囊中，化为私有，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感应到混沌大道的存在，借用混沌大道的力量。真是奇怪。萧晨川摇摇头，苦笑一声，我一个化神修士，哪来的这种奇怪的直觉？混沌大道可是3000大道之首，仙界顶级的天道，怎么可能出现在我体内？虽说我有混沌道体，可混沌道体和混沌大道完全不是一码事啊。萧晨川沈笑，将这莫名其妙的感觉抛到脑后，拿起了七彩逆鳞。他要一边等鲛人族再次上门，一边参悟上面的空间法则。混沌道体果然不是盖的，七彩逆鳞的空间法则在他眼中十分清晰简单。第二天，一声轻笑在七绝峰响起，七仙子3天之期已到。随着声音，一道水光在七峰荡漾开来，水光之中，一名女子凭空出现。她戴着面纱，丰满娇躯，若隐若现，光着的脚丫一步踏出，瞬间出现在七姐妹的大殿内。她落在大殿的上首宝座上，款款而坐，丰腴的臀肉一出，挤出一个桃形。她伸手虚抓，蜘蛛精七姐妹龙月、萧西月被强行抓了过来。面纱女子目光一扫，落在洛桃、苏晴、灵儿、慕云瑶等元婴境以下的众女身上。她们的小无相觉被看穿了。本族长刚到你七绝岭，便发现了不对劲。原来大名鼎鼎的七仙子和人族搅合在了一起。面纱女子看向七姐妹，微笑道，笑容里带着本座早已看穿了一切。你们七绝岭什么都瞒不过我化神的意味。然而他不知道的是，第三峰的山腹中，一道目光透过层层阻碍，落在他丰腴的身子被骨下宝座挤出完美弧线的臀部上，眼中起了浓厚的兴趣。本族长亲临，你们七绝岭今日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乖乖当我鲛人族踏上陆地的桥头堡。啊啊！上首的鲛人族族长忽然发出一声压抑的低吟，双腿微微并拢，脸颊泛起红晕，一道无形之力悄然笼罩着他，仿佛有无形的手在轻轻触碰。他身子一颤，眼中闪过羞恼之色，一道低沉的嗓音在他耳畔响起，带着几分戏谑，海族的洞府都像你的这样湿润吗？面纱女子又羞又怒，厉声道，登徒子色胆包天。他正欲出手，却骤然感到一股煌煌天威降临，周身空间仿佛被无形之力隔绝，再无法动弹分毫。空间法则。鲛人族族长脸色骤变，惊疑不定，你究竟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一声轻笑响起，萧晨川的身影缓缓在他身旁凝视，他一只手仍停留在他腰间，另一手则揽住他柔弱无骨的腰肢，语气暧昧，小娘子，我是你未来的夫君啊。说着，他低头凑近他颈间，轻嗅他锁骨间传来的幽香。你看清对方的修为和年轻俊朗的容貌，鲛人族族长更加震惊了。你的法力波动，你是心境化神，一个掌握了空间法则的心境化神，这怎么可能？虽说修士进入化神境，诞生元神之后有了参悟天地法则的资格，可天地法则深奥晦涩，远不是一朝一夕能参悟出来的。通常到了下一个境界，炼虚境之后，才真正参悟出第一道法则，
有了撬动天地法则的力量对敌的资格。再化神境，便掌握了法则之力的，无不是炼虚无望，剩余寿命全都用来参悟法则的老怪物。当然，也有特殊情况，那便是五行道体、火灵体、雷灵体之类的先天特殊体质。这些体质让他们更容易参悟某些法则，若有蕴含那些法则力量的天地灵物，有很大机会在进阶炼虚期之前悟出法则之力。可一个刚刚进阶化神便掌握了法则之力，而且是天地法则中比较难的空间法则，这是什么怪物？他自认天资不凡，可进阶化神境100多年了，都没能掌握比空间法则简单了无数倍的水之法则的力量。鲛人族族长呆愣愣的，由于太过震惊，以至于都忘了阻止对方作乱。等反应过来，登徒子已经抽回了手指，抓住了满满2大手丰腴的臀肉，把他脸朝下按在了宝座上。他想反抗，却不曾想，明明对方才进入化神境，还是化神初期，法力、元神却如同化神后期一般强大凝练。他化神中期的修为完全被压制，更不要说还有法则上的巨大鸿沟。定，浪壁神君归心度35，当前归心值51，获得掠夺点数51000。2天后，这位浪壁神君被彻底征服，晕厥在大殿内，拍了拍他的脸，把他唤醒。萧晨川问他海族攻打陆上之事。作为族长，化神神君浪壁知道的很多。他们这支鲛人部落只是万千鲛人部落的一支，力量不强，为了生存，依附于附近一支更强大的海族玉蚌族。几十年前，玉蚌族忽然使者到访，说了真龙现身无尽海，他们玉蚌族举族归附的事，还说真龙有意将势力往陆上扩张，要鲛人族部落做好战争准备。直到最近，玉蚌族传来命令，要鲛人族作为先遣，1个月内在伏波山脉站稳脚跟。浪壁的部落本就不大，只有1000多人，他违抗不了玉蚌族的命令，便想了拉拢部分妖族的法子，减少族人伤亡。龙月问了浪壁真龙的事，浪壁却说真龙只到访过玉蚌族以及一些和玉蚌族一样强大，甚至比玉蚌族更加强大的海族。玉蚌族的附庸种族，包括他这支鲛人族，未曾见过真龙。龙月稍稍有些失望和低落。萧晨川抱住龙月，把他放在浪壁身上，用力帮他缓解情绪。又是几个时辰后，浪壁被仲夏玉奴役，萧晨川毫不客气地表示七绝岭答应和鲛人族联合了，但这只是掩人耳目的表象，实则是鲛人族归附暗香阁，暗香阁将如同一个幽灵一般，同时寄生在妖族、海族身上，借着这条真龙扩大势力的机会，侵蚀他的力量。浪壁没有选择的余地，不答应也得答应，但他内心中竟隐隐有些激动。与其做玉蚌族的炮灰，不如成为暗香阁的原始股东。阁主这么年轻，天赋绝伦，若日后真能成就大成，甚至渡劫飞升，他这一支鲛人部落或许真能迎来前所未有的辉煌，甚至超越那个无尽海极深处鲛族最古老、最强大的超级部落都不是没有可能。浪壁清洗完身子后，穿戴整齐，动身要返回部落。萧晨川和他一起回到了鲛人族。鲛人族的族地位于一片海底平原，鲛人族地位于一片广阔的海底平原之上，远远望去，一片由巨大的珊瑚从构筑而成的建筑静静矗立。这些珊瑚似乎不是凡物，散发着七彩之色的柔和灵光，各式形态各异的贝壳小屋点缀其间，随着水流轻轻开合，色彩斑斓的发光水藻如同最柔软的绸带，环绕着族的缓缓摇曳，提供了照明，让这明明几百米之下的深海变得亮堂堂的。一些鲛人女孩在珊瑚丛间灵活地穿梭嬉戏，带起串串细密的气泡。成年鲛人或是在较大的蚌壳建筑入口处交谈，或是摆动着有力的尾鳍，游向平原更深处采集食物和发光的珍珠。整个族的笼罩在一片静谧而繁忙的微光之中，与世隔绝。浪壁回归时，悄无声息地降临在珊瑚丛中央的水晶宫殿内，没有惊动普通族人，但他也没有刻意隐藏行迹。族里的长老、祭司见族长回来，纷纷拜见。这下省了很多功夫，不用一个个找上门了。萧晨川把鲛人族高层一网打尽，用了3天征服了20多个鲛人，并给他们种下了玉奴印。他离开时，这些鲛人有些依依不舍，说主人天赋绝伦，实力强大，体质不凡，鲛人族若是怀上，一定能诞下不凡的子嗣，请他一定要时常光顾鲛人族，助鲛人族改善血脉。从鲛人族离开，萧晨川来到海面之上，贴着海水向极远处的伏波山脉飞行。鲛人族处于深海之中，离深海、浅海的交界处非常近，并没有飞多久，前方的海面零零星星地出现了几个小岛，海水也从深蓝色变成了浅蓝。根据情报，这几处小岛是属于一个叫巨鳌魔虾的海族势力，是他们繁衍后代、孵化魔卵的地方。巨鳌魔虾全族
修为最高的是一个元婴后期，实力既比不上周边的海族，也比不上其他岛屿势力，在前海诸岛中排名倒数。所幸他们占据的这几个前海边缘的小岛没什么珍稀资源，也不算什么洞天福地，更不曾孕育什么天地灵物，倒让他们安稳地占据住了此地。飞进这些小岛的时候，萧沉川丝毫没有遮掩气息。巨鳌魔虾一族看到有人靠近繁衍之地，顿时大怒，连那元婴后期的族长都怒气冲冲地跳了出来，赫然是个拎着2个巨鳌大锤的光头壮汉。等发现来人那肆无忌惮、毫不掩饰的化神气息，这壮汉吓得当即匍匐在地，脑袋插进了岛屿上的沙子里。萧沉川对巨鳌魔虾一族没有兴趣，眨眼间便飞过了他们的领地。远处的海面岛屿多了起来，灵气更加浓郁，多数岛屿聚合在一起，一串串的仿佛葡萄一般。回忆着浪壁给的势力分布图，萧沉川飞到了一串岛屿上空。它们大约由10几个小岛构成，中央的核心大岛比整个七绝岭、虎啸山脉加起来还大，上面坐落着成片的人族风格的宫殿建筑，正是他此行的目的地——前海诸岛3大人族势力之一星罗岛。刚落到星罗岛核心大岛的上空，便有一个无形大阵阻隔住了他。指尖吐出一缕法力，撞在无形大阵上。萧沉川感应着传出的波动，心中一动，化神级大阵，至少2种破阵之法：一、蛮力打进去；二、空间法则，无视大阵阻隔，直接穿进去。不过萧沉川也就下意识的这么一想，他是来交易的，不是来打架的，自然要用和平的方式进去。他凌空虚立，背负双手，并没有等太久，下方岛中便飞出一个大腹便便的发福中年人。中年人身后跟着一个化神期的心腹，满是肥肉的脸上堆出亲和的笑容，那双小眼睛在萧沉川脸上匆匆一扫。化神贵客临门，有失远迎。萧沉川打量了中年人一番，阁下便是远近闻名的神岛主。说着，萧沉川又看向中年人旁边的瘦高男子，想必这位便是神岛主的心腹厉沧海了。瘦高的厉沧海只是戒备地盯了过来，一言不发。肥胖的神岛主笑呵呵道：阁下对我星罗岛如此了解，想必是来做生意的。正是，贵客请进。神岛主掌中凭空出现一块令牌，往阵法上一晃，一个圆形的通道出现在萧沉川面前。萧沉川踏入其中，主岛的景象变得清晰起来。远处亭台楼阁，仙山福地，鸟语花香。正下方一座宝楼坐落于山脚，面向一片灵湖。神岛主在前方引领，往那宝楼落去，口中熟络道：道友好年轻，敢问贵姓？萧沉川随口道：萧道友如此年轻，便有化神修为，前途无量啊。神岛主赞叹一句道：不知萧道友是哪家公子？我伏波山脉临海诸岛可没您这样的天才人物。萧沉川淡淡道：别瞎打听了，我无门无派，从外地游历而来，咱们萍水相逢，做个生意而已，问那么多干什么？萧沉川这番话可谓十分冷漠，毫不客气。神岛主却哈哈一笑，竖起大拇指：萧公子洒脱，怪不得年纪轻轻有如此成就。公子所言不虚啊，正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是我这香了。萧沉川无语，妈的，怪不得这沈岛主能从妖族、海族之间建立一个这么大的星罗岛势力，到处和各族做生意，看着八面玲珑，屎都能夸出花的一张嘴。转眼间，3人落在了宝楼前。这宝楼占地面积广阔，足有10几层高，正面悬挂着一块匾额，上书灵宝商会。萧沉川盯着这匾额看了片刻，忽然道：听说灵宝商会是灵界第1大势力，由一位神秘灵族建立。神岛主一笑：正是，在下不才，在阵法上有些造诣，做生意又小有成就，侥幸加入了灵宝商会之中。萧沉川扭头望了望他，神岛主真谦虚，灵宝商会不掺和诸族争斗，只做生意，却把自己做成了灵界当之无愧的第1大势力，无人敢惹。这样一个生意遍布整个灵界的顶级势力，想加入其中，何其难也。侥幸侥幸。神岛主将萧沉川引到了宝楼顶层，这里是招待贵客的地方。落座之后，萧沉川望了望金碧辉煌的宝楼内壁，听说灵宝商会的宝楼本身就是一件强大的法宝，威能无双啊。神岛主拍了拍手，2名美貌的侍女款款走出，为他和萧沉川斟上灵茶，传言夸张了，其实只是普通法宝而已。神岛主笑道：萧道友，不知道由此来是想买什么宝物？我星罗岛作为灵宝商会成员，宝物应有尽有，种类齐全，就算此地没有，我也能从商会的其他地方给道友调取过来。哈哈，萧沉川抿了一口灵茶，馥郁的茶香在口中荡开。早就听闻
灵宝商会对任何一处宝楼交易，都等于在和整个灵宝商会做生意。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停顿了一下，萧晨川继续道：“我要的东西有点多，说实话，还真怕你这里没有。”沈岛主脸上笑得更灿烂了。道友但说无妨。萧晨川放下茶杯。一、化神级炼器材料，越极品越好，越多越好，最好足够炼制一个和你宝楼这么大的巨型法宝。沈岛主脸上的笑有些僵了。二、萧晨川继续道：“一座化神级护山大阵，越大越好。”沈岛主擦了擦额头的汗。我星罗岛前不久刚好炼制出了这样一座大阵，就怕道友灵石不够。萧晨川一笑，取出8条极品灵脉。三、我要蕴含法则之力的宝物，越多越好。这下沈岛主真笑不出来了。公子，你要的这些东西全是珍贵之物，只有化神级护山大阵，我星罗岛能立即给你，售价3条极品灵脉。化神级炼器材料，岛上暂时没有那么多。至于蕴含法则之力的宝物，太过珍贵，星罗岛一件也无，需要从灵宝商会其他地方调取。而且凭我的在商会里的权限，每月只能调取1件，宝物等级也不能太高。换而言之，星罗岛每月只能提供1件蕴含法则之力没那么多的灵物。如果阁下急需更多的法则灵物，只有灵宝商会更大点的驻地能提供了。也行。萧晨川想了想，点点头。阵法我现在就要，炼器灵材有多少我取多少，法则灵物你直接向灵宝商会申请吧。来人！沈岛主高喊一声，走来2个奴仆，去叫小姐，说是他的那座大阵有贵客要买。奴仆退下，沈岛主道：“化神级灵材，我这其实不少，足够炼制10几件化神级法宝，可远远不够炼制一座和我宝楼一样大的宝物，大概还差1半多吧。”说着，沈岛主拿出算盘，噼里啪啦打了起来。这么多宝物，8条极品灵脉肯定是不够的。我算算。半晌，沈岛主把算盘一收：“公子，您要的东西值18条极品灵脉。”说着，沈岛主笑眯眯地直视了过来。萧晨川知道他的意思。放心吧，沈岛主，这8条极品灵脉，3条购买护山大阵，剩下的5条就当是定金了。好，公子爽快。沈岛主道。他根本不在乎萧晨川能不能拿出剩下的10条极品灵脉，因为化神级炼器材料、法则宝物都是紧俏之物，就算眼前的年轻人买不起，也能卖给其他人。而且定金一旦交出，是概不退还的。要是这年轻人真买不起，他星罗岛可白捡5条极品灵脉。总之，收下定金，答应这场交易，星罗岛稳赚不亏。正在这时，楼梯传来脚步声，一个清脆慵懒的女声响起：“爹，有人要买那座阵法。”萧晨川循声望去，看到一个美貌绝美的黄裙女子。那女子刚好也看了过来，眼睛仿佛会说话般，十分有灵气。沈岛主乐呵呵起身，拉住黄衫女子，朝萧晨川介绍道：“萧道友，这是家女沈玄机，她可是阵法上的天才，比我当年还厉害。你要的那座大阵，就是我女儿炼制出来的。”爹黄衫女子不好意思地扭了扭身子：“都说了多少次了，哪有你这样介绍女儿的，一点都不谦虚。”沈岛主一笑，骄傲道：“我女儿20多的年纪，不但修为化神，阵法造诣更是不凡，能炼制化神级大阵，超越了不知多少阵法大师。有如此凤女，我实在高兴的谦虚不起来啊。”萧晨川惊讶地望向沈玄机，20多岁，阵法一途深奥难懂，通常浸淫此道多年才能略有成就。那些阵法大师几乎个个是白头发老头、老太太，研究阵道研究了一辈子。20多岁的阵法大师确实是举世罕见，怪不得一提到女儿，沈岛主那么骄傲。沈玄机瞪了老爹一眼，然后看向萧晨川，理了理鬓发，随手取出一个储物件。此阵叫仙穹护灵大阵，主要是防御，炼虚不出，化神境很难打破他的防御。萧晨川接过储物件，神念涌入，看到堆得小山一般高，码得整整齐齐的，灵光耀眼，阵纹复杂的阵盘。沈玄机见萧晨川，直接收起了戒指，道：“萧公子，你不试试此阵？”“不用了。”萧晨川笑了笑，“姑娘的手笔，在下信任。”沈玄机咯咯一笑：“公子真会说话，我看公子是信任家父灵宝商会的声誉吧？”“都信任，都信任。”萧晨川随意打了个哈哈，岔开了话题，道：“沈岛主，沈姑娘，不知你们这里能定制身份令牌吗？”暗香阁日益壮大，萧晨川想制作一批令牌，给众女人手一份。普通令牌功能太少，
他想定制一些比较特别的。可以。神岛主道。萧道友，不妨先把要求说一说，比如大小、外形、功能。萧晨川早有复案，正常大小，外形没有特别要求，尽量好看点就行。功能嘛，首先它要有最基本的认主传讯功能，最好是投影传讯，这样和众女联络的时候就能看到他们的模样了，就像前世打视频电话一样。其次，它要做成子母令的形式，母令只有一个，子令可以有无数个。子令的主人一旦遭遇危险或者身死，都会通过令牌传给母令。最后，萧晨川道，尽可能在小小的令牌上集成1-2种强力的保命手段，例如能瞬间激发一个足以抵挡化神修士全力一击的护盾，或者蕴含一道能够随机传送出千里之外的盾术符箓。若是能两者兼备，那自然最好。即便代价高昂，或者每种手段只能使用一次，也务必加上。神岛主听完，摸了摸下巴，眼中金光闪烁，显然在快速评估这要求的可行性与价码。萧道友的要求还真是面面俱到，且不惜成本啊。他笑了笑，认主、投影传讯、子母预警，这些都不难，星罗岛的炼器师便能完成。只是这最后的保命手段，尤其是抵挡化神一级的护盾和千里盾术，每一件都堪比一件珍贵的保命法宝，要微缩集成于令牌之中，工艺极其复杂，对材料要求也极高。萧道友，你看能否降低些要求？萧晨川皱起眉头，能做到。忽然沈玄机开口了，灵动的眼眸中闪烁着跃跃欲试的光芒。爹，您忘了我前些年不是一直在钻研阵法微缩和复合叠加之术吗？他冲神岛主道，又转向萧晨川解释起来。萧公子要求的护盾和盾术本质上并非单纯炼器，而是阵法的高级运用，将化神级的不动明王盾阵和小乾坤挪移阵进行微缩改良，再以灵犀玉为核心载体，并非不可能实现。他越说越兴奋，语速加快，手指甚至在空气中虚划出几个复杂的阵纹。护盾可激发一次，维持3息，足以抵挡化神期修士的全力一击。盾术则更精妙些，需抽取佩戴者部分法力瞬间激发，随机传送距离虽未必精准达到1000里，但700-800里是绝对能保证的，足以脱离绝大多数险境。只是沈玄机微微蹙眉，伸手支着下巴，露出遇到难题时专注的神情。这2种阵法都极耗灵材，尤其是构建一次性的微缩阵纹，需要空晶石、粉末和雾土晶晶作为基底，成本高昂。而且每枚令牌最多只能承载各一种此类阵法，用过即废。此外，外形设计若想美观，还需融入幻彩琉璃之类的装饰灵材，这倒不影响功能，只是价格嘛。他没再说下去，只是眨了眨眼，意思不言而喻。技术上我能搞定，但钱得给够。神岛主在一旁听着，先是惊讶，随即抚掌大笑，脸上骄傲之色更浓。好，不愧是我沈千山的女儿。萧道友，你看如何？小女这方案可还入得了你的眼？萧晨川眼中闪过惊喜和赞赏。他提的要求，神岛主不行，没想到沈玄机接住了。沈姑娘果然是天纵奇才，萧某佩服萧晨川，由衷赞道。成本不是问题，就按沈姑娘的方案来。不知炼制这样一批令牌需要多久？沈玄机略一思忖道：母令1枚，子令首批你要多少？若是100枚之内，给我1个月时间。材料备齐的话，我能同时开工炼制。那就先定100枚子令，1枚母令。萧晨川当即拍板，所需灵材一并从我这定金中扣除便是。爽快！神岛主大喜，这又是一笔大生意。玄机，这下你可有的忙了。沈玄机嫣然一笑，语气中带着几分遇到挑战的兴奋和自信。无妨，正好验证一下我那些构想。萧公子，令牌的具体样式图谱我稍后画给你看，若有特别要求，比如印记、徽纹，尽可提出来。看着沈玄机那自信满满、眸光明亮的样子，萧晨川也笑了起来。一切但凭沈姑娘做主，样式简单大方即可，我相信姑娘的审美。聊完生意，萧晨川离开了星罗岛，飞遁在空中，心中盘算。星罗岛一行收获远超预期，不仅购得了急需的护山大阵，预定了一大批珍贵材料，更意外地遇到了沈玄机这位阵法奇才，解决了身份令牌的定制难题。虽然花费巨大，几乎掏空了他目前能动用的极品灵脉，但一切都是值得的。5条极品灵脉做定金，剩下的10条必须在交货前凑齐。萧晨川目光投向远方，那里是伏波山脉的方向。离开鲛人族时，已经和他们约定好了，5天后携手进攻焚金山的火源。焚金山高级灵矿，火属性地脉，天材地宝可不少，而且位置贴近伏波山脉核心，
距离栖息着化神级阴妖的烈云崖并不远。据说那只阴妖具有凤族血脉，翅膀上长着8片凤羽，实力强横。焚金山还有那烈云崖的化神阴妖，希望你们的身价不会让我失望。萧晨川回到七绝岭，将仙穹护灵大阵的阵盘交给蜘蛛精七姐妹苏璎珞。此阵是我得来的守护大阵，唤作仙穹护灵大阵，形成的仙穹护罩，炼虚之下难以打破。萧晨川简单交代道：尽快布置妥当。七仙子的大姐接过储物戒，神念一扫，美目中异彩连连，郑重道：主人放心，我等必不负所托。他立刻召集其余6位仙子，开始研究阵盘，调动岭中资源，着手布设这化神级别的护山大阵。与此同时，萧晨川则深入了暗香阁的大殿深处。接下来的数日，大殿寝宫之内春意盎然，灵气如潮汐般澎湃涌动。萧晨川那融合了上百种奇异双修体质的身体，此刻成为了最完美的鼎炉与灵源。他与众女日夜不休的缠绵双修，庞大的精纯元阴与元阳之气交融互汇，化作磅礴的能量洪流，反复冲刷锤炼着众女的经脉丹田。在萧晨川的引导和这逆天体质的加持下，他们的修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暴涨。原本卡在金丹期的苏晴、灵儿、慕云瑶等人先后进入了元阴期的突破大关。有萧晨川护法和身后力挺，他们的境界突破的简直不要太简单，一道道元阴气息接连冲霄而起，稳固下来。而本就已是元阴后期的龙月更是受益匪浅，直接攀升至元阴大圆满的巅峰之境，周身法力澎湃，神魂凝练，已然触摸到了化神境界的那层玄妙壁垒，只差神魂之力和一场闭关，便能彻底突破。5日时间转瞬即逝，七绝岭内黑云压城，以鲛人大祭司为首的鲛人族大军已然通过传送阵，悄悄抵达了七绝岭，就等着一声令下，和七绝岭众妖攻上焚金山。金丹期、元阴期的鲛人均是美貌的女子形象，而金丹境之下则人身鱼尾，没有化形干净。鲛人们手持各类水系法器，周身水气氤氲，军容肃整。另一边，七绝岭的妖修们也集结完毕，妖气冲天，双方汇合，组成联军，浩浩荡荡地朝着焚金山方向进发。焚金山乃是一片赤地千里的火山区域，空气中弥漫着硫磺气息，地火奔腾。占据此地的火元一族性情暴戾，依托地利，实力强横。大战瞬间爆发，鲛人族天生控水，神通法术大多为水属性，恰好克制火元的烈焰妖法。漫天水龙与焚天烈焰碰撞，蒸腾起漫天白雾，嗤嗤作响。七绝岭的妖修们则从侧翼掩杀，与火元族妖兵缠斗在一起。战况激烈之时，一群身影悄然混入了战场，正是以龙月为首，元阴境的暗香阁众女。他们的小无相绝，都境界不低，周身妖气弥漫，变化出化形猪妖的特征，完美融入了七绝岭的阵营，看不出丝毫破绽。他们的目标并非厮杀，在龙月的指挥下，众女分成数队，利用战场混乱的掩护，如同鬼魅般前行，避开交战的核心区域，直奔火元族的宝库、药源以及地火灵脉汇聚之处。快，苏晴姐，这边！灵儿传音道，他们发现了一处被禁制守护的洞穴，浓郁的火系灵气从中溢出。苏晴取出一枚破禁符箓，配合几人之力，迅速无声地破开禁制。洞内赫然堆放着大量火属性灵石、灵矿以及火源多年收集的真材。收！灵儿祭出储物戒，光芒一扫，如同长鲸吸水般将洞内宝物尽数收入囊中。另一队女修则找到了火元族长私人洞府，破开重重禁制，将其珍藏的数件强大火系法宝、御剑功法以及一株生长在地火灵眼上的荣星火莲一并取走。众女行动迅捷，配合默契，如同最专业的窃宝大盗，在联军与火元族打得昏天黑地之时，已将焚金山最核心的财富搜刮了大半。这是萧晨川特意交代的，毕竟宝物暗中收走，才是暗香阁得落入妖族、海族联军手中，就成了背后的鹬蚌族的了。与此同时，远在数百里之外，一座高耸入云、峭壁如刀的悬崖之巅，烈云崖。一只神俊非凡的巨鹰正立于崖顶巨石之上，它羽毛呈现出暗金色泽，边缘锋利如刀。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其双翼之上各有4根绚丽无比、流淌着七彩光华的灵羽，散发出淡淡的威压，远超寻常化神妖修。他正是此地霸主，身具一丝天凤血脉的化神阴妖烈云。烈云锐利如电的目光穿透云层，遥望焚金山方向，那里灵气暴乱，喊杀震天，水汽与火焰交织碰撞的景象，即便相隔甚远也能隐约感知。鲛人族七绝岭的蜘蛛。烈云身上七彩光芒一闪，化成了人形，瘦高，鹰钩鼻，
身披大氅。他目光锐利有神，惊疑不定。海族何时与陆地妖族勾结得如此紧密，竟联起了手？他心中念头急转，鲛人族上岸绝非小事，难道深海出了什么变故，迫使海族将手伸向伏波山脉？若真如此，这伏波山脉怕是再无宁日了。就在他望着焚金山脉，感应着鲛人族族长浪壁神君和他遥相对峙的时候，毫无征兆的，他头顶上方的空间猛地扭曲塌陷，仿佛一片无形的苍穹骤然压落，恐怖至极的空间之力瞬间凝聚成型，化作一道坚不可摧的牢笼，将他完全笼罩在内。有人近身，他竟然没有发觉，对方出手了，他才发现烈云大骇，周身妖力本能的疯狂爆发，双翼上那8根凤羽光华大放，试图撕裂这空间禁锢。然而法则的力量浩瀚如渊，深不可测，和寻常手段不是一个等级，法则只能用法则来对抗。没有掌握法则之力的烈云挣扎起来如同蚍蜉撼树，所有妖力冲击在空间壁垒上都只荡起细微的涟漪，便被无情吞噬湮灭。下一瞬，一道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被凝固的空间牢笼之前，一袭青衫，神色平静，正是萧晨川。他淡淡地看着被困在其中，眼中充满震惊、愤怒与一丝恐惧的化神阴妖，缓缓开口：“你的凤羽还有珍藏，十分不错，本公子要了。”萧晨川镇压了化神阴妖烈云，目光并未在其身上过多停留，而是扫向了他身后的洞府。那洞府开凿在悬崖之内，入口看似简陋，却隐隐有强大的灵压和宝光透出。神念如潮水般涌入洞府，即便早有心理准备，萧晨川眼中还是掠过一丝真正的惊讶。洞府内部远比外面看起来广阔，显然是用了空间拓展的法术，其中堆积如山的各种灵材、灵石暂且不提，最引人注目的是洞府中央一处特意开辟的灵池，池中并非水流，而是浓郁到几乎化为液态的灵气。一条体型缩小、宛若活物般的半透明灵脉在其中缓缓游动，散发出磅礴浩瀚的灵气，其品质远超极品灵脉、地品灵脉。萧晨川一眼认出，这条灵脉体型不算最大，但本质极高，只是似乎受过损伤，灵气有所缺损，游动间显得有些微密。他摸了摸下巴，略一估算，大约相当于15条极品灵脉的量，真是意外之喜。仅此一条残缺的地品灵脉，其价值就远超他支付给星罗岛的定金，甚至足以抵偿大部分后续货款。然而更让萧晨川心动的是悬浮在灵池上方被道金色妖纹禁锢着的一根羽毛。那根羽毛长约3尺，通体流转着璀璨夺目的七彩神光，其上的每一道纹路都仿佛蕴含着天地之理，风雨速度的法则气息浓郁的几乎要化为实质流淌下来。它散发出的威压和神圣气息远比烈云翅膀上那8根凤羽强大，纯粹无数倍。天凤之羽，萧晨川目光灼灼，这根羽毛才是真正的天凤本源之羽，绝非烈云身上那点稀薄血脉演化的灵羽可比。伸手一招，妖纹禁锢噼里啪啦一阵闪光，被强行破开，那根天凤之羽飞来，落入了手中。丁掠夺，当前掠夺点数525万。羽毛触手温润，却又带着一种无法言喻的锋锐和轻盈，浩瀚的法则之力十分清晰，光是拿着它，对风雨速度的感悟都瞬间清晰了不少。同时萧晨川敏锐地察觉到，这根天凤之羽与被困住的阴妖烈云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切的血脉共鸣和联系，那并非炼化后的法器联系，而是似乎源自同宗同源的血脉呼唤。原来如此，萧晨川恍然看向目眦欲裂却无法动弹的烈云，淡淡道：“你并非普通的一种阴妖，你的母亲竟是一头真正的天凤，怪不得你能拥有这条地品灵脉和这根本源凤羽，想必这是你母亲留给你的吧？”萧晨川把玩着这根华丽非凡、蕴藏着强大力量的羽毛，心思活络开来。天凤那可是传说中的神圣之兽，和真龙一样，血脉高贵无比，实力通天彻地。相传天凤一族，尤其是雌性天凤，因血脉缘故，化形后无一不是倾国倾城、风华绝代的绝世神女，其美貌远超寻常人族仙子乃至妖媚，是天地间最完美的造物之一。天凤一族真有那么漂亮？萧晨川嘀咕一声，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些旖旎的念头。若能一睹天凤真容，甚至一起颠鸾倒凤，以其神圣本源、至高血脉来双修互补，那带来的好处恐怕难以估量，其滋味想必更是妙不可言，远超世间任何女子。这个念头一起，便如同野草般疯长。阴妖看到萧晨川将那凤羽收起，目眦欲裂：“人类，你夺我至宝，我母亲绝不会放过你。她乃天凤真身，一念便可。”聒噪！威胁的话还没说完，萧晨川已淡淡开口。空间法则之力闪过，阴妖如同被扯碎的布娃娃，
肉身寸寸崩裂，樱目中的惊愕瞬间凝固，似乎完全没料到萧晨川会如此干脆，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懒得听，出手便是他根本无法反抗的法则攻击。庞大的腰躯轰然倒地，生机瞬间断绝。紧接着，一个虚幻模糊、带着烈云惊恐面容的元神罡逃逸而出，萧晨川已抬手虚虚一握，噗，仿佛气泡破裂，那元神连惨叫都未能发出，便被一股无可抗拒的力量碾得粉碎，化作一团散乱的魂力，形神俱灭。萧晨川张口一吸，将这团魂力纳入体内，魂力中混着阴妖的元神之力，生前记忆、死前的情绪驳杂无比。到了萧晨川的体内后，混沌道体发挥了作用，其中所有属于烈云的记忆、情绪、妖力杂质都被迅速泯灭，只留下最纯粹、最本源的灵魂精华。不过眨眼功夫，那团魂力便被彻底洗净，在萧晨川有意识的控制下，凝练成近10粒龙眼大小、圆润无瑕、散发着柔和光晕的透明丹丸本源魂丹。这些魂丹对于滋养元神乃是极品大补之物，更能显著提升元婴巅峰修士凝聚元神、突破化神关隘的成功率。每一粒拿出去都足以引起元婴修士的疯狂争夺。萧晨川手腕一转，那10粒魂丹从丹田飞出，落入掌中，又被收入了混沌塔中。另一边，一直暗中提防烈云出手的浪碧，发现烈云气息消失，神魂俱灭，心中又惊又喜。那烈云化神中期实力不凡，却悄无声息地被主人轻易解决，可见主人实力之强横。将天凤之羽、地品灵脉、阴妖残躯，还有各种宝物一扫而空，萧晨川神力一动，身前洞开一道黑黝黝的空间通道，他一步踏入，跨越空间，瞬间出现在了焚金山脉之中。烈云已死，浪碧不用再时刻提防着他，便略微出手，瞬间杀死了几头还在负隅顽抗的元婴期火源。族长、长老们全被秒杀，剩下的火源瞬间失去了斗志。浪碧吩咐了下去，不要对火源一族赶尽杀绝，而是留着他们的性命，奴役起来当海族的仆从军。萧晨川则拖着混沌宝塔在焚金山脉游走，他仿佛身处另一片空间之中，明明从妖族、海族的身前经过，却没有谁能看得到他。只有浪碧、鲛人族高层、七仙子、龙月，被种下了玉奴印的女人们，能通过玉奴印的主仆联系，模糊地感应到他的位置。萧晨川掌中的宝塔浮现出一个虎妖虚影，他所过之处，战场中的魂魄便被吸扯而来，化为宝塔昌鬼。眨眼间，战场上的万千残魂为之一空。那几头元婴境老猿的魂魄也被吸扯而来，奴役成昌鬼时却失败了。萧晨川张口一吸，这些元婴老猿的魂魄没入口中，化成了半粒魂丹。他望了望匍匐在混沌塔上的虎妖虚影，摇了摇头：小虎啊，你太废物了，元婴境的昌鬼都奴役不了虎妖虚影。委屈地晃了晃脑袋：是吧？这些昌鬼随便吃，本公子允许了。萧晨川道：不过你要是1个月内进阶不了化神，那便化成魂丹吧。化成魂丹。虎妖虚影打了个寒战，虎目闪过畏惧，虎口猛地一吸，吞下大量昌鬼，伏在混沌塔上卖力的消化，提升实力起来。焚金山一战结束，7绝岭，鲛人族大获全胜，玉棒族责令鲛人族原地休整，清查战利品。3天后，将详细的战利品清单80%收获上缴给玉棒族。第2天，伏波山脉全面开花，离海岸近的多个势力全被海族入侵，妖族震怒，连夜联合起来，组织防线，抵御海族的扩张。暗香阁这边，萧晨川回来后，将500万掠夺点抽了，获得了大量万化吞天诀感悟、多年修为以及2个拇指大琥珀色的晶核，道元晶核。服用后极大提升对法则的悟性，持续时间3天。萧晨川拿着晶核陷入了沉默，不知道道元晶核的效果能不能和混沌道体叠加。他当即吞下1颗试了试，道元晶核一入腹，一股清冽的能量直冲识海，与混沌道体产生了玄妙的共鸣。2相叠加，竟将感悟天地法则的能力提升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高度，不但对虚空中的法则本体看得更加清晰了，连所修炼的功法，其背后所蕴含的法则真意都清晰地映照在心间。萧晨川心中一惊，任何法术，哪怕是最简单的火球术，都是在天地法则的规则下运行的。理论上说，通过这些法术便能窥探背后的天地法则，可这太难了，没人能做到。他现在做到了。五行剑法对应了五行法则，小无相绝背后是变化法则，九霄雷遁暗合雷电法则、速度法则，而最为核心的万化吞天诀则直指那深奥无比的吞噬法则。时间有限，萧晨川毫不犹豫地将全部心神投入到对万化吞天诀的感悟中。终于在金河效力将近前，他成功悟得一丝吞噬真谛，
并将其初步融会贯通，形成了一门独属于他的霸道法术——吞噬术。此术可调动吞噬法则，无物不吞，无物不噬，霸道无比。金河效果即将消退，萧晨川取出了那根神异非凡的天凤之羽，借助最后的金河加持，他迅速融合了速度与风系法则，领悟出一门玄妙的飞行法术——凤翼凌霄术。身化惊鸿，御风而行，速度远超寻常遁法。恰在此时，3日之期已到。玉棒族发现鲛人族上缴的战利品数量太少，少得不正常。玉棒族询问怎么回事，浪碧知道财宝都被暗香阁收走了，甚至他就是暗香阁成员，分得了不少焚金山财宝。浪碧推脱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焚金山的宝库是空的。玉棒族震怒，化神器的二公主玉千龙驾临七绝岭，亲自调查鲛人族族长浪碧神君，亲自出面接待。传说玉棒族也是只有雌性，而且个个貌美如花，身材丰腴，是床上尤物。二公主玉千龙一现身，果真名不虚传。她肌肤细腻白润，胜似极品羊脂美玉，不愧于玉棒族的玉字。而且身段丰腴曼妙，曲线起伏，勾魂夺魄。尤其是那纤腰与身前的一对巨大饱满、圆润臀线形成的惊人对比，勾得人难以移开视线。她容貌极美，眉眼间透露出魅惑和上位者的贵气。浪碧神君玉千龙开口，声音娇柔。焚金山被火元一族经营多年，如今上缴的财宝数目与预期相差太远。你教人族与七绝岭，莫非是遇到了什么麻烦？浪碧神君早已备好说辞，无奈道：千龙公主明鉴，非是我等不尽心。攻入核心时，发现对方宝库已空，疑似火元一族鱼死网破，将财宝投进了地底岩浆。我等竭力搜罗，才没有空手而归，还望公主明察。玉千龙美眸微眯，不信这番说辞，浅笑道：哦，竟是如此，那本宫倒要好好明察一番了。可惜掌握宝库的火元一族的原因全部身死，玉千龙的调查注定会走进死胡同。是夜，玉千龙回归，入了浪碧为他准备好的寝殿。玉千龙坐在床榻之上，臀肉把仙裙绷得紧紧的，挤出一个诱惑的弧度。今天的调查一无所获，焚金山脉的地脉熔岩里也没发现财宝的踪迹。他揉了揉眉心，缓解了一下疲累，烦躁，打算明天换个方式再查。忽然一个大手从背后的空间探出，轻轻落在他的玉背之上。神！玉千龙的2名侍女大惊，可刚开口还未有什么动作，便有一股强横的法力陡然降临，将他们死死镇压。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双从另一片空间里探出的手上发出诡异的吞噬之力，疯狂吞噬玉千龙的法力、元神之力。玉千龙一双美眸露出惊骇之色，仙裙紧贴的那对庞然大物颤颤巍巍。你是何人？竟敢！萧晨川手掌略一用力，将他按趴在床榻之上，手上的吞噬术吞了他3成法力、元神之后停了下来。玉千龙的母亲是玉棒族的炼虚族长，不能弄死，最好把他征服。玉奴印很好用，可惜他有个炼虚妻母后，若是让他母后察觉到玉奴印的存在，就麻烦了。自己在灵界苦心经营的这一切，很可能在炼虚期大修的盛怒之下灰飞烟灭。玉奴印不能用，萧晨川决定用最原始、最狂野的手段。毕竟前世有人说过，征服一个女人最快的方式就是通过道。寝殿深处传来的玉千龙的怒喝：你阿无耻，快退出去，不然本公主……不知从何时起，那冰裂般的怒斥开始变了调，高昂的骂声渐渐低了、断了，偶尔会夹杂近1-2声极力压抑却未能忍住的呜咽。慢慢的，他的声音不再纯粹是愤怒，反而夹杂着难以言喻的颤抖。你……哦。再后来，连破碎的词语都难以组成。寝殿内时常回荡的是无法自控的、越来越频繁的气音，直到5天后，一切狂野的声响都沉寂了下去。殿门未开，里面安静的让人心慌。良久才传出玉千龙的声音：长得这么好看，结果就这点本事啊！玉千龙挑衅的声音被他的轻呼打断。定！玉千龙归心度100，永不背叛。15天，萧晨川硬是通过狂野的交配，把玉千龙的归心度干到了100。诚不欺我，征服一个女人最快的方式，果然是道。萧晨川挺身在玉千龙的脸上擦了擦。玉千龙醒后和后宫们互相认识了一番，以他100归心度，自然进入了暗香阁核心。玉千龙说，确实有条真龙曾到访过玉棒族，从那以后，玉棒族便归顺了那条真龙。可惜真龙高贵，只有他炼虚期的母后近距离接触过真龙。当时他和真龙的距离也不算远，但真龙法力高强，修为境界难以想象，以他化神期的修为，竟看不穿真龙的面容，
只能勉强看出是个女生。萧晨川沉吟片刻，倒是在玉千龙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和龙月同族的气息。遗憾的是，龙月拿了他给的实力魂丹，闭关突破化神境了。不然的话，龙月应当可以认出玉千龙身上的龙气到底是他的哪个熟人。和姐妹们相认，加入暗香阁的大家庭后，玉千龙要告辞离去，暂回玉棒族。临走之前，玉千龙说，这次海族的野心不小，连他玉棒族都只是真龙麾下极其普通的一员，拿下伏波山脉仅仅是海族的开胃菜罢了。玉千龙离开后，萧晨川听完七仙子、苏璎珞、萧希月的汇报后，方才得知这15天来鲛人族打下漂亮的首胜后便休整下来。玄龟族、铁钱族、巨蟹族这3个玉棒族得附庸种族接过了进攻的旗帜。此外，伏波山脉另2个方向，朱贝族、光瑶族得附庸种族们也在不断的攻城略地。朱贝族、光瑶族族中同样有炼虚期大修，玉棒族是同一个级别的海族。3大炼虚海族对伏波山脉同时出手，多点开花，伏波山脉沦陷早晚的事罢了。幸好暗香阁潜在海族当中，倒是安全的很。萧晨川一步踏出，来到了龙月闭关的地方。龙月现出了粉红真龙的本体，盘在山腹大阵中，身边极品灵脉环绕，还有实力魂丹悬浮空中，丝丝缕缕的精纯本源魂力释放出来，被龙月吸入鼻中。魂丹们只剩一半大小，极品灵脉也缩小了一圈。龙月的元婴成长到几乎和本体一般大小，距离突破不远了。不放心的加固了一下阵法，萧晨川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原地，等再出现时，便已是暗香阁大殿深处的寝宫。2个时辰后，正用立地帮灵儿母女提升着修为，忽然传讯令牌忽闪忽闪，萧晨川打开，里面传出了沈玄机的声音。沈玄机说，定制的令牌快好了，但现在使用者的魂力，只有将使用者的魂力炼入其中，才能使子母令具有母令感知子令主人状态的效果。灵儿一听，和主人通话的是个女修，声音也温婉好听，叫声便故意狂放起来。另一头，沈玄机听到这边的剧烈动静，脸疼的一下红到耳朵根，匆匆结束了通讯。啪！萧晨川狠狠拍了灵儿屁股一巴掌，教训他的放浪。哪知灵儿更2个时辰后，萧晨川收集好了众女的一丝魂力，一步踏出，空间通道出现，瞬间出现于星罗岛主岛上空。如今他对空间法则的领悟愈加高深，能打开的空间通道的距离从最开始的几十里变成了现在的近千里。熟悉的灵宝楼，熟悉的顶层，熟悉的馥郁茶香，熟悉的人。只不过沈玄机这位熟人脸颊上带着淡淡的红晕，眼神略带躲闪，不好意思直视过来，显然是被灵儿母女的动静羞到了。萧晨川心中好笑，也没废话，抬手取出一个玉瓶，玉瓶中拘禁着200多道魂力。沈小姐，萧晨川道，炼制子母令所需的魂力都在这里了。好，好。沈玄机羞怯道，白嫩玉指轻轻抓握，玉瓶飞去，落入他的掌中。这看到魂力，沈玄机轻轻愣了一下，除了萧公子的一缕魂力，其余的全是女修。萧晨川背负双手，微笑道，有问题吗？没问题。沈玄机乃还能不知道，这些女子怕不是全是眼前这位萧公子的女人，那枚唯一的母令恐怕是萧公子持有，毕竟2-3个时辰前和萧公子传音时，里面传出一对母女的。沈玄机深吸一口气，调整心绪，脸上的红晕淡了些，道，公子，魂力既已送来，那这批子母令1日后便可炼制完成，到时候再劳烦公子跑一趟，取走令牌。只是沈玄机道，这批子母令只炼制出了100枚，公子提供的魂力却有200多道。无妨。萧晨川笑了笑，就先融入前100道魂力。前100道魂力都是暗香阁核心成员的魂力，归心度达到了100，或是类似龙月，归心度虽没有100，却被他极为看重的女人。那子母令的子令，萧晨川道，还请继续炼制，剩下的100多道魂力融合完了也不要停，多多益善，多多益善。沈玄机一听，脸色又止不住红了一下。萧公子他女人这么多，竟然还不满足？难道他修炼的是采阴补阳的功法？沈玄机忍不住往萧晨川脸上看了过去。怎么了？被沈玄机呆呆地盯着，萧晨川愣了一下，摸着脸颊疑惑道。沈玄机这才反应过来，脸红到耳朵根，移开了目光，岔开话题。没什么，公子订购的化神级顶级炼器材料，前2天到了一批，公子需要的蕴含天地法则之力的宝物，我父亲也从灵宝商会中申请到了，正在运送过来的路上。好，萧晨川大喜，这批已经到的炼器材料，我现在就取。烦请沈小姐
在那法则宝物到的时候，第一时间通知一声，这是自然。沈玄机道，随手取出早已备好的储物袋，里面便是这批炼器材料。储物袋入手，萧晨川探出神识，匆匆往里面看了一眼，翻掌间取出那条得自烈云崖的地品灵脉。地品灵脉飞来，沈玄机射入掌中，惊讶道：竟然是地品灵脉！虽然它略有受损，但仍抵得上约15条极品灵脉。15条极品灵脉，超出了公子在我星罗岛订购的宝物的价值了呀。萧晨川微微一笑，你们收下吧，我们日后的合作还多着呢，就当是在星罗岛的存款了，以后交易用得着。沈玄机一笑，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星罗岛一定做好账，不会辜负萧公子的信任的。萧晨川笑了笑，嘴唇张了张，正想说些什么，忽然伏波山脉深处传来一声通天彻地的爆炸，爆炸太过剧烈，整个星罗岛都颤了颤。萧晨川和沈玄机大吃一惊，对视一眼，飞出了灵宝楼，悬浮高空，望向伏波山脉方向。只见一个巨大的蘑菇云在伏波山脉缓缓升起。星罗岛上空，萧晨川与沈玄机望着那毁天灭地的蘑菇云，神色凝重。那自爆的威能，即便相隔如此之遥，也令人心悸。萧公子，看来伏波山脉有巨变。沈玄机担忧道。萧晨川点头，沈小姐，令牌之事就拜托了。材料货款多出的部分暂存贵岛，萧某先行一步。事态紧急，他不再多言，周身空间波动一起，一步踏入骤然出现的空间通道，消失不见。下一刻，他已出现在七绝岭上空。目光所及，七绝岭外围山脉裂开一道道深不见底的地缝，巨大的山石从峰顶滚落，砸入山谷，发出沉闷的轰鸣。原本驻扎在岭外的鲛人族与附属妖族的联军营地一片狼藉，不少修为低微的小妖和鲛人战士倒在血泊之中，伤亡惨重。而七绝岭的核心区域七绝峰被一层厚实的天穹光罩牢牢护住，光罩上符文流转，将遥远的冲击波余威尽数抵挡在外，峰内殿宇楼阁安然无恙。萧晨川心念一动，身形再次融入空间，直接出现在龙月闭关的山腹深处。闭关之地，阵法光晕稳固，龙月所化的粉红真龙盘踞在灵脉中心，龙息平稳，周身灵力魂力奔涌，突破的过程并未被外界巨变打扰。萧晨川仔细检查了一番，确认无误，这才彻底放下心来。他松了口气，加固了数层禁制后，身形再次模糊。暗香阁大殿内，苏璎珞、浪碧神君、蜘蛛精七姐妹等核心成员皆在，显然都被那惊天动地的爆炸惊动，聚在一起议论纷纷，面露忧色。主人，阁主。见他回来，众女连忙上前。苏璎珞、七仙子快速禀报道，冲击来自伏波山脉深处，威力极其恐怖，若非大阵守护，七绝峰也难以幸免。七绝岭外围则损失不小，正在统计和救治。浪碧神君补充道，海族对妖族的进攻似乎也因此停滞了。萧晨川略微沉吟，正在这时，传讯玉符亮了起来，正是玉千龙。玉千龙的声音响起，公子，方才的爆炸你感受到了吗？是我母后他们出手了。通过玉千龙的叙述，众人得知了新秘。玉棒族、朱贝族、光瑶族3位炼虚期老祖联手，欲以真龙赐下的异宝强行奴役伏波山脉深处一位隐世的炼虚期大妖磐石巨猿。岂料那巨猿性情刚烈无比，见突围无望，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爆元神与妖丹。炼虚期大妖的决绝自爆，威力足以毁天灭地。3位海族炼虚期老祖首当其冲，接受了不轻的伤。伏波山脉核心区域被炸出一个方圆万里的巨坑，恐怖的裂缝如同蛛网般蔓延至山脉各处，不知多少生灵瞬间灰飞烟灭。也正因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海族的进攻步伐被迫暂停，妖族更是死伤惨重。玉千龙最后道，母后传讯说，爆炸后最大的那条地缝深处显露出一股极其古老，并非属于磐石巨猿的异常气息。3族已经派遣精锐族人深入探查了，我现在需在族内协助处理善后，一有消息再通知你。结束传讯，大殿内一时寂静。没想到竟是炼虚期大妖自爆，难怪有如此威势。庞大的地缝，古老的气息。萧晨川略微皱眉，那个大妖炸出了什么东西？不过不管炸出了什么东西，这东西恰好吸引了3族炼虚期大修的注意，正好趁机收拢被自爆炸死的众妖海族的残魂。你们守好家，稳固阵法，安抚部下，我出去一趟。萧晨川对七仙子、苏璎珞、浪碧神君道。下一秒，他一步踏出，消失于空间通道之中。接下来的2日，萧晨川用空间法则游离于伏波山脉各处，混沌塔悬浮于掌中，散发出无形的吸力，所过之处，无数心死的残魂呼啸着吸纳，
形成了魂力风暴，海量魂魄涌入塔内，一部分被直接转化为昌鬼，而后被塔壁上的那头虎妖虚影疯狂吞噬。这半个月来，虎妖元婴吞噬了大量的昌鬼，不断被滋养，早已今非昔比，形体凝实近乎实质。此刻得到这炼虚期大妖自爆带来的品质极高的魂魄滋补，顿时开始发生了质的蜕变。一声无声的咆哮在塔内震荡，他的气息悍然冲破了元婴的桎梏，开始向化神期转变。萧晨川暗中点头，当初看这虎妖天赋神通不错，心血来潮留他一命，看来没留错。剩余的魂魄则被萧晨川一口吞噬，他们被混沌道体洗尽沉疴，最终化作100余枚李子大小、漆黑深邃、魂力澎湃的魂丹。收获颇丰，萧晨川返回了暗香阁大殿深处的寝宫，留下苏璎珞、萧希月、七仙子等修为已达元婴巅峰的核心成员。旋即，寝宫内外阵法层层开启，隔绝了里面的荒野。耗费3日时光，他引动极品灵脉的浩瀚灵力和魂丹的精纯魂力，粗暴而高效地灌入众女体内，强行推着他们的修为向化神瓶颈发起冲击。很快，苏璎珞身上灵光大盛，率先步入闭关境室。紧接着，萧希月雷体电光闪烁，也开始了闭关。蜘蛛精七姐妹联手布下阵法，气息相连，一同闭关。就在众女纷纷闭关不久，第二天，玉千龙来了消息，我母后他们查清楚了。地缝深处弥漫出的古老气息，其源头是一座被埋葬了不知多少年的上古洞府。洞府外的守护禁制极其强大，而且残留的岁月痕迹非常古老，不知道其主人是哪个种族。我三族高层断定，此洞府的价值不可估量。现在三族都在调集人手，想要破解禁制，先一步进入其中。三族发现上古洞府后，封锁了炼虚期大妖自爆的消息。那边在研究洞府禁制，萧晨川这边风光旖旎。他以混沌道体为基，100余种双修肢体为用，日夜与家人们交流，以此提升他们的修为。5天后，正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萧晨川正在洛桃身上激烈探讨到的奥妙，忽然传讯玉符亮起，对面是玉千龙。玉千龙听着这边剧烈的动静，呼吸急促了一下。听说那边发放了能投影传讯的子母令，可惜我在玉棒族这边一直没机会过去，暂时还未拿到属于我的子令，不然就可以看到那边的投影了，看看到底是哪位姐妹正在。玉千龙闪过这样的念头，说起了正事。我三族耗费不小代价，终于从那洞府外围残存的古文字和禁制手法中推断出来，那是一座名为天镇子的人族上古大修士遗留下来的洞府。据说此人在数千年前便已是合体期的阵法大宗师。萧晨川一听，腰微微一顿，人族合体期阵修。传讯玉符中，玉千龙继续道，可惜我海族对阵法一图实在不算精通，那禁制又强大无比，玄奥异常，源于人族阵法正统。我三族有些束手无策，强行破解的话，不但耗时日久，而且有损毁内藏珍宝，引发不测的风险。最后，我母后他们决定和星罗岛合作。萧晨川略有意外，但感觉又在情理之中。毕竟星罗岛是附近唯一擅长阵法的势力了。不过星罗岛只是化神级势力，而三族足足有3位炼虚期大修，实力如此不对等，星罗岛真能和三族公平合作吗？萧晨川想了想，感觉未必不可能。星罗岛自身实力不算高强，可背后的灵宝商会是通天彻地的庞然大物，整个灵界当之无愧的第一势力。这第一势力不是空口白牙，而是灵宝商会生生杀出来的。据传，当年灵宝商会创立后飞速扩张，海量的财富引来不少眼红的势力，有不少大族自诩强横，直接灭杀灵宝商会的一些驻地，抢夺财宝。而灵宝商会这个做法是一个一个的杀回去，灭族一个不留。曾经如日中天的一些大族，比如饕餮族，族内足足有3位大成，却生生被灵宝商会杀到灭族，杀到绝种，杀到此界再无饕餮踪迹。慢慢的，再也没有势力敢惹灵宝商会了。别看玉棒族、朱贝族、光瑶族各个族里有炼虚大修，但他们也只能和背靠灵宝商会的星罗岛公平合作，甚至合作的时候都得客客气气。那星罗岛已经答应和你们三族合作了。萧晨川腰再次挺了起来，问道：没？玉千龙道：我们三族才刚刚做出与星罗岛合作的决定，暂时还未找上星罗岛。主人，等有了新消息，我再联络你。说完，玉千龙结束了通讯。他待在这的半个多月里，听到姐妹们大多称呼萧晨川为主人，他便也跟着这么叫了。虽然他并未被仲夏玉奴役。收起传讯玉符，
萧晨川刚想把速度提升2倍，把骆桃弄晕过去，忽然一股浩瀚、尊贵、带着无尽古老苍茫气息的龙威沛然扩散，虽被层层禁制削弱，依旧能感受到那股凌驾于众生之上的磅礴力量。龙月闭关之地，灵脉辉光冲霄，整个七绝岭的灵气都为之微微震颤，仿佛被一位君主摄服。咦，他成功化神了。萧晨川露出笑容，身形瞬间消失，只留下骆桃不满地撅着小嘴。下一刻，萧晨川已经出现在龙月闭关的山腹洞府之中。只见阵法中心那条粉红色的真龙形体光辉万丈，龙鳞更加璀璨晶莹，闪烁着梦幻般的光泽，体型庞大了何止一圈。最为神异的是，它周身的空间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扭曲和折叠感，仿佛它本身便是虚空的一部分，意念所致，空间随之变换。龙月巨大的龙目睁开，眸中金光流转，充满了天生的威严与力量感。看到萧晨川，那威严迅速化为亲昵与喜悦，光芒一闪，她化为人形，依旧是那绝美俏丽的少女模样，但气息渊深如海，周身隐隐有虚空波纹荡漾。主人！龙月欣喜地扑来，萧晨川笑着揽抱住她，仔细感应，赞叹道：化神已成，根基雄厚无比，看来你此次突破收获远超预期。龙月兴奋地点头，双眸放光。我感觉到血脉彻底苏醒了一部分，我觉醒了一道本命神通，名为太虚龙吟，一吟之下可撼动虚空，震碎神魂，而且我感觉到自己无比亲近虚空法则，似乎能轻易穿梭、掌控乃至扭曲空间。我的体质也蜕变了，成了太虚龙体。太虚龙体，亲和虚空法则，本命神通太虚龙吟。萧晨川听着，心中非常为他高兴。这每一能力放在外界都足以引起轰动，真龙血脉的潜力果然恐怖。有如此天赋，龙月的实力将远超同阶，99%以上的同族，不愧是真龙界的皇族一脉。温存过后，萧晨川向龙月讲述了他闭关后发生的大事：炼虚期磐石巨猿的决绝自爆，万里巨坑与地缝的出现，以及地缝深处显露的上古洞府。听闻炼虚大妖自爆竟造成如此灭世般的景象，龙月小脸写满了震惊。而当萧晨川提到已收服玉千龙，玉千龙所在的玉棒族近距离接触过海族背后的真龙，龙月眨着大眼睛道：可惜玉姐姐不在这里，不然我便能得知那熟悉的龙气究竟源于何处了。日后有的是机会。萧晨川笑了笑，手抓住了龙月的臀肉，把他抱起，在他脖颈间深嗅一口。半个多月没碰你，想死我了。龙吟声不断，萧晨川深入到了龙穴尽头。龙月出成的太虚龙体玄妙非凡，对虚空法则有着天然的亲和，每一次颤动都牵引着周遭空间泛起细微涟漪。萧晨川的混沌道体更是霸道，贪婪地汲取着龙体精华，将其融入自身。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体魄正在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对空间之力的感知也变得更加敏锐清晰。2天10日后，萧晨川每9次小力，一次大力的时候，深州的空间竟也泛起了细微涟漪。太虚龙体，猜不到手了。混沌道体果然神异非常，连不是人族的体质都能融合进来。啊，你的体质真是霸道。龙月的声音一下高一下低，竟能直接汲取我龙族本源，化为己用。萧晨川压在他的玉背上，低头舔了舔他的耳朵。你我之间何分彼此？你的力量便是我的力量，我的力量也是你的力量。5天后，玉千龙那里又传来了消息，星罗岛神岛主得讯后亲自前往上古洞府探查了一番。回去后第2天，他便传讯三族，说星罗岛答应了合作，而且神岛主透露了一些他看出的心秘。这座上古洞府是天震子部下的传承之地，天震子可是合体境震修，部下的传承之地非同小可。神岛主说绝无暴力破解的可能，只有遵照天震子设下的传承者选拔规则，才能获得里面的宝物传承。规则第1条便是只有化神期及其以下境界的修士才能进入。规则第2条，人数达30人才会开启传承之地。规则第3条，需以人族血脉为引才能进入洞府。这些规则并不难满足三族，星罗岛正在商议一个章程。目前如何探索天震子传承洞府的章程还未出来，玉千龙说等章程出来后他再主动联系。又是1日，龙月也化神了，还是强横的龙躯，可依旧翻白眼、抽搐、晕过去了不知多少回。我感觉我还在元婴期的时候，你放开了来，我会被你活活干死。龙月道，还不是太喜欢你了。萧晨川掐紧了他的柔腰，2人正在打情骂俏，忽然传讯玉牌亮起，
不过这次不是玉千龙，而是一个料想之外的人物——沈玄机。萧公子。沈玄机再次听到熟悉的剧烈动静，但他碰到过一次母女两人后，心神受到了冲击，接受程度大增，已经见怪不怪了。萧公子。沈玄机深吸一口气，稳了稳呼吸，道：“你需要的剩下的那批令牌制作完成了。”完成了。暗香阁众女终于可以每人一块子令了。萧晨川暗喜，还没来得及高兴，沈玄机又抛出一个好消息。他道：“你预定的炼器材料、蕴含法则之力的宝物也运送到了，还请公子来一趟我星罗岛取回宝物。”好。萧晨川重击几下，和龙月深深吻别，然后一步踏出，身前出现一个幽深的空间通道。从龙月身上得来了虚空龙体后，他的空间法则开辟的空间通道能借到虚空了，这使得空间通道更加稳固、安全，通道也因借到虚空，路程更短。熟悉的星罗岛主岛，熟悉的护岛大阵，熟悉的灵宝楼底层，熟悉的美人。沈玄机将宝物统统交给萧晨川后，伸直理了理鬓发，笑道：“萧公子，你寄存于我星罗岛的地品灵脉，除去应付的宝物尾款后，还剩大约2条半极品灵脉，这是详细的账单。”沈玄机取出一块玉简，就要递来。不必了。萧晨川果断阻止了他。大家同为人族，星罗岛又做事讲究，账你们算清就好了，我懒得看了。公子爽快。沈玄机一笑，收起了玉简。交易完成，萧晨川起身欲走。公子请留步。忽然，沈玄机开口道：“我星罗岛和公子有一事相商。”萧晨川回身看向沈玄机，微微一笑。哦。沈玄机用了个请的手势，请萧晨川重新坐下，他也在对面款款而坐，道：“此事。”说来话长，沈玄机娓娓道来，将天震子上古洞府一事讲了一遍。萧晨川早就知道了这事，但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默默地听着。沈玄机和玉千龙所讲述的大差不差。我人族在灵界示威，但上古时期竟也有这样一位大修。萧晨川惊叹道：“是啊。”沈玄机抿了一口灵茶，微微润润嗓子，道：“即便是到目前为止，在整个灵界内，我人族大成也不过寥寥几位，远远比不上妖族、海族、灵族，数目众多。合体期的镇修，放到现在，也是我人族的中流砥柱了。”沈玄机说道，话锋忽的一转，公子，玉棒族、朱贝族、光瑶族，我星罗岛共计4方势力，那传承府邸需要至少30人才能开启。3族唯显公平，以示诚意，主动提出4方各出8名化神，联合探索。我星罗岛没有那么多化神，我爹说，凭他纵横生一场多年的识人能力，公子一定是可靠之辈。我沈家想邀请公子一起，代表星罗岛一方，探索天震子的传承洞府。萧晨川露出沉吟之色。好巧不巧，玉千龙那个自认女奴的玉人，也邀请自己这个主人一起探索天震子洞府。用他的话说，合体期镇修的传承洞府机缘不小，这么大的好处，当然要想着主人。萧晨川对他这番话满意死了，当场答应。现在沈玄机也发出邀请，两相冲突了。萧晨川略一细想，做出了决定。玉千龙是自己的女人，100归心度，永不背叛。这次服了他的热情，大不了下次见面多把他干服几次，弥补回来。好，沈小姐的邀请我答应了。萧晨川道，不过我这边有2个人要去，他是要带上龙月的。如果沈小姐只缺1个名额，那还是算了。萧公子需要2个名额。沈玄机笑了笑，不假思索道，好，既然如此，那便说定了。沈玄机答应得如此爽快，萧晨川起身点头。出发之日，沈小姐通知我即可。公子且慢。沈玄机再次叫住他，还有一事，家父想见公子一面，不知公子可否一步？沈岛主要见我。萧晨川道，好，公子请随我来。沈玄机起身，2人并未下楼，而是通过灵宝楼顶层一处隐蔽的传送阵，光华一闪，便出现在一座清幽雅致的庭院之中。庭院傍山而建，灵气浓郁的几乎化为实质，远处有瀑布轰鸣，近处有灵禽啼鸣，奇花异草遍地，显然是一处极佳的洞天福地。庭院中心的石亭内，一位身着星辰道袍、面容儒雅的中年男子正悠然品茗，正是沈岛主。爹，萧公子到了。沈玄机道。沈岛主放下茶盏，目光温和地看向萧晨川，笑道，萧小友，请坐。来人，去取我那罐星雾灵茶来。萧晨川入座。萧道友。沈岛主忽然打量着他，眼中闪过一丝惊奇。短短月余不见，怎么感觉道友的气息更加不凡，深不可测了。这沈岛主灵觉倒是挺敏锐。
萧晨川一笑，神岛主说笑了，我辈化神没有长年累月的闭关，哪有那么容易修为进步？哼，这可不一定，有逆天机缘的话，修为进步还是很快的。沈星河笑了笑，话锋一转，此次邀请小友前来，一是为天震子洞府之事。洞府凶险难测，虽说是传承之地，但天震子前辈毕竟是合体期，即便是随手布下的考验，也绝非易事，恐怕有些凶险。道友年纪轻轻，在化神境便已领悟空间法则，这是多少大族大派的天才子弟都做不到的事。可以说，此次探索上古洞府出动的四方势力32位化神，道友是当之无愧的战力第一。小女的安全，烦请小友多多照拂。这是自然。萧晨川喝了口茶，淡然道：既代表星罗岛前往，萧某自当尽力。好。沈星河点头，忽又叹息道：其二嘛，是想与小友正式结个善缘。我星罗岛别的不多，就是资源与灵石多。小友日后若有所需，无论是奇珍异宝还是情报消息，尽可来寻星罗岛，必给你最公道的价格和最优先的待遇。那就先行谢过沈岛主了。萧晨川笑道：哎，说谢就见外了。沈岛主起身为萧晨川添满灵茶，坐下叹息道：我这个女儿啊，什么都好，就是对正道太痴迷了。我星罗岛作为灵宝商会的一员，向来奉行只做生意，不掺和乱七八糟的事。玉棒族、朱贝族、光瑶族三族找上门来后，我原本的意思是收些灵石，帮三族破解一些洞府外禁制就行了。可小女听说里面是天震子的震道传承，说什么都要走一趟，那可是合体境布下的考验手段啊！万一在里面有个三长两短，你说我能不后悔吗？可小女就是铁了心，我这个当爹的拗不过她。萧晨川端起茶盏，抿了一口，笑道：沈小姐对震道痴迷，造诣不浅，沈岛主当高兴才是。哈哈，沈岛主哈哈一笑，骄傲道：说实话，他小的时候我还想着以后让他跟着我做生意，没想到长大后小女走上了阵法一途，还有如此天赋。爹沈岛主又炫耀，沈玄机都不好意思了。嗨嗨，沈岛主止住了这个话头，转而对萧晨川道：小友，我这灵茶如何？萧晨川拿起茶杯，看了看里面琥珀色的茶叶，灵力温和磅礴，喝了后对法则感悟也有些微加强。好茶，这个加强其实微乎其微，比起系统奖励的道元晶核不知差到哪里去了。但修仙界中能增强法则感悟的东西太过稀有，此茶流落到外界，足以让炼虚期大修都抢破头了。小友喜欢就好。来人，给萧公子打包一份星雾灵茶。沈星河对侍女道，然后看向萧晨川，脸上笑容更盛。预祝我们合作愉快。探索洞府的具体时间，待四方面议确定后，会让玄机第一时间告知小友。又闲谈几句后，萧晨川便起身告辞。沈星河并未多留，只是让沈玄机相送。再次通过传送阵回到灵宝楼顶层，萧晨川对沈玄机道：沈小姐留步吧。公子慢走。沈玄机连任一礼，看着萧晨川一步踏出，身前空间如同水波般荡漾开来，形成一个稳定的通道。其上传出的虚空之力让沈玄机顿时愣住。虚空法则，他掌握的不只是空间法则，还有虚空法则。空间法则、虚空法则两相叠加，远不是1+1等于2那么简单，恐怕绝大部分的炼虚期大修都比不上萧公子在空间方面的法则掌控了。他还这么年轻。直到空间通道彻底消失，沈玄机才缓缓收回目光，脸上还残留着震惊。而萧晨川穿过空间通道，直接回到了暗香阁大殿深处的寝宫。龙月正慵懒地趴伏在床榻上，见他回来，眨了眨眼睛。回来了，星罗岛找你何事？萧晨川飞落，来到龙洞，请你主人我帮个小忙。他将预定的宝物到手，以及沈家的邀请简单说了一遍。代表星罗岛。龙月扭过脖子和萧晨川吻了起来。那玉千龙那边呢？他可是邀请你先的。无妨，白拿星罗岛的名额，无形中壮大了我们暗香阁在传承洞府中的力量，玉千龙会理解的。萧晨川重击，大不了我多多补偿他。龙月，那玉千龙倒是因祸得福了。几个时辰后，从龙月这里离开，萧晨川将从星罗岛拿回来的子令分发给众女。发放时，手指免不得划过温香软玉，惹得阵阵娇嗔。那罐珍贵的星雾灵茶，他看也未看，便让他们自行分取。星雾灵茶的逆天效用，引得众女美眸连连。若非他另有要事，只怕当场又要被缠住，深究一番修为精进之事。回到暗香阁大殿深处的寝宫，萧晨川取出传音玉符，传音玉千龙告诉了星罗岛一事。
那玉人儿果然毫无怨怼，反而声音柔得能滴出水来，只说一切但凭主人心意，只盼主人莫要忘了事成之后多多联系他便是。言语间还透着为他能多得一方助力的欣喜。听得萧晨川心头火起，恨不得立刻将这乖巧女奴抓来狠狠惩戒。压下心头燥热，他闭关2日。混沌塔悬浮于镜室中央，一块块泛着灵韵的化神级灵材从储物界飞出，然后在萧晨川掌中褪去繁杂，化作最精纯的高阶炼器材料，被混沌塔吞噬。不知吞噬了多少灵材之后，塔身嗡鸣，幽光流转，最终归于沉寂，气息却愈发深邃磅礴。在他内壁之上，九幽毒泥的虚影雕纹狰狞欲活，独衔暗韵，散发着幽深的寒芒。而另一侧，以木晶圆所画的则是一朵含苞待放的青碧色莲花雕纹，生机盎然，不仅可幻化青莲为人疗伤续命，更能释放以木清辉，净化邪祟，稳固神魂，于幻术毒障之中犹有奇效。这2个很早之前便被镇压在混沌塔内，始终无法发挥全部力量的化神级灵材，终于在混沌塔身进阶成化神级后能发挥所有力量了。而2样雕纹的对面，虎妖元阴隐出现了元神模样，显然处于进阶化神期的最后关头。又是一天，虎妖身上灵光大盛，光芒消散之后，出现了一只硕大的虎妖元神。这元神和他的生前的肉身一般无二，威风凛凛。萧晨川对他的进阶非常满意，又赏了虎妖元神几个魂魄后，虎妖元神隐于混沌塔内壁，化为雕纹。混沌塔滴溜溜一阵旋转，被萧晨川收回。而恰在此时，沈玄机那边传音过来，说探索传承洞府的时日到了。空间通道无声无息的星罗岛上空洞开，萧晨川揽着龙月迈步而出。早已等候在此的沈星河与沈玄机目光瞬间落在龙月身上。只见她一身粉红仙裙，身姿娇俏，看起来宛若小女孩一般，眉眼间却自带一股难以言喻的尊贵与慵懒，肌肤莹润，仿佛流淌着月华，其气息深藏不露，竟让人一时难以看透。更让沈家妇女心惊的是，她与萧晨川站在一起，气息隐隐交融，竟有种浑然一体之感。萧道友，你终于来了。沈星河率先回过神，笑容儒雅，目光转向龙月。这位是？龙月不等萧晨川回答，唇角微扬，道：我叫龙月，是他的妹妹。说话间，纤纤玉指随意地扯了扯萧晨川的袖袍。沈星河眼中闪过一丝了然，哈哈一笑，原来是龙月姑娘，失敬失敬。寒暄几句，众人移步广场，那里已有5道身影肃立等候。寒暄几句后，众人移步至星罗岛中央广场，那里已有5道身影肃立等候，气息皆是不弱，赫然都是化神期的修为。一人身着赤红法袍，须发皆有些泛红，面容粗犷，气息灼热，似是修炼火系功法。一人身材高瘦，穿着墨绿色长衫，眼神锐利如鹰，腰间挂着几个皮带，隐隐有虫鸣之声传出。一位是身穿鹅黄色长裙的女修，手持一柄玉箫，气质温婉，但眼神深处透着精明。另一位则是个矮胖老者，笑呵呵的模样，一身锦袍，手指上戴满了各色宝石戒指，活脱脱一个富家翁。最后一人则是个怀抱长刀的冷面男子，黑衣劲装，周身弥漫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凌厉刀意。这5位便是星罗岛此次派出的另外5位化神修士。沈星河朗声道：诸位，此次探索便由萧晨川道友与其妹龙月道友领头，玄机的安全也首要拜托2位。进入洞府后，还望诸位能精诚合作，共探机缘，一切行动听从萧道友安排。那5人闻言，目光齐齐落在萧晨川和龙月身上，见2人如此年轻，气息虽不凡，但也并未感到压倒性的威压，脸上虽恭敬殷实，但眼底深处或多或少都闪过一丝不以为然与疑虑。让2个如此年轻的娃娃领头，岛主是否太过儿戏？尤其是那红袍老者和冷面刀客，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萧晨川将他们细微的神色变化尽收眼底，心知若带着这些口服心不服的属下进入险地，平添变数。他当下手臂一环，搂紧龙月柔软纤细的腰肢，看也未看那5人一眼，身前空间如同水幕般荡漾开来，一步踏出，便已带着龙月直接出现在悬浮于空、符文缭绕的华丽宝船甲板之上。神岛主，时辰差不多了，是否该出发了？萧晨川的声音平淡传来。下方广场一片死寂，那5位化神瞳孔骤缩，脸上瞬间布满骇然。空间法则，直接撕开空间登船。那火系化神额角渗出汗珠，那剑修握紧了剑柄，那女修眸中异彩连连，矮壮汉子张大了嘴。他们只听闻过有绝世天骄能在化神期便能掌握法则之力，而那无疑不是大族大派的核心子弟。眼前这青年竟如此轻描淡写的用了出来，还是极为玄奥莫测的空间法则，恐怕来历十分不凡啊。这一刻，所有的不服与轻蔑荡然无存，
只剩下敬畏与后怕。沈星河见状，眼中满意之色更浓，呵呵一笑，身形一晃便也上了宝船。让萧小友久等了，这就出发。沈玄机飞身而上，那5位化神不敢有丝毫怠慢，依次飞上宝船。宝船光华大盛，化作一道流光冲天而起，驶向伏波山脉方向。站在船头俯瞰下方，昔日连绵山脉早已面目全非，一个触目惊心的万里巨坑占据核心，无数道深不见底、狰狞可怖的巨大地裂以巨坑为中心，蛛网般蔓延至视野尽头，宛如大地的丑陋伤疤。强横的炼虚期力量残余依旧在废墟间隐隐躁动。宝船径直飞向其中最为宽阔幽深的一道地裂，那裂缝宽几10里，深不见底，凛冽的罡风从中呼啸而出，而在那黑暗的极深处，一点奇异的光晕隐隐闪烁，散发出古老的阵法波动。这光晕正是天震子的传承洞府。宝船缓缓降落，往下望去，3家海族已然到齐，泾渭分明地占据三方。3道毫不掩饰的炼虚期威压，引得下方空间一阵阵波动。左侧的是光瑶族，族人身形略显朦胧，有淡淡光晕环绕，气息灵动飘渺。为首的炼虚期大修是一位面容冷峻、目光如电的老者，周身隐隐有细微的电弧跳跃，透着一股锐利之气。其身后的8位化神亦是个个眼神凌厉。右侧的是朱贝族，他们的服饰非常华丽，衣裙、冠冕之上缀满了各色灵光闪烁的宝珠，行走间宝光摇曳，令人目眩。领头的是一位体态威风、面如满月的老妪。老妪身着绣满金钱珊瑚纹样的锦袍，未语先带3分笑，看起来一团和气。然而她那双眯起的眼睛里偶尔闪过的金光，绝非表面看上去的那般和蔼。其身后的8位化神修士也同样是个个珠光宝气，眼神锐利，实力十分不俗的样子。居中的是玉棒族，玉棒族全是极品美人，个个肌肤银白，宛如上好美玉雕琢而成，天生带着一份高贵与优雅。为首的极品美妇身着以深海云母和万年珍珠织就的霓裳雨衣，流光溢彩，腰肢曼妙，臀线浑圆丰腴，胸怀更是博大慷慨。她容貌与玉千龙有7分相似，却更多了一份岁月沉淀下的熟女味道，正是玉棒族当代族长玉千龙的母后玉凝霜。她身后静静站立着8位化神期的族人，个个气息内敛，法力精深，显然都是族中的精锐力量。见到星罗岛的华丽宝船降临，3位海族的炼虚期大修稍稍收敛了自身自然散发的威压，目光投向船首的沈星河，微微颔首示意。星罗岛的背后可是灵界势力第一的灵宝商会，即便神岛主只有化神修为，比他们足足低了一个大境界，他们也保持足够的尊重与客气。神岛主，你们终于到了。朱贝族的老妪笑道，率先开口。他们朱贝族的珠宝大多是通过星罗岛转卖出去，和星罗岛往来密切。沈星河朗声一笑，从容不迫地拱手道，琐事缠身，稍稍耽搁，劳烦3位道友与诸位青年才俊在此酒后，沈某实在是过意不去啊。就在他们寒暄之际，玉棒族中作为此次领队的玉千龙，一双秋水般的眸子早已越过众人，牢牢锁定住了刚刚随沈星河踏下宝船的萧晨川。玉千龙唇角不自觉地扬起一抹甜美的弧度，舔了舔唇，眼中漾开难以掩饰的欣喜，趁着无人注意，悄悄向萧晨川递过一个只有2人才懂的眼色。这骚蹄子。萧晨川朝他笑了笑，2人的动作或许能瞒过别人，却瞒不过一直暗中关注着萧晨川的沈玄机以及玉千龙的母后玉凝霜。沈玄机小嘴巴张成了 O 型，萧公子女人很多，他是知道的，也不止一次听到他和别的女人的动静。但万万没想到的是，玉棒族2公主炼虚期大修玉凝霜的宝贝女儿竟也是他的女人。她不是人族吗？是怎么和玉千龙认识，又把他搞到手的？沈玄机额头布满了问号，感觉更看不透眼前的萧公子了。玉凝霜愤怒的余光在萧晨川与自家女儿之间轻轻一扫，心中瞬间转过数个念头，就是他，年轻俊朗，修为不错。咦，身上似乎还有多种法则波动，他掌握了不止一种法则。玉凝霜凤眸微颤，又平静下来。可惜他是人族，很难与龙儿诞下子嗣，不然成全他俩也未尝不可。4方首脑就这么寒暄着，没有一个人知道玉凝霜脑中已经闪过了这么的念头。神岛主微微一笑，拱了拱手道，天震子传承洞府之外的阵法，我之前便已拓印下来，在小女的帮助下研究出些许心得。即便是这种场合，神岛主还是没忘记炫耀一下他的宝贝女儿。3位海族炼虚一听，不由得看向沈玄机。神岛主摸了摸光滑的下巴，那阵法禁制十分复杂，拥有防御、攻击、传送、自毁、探查多种复合功能。如今我们已凑够了条件，
想进入极为简单，只需要四方化神一起飞入阵中，便会自动被传送到真正的传承之地。于是，在四方首脑的授意下，四方32位化神向那地裂中的光晕处飞去。地下的罡风袭来，众人纷纷撑起法力护罩，向下落去。随着深度越来越深，周围暗了下来，除了头顶的一线天裂缝，下方的光晕成了唯一的光源。待飞得近些，众人方才看清，一个在地下石壁中半掩半露的石门出现在视野中。那石门外阵光流转，发出光晕，石门上刻着3个古篆大字：天阵殿。那阵法光晕仿佛有灵，在众人接近时散发出柔和的光芒，扫过所有化神修士，似乎验证了人数达到了最低要求，且其中却有人族血脉，一股强大的吸力骤然传来。众人并未抵抗，任由那力量包裹全身。下一刻，仿佛穿透了一层温暖的水膜，周身压力一轻，眼前景象豁然巨变，不再是地底深处的黑暗死寂，而是另一方天地。天空并非朗朗青天，而是由柔和的七彩流光交织而成，似乎是一个巨大的阵法护罩。护罩上时不时有玄奥的符文流淌而过，空气中灵气浓郁的化为淡淡的雾霭，吸上一口便觉心旷神怡。脚下是温润的白玉铺就的宽阔道路，笔直通向远方。目光所及之处，仙山一座接着一座，上面长满了奇花异木，亭台楼阁掩映在奇花异木之间，雕梁画栋，仙气十足。芥子须弥，光瑶族一位，额间长有一块发着金光的鳞片的美貌少女，惊声道：将仙山伏地，用阵法微缩于方寸之地，这是传说中的上古空间阵法。芥子须弥。沈玄机听到那光瑶族美貌少女一口道破此地玄机，心中微微一凛，知道对方在阵法上的造诣定然不浅，恐怕对方也有意争夺天阵子的阵法传承。他不由得多打量了那光瑶族美貌少女几眼。萧晨川也注意到了这一幕，饶有兴致地向玉千龙传音询问道：龙儿，光瑶族这少女是何人？眼力似乎不俗，对阵法颇有造诣。你们海族不是不擅长阵法这些修仙百艺吗？竟然也出了这等人物。玉千龙的传音立刻响起，带着一丝娇嗔：主人好眼光。他叫银彻，是光瑶族年轻一代中最负盛名的阵法天才，据说灵觉敏锐异常，能洞察阵法脉络。这次派他来，用意再明显不过了，就是要和沈家那位大小姐别苗头，争夺传承呢。他顿了顿，语气忽然带上几分暧昧：主人，您突然问起那小浪蹄子是什么意思？莫非对银彻小丫头起了兴趣？不过主人，银彻小丫头和那沈玄机一样，沉迷阵道，不怎么解风情，颇为无趣呢。您瞧瞧我身后这几位族人姐姐怎么样？他们可是个个都是人间绝色呢，身段嘛更是没得说，比起龙儿也不遑多让呢。主人，有没有兴趣尝尝鲜呀？萧晨川目光扫过玉千龙身后那7位玉棒族女修，果然个个都是冰肌玉骨，体态丰腴曼妙，容颜虽略逊玉千龙半分，却也是万中无一的极品美人。尤其是那饱满的胸怀与挺翘的臀线，在薄纱衣裙下若隐若现，勾人心魄。他心中自然异动，脑海中瞬间闪过将玉千龙连同这7位美人在此秘境中就地处置的美妙画面。但眼下四方人马齐聚，显然不是胡天胡地的时候。这小妖精明知场合不对，还故意用这等艳事来撩拨我。萧晨川暗骂一声，传音回去：小骚蹄子，故意点火是吧？待此本公子找到机会，看怎么连你带你这几位好姐姐一并收拾得服服帖帖。玉千龙闻言非但不惧，眸子反而怀念起什么似的水漾漾起来，悄悄舔了舔的唇角，一副迫不及待的模样。这骚货！萧晨川心中火气更大了。沈玄机却是看着他和那位玉棒族二公主暗中眉来眼去，偷偷翻了个好看的白眼。众人就这么各怀心思，沿着白玉路径小心翼翼前行。这洞天福地里的灵气浓郁的化为了灵液，汇聚成溪流潺潺流淌。溪边生长着各式各样的奇花异草，天材地宝，它们无一不是外界难寻的珍品，散发出的药香令人心醉，引得众人频频看去。就在这时，朱贝族一位中年模样的化神修士目光猛地落在路边一株灵芝身上。那灵芝形如灵芝，却通体呈现9种色彩流转的光晕，散发出滋养神魂的磅礴气息。凝魂枝，1、2、3、7、8、9，9个枝片达到了9转，这是9转凝魂枝。9转凝魂枝是壮大炼虚7修士元神的天材地宝，也是治疗魂伤的无上宝药，价值无可估量。发了！那中年化神激动的声音都颤抖了，这等宝物足以让炼虚大能动心。贪念之下，他回头望了一眼众人，生怕有人和他抢，迫不及待的一步踏出玉石路，便要采摘。然而就在此时，异变陡生，
他脚下的土地骤然亮起无数细密如蛛网的符文，一道无形却凌厉无比的杀气凭空生成，快过了闪电。只听嗤的一声轻响，甚至连惨叫都未曾发出，那名化神修士的身体便如同被投入烈日的冰雪般瞬间消融，连一丝尘埃都未留下，元神更是直接湮灭。一个照面，形神俱灭，刹那间全场死寂。所有人都被这突然出现的变故惊住了，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不愧是合体境的镇修大能留下的洞天福地，处处杀机，隐含着不凡的阵法禁制。一位化神修士只是稍稍余举了下，就这么轻易地无声无息地陨落，连元神都来不及逃走。一道清冷的声音忽然响起，带着一丝凝重：此乃万象禁绝阵，洞府之内一草一木皆与阵法相连，万象禁绝阵。众人心中一凛，朝发声之人望去，看到那名光瑶族的绝色少女银彻，红唇轻启。万象禁绝阵，勾连万象，贪念起，杀机动。唯有这白玉路径是生路，擅离者轻则永困阵中，重则形神俱灭。望诸位谨记，轻则永困阵中，重则形神俱灭。众人看着路边的天才地宝，眼神都变了，充满了忌惮，再无人敢越雷池一步，全都老老实实的待在玉路之上。多谢银彻姑娘提点。众人纷纷道谢，而银彻却将目光转向沈玄机，眸中带着一丝挑战的味道。沈小姐阵法造诣享誉四方，想必也早已看出此间凶险了吧？沈玄机面色平静，没有接他的话茬，而是反问道：银彻姑娘对此地阵法如此了解，看来对天阵子前辈的传承是志在必得了。银彻坦然一笑，笑容明媚，目光带着坚定。不错，阵法之道，达者为先。沈小姐阵道天才之名，闻名遐迩。今日我便要与沈小姐一较高下。这天阵子传承，能者居之，我不会相让。两女目光在空中交汇，虽未在言语，但一股无形的火药味已然弥漫开来。玉千龙传音道：主人，银彻姑娘的阵法造诣虽然不如沈小姐，但她光瑶一族在知道此处洞府是天阵子的手笔后，不知从哪弄来了一些情报。通过这些情报，银彻似乎对这里有一点点了解，恐怕在传承的争夺上有些优势哦。萧晨川淡然一笑，反正他答应神岛主的事情是保护沈玄机的安全，至于他能不能得到天阵子的传承，那要看沈玄机自己的本事了。众人更加小心的前行，白玉路径沿着此处山腰蜿蜒向上，最终连接到一座横跨两座仙山之间的飞桥。那飞桥看似由云雾凝聚而成，仙气飘渺。越过飞桥之后，将到达此处洞天福地里最为高大的一座仙山。那仙山高耸入云，山巅袅袅的云气中隐隐约约伫立着一座巍峨大殿。众人遥望大殿，心中微动，猜测那便是最终之地，脚步不由得加快了些。很快，所有人便来到了飞桥前，踏了上去。忽然一变陡升，周围的景象骤然模糊扭曲，原本清晰的仙山流云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白茫茫的雾气，隔绝了所有人的神识感知，甚至连身边的人都变得若隐若现。不好，是迷阵！雾气之中有人惊呼。踏入飞桥的瞬间，萧晨川只觉眼前一花，周遭景象彻底变了模样。仙山、流云乃至身旁的人都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无边无际的浓白雾气，不仅隔绝了视线，连神识也如同陷入泥沼，无法探出体外丈许。他尝试催动传音玉符，却发现玉符传音也失效了。萧晨川心下微沉，想了想，便收敛心神，去感应玉奴印的联系。万幸，与龙月之间的主奴联系虽然受到干扰变得微弱，却并未断绝，如同迷雾中的一盏灯，指引向一个方向，循着感应的方向前行。没多会儿，便触碰到一个温软的身子。主人！龙月惊喜非常，投进了怀抱。月儿，除了你，我完全感应不到其他人了。环着他的腰肢，萧晨川道：你呢？龙月吸了吸鼻子，我还能闻到玉千龙身上的淡淡龙气。玉千龙进入这传承之地，身上似乎带了什么秘宝，这秘宝影响到了玉千龙的气息。龙月虽感应到了玉千龙身上的龙气，却还是没能确定熟悉感来源于啊。两人拉着手，跟着龙月小心翼翼地在迷雾中穿行。不过片刻功夫，前方雾气中隐约浮现出一个窈窕警惕的身影，正是玉千龙。主人！玉千龙见到二人，俏脸露出惊喜，连忙靠拢过来，双美入怀。二女虽然知道对方的存在，但尚未正式见过面。萧晨川简单介绍道：千龙，这是龙月。月儿，这是玉棒族的二公主玉千龙。玉千龙绽开一个明媚的笑容，亲热地拉住龙月的手。原来你就是龙月妹妹，当真是人间绝色，我见犹怜呢。还有这身段，啧，怪不得主人这么喜爱你。
龙月却惦记着正事，他抬起眸子看着玉千龙，直接问道：玉姐姐，你身上有一股很淡的龙气，让我觉得有些熟悉，你能放开气息让我仔细感应一下吗？玉千龙虽有些诧异，但对萧晨川是毫无保留的信任，闻言便毫不犹豫地点头。他收起一个宝珠形的法宝，彻底放开了自身的气息。龙月娇躯顿时一颤，眸子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惊、狂喜。这是云芷姐姐身边那个小侍女刘莹的气息。云芷姐姐是我三姐的贴身侍卫长，是大成期的顶尖高手，我绝不会认错她身边尽是的龙气印记。龙月有些激动，声音略微发颤。主人，云芷姐姐的侍女在这里出现，那云芷姐姐是不是也可能还活着？如果云芷姐姐还活着，那我三姐她是不是也有希望？想到这种可能，龙月眼圈都微微泛红了。萧晨川抱紧龙月，沉默片刻，沉声道：月儿，先别急着高兴，此事蹊跷未必是好事，我们不能排除这是不是真龙界那个叛徒设下的陷阱，故意用你熟悉之人的气息作为诱饵，引残留的王族上钩，再彻底弄清楚那侍女刘莹以及她背后的云芷侍卫长是敌是友之前，你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和真龙血脉，明白吗？龙月闻言，身躯微微一僵。萧晨川轻抚他的玉背，抬起他的下巴，吻了吻他的嘴角。龙月只是骤然感应到熟人气息，有些激动了。凭他的冰雪聪明和谨慎，即便是自己不提醒他也能反应过来。出言提醒，只是帮他提前冷静下来罢了。萧晨川翻手取出一枚令牌，递给玉千龙：龙儿，这是我们暗香阁的子令，之前一直没有机会给你，现在你且收好。玉千龙接过令牌，感受着令牌上传来的与萧晨川母令之间的联系，脸上笑开了花。毕竟身处迷阵之中，不能久待。龙月和玉千龙对阵法之道知之甚少，萧晨川静心凝神，仔细观察着周围雾气的流动变化。细细观察之下，发现此阵核心并不复杂，更像是一种基础性的筛选，主要考验对阵法基本原理的理解和一丝破阵的灵觉，旨在筛掉那些对阵道一知半解甚至完全门外汉的人。跟我走，注意我的脚步。萧晨川低声道，他牵着两女的手在浓雾中左转右绕，有时看似走向绝路，但踏出几步后，前方的雾气便会淡薄几分。如此这般摸索前行，大约过了半刻钟，三人只觉得周身压力一轻，眼前豁然开朗，已然稳稳地站在了飞桥的另一端。回头望去，只见整座飞桥依旧被浓郁的白雾笼罩，如同云中仙境，但隐约可见20多道身影在里面如同醉酒般晕头转向，徒劳地在原地打转。只有寥寥4、5人似乎窥得了一丝门径，正艰难地缓慢向前移动。而沈玄机和那位光瑶族的少女银彻早已先一步破阵而出，正站在桥头不远处。看到三人连面而出，银彻、沈玄机点头示意。银彻看着翻涌的云雾，品评道：此阵叫云雾千幻，重在迷惑五感6时，考验的是破阵者的定力与对阵机变化的敏锐，虽是基础，却深得幻阵三昧，天阵子前辈手段果然不凡。一边说着，他一边看向沈玄机，似要和沈玄机比试。沈小姐阵法造诣精深，不知对此阵有何高见？沈玄机心中觉得这银彻争强好胜的有些孩子气，暗自好笑，正想不咸不淡地回上1、2句，一变陡声：吼！嗷呜！飞桥之上的云雾一阵翻腾，那原本只是遮蔽视线的白雾，竟骤然凝聚成一头头狰狞咆哮的云狼、雾豹、风枭。这些云兽眼眸闪烁着嗜血的红光，一出现便悍然扑向阵中那些尚未脱困的修士，个个都有化神后期级别的力量，爪牙之间灵光爆闪，出手竟是毫不留情的致命杀招。啊！救命！这不是迷阵吗？怎么会攻击人？不！几声凄厉的惨叫，反应稍慢的2、3名修士被云兽撕碎，鲜血顿时染红了桥面的白玉，连元神都未能逃出。银彻豁得起身，不对，这云雾千幻只是第一道筛选考验，绝不该演变出杀机。沈玄机俏脸凝重起来，阵法有变，阵中众人困住阵中，五感、神识受到了极大压制，在化神后期的云兽攻击下，处于绝对的劣势，伤亡骤增，惨状连连。沈玄机和银彻对视一眼，沈玄机率先开口，语速飞快：银彻姑娘，你我联手，稳住此阵救人。听说你灵觉敏锐，那便负责感应阵法节点异动，我来推算声门变化与阵眼所在。银彻点头：好。西南卫迅风节点，萧晨川、龙月、玉千龙对破阵帮不上什么忙，便来到银彻、沈玄机身旁为二女护法。萧晨川看向那杀气腾腾、不断演化凶兽的云雾，皱起眉头：这迷阵变化的也太突兀、诡异了些，不会是有人在暗中控制吧？云彻、
沈玄机联手之下，很快将阵法破掉。飞桥之上，云雾消失，露出众人身影。星罗岛那5位化神，只有一个对阵法一窍不通，死在了里面。玉棒族、猪背族虽然也对阵法一窍不通，但好歹有个天生宝壳。化形之后，宝壳被炼成了本命法宝，防御力惊人。两族才一共损伤3人。玉棒族见二公主早已破阵而出，顿时非常惊喜，汇聚在了玉千龙身边。最惨的要数光瑶族，他们的光系神通在云雾里威力大打折扣，死了4人，损伤过半。银彻脸色有些灰暗。走吧，各方收拾好遗物。猪背族被一位化神打破了沉默。玉石路像一个玉带一样盘旋在这座特别高大的仙山上，附近生长的天材地宝更加珍贵了。可连2次出现意外后，没有一人胆敢采宝。银彻、沈玄机合作破阵了1次后，关系竟忽然亲近了起来。银彻也不总想着和沈玄机攀比了，两人凑着脑袋窃窃私语，似乎在讨论阵理。不过看背影，大多时候是沈玄机侃侃而谈，银彻侧耳倾听，时不时若有所思的点点头。看来沈玄机在阵道上还是远胜银彻。光瑶族敢让银彻来竞争天阵子传承，恐怕依仗的是不知从哪得来的天阵子传承洞府的情报。众人就这么继续前进，渐渐的来到了山腰之上。脚下的玉石路蜿蜒着通向前方，在前方不远处连通着一个广场。广场非常大，整体铺着玉石板，零零星星的竖立着一些白玉柱。而广场的尽头有一条白玉石阶，沿着山体向上，消失在视线尽头，似乎通向山巅大殿。看来想到达山巅，必须穿过广场，走上白玉石阶。银彻和沈玄机不知什么时候停止了交谈。是的，沈玄机道。广场上影有阵光闪烁，想必是天阵子前辈设下的第2道考验。犹豫了下，沈玄机又道：之前飞桥上迷阵的变化很不正常，我猜这广场的第2道考验同样会发生未知的变化，很可能比飞桥还凶险。众人一时沉默下来，但这是唯一的通道，众人略作调息，最终还是踏上了那片宽阔的广场。脚步刚落定，整个广场地面便骤然亮起无数纵横交错的阵纹，复杂程度远超之前的飞桥迷阵。那流转的阵光一看就非常不俗，这是千机百变阵。银彻脱口而出，脸色凝重。此阵变化无穷，据说能模拟演化万千基础阵法，考验的便是破阵速度与灵机应变之能，通常只需在阵中坚持1炷香的时间便可算通过。他话音未落，广场阵纹便急速组合亮起。靠近猪背族几名修士的区域，地面瞬间化作流沙，同时无数闪烁着寒光的金刀虚影凭空出现，绞杀而下。正式的线阵与金刀阵的组合。小心！惨叫声响起，虽有人奋力抵挡，但仍有一名猪背族化神反应稍慢，被金刀斩中，又被流沙吞噬，瞬间没了声息。不对，沈玄机脸色微寒。正常的千机百变阵只会依次生成单一基础阵法，绝不会像这样一上来就是杀阵、陷阱阵、困阵组合叠加，威力也远超记载。萧晨川皱起眉头，更加确信心中的直觉，有人在控阵。广场之上顿时陷入一片混乱，阵纹明灭不定，火雨、冰冷、地刺、毒瘴，各种基础阵法的杀招以极其刁钻狠辣的方式组合出现，令人防不胜防。众人疲于应付，往往刚躲过一轮法术，脚下地面便突然塌陷，更有无形力场试图将人禁锢在原地。玄机姐姐，西北离位，阵眼波动，二女关系突飞猛进，银彻姐姐都叫上了。她心神沉入灵觉，捕捉阵法的灵力流淌，阵纹变化。明白。银彻妹妹，请以水法冲击东南。沈玄机语速极快，大脑飞速运转，推算生门。沈玄机不愧是阵法天才，在他的精准推演，银彻的辅助下，破阵速度极快。往往阵法刚具雏形，便被他们找到关键节点，瞬间将阵瓦解。其他人为二女护法，应对阵中已激发的威能突然出现的杀机。就这样，众人有惊无险，再无减员，来到了广场尽头的玉石阶路。当最后一人踏上石阶时，身后广场上的阵光缓缓平息，回头望去，来路已被淡淡的云雾遮掩。所有人没有停留，仰望着消失于云海的白玉石阶，踏步向上。不知走了多久，视野越来越开阔，能瞭望的距离越来越远。终于，当穿过云海，玉石阶终于达到尽头，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一座巍峨、恢宏、氤氲着精纯灵力的巨大宫殿，静静地矗立在仙山之巅。殿门上一块巨大的匾额，以古篆体写着3个大字：天阵殿。殿前是一片更为开阔的汉白玉广场，而广场和天阵殿之间竟竖立着2块高达几10丈的巨型石碑。
众人望去，只见一块石碑上刻着传承二字，另一块则刻着控府二字。传承，控府。众人对望一眼，特别是银澈、沈玄机二女的目光牢牢锁在了传承石碑上。银澈坦然道：玄机姐姐，不瞒你说，眼前的景象除了那莫名其妙出现的控府石碑外，其余的和我光瑶族的情报一般无二。只要通过眼前广场上的问心阵考验，便能触摸传承石碑，进入这天阵殿中争夺获得传承的资格。玄机姐姐，我不如你，但我也喜欢阵道，我是不会放弃的。银澈眼神坚定。沈玄机理了理鬓发，温柔地笑了笑。除了二女，其余人对天阵子阵道传承兴趣不大，或者说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肯定无法获得传承认可。众人更感兴趣的是那控府石碑，这一路有多少天才地宝，奇花异木，众人可是亲眼见到了的。如果真能获得此处洞天福地的控制权，可发了大财了。别的不说，眼前广场的中央便悬浮着的一枚宝珠，那宝珠约有鸡蛋大小，通体赤红澄澈，内部仿佛封印着一团永恒燃烧、纯净无比的火焰，还不时有细小的金色符文在生灭流转。明明是个火珠，它却并没有散发着灼人的热浪，而是两种法则之力，火属性相关的纯阳法则以及净化法则。众人目光在传承与控符两块巨碑之间流转，心思各异。银澈与沈玄机对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对传承石碑的志在必得，也有一丝对那控府石碑的疑惑。而萧晨川、龙月、玉千龙以及其余幸存修士则更倾向于那看似能掌控整个洞府的控府石碑，毕竟这代表着更为直观和庞大的利益。看来这最后的考验是让我们自行选择。沈玄机轻声道，目光扫过广场。广场地面光洁如镜，隐约有符文流动，显然便是银澈所说的问心阵，唯有通过此阵方能触及石碑。银澈点头。情报上说，问心阵主要考验道心与执念，针对的是寻求传承者。但有个奇怪的地方，情报上并没有提及所谓的控府石碑，是有些奇怪。沈玄机皱眉，我星罗岛背靠灵宝商会，知晓无数上古传承的内幕，通常获得传承者连同洞天福地的控制权一起获得了，极少听说过两者是分开的。前面的飞桥迷阵、广场变阵也出现了蹊跷的地方。你们说，这天阵子的洞府会不会出现了什么特殊变故？而且看样子还是极为糟糕的变故。银澈一咬牙，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走到这里了，没有回头路了。我要去传承石碑。诸位，你们怎么选择？朱贝族一名化神修士率先开口。我等对阵道并无深研，这传承之争便不参与了，愿尝试控府石碑，若能得此洞府，必与诸位共享资源。他的话代表了大部分非阵修的心声，三族之人纷纷附和。萧晨川看向龙月和玉千龙，低声道：月儿、龙儿，你二人意下如何？龙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控府石碑，玉千龙则一切以萧晨川为主，柔声道：主人决定便是。萧晨川略一沉吟，我接了神岛主的任务，自当保护沈玄机的安全。此阵是问心阵，按理说沈玄机这样一心阵道的天才，顺利通过问心考验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这传承之地确实有些诡异，我们前面遭遇的两次大阵都演变出了杀机，我担心这问心阵也会演化出什么幺蛾子。这样吧，萧晨川沉吟了一番，道：你俩先入阵，往控府石碑去，这里天才地宝无数，价值不可估量，甚至用芥子须弥之法将洞天福地微缩，可以说此地本身就是一件空间宝物，可随身带走。这里面空间大成这样，灵气浓郁，灵植天才地宝无数，还有强大的阵法，更能装活物进去，简直是大成修士看了都会流口水的强大空间宝物，绝不能落入旁人之手。龙月、玉千龙深以为然。我先不入阵了。萧晨川想了想，道：如果此阵确确实实是正儿八经的问心阵，没有危险，我便前去控府石碑那边获得此地的控制权。如果问心阵真演化出了杀机，我在外面也好见机行事。龙月、玉千龙点头同意。这时沈玄机、银澈也聊完了。沈玄机对银澈道：银澈妹妹，既然如此，我们便各选一路吧。传承之路，你我公平竞争。银澈展颜一笑：正该如此，玄机姐姐，请。商议既定，众人不再犹豫，纷纷踏步迈入广场的问心阵范围。所有人选好方向，踏入阵中，脸上立即出现了茫然的神色。渐渐的，控府石碑那边，三族星罗岛得4位化神，
脸上一会哭一会笑，陷入了幻境。而沈玄机和银彻那边则截然不同，两人身形只是微微停顿了一下，眼神的迷茫便消失了，眼神清明，坚定无比，步伐缓慢，却坚定不移地朝着传承石碑前进。萧晨川看向龙月、玉千龙，身为太虚龙体，龙月似乎对问心阵的抵抗之力强大许多，眼神更多时候是清明的，向那控府石碑而去，走在了所有人最前面。而玉千龙似乎心思极为简单，眼神迷茫着，时不时撩一下裙摆，红着脸喃喃道：“主人，爱我。”这骚货。萧晨川无奈摇头，不过他心里还是很高兴的，玉千龙还是心心念念着自己的，一切似乎非常平静，往着好的方向发展。萧晨川望向银彻、沈玄机那边，但见二女步伐稳健、坚定，离那传承石碑仅剩100米距离，只是似乎距离传承石碑越近，问心阵的考验越难。银彻身躯颤抖，脚步紊乱，眸子一会儿清明，一会儿迷茫，半天都迈不出一步。他身前不远处的沈玄机，眼神虽然没有迷茫过，但额头沁出了细密的汗珠，显然考验并不简单。二女的差距终于显现出来，沈玄机想要得到天阵子的传承，似乎妥了。萧晨川扫了一眼他身前几10米处的传承石碑，只见石碑材质非金非玉，发着温暖的光，上面的传承2字笔走龙蛇，一看就是出自大家之笔。萧晨川收回目光，可就在这时，不知是不是错觉，那石碑上似乎闪过了一道血光。此地静觉神时，他揉揉眼睛，朝传承石碑仔细看去。可传承石碑一切正常，仿佛刚刚只是错觉。萧晨川皱起眉头，原本觉得沈玄机妥了，是时候入阵拿下控府石碑的想法顿时改变。身为化神修士，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出现错觉？此地恐怕要发生异变了。萧晨川担忧地望了望控府石碑那边，龙月依旧走在了众人的最前面，把其他人甩了几百米远。离处碰到控府石碑，只差大约200多米的距离，但是似乎问心阵的考验越来越强大了。他的太虚龙体已经不能完全免疫，眸子开始有些迷蒙，就像刚睡醒还很困的模样。主人，父王，哥哥姐姐，母后。龙月口中喃喃道，无意识地向前迈步，脸上时而露出幸福，时而露出悲伤。玉千龙那边已经脸色最红的擒住了他自己的手指，同时关注着沈玄机、玉千龙、龙月的状态。萧晨川发现沈玄机已经渐渐来到了传承石碑前。萧晨川看到沈玄机露出笑容，用裙袖擦了擦额头上的薄汗，伸掌往传承石碑上印去。走到这一步，只要他将手掌印上传承石碑，便能被传送到传承之地天阵殿中，直面天阵子的传承。至于能不能最终获得真正的传承，就看他在天阵殿中的表现了。萧晨川望向后面的银彻，银彻比沈玄机走得更加艰难，但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只要在沈玄机获得全部传承前，他也触摸传承石碑进入天阵殿，就还有争夺的资格。目光在银彻、沈玄机之间飞速扫了一下，萧晨川暗忖，沈玄机都要进入传承之地天阵殿，那里可是天阵子这处洞天福地核心中的核心，非常安全。异变还没发生，难道之前看到的红光是错觉？萧晨川摇摇头，自嘲一笑。沈玄机那边手掌艰难地缓缓落下，离那传承石碑只剩不到1寸距离。就在这时，大量的红光像水一样从传承石碑流出。沈玄机原本坚定清澈的眸子瞬间陷入了迷茫，整个人僵立在了原地。银彻更是直接昏迷过去。控府石碑那边同样有红光流出，2座石碑成了红光的源泉，转瞬间红光将整个殿前大阵浸染。咔咔轰隆隆，大阵的节点阵纹不停地异动，不到3息，整个问心大阵变换成了未知的阵法。这阵法发着诡异的红光，带着一股邪道气息。阵法大变，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沈玄机和银彻在红光亮起的时候，身体就僵住了，眼睛紧闭，脸上表情挣扎，明显是被拖进更深的幻境里。虽然暂时没生命危险，但情况似乎不怎么好。控府石碑那边传来惨叫和打斗声。萧晨川看去，3族、星罗岛4人现在一个个眼睛通红，表情狰狞，被这邪门阵法勾出了心底最深的贪婪和杀意，宰了他们。这洞府是老子的，宝贝全是我的，谁抢谁死！疯了一样的吼声里，这帮人完全失了理智，拼命互相攻击。法术、法宝的光混着溅出来的血，眨眼功夫就死了几人。萧晨川眉头深深皱起。沈玄机那边看起来暂时没事，可龙月和玉千龙已经被卷进混战中心。他不再犹豫，身子一动，像一道闪电冲进那邪异红光大盛的阵法里。
刚进去，一股阴冷邪门的力量就往经脉里钻，想勾出心里的暴力和想独占洞府的贪念。可这股力量刚进来，便被混沌道体立即化掉，反而变成了一小股精纯灵气，补给了自身。萧晨川心里一稳，动作再没顾忌。阵中，龙月靠着太虚龙体的强悍，虽然眼神还有点迷糊的杀意，但龙威很猛，抬手踢腿间就有龙形气劲冲出去，把靠近的敌人打飞。玉千龙放出了那颗宝珠法宝，珠子发光护住他，手里法诀引动，一道倒水系法术像鞭子又像梭子，又刁又狠，和龙月配合着，暂时顶住了这帮疯子的围攻。但他们离控府石碑最近，成了被勾起贪欲暴力的其他人的集火目标。两女疲于应付，好几次差点被打中。萧晨川飞身而过，抬手打晕镇压玉棒族的美人。其他两族和星罗岛那4个已经杀红眼的化神，他就不客气了，出手就是要害，血肉横飞。一转眼，镇里还能站着的，除了龙月和玉千龙，就只剩下被萧晨川打晕压住的几个玉棒族修士，还有朱贝族和光瑶族里仅存的模样极为艳丽2-3个女修。而星罗岛那4个化神已全部身死。主人，龙月和玉千龙看到萧晨川，脸上露出高兴的样子，但眼神里的狂躁还没完全退，显然还受阵法影响。定定神！萧晨川低喝一声，左右手同时伸出去，按在他们的后背。两缕精纯的混沌气息送进他们身体，气息走过的地方，那些侵入的邪门阵力像碰到克星，飞快的消散。俩姑娘身体一颤，眼神马上清亮起来，想起刚才的受到阵法影响后的疯狂，后怕的不行。谢谢主人。萧晨川刚松口气，想去看看沈玄机和银彻怎么样，便顾右声。罩住广场的诡异红光突然一收，紧接着阵法光芒一变，变成了一片粉红色。这粉红光看着没什么直接杀伤力，但却带着一种让人心发慌的燥热和暧昧感觉，空气里好像都飘起一股发甜的香味。这……萧晨川眉头紧紧皱起来，心里警铃大作。这阵法的变化一次接着一次。刚刚清醒过来的龙月和玉千龙被这粉红色光芒一照，白嫩的脸颊上不由自主地浮起红晕，眼神也微微变了，呼吸好像都急了一点。连不远处被打晕压住的那几个女修，在粉红光照着下，身体也不自觉地轻轻扭动，发出细细的哼声。整个广场的气氛一下子从刚才的血腥厮杀转成了一种说不出的旖旎又危险的感觉。萧晨川的混沌道体虽然能化解钻进身体里的怪力，但这弥漫在空气里的粉红气息无孔不入，更是直接引动人体本能的欲望，让他也觉得心里有点乱糟糟的。萧晨川看向远处的银彻、沈玄机，二女脸色绯红，不安地扭着丰臀。他拉着龙月和玉千龙，小心地避开地上躺着的人，想先往沈玄机那边靠拢。可这粉红色的阵法好像活的一样，他们一走，脚下的光芒就流转起来，眼前景物微微扭曲，明明看着不远，却好像总隔着一层纱，走不过去。主人，这光好奇怪。龙月声音有点软，身子不自觉地往萧晨川身上靠了靠。龙族体质对某些气息格外敏感，他受到的冲击似乎更大一些。他感觉体内有些发热，有些渴望。玉千龙眼神水汪汪的看着萧晨川，咬着嘴唇。主人，我有点热。他下意识地扯了扯自己的衣襟。萧晨川哪能还不知道阵法变成了啥样，只是现在完全不是时候。他握紧了两女的手，诱渡过去一丝混沌气息，帮他们稳住心神。坚持住，别被这阵法影响了心智。他尝试攻击地面上的阵纹，但灵力打上去就像石子投入深潭，只激起一圈涟漪就消失了，阵法丝毫未破。这粉红阵法似乎侧重于迷惑和引动内域，而非硬碰硬的防御或攻击，反而更难对付。就在他思索对策时，那传承石碑和控府石碑突然同时震动了一下，发出的粉红色光芒更加浓郁了，几乎凝成了实质般的雾气，缓缓在广场上弥漫开来，甜腻的香气也更重了。不远处，一个被打昏的朱贝族女修无意识的呻吟出声，身体蜷缩起来。龙月和玉千龙抱着她的胳膊，通红的脸颊在她胸膛上摩擦。萧晨川心跳快了几分，他强手灵台清明，心中一横，打开空间通道，强行来到沈玄机身旁。沈玄机作为阵法大师，一定有解决办法，而沈玄机的位置就在传承石碑旁。这里的粉红雾气几乎浓郁成了实质，引动欲望的力量非常强横。龙月和玉千龙软在他怀里，眼神迷醉，靠着渡来的混沌气维持的灵台清明，摇摇欲坠，如同风中残烛。情况紧急，萧晨川顾不得他俩，抬手落在沈玄机的肩上，就要为他渡入混沌气息，救他醒来。然而刚一触碰到他，沈玄机似乎感受到了浓郁的雄性气息，好不容易维持的灵台清明瞬间垮塌。沈玄机迷离着眸子，痴缠上来。
萧晨川心头一凛，这诡异的粉红阵法若不破除，在场的所有女子，包括龙月和玉千龙在内，心神都将被欲望彻底吞噬，后果不堪设想。那藏在暗处引动阵法的幕后黑手必须立刻揪出来。他当机立断，怀中抱着已经软成一滩泥的龙月与玉千龙，身形一闪，带着沈玄机远离了那冒着浓郁粉红雾气的传承石碑。看着沈玄机那张因欲望而绯红一片，颠倒众生的绝美脸庞，萧晨川指尖凝聚出一缕自身的混沌气息，轻轻点在他眉心。气息入体，如酷暑中的一捧清泉，瞬间浇熄了沈玄机心中部分的燥热。他迷离的眼神恢复了一丝清明，但体内那股焚身的欲火却并未消退，只是被暂时压制。看到沈玄机一时半会儿摆脱不了粉红雾气的影响，萧晨川手刀在他雪白的玉颈上一斩，沈玄机闷哼一声，娇躯一软，彻底昏了过去。依法炮制，萧晨川又是一道气息渡给不远处的银彻，同样将他打晕。最后他低头看了看怀中几乎要将身体揉进他骨子里的龙月与玉千龙，无奈地叹了口气，也在他们身上一点，让他们沉沉睡去。做完这一切，萧晨川将四女瓶放在地，长身而立，目光如电，扫视着空无一人的广场。忽然他朗声喝道：藏头露尾的老鼠，你的阵法对我无用，我不仅不受影响，还能轻易助他们摆脱困境。不管你是谁，是个什么东西，你的阴谋到此为止了。声音如滚滚天雷，在整个殿前广场回荡。话音刚落，那两座石碑猛然一震，粉红色的雾气剧烈翻涌，一道饱含愤怒与惊疑的尖锐声音响起：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抵御得了老夫修改后的七情六欲阵？这七情六欲阵以天阵子那老匹夫的问心阵为基础篡改而成，便是合体期大能来了，也要被勾起七情六欲，受到影响。你一个区区化神是怎么做到的？绝不可能！随着怒吼，一道身影从控府石碑的阴影中缓缓浮现，那竟是一个通体由不知名金属打造的人形傀儡，关节处符文密布，一双眼眸由两颗赤红色的宝石构成，闪烁着人性化的暴怒光芒。区区化神后期，竟敢坏我大事！人形傀儡怒吼一声，抬手一指，轰隆！整个广场大阵瞬间被调动，无数粉红色的阵纹亮起，化作一道道带着诱惑、堕落气息的光链，从四面八方朝萧晨川缠绕而来。虽然看气息，这傀儡的修为不过化神期大圆满，但在此地，他便是阵法的主宰，能调动的力量远超自身境界。雕虫小技也敢拿出来炫耀？萧晨川冷哼一声，面对这铺天盖地的攻击，他甚至懒得躲闪。只见他周身空间微微一荡，所有的光链在靠近他3尺范围时便诡异的扭曲，而后没入虚空，消失不见。下一刻，他身后凤翼舒展，风与速度的法则交织，整个人化作一道肉眼难辨的流光，正是凤翼凌霄术。什么？傀儡大惊失色，他甚至捕捉不到萧晨川的轨迹，太慢了。一道淡漠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傀儡亡魂大冒，想也不想就要遁走，可他身边的空间却仿佛凝固成了铁板。萧晨川一步跨出，仿佛无视了空间的距离，手掌轻飘飘地按在了傀儡的头顶。不！傀儡发出绝望的尖叫，但一切都晚了。强大的力量涌入，瞬间镇压了他的所有反抗。萧晨川眼神冰冷，庞大的神识之力涌入，开始对这傀儡进行搜魂。他可对这傀儡的身份太好奇了。片刻之后，萧晨川缓缓睁开眼，眼中闪过一丝了然。原来如此，此傀儡名为灵机傀儡，乃是这座洞府的原主人合体期镇修天阵子所留，用以主持大阵，筛选传承者。为防止他诞生异心，天阵子特地将他的修为死死锁死在化神期。可天阵子终究低估了漫长岁月对一个拥有灵智的存在的改变，几千年来，这灵机傀儡果然诞生了反叛之心。他不甘于世代为仆，渴望自由，更觊觎天阵子的无上阵道传承。于是他暗中修改了考验阵法，让原本平和的迷阵、变阵、问心阵充满了杀机。甚至天阵子原本的设计中根本就没有传承石碑与控府石碑之分，只有一块传承石碑，只要通过考验获得传承，便能自动成为这洞天福地的主人，并掌控灵机傀儡。而这傀儡却暗中的分割了权限，炼制出控府石碑，以此为诱饵，引诱众人自相残杀。他的计划是让镇修通过传承石碑进入天阵殿获得传承，而他则在外面守株待兔，等传承者出来的一瞬间便出手夺舍。如此一来，他便能获得一副血肉之躯，摆脱天阵子设下的修为禁制，更能将天阵子的一切传承、洞府、财富尽数收入囊中，从此逍遥天地间。只可惜他千算万算，没算到会碰上萧晨川这个身怀数种法则之力的怪胎，满盘皆输。
野心不小，手段也够毒辣，可惜遇到了我。萧晨川淡淡说了一句，手掌发力，法则之力一闪而逝，这诞生了一新的灵级傀儡便被彻底抹除，化作一地金属粉末。他走到控斧石碑前，伸出手掌按了上去，瞬间将它炼化。在控斧石碑化作一道流光，进入他的识海之石瓮。一股庞大无匹的信息流涌入脑海，在这一刻，萧晨川感觉自己的神识无限延伸，与整个洞天福地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缕空气都建立了联系。他成了此处洞天的真正主人。在炼化控斧石碑成为洞天主人之后，萧晨川知晓了此地的真名——天震洞天。这并非天然的洞天，而是天震子以无上空间阵法芥子须弥大阵，将临界的一处洞天宝地硬生生炼化进了一枚空间戒指当中。天震子将这枚内里蕴含着天震洞天的空间戒指命名为天震戒。而当初进入此地时，石门上那阵法光晕的源头正是这枚戒指掌控了天震洞天。萧晨川的目光立刻投向了殿前大阵的中央，在那里悬浮着一颗拳头大小、通体燃烧着金色火焰的宝珠，它散发着至刚至阳的气息，光芒所及之处，一切邪祟阴晦都仿佛被净化消融。根据炼化控斧石碑时那涌入脑海的信息流，萧晨川知道了这宝珠是什么。乾天火灵珠，这是一件大成级的至宝，此珠乃天地孕育而生，内里蕴含着2条几乎完整、庞大的天地法则、纯阳法则与净化法则。正因其法则之力近乎完整，而非一丝一缕，才让它的价值达到了连大成期强者都要眼红抢夺的地步。从洞天的记忆中，萧晨川也知晓了天震子的结局。当年天震子正是因为身怀此宝的消息走漏，才引来大成强者的追杀，虽侥幸逃脱，却也身受重伤，命不久矣。最终只能隐姓埋名，在此地留下传承，含恨而终。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萧晨川不禁一阵唏嘘，他一招手，乾天火灵珠便化作一道流光，飞入他手中。感受着其中磅礴的法则之力，他满意地点点头，将其收入了自己的本命法宝混沌塔中，准备日后好好参悟，甚至可以将其炼入塔内，增强混沌塔的威能。做完这一切，萧晨川心念一动，笼罩整个广场的阵法光芒渐渐沉寂消散，恢复了原本光洁如镜的模样。他打算唤醒沈玄机，让他去完成最后的考验，获得天震子的传承。毕竟自己的阵法造诣远未达到继承一位合体期阵道大能衣钵的资格。他走到沈玄机身旁，渡入一丝混沌气息，解开了他的昏睡。沈玄机悠悠转醒，眼神依然带着一丝迷茫，但下一秒，他脸上的绯红之色非但没有消退，反而愈发浓郁，仿佛能滴出血来。萧晨川皱眉，看了看他的明显不对劲的状态，脸上浮现一丝了然。原来被打晕只是压制了他的神智，那股被七情六欲阵勾起的火并没有被自己的气息消解干净，反而在他昏迷之时，在他体内积蓄灼烧，已然达到了顶点。热，好热！沈玄机口中发出无意识的呻吟。当他看到眼前萧晨川那张俊朗的面庞，感受到他身上那股让他非常舒服的雄性气息时，最后一丝理智的弦应声崩断。给我！他猛地扑了上来，如同一只饥渴的雌兽，不由分说地啃住了萧晨川的嘴唇，疯狂地汲取着他的气息，一双玉臂死死缠住他的脖颈，滚烫的身子在他身上扭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冲击，萧晨川先是一愣，随即感受着沈玄机娇躯的火热与渴求，他心中那根弦也被拨动了。反正危机已除，此地已是他的囊中之物，绝对安全。看着怀中已经意乱情迷的绝色佳人，又瞥了一眼不远处同样昏迷着、身段婀娜的银彻、龙月、玉千龙以及那几个幸存的姿色不俗的三族女修，萧晨川嘴角勾起一抹笑容。也罢，救人又怎么只救沈玄机一个呢？既然如此，那就一不做二不休。他心念一动，解开了其余所有人的昏睡状态。一时间，整个广场上高高低低的轻呼此起彼伏。醒来的众女无一例外，尽皆被压抑、积蓄到极点的欲望所操控。他们迷离的目光最终全部聚焦在了场中唯一的男性萧晨川的身上。萧晨川被一具具丰腴的娇躯掩埋，他自然是毫不客气。5天，整整5天，萧晨川终于把所有人都救醒了过来。云霄雨歇之后，萧晨川给众人一一种下玉奴印。玉千龙吻着他的下巴，撒娇道：“主人，人家之前还说把我玉棒族的姐姐们给主人尝尝，没想到这么快就应验了。”众女这才后知后觉，脸上露出恍然和惊讶的表情。原来玉棒族的二公主早就和主人搞在了一起吗？这实在是太惊人了，一路上竟然没有看出任何端倪。唯一看出端倪，早就猜到玉千龙和萧晨川关系的沈玄机，偷偷看着萧晨川，眼神有些复杂。他怀疑萧公子有别的解决欲念的手段，
但故意选择了这种方式。同时他也有些郁闷，不知道是听多了萧公子和别的女人的声音还是怎么的，他竟然对和萧公子发生这种关系并不排斥，反而有些新奇和贪恋，让他从小到大单调的正道生活出现了一抹色彩。萧晨川更是有些纳闷，沈玄机的归心度有些奇异了，5天下来直接干到了71，太神奇了些。难道是和他做了很大一笔生意，在他那很有好感度基础？萧晨川猜测着，对众女道：危机解除，现在只要触摸传承石碑，便可随意进入天震殿，直面天震子前辈设下的最后一道传承考验。众女不由得望向传承石碑，那控府石碑已消失不见，被萧晨川炼化后没入了他的识海。众女没看到控府石碑，也隐隐猜到了是被主人炼化了。这时银彻道：最后一道考验极难，只有具有超强的震道悟性、不俗的阵法造诣，才可能获得最终传承。最终只有沈玄机、银彻2个好奇传承什么样的鹬蚌族、猪背族女修4人进入了天震殿，其余人没有兴趣进去，在外面等候。等候着的众人已是那种关系，气氛不由得就渐渐桃色起来，最终搞在了一起。不到3个时辰，鹬蚌族、猪背族那2个进殿凑热闹的女修便被天震殿传送了出来。他们看向广场，呼吸一滞，迈步入内。2天后，银彻遗憾地传送而出，和众人欢乐在了一起。10几天后，萧晨川正在奋战，忽然身子微微一顿，身下丰满撩人的鹬蚌族雌性睁开迷离的眸子，不满地看着他，却发现他正扭头看向天震殿。主人，您看什么呢？那鹬蚌族雌性轻轻晃动小腹，是人家的身子不好玩吗？萧晨川回头到底吻住他的唇，好玩好玩。作为天震洞天的主人，萧晨川刚刚感应到沈玄机终于得到了天震子的震道传承，正在消化中。3天后，沈玄机出殿加入了进来。10天后，众人穿戴整齐，终于打算出去了。沈玄机没有藏私，问谁需要震道传承里的震道知识，他可以拓印出来。海族3族懒得动脑，不感兴趣，只有银彻、玉千龙各要了一份，萧晨川、龙月也要了一份。拓印结束，萧晨川大手一挥，操控天震洞天的力量，众人瞬间消失，来到刚传送进此处洞天时出现在的那条玉石路上。玉石路的起点连接着一片光晕，众人心知那便是出口了，对视一眼后走进了光晕。外界，海族3族星罗岛守候在外面，3族的炼虚境大修和神岛主站在一起，神岛主和他们谈笑风生，气氛很是和谐欢乐。但真正了解神岛主的人，却是能从他细微的表情中发现他有些心不在焉、烦躁、担忧。1个月了，这1个月，那炼虚期大妖自爆后，伏波山脉残余的妖族势力都被3族扫清了，甚至3族派出了大量的土系化神修士，弥合地裂、天坑，再造山河。现如今的伏波山脉几乎完全恢复正常，只留下眼下的这条巨大裂缝，诉说着之前的炼虚大妖自爆飞虚。而之所以留下这处地裂，还不是因为众人一直没有出来。神岛主一边心不在焉地和3位炼虚期大修闲聊，一边看着地裂下的阵法光晕，心中有些焦躁。不管什么传承，进去1个多月还出不来，都有些不同寻常了。难道里面出现了什么变故？神岛主担忧地猜测着。要不是十分确信宝贝女儿还活着，他已经冲进光晕，进去传承之地看个究竟了。不过虽然确定沈玄机还活着，神岛主却并没有放下多少心，因为这偌大的修仙界有太多奇诡的手段，没死有可能比死了还糟糕。比如被困死在某地，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一点点随着岁月流逝而死；比如被炼制成人形傀儡，失去自我；比如魂魄被镇压，肉身炼制成别人的分身；比如沈玄机越不出来，见识广博的神岛主越忍不住思维发散，想到了宝贝女儿一些凄惨下场。越想这些，神岛主越心绪不宁，额头都快沁出汗水来了。就在他坐立难安的时候，地缝下的那点光晕忽然放大了起来，众人立马被吸引了目光，朝下方看去，只见10几道身影在光晕中缓缓出现。传送出天震洞天后，萧晨川看了看众人身后那嵌在地下岩石中的石门，心念一动，那石门只是天震子留下的幌子，真正承载着天震洞天的是藏在石门后的天震戒。一个古朴的似金非金、似玉非玉的戒指突兀地出现在萧晨川食指上，这便是天震戒。天震洞天就在它的里面，萧晨川炼化控府石碑就是在炼化天震戒。现在他可以随意将物品
甚至活物收到天震界的天震洞天里面。而天震界被收走以后，众人身外的光晕飞速消失。那石门外发着光的阵法，咔嚓一声，光芒消失，碎裂开来。众人吃惊地看去，只见石门和门外静止，仿佛瞬间经历了无数岁月一般，成了一片倒塌的废墟。神岛主3位炼虚期大修一看，以为是天震子的传承洞府在传承被获得后直接自毁了，只可惜了一位合体7阵修遗留的洞府。3位炼虚期大修非常遗憾，而神岛主却丝毫不在意，他的目光落在沈玄机身上，大松一口气：“宝贝女儿，你终于安全出来了，太好了。”同时，同为震修，他发现了沈玄机身上的特殊波动。天震子的传承，哈哈，除了我天纵奇才的女儿，还有谁有资格获得天震子的传承？哈哈！爹沈玄机飞到神岛主身边，不满地扯了扯他的袖子，让他不要再炫耀了。好好好，不说传承的事了。神岛主笑眯眯地看着沈玄机道。忽然，神岛主脸上的笑消失了。宝贝女儿，你失身了。神岛主急忙取出一件劲状宝物，往沈玄机身上一照，一根红色光线在沈玄机身上出现，连接到了不远处的萧晨川身上。萧晨川一脸懵逼，这什么玩意？一根线连到了自己身上，还没来得及顺着红光虚线看过去，就听到神岛主一声暴跳如雷、咬牙切齿的声音：“萧晨川，我把你当小友，好生招待，礼遇于你，委托你小子保护小女，你保护到床上去了是吧？”这一声怒吼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众人看着链接着萧晨川、沈玄机的红线，有震惊的，有饶有兴趣的，有幸灾乐祸的。宝贝女儿就这么被人搞了，神岛主越想越怒，已经脑补出萧晨川在传承洞府之中胁迫自家女儿的情形。神岛主眼睛都红了，当即取出一串法宝就要出手。众人看着神岛主那一堆威力不俗的高级宝物，咽了咽口水，暗道不愧是背靠灵宝商会，果然富得流油。而这时沈玄机忽然扑到萧晨川身上，护在他的身前，冲神岛主道：“爹，你干什么呀？”神岛主一看此情此景，瞬间冷静了下来。原来宝贝女儿不是被胁迫，而是自愿的。女儿是自愿的，神岛主非但没有开心起来，反而脸色更加阴沉了。女儿啊，不要被姓萧的花言巧语骗了，一早我就看出这小子是个风流种子，不是什么好人。说着，神岛主转动那劲状法宝朝萧晨川照去。女儿，我看人很准，绝不会看错的。我现在就让你看看这小子有多风流，祸害过多少女人。唰，被劲光照到，萧晨川身上出现了密密麻麻数不清的红线，绝大部分红线延伸到了虚空中，不知链接到哪里去了，却有10几道红线链接在了3族的女修身上。从传承洞府走出的10几名女修无一幸免。神岛主和3族惊住了。